大的爆炸声。他本是在一幢大厦的顶楼，正在执行狙杀任务的。战友们应该会以为我被炸碎了吧？希望他们不要太难过才好。你放心吧，你父母的死因我帮你查明，我会用你的身份好好活下去的。你的仇我给你报，那些欺负过你的人，我一个都不放过。这个仇不报也罢了，总不能让这个女孩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吧。既然老天爷让我到这个时空来，又遇上这个与我同名同姓的女孩子，我就不能坐视不理。他们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你去找村长，开了路引，就离开这里吧。好，你放心吧，他们伤不到我的，因为我是仙人。这也算是一家团聚了，许是最好的选择吧。凌晨转了转脚腕，那里藏着一把自己的战用军刺。如果那王八蛋想死，我也不介意送他一程。凌晨冷下眼眸，眯着眼睛盯着远处炊烟袅袅的小山村，迈着步向未知走去。他到这个朝代已经整整1天1夜了，他始终还是不能接受自己真的从21世纪来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古代小山村。这个地方是天启国，因为常年战乱的缘故，对外乡人排查十分严苛，如果没有身份文牒，就会被官府抓去当作奸细处死的。10日前，原主的父母进山采药，双双失了性命。祖母赵氏和婶娘刘氏一合计，当天就将原主从家里轰了出去。原主到爹娘的坟前吃毒草自尽了。赵氏怎么也想不到，那个身体孱弱、软弱好拿捏的孙女，此时却已经换了一个人。一会儿得上山转转去，看能不能找到些药材或吃的。柴火也不多了，得捡些回来。哎呀，希望这次进山能抓一些野鸡、野兔子。野猪肉我可不喜欢吃啊，又柴又塞牙的。这王八蛋老天爷，耍我的不成吗？弄这鬼地方来！刚刚一路走过来，哪都有人的痕迹。这树梢上能摘的树叶都给薅光了，别说野菜，就树皮草根，凡是能吃的全被人挖光了。老百姓日子苦啊！贼老天，老娘跟你斗到底！这种环境估计也只能找蘑菇了。哎呀，蘑菇都有了，配什么吃的？哎，小鸡炖蘑菇不错。对呀，这山里好些个地方生出大片蘑菇，怎么没人采啊？走了半个多小时，凌晨好运的在草丛中抓到一只野鸡，还找到一窝野鸡蛋。有了这些，就能美美的吃上一顿饭了。凌晨收好东西就下山了。也不知这个时代有没有白糖酱油什么的。这个破村子连个盐巴都没有。幸好我这背囊里有调料，不然这鸡的腥味还真是挺冲的。虽然是淡了点，但比预想中好很多了。大门被人一脚踹开，终于来了吗？嘿，你个药罐子贱蹄子，给我装死是不是？臭丫头，敢欺骗到我头上来了！你不是要病死了吗？怎么在这吃吃喝喝的？你这不是活蹦乱跳的吗？啊！我去，这就是原主奶奶？把人笑死！奶奶，您这是要做什么？既然都已经好了，那就给老娘准备一下，一会儿就给我去罗冠夫家去。今天可是你洞房花烛的大日子，过了今晚，你可就是老罗家的人了，知道吗？奶奶啊奶奶，您可真不愧是我亲奶奶啊！谁人不知罗冠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前3任妻子怎么死的，想必大伙心里都清楚。您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你个药罐子赔钱货，这有人肯娶你啊，就是你上辈子烧高香了，还嫌这嫌那的。死丫头，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我警告你啊，一会儿给老娘乖乖出嫁，听到没有？你让我嫁我就嫁吗？你算个什么东西？行，就算是出嫁了，那嫁妆呢？怎么算啊？我爹娘的房子田产是要给我带走吗？你这该死的病秧子啊，贱蹄子，下作东西！有人要你就不错了，还想要嫁妆？我呸！
我美的你。哼，我听明白了，奶奶的意思是说没有嫁妆。不对呀，奶奶，您可收了人家1两银子呢，聘礼你都收了，我爹娘的财产你也给霸占去，嫁妆1分都不给，让我嫁人？不对吧？我看您这是买卖人口吧？这个还是说奶奶，您原本就打算卖了我？哎呀，我的亲奶奶啊，这满村人可都看着呢。我父母亲尸骨未寒的，您就这样对我，您就不怕以后别人戳您脊梁骨吗？奶奶，午夜梦回的时候，我爹娘可是要上门来找欺负他女儿的人的，好好说道说道。对了，昨夜我爹娘还来过呢，给了我仙草，您没瞧见我吗？现在病都好了。他们见我无家可归的，可是很气愤呢，说是要问问您老人家，究竟为什么要这样？这你少拿你爹娘吓唬老娘！别说他们都死了，就那俩死鬼从坟墓里爬出来，老娘也不怕。我肚子里生出的东西，还能翻天去啊？不信啊，奶奶，那你就试试呗。看看我爹娘会不会来找你？哈，你个贱蹄子，赶紧的给老娘乖乖的，再敢出幺蛾子，老娘不撕了你！以前这个病秧子，别说反抗他了，就连他那个狐狸精的娘，在他面前连个屁都不是。他就不信了，他今天还收拾不了这个小丫头了。这丫头眼神实在是太可怕了，就像是之前那村里进的一头狼。可他以前明明不是这个样子的呀，以前他和他那个娘啊，可都是逆来顺受的，半点不反抗的呀。别废话，赶紧给老娘换上，这辈子能穿这么好的衣服都是你烧高香了，一会儿罗家来人接你，这大喜的日子穿得破破烂烂的，叫人家笑话。什么嫁人？哎，这是原主提到过的那个小雪吧？他唯一的朋友，果然是一片赤诚之心啊！这份友情我收下了。哼，你这个丫头片子，给我滚一边去！耽误老娘的好事，信不信老娘撕了你？不行，你别想卖了二丫，那罗官夫他会打死他的。要嫁你嫁，我们二丫不嫁。你个小王八羔子，给我滚一边去！你没事吧？死老太婆，你找死吗？我现在真想把这个老太婆一脚给踹飞了。你喊什么喊呢？不就是出点血吗？谁让他自己跑我面前挡着的？好狗还不挡路呢，你知不知道啊？呸！摔死也活该。是吗？那你要不要也试试这种感觉呢？老太太，你想不想见点血啊？哎呦，这林家二丫头挺厉害的嘛，亲奶奶都敢顶嘴啊！这么不孝顺的孩子，就该天上打个雷劈死得了。赵奶奶，您不能这样做，二丫头不能卖给罗官夫，我不同意。那个罗官夫已经虐待死3个媳妇了，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哎呀，我的老天爷呀！你们睁开眼睛看看呐，这个病秧子骑我老婆子头上来了，这日子没法活了呀！娘，你老怎么坐到地上了？晨儿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不就是让你嫁人吗？又不是让你去死，怎么就闹腾成这样？哼，那大伯家的堂姐可是又懂事又孝顺的，那让堂姐嫁过去好了。嘿，你这个病秧子啊，贱蹄子，我孙女怎么能嫁给那样的人呢？她疼在心尖上的大孙女怎么能嫁给那种人呢？她最爱的孙女是要当官太太的。我的亲奶奶，
您大孙女不能嫁，怎么着？我这个无父无母的二孙女就可以嫁了？您老人家还真是偏心呢，这柿子专挑软的捏啊！你这个贱蹄子！哦，我女儿娇生惯养的，那可是将来嫁给大官当官太太的，让我女儿嫁给那个老官夫，我告诉你啊，门都没有的。妹妹，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喜欢张正的，是他一直纠缠我的。我去，还真是个绿茶。不过张正是谁啊？他们这些人我可不认识，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故事，我真的不知道。喂，你可得了吧你，少恶心我！就你这样的绿茶，他都能看上？小蜜也是个瞎子吧？哎，有句话送你啊，绿茶配狗，天长地久。你们俩在一起挺合适的，好好在一块儿，千万别祸害别人，知道吗？都是一家子什么人啊！你怎么能这样说张正呢？他抢了张正，凌晨不是应该要死要活的，然后哭天喊地的求他把张正还给他吗？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呢？小贱蹄子，一会儿罗家来人接你，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小贱蹄子，还由得你了？哼，病秧子，赔钱货。奶奶说了，卖了你这个贱蹄子，得的银子给我买糖吃。我去，这家子人可真有意思，这是嫌命长了，上赶着找死。都说完了吗？说完就滚吧，这里可是古代，如果在外人面前我做的过分了，给我弄一顶不孝的帽子下来，我得直接把我沉塘去啊。所以有些事情不能放明面上的。哎，想在村子里活下去，还真是不能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哼，贱蹄子，跟你那狐狸精娘一样不要脸，下贱！我去，再敢说一句，你活腻了是吧？当年老娘杀人的时候，你还没断奶呢。哼，你敢打我，我奶奶说了，你跟你娘都是狐狸精。哎，你个小贱人，快放开我孙子！哎呦，敢打我儿子，老子弄死你！砰的一声，扬起一片尘沙。我的好大伯，您这一棍子下来是要杀了我吗？我这一棍子要是真把这贱丫头给打死了，那我可就是杀人犯了，那是要去蹲大牢的。我为了这么个贱丫头去吃牢饭，那可真不值了。自古以来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由得你一个丫头片子想嫁就嫁，不想嫁就不嫁的？林中眼珠子一转，打算用孝道来逼凌晨就范。什么父母之命？不对呀！什么父母之命？不对呀！我怎么没听我爹娘提过这事儿呢？那这样吧，大伯，就烦请大伯呢亲自找我父母去，让他们来跟我说啊。他们要是让我嫁呢，我就嫁，如何呀？哎，我说林中啊，人家凌晨说的也没错啊，名号尸骨都未寒呐。你们大房这么欺负一个孤女，是不是太不厚道了？就是啊，要不你们呐，把人家林浩两口子请回来。什么父母之命啊？你算哪门子父母吗？就是，明明是拖家带口的，欺负人家一个女娃，还要不要脸了？有你们什么事儿啊？一帮老货！呵，看我家日子好了，你们眼红是不是啊？老娘我……老人们都闲得慌了是不是？来人是村中林家的族长。别看老人家今年已是70多岁的高龄了，人家年轻的时候可是上过战场杀人无数的将军呢。要说赵氏，这个10里8村有名的泼妇，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但是他呢就真怕这个老爷子。想当年老爷子可是差点提剑杀了他的。这老头不是去府城了吗？面前这个慈祥的老人是原主爷爷吧？去给你太爷爷搬把椅子来。哎，太爷爷，丫头这里只有一个板凳，要不我去借把椅子吧？这丫头是话里有话，鬼精鬼精的，鬼精鬼精的。哦，为何呀？家里怎么会只有一个板凳呢？我记得草屋不是领好那臭小子的房子们。这丫头这么有趣，我就陪她玩一会儿好了。我去，这老头上道啊！给您老点赞。
二丫，你要怎么办呢？这婚事你可怎么办呀？你别急，不是还有太爷爷吗？太爷爷，您会为二丫做主的，对吗？这个孙女儿从小就是多灾多难的，是我无能了，没护住儿子，更连累了孙女。今天刚回到村里，就听隔壁胖婶子说起这些天的事情，我才连忙去把我的大伯，也就是林家的族长请了过来，希望能护得小孙女周全呐。大伯，二丫也是您老看着长大的，她从小就性子温婉，如果您不能护她，叫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早逝的儿子与儿媳呀？我现在就希望您能给二丫做主，退了这门亲事，只要她能够好好的，别的都不重要了。黑娃家的这亲是你自己去退，还是族里面出面去退呀？大伯，这眼下就来接人了，这退亲总不太好吧？你还敢说？林浩两口子尸骨未寒，这家产房产就全成了你的，连这唯一的闺女你也要给卖出去，你可真是好算计呀！娘，那1两银子还回去吧，既然晨儿不愿意嫁，我们也不能逼迫她不是。那大伯，我爹娘的房契和地契是不是也该还我了？那可是我们家的，你想都别想！哼，抢到手就是你们家的了。你问问在座各位爷爷奶奶叔叔伯伯，谁人不知道那间房子是我爹娘亲手盖的？怎么着，你空口白牙，上下嘴唇一碰就成你们家的了？娘，房契地契还给他！什么？凭什么给他呀？丢人现眼的玩意儿，还不快给我滚回家去！我孙女受委屈了，以后爷爷护着你啊，不怕了不怕了啊！丫头别哭，以后有事儿你就来找我，太爷爷给你做主。打从见到这个丫头，她的身上有着行武之人身上才有的血性，莫名的就让我感觉到亲近。谢谢太爷爷，谢谢爷爷。林老太爷当即喊过站在人群里面的李正，当面将房地契改成了凌晨的名字，气得赵氏啊一个白眼翻过去昏了。我不是魂魄穿越，没有原主的传承记忆，这村子里的一切我都是陌生的。不过嘛，我是特种兵出身，这侦察技能已经深入骨髓了，只要是我想融入，相信要不了几天就能把这附近摸个一清二楚的。这边凌晨开心的往家走，殊不知千里之外的京城已经掀起轩然大波了。青天白日的皇宫上空，平地一声惊雷当空炸响，震得整个皇宫都跟着颤了几颤。青天间的监正柳如海，皇上，几日之前天象异动，老臣日夜研究推算，才得以破解一二。西南方向有新星降世，探狼七杀均围绕着新星，此新星光芒耀眼异常，周围隐有凤凰缠绕，此乃凤星降世了呀！终于来了吗？西北吗？彻儿此时就是在西北吧？皇上，老臣算的九皇子此生有一大劫，如今凤星显示的，而且与战王殿下同处西北方向。自从凤星现世之后，战王殿下的紫薇已经有了变化，原本黑气缭绕的星盘已经愈见清明，这真是大喜呀，皇上！你是说，彻儿这次大劫可化解了？正是，吾皇大喜呀！皇上有多重视当今的九皇子战王殿下，全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就说这天下兵马尽归战王所有，就足以见证皇上对九皇子多么的信任。何况战王殿下用兵如神，是整个天启国最能征善战之人，从16岁上战场开始，从未打过败仗，
一直以来就是百姓心目之中的战神呢。萧浩清重重地吐了口气，我的彻儿终于等到了，我的彻儿终于可以度过此劫了。这一将来，即便下了黄泉，我也终于可以跟青儿有个交代了。想起那个明媚如暖阳的女子，萧浩清的眸光中充满了怀念与悲伤。10年了，青儿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0年了。要不是因为彻儿还年幼，我早就随着青儿去了，何至于独留在这世间孤身一人。远在西北山村的凌晨，王雪，你在家吗？小风，姐姐呢，给你带了鸡肉过来。你是凌晨姐姐吗？你长得真好看。小风真聪明。我是凌晨，走，先进去，去拿碗跟筷子去，趁热吃。凌晨姐姐，我不吃。啊？为什么？我想等爷爷跟奶奶还有姐姐回来再吃。啊，这么懂事的弟弟，我一定要想办法赚钱呢。将来送这个小家伙去念书，不应该只当个庄稼汉呢。说起来，王雪家也不是本地人，是外村迁过来在这里落户的。这些年，王雪的父亲跟原主的爹一起进山打猎，是为数不多走动最好的。二丫，我吃过的鸡肉都没有你这个好吃，你这个太香了。没事，你多吃一点。我呢，有我专门的独家炖肉秘方，当然好吃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会做的吃的可多了。二丫，这个吃了会死人的。不是所有的蘑菇都有毒的。这个呢，叫做小花菇，是可以吃的。等有时间呢，你跟我上山去，我告诉你哪些能吃，哪些不可以吃。哎，不许告诉别人。天黑时，一个黑色的身影矫健地翻过院墙，向大青山方向，几个闪身就消失在村里了。回到家后，凌晨背着背篓就上山了。凌晨的陷阱都设在了森林的深处，走了大概1个小时了。凌晨抓了4只野鸡，2只野兔，甚至还挖到2只人参呢，收获很不错。哎呀，这年头，村里人呢也没什么吃的。我一个病秧子病了很多年，不然这么能打猎，还真怕惹麻烦呢。要是被怀疑了身份，就更麻烦了。凌晨光顾着追小狍子，他脚下一滑，这手上也被石块擦出血，他怕血腥味会引来猛兽，当下也顾不得包扎了，看了看天色，决定往回走，不然天黑了会很危险。刚走出不远，却没想到一声孱弱的呜呜声传进他耳朵里。别叫了，我救你还不行吗？哇塞，这怎么回事？该不会是我的血有特异功能吧？不应该呀，我以前又不是没受过伤，这受了伤以后得疼个好几天才会慢慢愈合啊，跟普通人一样啊，没什么区别。哦，原来是这个小东西啊！哇塞，我这是捡到宝了！你这又是什么情况啊？小家伙，你挺厉害的嘛，真是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功能啊！哎，小家伙，你是猫还是狗啊？坏主人，人家才不是猫狗那种下等野兽呢。德行，这小家伙长得这么萌，再跟我呲个牙，看起来奶凶奶凶的，太好玩了。因为凌晨回的有些晚了，村里几乎是没有人在外面走动了，院里乌漆麻黑的。这时候凌晨特别怀念21世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幸好穿越来的时候背囊也跟着过来，要不然我可就真瞎了。看来啊，还是要多赚钱呢，想提高生活的品质，没钱可不行啊。凌晨打开背囊，将东西都拿出来，一一摆放好，单兵干粮、指南针、工兵铲、睡袋、衣服，拿着照明设备就去了厨房。他的前世是被养父带大的，父亲是军区的高层，所以他从小就在部队长大。也不知道养父知道我消失了会如何呢？小馋猫还没好呢，做好了肯定给你吃，还不行吗？哇塞，这水质纯净的溪水养出的野生鱼就是鲜美啊！即便是最简单的烹饪，也好吃的恨不得将舌头给推下去啊！哎呀，这老天爷算待我不薄了，这让我穿越的时候呢，既给了我装备，如今呢又给我送这么一个神奇的小奶兽。我一个21世纪的新型人类，我就不信了，不能在这个古代生活的风生水起。加油！你到底是个什么品种呢？总不能一直喊你小奶兽吧？你是公的还是母的？哎，要不我给你起名字好吧？我以前在部队的时候呢，养过一只军犬叫巴克。哎，要不你叫巴克，好不好啊？
要是喜欢就点头，不喜欢就摇头。这个名字好像不怎么霸气啊，还没有人类给我起的名字霸气呢。不过既然是主人起的，我就勉为其难的叫这个什么巴克的好了。哇塞，你能听懂我说话？哎呦我去，我走了什么狗屎运呢？穿越到这个异世大陆不说，还给了我这么牛的神兽吗？开局就送啊，这也太帅了吧！哎，那你会说人话吗？我才刚出生几天好吗？至少等到少年时期才能说话的。这个小主人怎么傻乎乎的？这样啊。我去，一股子尿骚味儿。主人坏坏，人家还是个宝宝呢，好不好？就尿个床而已嘛，又不是故意的，就这样羞我。婶子，您跟我说这是去镇上买东西吗？哎呦，不是的，这不是你明堂哥在镇上当捕快的吗？今儿个得空了，我跟你说呢，去给他送点东西。丫头啊，那果子好吃是好吃，但里面都是虫子，要不然在马路边上怎么就没人摘呢？咱们这里不是跟龙翔国挨着吗？听说好像又要打仗了，怕有奸细混进来，这才盘查的严了一些呀。这就是原主说的我没身份很难存活的原因吗？他摸了摸口袋里原主的户籍帖，心里顿时酸酸的。这么好的姑娘，就被赵氏那个老天婆和林家大房一家子给逼死了。这个仇我还没有报呢。哎，老姐姐啊，这衙门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怎么这么多人呢？哎呦，作孽呀！这不今早上在运河里面捞出个孩子，那一身的伤啊，死的那叫一个惨呐。运河说是河，但其实并没有多深呢。这还是刚刚刘婶子跟我说的，也就是到大腿的深浅。这么浅的河居然能淹死人吗？以前在部队学习外科的时候，也不是没见过尸体，但这么小的孩子就失去生命，凌晨的内心还是很沉重的。他的目光触及到女孩惨白的脖颈下，靠近锁骨的地方有一个漆黑的窟窿，这是被尖锐物体刺出的外伤啊！他杀。小五，去找武松过来，这孩子是被人杀害的。哇，这男人好帅啊！哎，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他杀？刘捕头可是说了，是他杀！我的个老天爷呀！哎呦，就是啊，谁会向这么小的孩子下手呢？真是丧良心呐！我就说嘛，这么浅的水，怎么可能淹死人呢？哎，原来是被人给杀害了的。哎，你们看见没啊？那露的手臂上可全是伤啊！这活的时候得遭多少罪啊！哎，折寿啊！这个女孩好特别啊，一般的姑娘见到尸体不被吓晕了就是好事，她居然还敢走过来翻看，甚至在女尸七孔流血的状态下依然淡定如常，好特别的女子啊！你是谁？我是……哎呦，他是林家二房的林晨呐！你个混小子，是不是不认识了？爹娘，你们二老怎么来了？旁的话一会儿再说，你先忙正事儿。陈丫头打了你猎物想换些银子，你退下个地，我们先带她过去，等你忙完了再说话吧。哦，那就去福满楼吧，就说是我让你们去的。那老板为人实诚，不会克扣林家妹子的银两的。凶器应该是削尖的镯子或是木签一类的。一句话还没说完呢，凌晨身影闪了几下就消失在人群之中了。等刘明堂回过神来想要喊人的时候，面前哪里还有女子的身影呢？望着人头攒动的围观者，却没了刚刚那道倩影。刘明堂感觉到心里像是多了些什么，摇了摇头，甩掉莫名其妙的想法，转身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哎呦，三位客官，您里面请。客官，您是要打尖啊，还是住店呢？这位小哥，我们这里有点猎物，你们店里收吗？都是新猎得的，保证新鲜呐。桃子的眼睛还没有开始浑浊，想来是新鲜的。旁边背篓里的野鸡跟野兔也是很肥的。店里最近正是缺少这些个尾巴，有好多熟客都问过好几次，没想到今天还真就有人给送来了。哎呦，收的收的，您呢？几位里面请，我去喊掌柜的。小姑娘，这些你全都卖了吗？全卖了，您开个价吧。哎呦，这些猎物还挺新鲜的，就给你野兔18文一斤，山鸡15文一斤，桃子一斤20文，如何？酒楼正好也需要这些野味，看这三位的穿着也不是很富裕的人家，哎，我就省赚点，能帮你把是你把吧。喊来伙计去称了一下，野鸡野兔加起来一共360文，桃子是800文，一共1160文，也就是1两有160文。小姑娘，银钱给你，收好了啊。掌柜的，我跟我爹学过打猎的，以后若是打到猎物了，您还收吗？这掌柜的价钱给的还算是公道呢，若是能长期合作就好了，
这样以后再打到猎物，就不用再去寻找其他买家了。哎，掌柜大叔，我手里有几个菜谱，不知道您酒楼熟不熟？还有些调味料，看您需不需要。菜谱？这小姑娘莫不是什么大户人家里出来的？一般菜谱这种东西都是在家族里面口口相传，甚至传男不传女，传女不传男的。收的，就是不知道姑娘你说的是什么菜，又是什么调料呢？掌柜大叔，我能做的菜很多，但调味料不全，就很多没办法做出来。要不这样吧，我回去呢做些调味料，等下次我直接过来，您尝过之后再开价钱，如何啊？掌柜的略有些失望了，他还以为今天就可以有新的菜式了，不过想到小姑娘已经答应了，所以也只能慢慢等待。临走前还特意告诉凌晨，如果猎物是活的就更直接，当然了，要是能猎到大型猎物那就更好了。谢过掌柜大叔。怎么把这个给忘了呢？掌柜大叔，差点忘记了，我这里呢有袋子蘑菇，是我自己采的，送给您尝尝鲜。丫头啊，这个东西有毒，它可是不能吃的呀。掌柜大叔，这个呢叫做小花菇，是香菇中的王者，这是没毒的，你随便怎么做都可以的，味道很鲜美哦。没有毒？这么说你认识这些个蘑菇？是啊，我认识蘑菇的，知道哪些有毒哪些没毒的，我以后调味料里呢也会用到这些蘑菇的。那我就期待姑娘到时候光临鄙人的小店，希望咱们今后能够合作愉快啊！我的个乖乖呀，这么一会儿就卖了1两多的银子呀！刘叔，咱们镇上有没有药铺啊？我上山还挖到2根人参呢，我想卖了换钱。有，就在前面不远处，是镇上最大的药铺——回春堂。一位是来买药还是来看诊啊？伙计，我这里有份药材，想让小哥给估个价钱。姑娘就是要卖药材啊，那您稍等，我去给您喊掌柜的来。嘿嘿，姑娘，你要是卖药材来我们回春堂，那就来对地方。我们回春堂的价格是最公道的了。嘿嘿，小哥，这是我爹进山打猎时无意挖到的，您看这个值钱不？师傅，您快出来啊！这里有好东西啊！瞎嚷嚷什么呢？好东西在哪儿呢？要是敢骗我，我就扒了你们的皮。就是这位姑娘，她的人参看着就是年份足的，全须全尾的，新鲜着呢。人参？姑娘，这人参是你挖的？不是，是我父亲，他进深山狩猎时在悬崖下无意中挖到的。而且我父亲说了，他把周围都找遍了，就这么2只。他进山许多年了，也就见过这么2只而已。也是啊，这么好的东西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要是满山都是，也就不稀奇了，不是？你能来我们铺子呀，咱们也是缘分。老夫呢也不能坑你，咱们就按照市价里最好的品相来算。我呢也不赚你的钱，咱们就全当交个朋友。以后姑娘您再有药材也送到咱们回春堂，可好啊？这样，大的这只我给你100两，小的这只年份稍短，我给你20两，如何？掌柜的，谢谢您啊！我看您呢就是个实诚的人，以后呢我要找到什么好东西，肯定还找您。姑娘，咱们可就说定了，你要是再带个好东西，可一定得送到我这儿来，我给你最高价。好嘞，咱们一言为定。哎呦，我的乖乖呀！哎呀，你这是赚了旁人一辈子的钱呐！这下你的也就好，父母在泉下有知，也能够放心了。凌晨听了，鼻头就是一酸呢。刘叔跟刘婶儿并没有因为他得了巨款而心生贪念，反而是由衷的替他高兴呢。几位想买点什么？凌晨说想买成衣，刘婶就告诉他买布匹，回来呀，他给凌晨做。这买1身成衣的价钱都能扯出2、3身衣服的布料了。不知姑娘想买点什么样的布料呢？做外衣的还是做里衣的呀？要粗布还是棉布的？哎，来看看这匹，花纹多简单呐，料子也好，做衣服穿最舒适了。老板娘，这个怎么卖啊？这布啊是我们店里新进来的，说是外邦运过来的。不过这布不耐磨，又是纯白色的，还没有花纹，但做个小衣还是很贴身的。30文1尺，一匹布20尺。你要是买的话，这一匹啊，我收你550文。凌晨看了眼这个布，有点类似于现代的莫代尔，也不知这个时代的工艺怎么做出来的。那这样的布您给我来2匹，再来能做4套被褥的棉布，还有能做2套被褥的棉花，还有这2匹我也要了。靛蓝色的布匹是买给爷爷的，一匹布怎么也能做出2身衣服来。淡黄色的是给自己留的，做些日常的衣服。老板，再来一匹靛蓝的吧，给刘叔刘婶也买一匹好了，他们2个人是对我真心实意的好呢。啊，成，都有，我去给您拿啊。这姑娘看起来穿着普通的，却出手大方，许是哪个大户人家出来采买的。林总算下来，一共花费了7两012文。
老板娘直接抹了零头，又送很多针头线脑，想着一会儿还要买很多东西呢。凌晨就让刘叔在牛车那守着，这个年代没有酱油，料酒什么的更是没影了。既然没有调料，就自己做吧。好在做酱什么的也难不倒他，买了些做酱的黄豆、秦椒、生姜、八角、木姜子一类的，还买了100斤大米、100斤白面，又在柜台角落里发现一筐干巴巴的紫菜。老板说了是个朋友寄卖的，可放了很久也没人要，见凌晨买的多，便直接送给他了。又让老板另装白米和白面各20斤，这是准备给刘叔刘婶的，杂七杂八的，一共花费了3两又280文。这之后呢，两人索性又去趟铁匠铺，买了一口锅，还有菜刀、锄头等，又花费4两银子。没办法，铁器就是贵呀。最后又去了一趟肉铺，喝了4斤肥油，又买了些五花肉跟排骨。凌晨见老板摊子下方的篮子里放着许多大棒骨，哎，老板，这个怎么卖啊？哎呦，陈丫头，这个没有肉啊，可没人要啊。婶子，这个呢对身体最好了，我身体刚刚恢复，还没好利索呢。哎，婶子别急，姑娘买了这么些个，我送她就是了。不要钱，不要钱。这一路上又买了好些花生啊、瓜子、蜜饯之类的点心吃。衙门如今出了命案，想必这刘明堂也会很忙的。刘叔和刘婶怕打扰自己儿子，反正白天已经见过一次面了，等他忙完了，过阵子再说吧。刘叔，咱们村若建房子的话，能找谁呢？想盖个什么样的房子呀？说来听听。你叔我别的本事没有，建房子还是可以的。哇，太好了，刘叔，那等回去了，我给您画个图纸吧，然后您看看能不能建。娘，不能卖了姐姐。我养他这么大了，吃我的喝我的，一个赔钱货。我这是给他找门好亲事，让他过好日子去啊！你懂什么？快躲开！姐姐，你醒醒，不然你就要被卖了。这不是王峰的声音吗？还走不走？真是回去了，老子还赶着回去洞房呢。哎，这人我可交给你了，出了王家的门啊，这以后啊可是你们老罗家的人了。赶紧的带走吧，谁敢把人带走，当我是死的吗？你谁呀？我可告诉你，老子可是给了3两银子，这丫头给我做田房，到现在都出不了村，误了吉时，老子就不要了，你他妈退我钱！姓罗的，谁收你钱你找谁去啊？我看这女人就不错嘛，寒条亮顺，丰乳肥臀的，带回去啊，保准给你生个儿子。这小丫头骨瘦如柴的，老子还不要了，老子就要你！都是你这个贱蹄子，都是你害的我杀了你！你才是个贱人呢！你知道王雪她有多想你吗？她天天等你盼你的，结果呢？等到你回来，你就卖了她！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玩意！我叫你欺负她！我叫你欺负她！哎呦，哎呀，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哎呀，晨儿，放过她吧，我不想再见到她了。晨晨，你不应该这样打她的，脏了你的手，不值得。怎么样了？感觉如何？我没事。哎呀，雪呀，雪呀，娘的雪啊！都聚在这里干什么呢？哎呀，村长啊，你可要给我做主啊！好利落的身手啊！看来这个村长深藏不露，有意思。这是发生了什么事了？他今天去给小主子送粮食，怎么才一会儿的功夫就闹了起来呢？这是你打的？是我。这老娘们且收拾，下手重了些呀。莫不是这老头看出来了？我刚刚穿杨氏那几脚是用巧劲儿的，杨氏身上看不出什么，可是肋骨呢，却被我踹裂3、4根了。关键是他还没把脉呢，或是检查，仅凭右眼一看就能判断伤势。哎呦，村长，你要为我做主啊！滚一边去！卖女儿给人家当田房，你还有理了？村长，我家王雪她就是个赔钱货嘛，有人肯娶她，还给了3两银子做聘礼，这么好的亲事，我是他娘，我还能害她不成吗？哎呦，疼死我了！这小家伙年纪轻轻，下手还真毒辣呀！京城的那些朝廷走狗审讯犯人也就不过如此，京城的那些朝廷走狗审讯犯人也就不过如此，就是不知道他小小的年纪从何处学来的这些呢？
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蹄子，都是因为你！哼，聒噪！哎，你媳妇老实了，还不弄走啊？等什么呢？哎，是，马上走。走，咱们呢先送姐姐回家，再去看看爷爷奶奶怎么样了。走吧。小豆丁，这个男人谁啊？姐姐，他是赵鑫哥哥，是我姐姐的未婚夫。这个村长很不一般呢，不光是身怀武功，就那通身的气派，不像是一般庄户人家能具备的呀。看来得好好查探一番才行呢。王雪，你去叫我郎中来。王奶奶，您烧些热水吧，我回去拿药。凌晨交代完就起身往家跑。他的背囊里有个急救包，说是急救包，但种类很多，做场简单的小手术都是没问题的。他需要退烧药。凌晨速度很快，水还没热呢，他就已经回来了。我是受了惊吓呀，没什么大事，我去开些药，给他喝下去，烧退了也就没事了。王奶奶，把他上衣解开。我就说解开扣子而已嘛，您老把孩子扒个精光是干什么？怎么可能呢？刚刚明明高热的厉害，怎么会这么快就降下来的？怎么可能呢？刚刚明明高热的厉害，怎么会这么快就降下来的？咦，没有药材的气味，还是甜甜的味道。这是什么？白面吗？气味又不像。是这东西让这小家伙的高热退下去的吗？哎，怎么感觉少了点什么？小家伙，你这样自己跑出来，你的主人不会担心吗？哎呀，得赶紧的把房子给建起来才行嘛。没有浴室，没有卫生间，这日子怎么过呀？婶子，捡柴火啊。林姐姐好。乖。哎呀，是林家二丫头啊。你这是进山挖野菜吗？哦，不是的，我进山呢摘些菌子来。婶儿，山里野菜呢都被挖干净了，但菌子还有很多，那东西吃起来可香了。什么？菌子？婶儿，菌子就是蘑菇。二丫，那你这几天就吃的这个啊？哎呀，婶子，是真的，这个弄好了比肉还好吃呢。婶子，当初我被赶出去的时候，是您带我去草屋的，还送了一床被子给我呢。这份恩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婶儿，这样，您将柴火呢先送回去，我去采蘑菇，回头呢给您送一些过去。您如果吃着好了，那明天呢我带您进山来，教您认识一下哪些能吃，哪些有毒，怎么样？娘，林姐姐不会骗我们的，她说能吃就一定能吃。二丫头啊，你告诉婶子，你怎么会认识这毛窝窝的？是这样，婶子，我之前不是生病吗？我爹以前走镖的时候呢，认识一个师傅，他见我体弱多病的，就收我为徒了。平时呢，教我一些医术，还有拳脚功夫。这不是慢慢的，我的病就好起来了。你师傅？对，婶儿，我师傅说不让我告诉别人。我师傅他在我爹娘去世之前就回京城去了。说过一阵子再来看我呢。已经10月，早已进入了秋天。因为地处深山的关系，昼夜温差还是很大的。失去阳光的温暖，天刚黑了一会儿。看来要早点建新房子才行了。这什么老式的窗户纸啊，根本挡不住风好吗？这白天屋里面乌漆麻黑的，可惜这个时代还没玻璃呢，要不该多亮堂。我去，他要不怎么说这2天总感觉缺点什么呢？这2天跑哪儿去了？才知道回来，还真知道回来呢。以后不准出去瞎跑，听到没有？小心被野狗叼去。这是答应了。要做的事儿还真多呢。看来想要在这里活下去，还是需要银钱的。总之，在找到回去的方法之前，还是要努力活下去呢。婶子，我去下几个捕猎陷阱。您跟小花先回去吧，记得啊，以后采到蘑菇先别急着吃，
我检查一遍，等你们呐彻底学会怎么分辨了再说，好吗？哎，二丫，我都听你的，那你小心一些啊，我先送回家去了，等下晒了我们再来。巴克，过来。哇塞，没想到小主人这么厉害啊！哟呵，这猪看着不大，没想到分量倒是挺重的。巴克，想不想吃炖肉啊？我炖的肉超好吃哦，保证你吃了连舌头都能吞下去。哼，他想自己做调味料，光有香菇是不够的，还想捞一点小鱼，如果能捞到点虾就更好了。小虾干、蘑菇干加点食盐，用石臼捣碎了研成粉，就是最原始的味精。这东西鲜味一点不比味精差，而且造价低廉。哎，如果我多做一些拿去卖钱，那能赚不少吧？看样子运气不错嘛，不光有鱼，还有小虾呢。野味在镇上的酒楼里面卖的比较贵呢，听说一斤能卖30文呢。哎呀，这山里面肯定有不少药材吧，找些值钱的就好了。咱们要盖房子买家具，哎对了，还得买炭火呢。眼看就要冬天了，咱们得做好准备才能活下去，对不对啊？哎，巴克，你饿不饿啊？咱们弄点吃的吧。一个女子手法这么熟络。谁？哎，你感觉到什么了？我已经看到了，但那个蛇蝎一样又强大又恐怖的男人，我也惹不起啊！啊，老婆心里苦啊！难不成我感觉出错了？哎，在这看着，我去捡柴火。你看你这熊样，这是生的不能吃啊！啊，主人真坏，人家本来就是吃生肉的嘛。凌晨，你在这儿啊？明堂哥，找你好久了。你说你一个小姑娘，跑到这么深的林子里，也不怕危险？他也不知道怎么了，自从上次在镇上见过凌晨一次以后，那个俏皮的身影啊，就一直在他脑海里浮现着。这不，一轮到休沐，就立刻回到大河村了。啊，我真是太大意了，居然忘记藏匿行踪。这幸好来的不是敌人呐，要不然真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看来是这些天过得太安逸了，一点警惕性都没有。明堂哥是来找我的？啊？哦，就是上次女尸那件事，你可还记得？嗯，记得。可是凶手抓到了？怎么会注意到这些？一般的女孩子听见这样的事情，不是都要尖叫着惊恐不安的吗？哎，问你话呢，发什么呆啊？凌晨，你是不是疯了？你不是穿越了吗？这里不是你熟悉的军营了，这是古代，是刘明堂，不是你手下那些兵了。天哪，完蛋了！明堂哥，你没事吧？我刚刚不是故意的。哈哈，没事没事，我自己没做完。我再去捡点柴。啊？怎么神神叨叨的？你看我干什么？呵呵，你长得可真好看啊！可好吃了，你尝尝。怎么样，好吃吧？嗯，好吃。这个女孩究竟还要给我多少惊喜啊？不仅长相漂亮，而且胆量与才智均是异于常人，又能烧的一手好菜。听爹娘说，她打猎也很厉害，那就真的是能文能武，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了。还有比她更完美的女孩吗？等下我回去，要不要找爹娘商量一下，去凌家提个亲事？以前爹娘总是逼着我去相亲，那时候就是被逼无奈。如果对象是凌晨，我似乎很期待呢。
明堂哥，那些女孩呢，一定是有什么共同点的，你回去好好查查。例如近期呢，他们是否去过同一家店铺啊，或是寺庙什么的。凶手目标选择一定是有特定规律的，只是你们没发现而已。林姑娘，你可定了亲事啊？无事，鸡肉很好吃，你多吃点，你就是太瘦了。啊，这鸡肉真是太香了！哎呀，吃饱喝足了，得去干活了。我去看看鱼篓里有没有鱼了。明堂哥，你快来看呐，我抓了好多鱼。这么多，你怎么抓到的？这个呢是专门捕鱼的鱼篓，我自己编的，厉害吧？这么简单？你可真厉害。是吧是吧？我厉害吧？小馋猫，好了好了，回去做给你吃啊，要不弄一嘴腥味，我嫌弃你啊。明堂哥，那边还有几个篓子，你帮我提上来吧。咱们就着溪水把鱼清理好了再带回去。好。女人，你真是越来越神秘了。一路上，凌晨用弹弓射杀猎物，这把金刚做的弹弓可是把刘明堂给稀罕坏了，一个劲儿追问这个弹弓哪儿买的。开玩笑，这把弹弓可是21世纪军工出产的，这怎么告诉他啊？没办法，凌晨只好又将自己杜撰出的师傅给搬了出来。难怪了，原来是海外的东西，难怪没有见过。你师傅对你可真好，这么厉害的宝贝都送给你了。那是啊，谁叫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呢？凌晨，我叫你晨儿可好？好啊。晨儿，你可真厉害。难道你忘了我爹是做什么的？发什么呆呢？走啊，陪我去镇上一趟。有了秦椒，如今有了花椒，做个麻辣的水煮鱼简直不要太美了。在路边，他还发现了一片野土豆。这是什么？这个呢是拿来吃的，这东西啊容易生长，产量又高，我打算拿回家种去。是不是他没有吃的东西，还会这样做的？哇，还好他没追问呢，要不然我又开始编瞎话了。这一个谎言得用千百个谎言去圆它，实在太累心了。我们走吧。晨儿，你奶奶也真是够狠的，我都听我娘说了，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就直说，我们都会帮你的。晨儿，一会儿我帮你将猎物送去镇子上卖了，我只有1匹马，咱们2个骑，被别人看见了会影响你的名声的。好啊。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卖个好价钱。刘明堂见凌晨没有半点犹豫，就将卖猎物的事情交给他了，丝毫没有不信任的样子，心中也是狂喜呀。是不是眼前这姑娘对他也……不得不说啊，少年你想多了。哎呀，你这孩子来了还不进门呐，敲什么门呐？下次你再这么客气啊，看我不拧你。哎呀，婶儿，您才舍不得呢。哎呦，你这个死丫头啊，嘴跟吃了蜜似的。林丫头来了呀。刘叔，我来找您说房子的事情。那就进来说吧。老婆子，去给孩子冲点糖水去。快去吧，去屋里坐会儿，我去给你呀倒杯糖水喝啊。好嘞。也喝口水。你叔家呀也没什么好茶，就是一般的花茶，不过喝起来有清热降火的功效，尝尝。好啊，刘叔，那我可要尝一尝呢。这是雀舌吗？还有胎菊？自己看看。胎菊呢，具有抗病原体、抗菌、抗衰老、抗氧化等作用，同时呢，具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之功效，可用于治疗风热感冒、头痛眩晕、目赤肿痛、眼目昏花。本草备药记载过，菊花味兼甘苦，性茶平和，备受四气，饱经双露，得金水之精，益肺肾二脏，经常喝啊，对身体大有益处啊。好呀，这些都是你爹娘教给你的吗？不是，是我师父教的。我师父是京城人，是我父亲走镖时认识的朋友，他涉猎广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而我的病都是他老人家治好的。哦，居然是京城人士，难怪了。叔，您帮我看看，这样的房子能见不？哎呦，丫头啊，你叔这是咋啦？没事儿，婶儿，我叔呢在帮我看建房图纸呢。
哎呦，这个老头子怎么跟没见过世面似的？什么图啊，能戴成这副样子？这是你画的啊？这是你画的？叔婶儿，我师傅他呢就住这样的房子，他跟我说起过，所以我就记下了。总不能跟他们说我是从21世纪穿越来的吧？哦，二丫呀，这个图我还是第一次见，心里也没什么底。这样吧，这图案你留下，明儿一早我就去趟省城，找我师傅的老人家问问看。叔，您还有师傅啊？我师傅的老人家以前可是在造办处当差的，那是参与过皇宫建造与修葺的。哇，厉害厉害！不光老师傅厉害，刘叔，你能拜这么厉害的师傅，你也很厉害的。哎呦，你个贫丫头，惯会耍猴宝。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娘的味道？听养父说，我是被人扔到养父家门口的，后来养父半夜从部队回来，把我捡了回去。养父没有娶过妻子。哎呦，丫头啊，咋哭上了？别哭别哭，跟婶说说，谁欺负你了？没事没事，婶儿，我就是想起我娘了。哎呦，丫头啊，好孩子，不哭了不哭了啊！你爹娘见到了，还不得心疼死啊？没事没事，你爹娘走了，这不是还有我们呢吗？以后啊，我跟你叔疼你，就跟亲闺女一样啊。你婶子说的对，以后我们疼你。老婆子，割些肉去，陈丫头晚上就留在家里吃饭，让你婶子给你蒸白米饭吃啊。哎呦，这还用你说啊？丫头来了以后啊，我就已经去马屠户家割了肉了，早就拿回来放厨房了。等你想起来，都晚3秋了。丫头啊，走，跟婶做饭去。哎呦呦呦呦！哎呀，你个臭小子，站这干什么？差点泼你一身水呀！我刚刚回来，听见厨房里有说话的声音，就走过来看一看。谁知道你要泼水啊？哎呦，你这个小子，不是休沐了吗？又出去干什么去了？还骑马走了？他这个儿子一心呐都扑在捕快工作上去了，都快24的人了，也不找个媳妇儿，害得他到现在呀都没孙子可以带。这个臭小子，人长得好，工作也好，那说亲的快把门槛给踏平了。10里8村的姑娘们都给他说了个遍，他愣是一个都不要，真是快气死他了。娘，晨儿是不是在咱们家呢？是啊，二丫头找你爹说盖房的事儿。晨儿，哎，这说的是二丫头吗？这个臭小子对二丫的称呼怎么好像不太寻常呢？呵呵，明堂哥，你回来啦？回来了，已经去你家看过了，见你不在，想说先把马牵回来，再去找你的，也没想到你会在这儿呢。哦，这样啊，我过来跟刘叔说盖房子的事情。自家的傻小子哦，竟目不转睛的盯着人家二丫看呢。哼，这就是嘴巴还闭着呢，要不然呢，估计哈喇子都能流下来，真替这臭小子丢人呢。他就说嘛，这臭小子叫人家晨儿，原来是看上人家了。不过很好，凌晨这丫头她也很喜欢，之前还想着认个亲什么的，当个干闺女。得嘞，如今臭小子看上人家了，要是陈丫头也愿意有这个意思，那俩人成了亲，这陈丫头不就是他儿媳妇了吗？这个好，这个好，成一家人可就好了。哎呦，哎呀，哎呀，婶儿，怎么了这是？哎呦，没事没事，扭到腰了，年纪大了没办法。丫头啊，恐怕这做饭得麻烦你了，我可能得回屋去趴一会儿。这个臭小子真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啊！我刚叫那么大声了，这个臭小子居然都没听见，小兔崽子！哎呦，婶儿，没事儿，我来做饭吧，您去歇一会儿。啊，对了，婶儿，严不严重啊？用不用去请村长过来看看？哎，不用，揉一揉，歇一会儿就好了，不用担心我。晨儿，你喜欢什么样的房子呀？到时候我看看我能不能倒下班，
回来帮你忙，还有2个多月就上洞了，你还得买地、建房、打家具什么的，时间挺紧的。咱们村地贵吗？建房的地基不贵，2两银子1亩，耕地会贵上一些。叔，那建房子呢？贵不贵啊？依照我那张图，要买多少地啊？这要看你这房子建多大，院子你要留多大呀。要是盖几间砖瓦房，连材料、人工加上宅基地，可能需要15两左右。要是盖间茅草屋，有几两银子就够了。这个价钱还是惊到凌晨了，不是因为贵呀，而是比他预想中的要便宜太多了。叔啊，我想建大房子，整个院墙呢用青砖垒起来，要很高那种哦。我一个女孩子住，院墙不高不安全的。春儿，我不是故意翻墙去你家的，我就是买了些东西。哎呦，娘，你打我干嘛呀？你这个臭小子，快说，你什么时候爬人家墙头了？你这个小流氓啊！你不要名声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但你总不能不顾及陈丫头吧？哎呦，这要传出去了，是会被人骂死的。你个小兔崽子，看老娘不打死你！哎，婶儿，你别怪他，明堂哥下午帮我去卖猎物了，顺便帮我捎些东西回来，怕村里人看见说闲话，这才偷偷翻墙进去的。您消消气，消消气。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啊！这回饶了你，再有下回，小心老娘扒你的皮，兔崽子！丫头，这房子你想没想过要建在哪里呀？叔，我不想住人太多的地方。之前我住过茅草屋，那一片我看就很好的，就是不知道那地儿是不是有主了。我父母的房子是个念想，我不想拆了，就留着吧。哎呀，那儿啊离山太近了，虽然说很多年没有野兽下山了，可万一有呢，是不是太危险了？所以说嘛，婶儿，要用青砖盖高高的院墙，大虫来了都不怕。哼！哎呦，呸，还大虫呢！大虫来了就把你这臭丫头啊叼走算了。那块地倒是没主儿。这丫头，你确定了吗？我再考虑考虑了。不用了，叔，我看那块地挺好的呀，位置也好，清静。那行，今儿个呀天儿也晚了，明儿一早我先去找我师傅说这间房子的事儿。明堂啊，你领着陈丫头去你李正叔家，将房基地买下来，手续的事儿啊，你也都给办妥了啊。好嘞，您就放心吧。明堂哥，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带着凌晨去买地，还要去县衙过地契呢。也就是说，2个人一整天都可以在一起了，能不激动吗？我就是替你高兴呢。你不去衙门了？你的事比较重要吗？啊？你说什么？没什么，我看那片地有1亩多呢，一般村里人盖房子有半亩地就足够了。那片地挺大的，盖座大院子都没问题呢。我也这么想的。到时候嘛，院墙盖高一点，然后围成一圈，撕成一片小天地，再把爷爷接过去一起住，省得跟那帮牲口住在一起。那就将那块地全都买下来，屋前屋后种菜也不错啊。好，慢一点啊，小心脚底下。这山里晚上怎么这么冷啊？哎，怎么感觉没刚刚那么冷了呀？那个人已经走了，当然没那么冷了。不理我是吧？那就没被窝睡，那边凉快去。你呀，就不会少吃点吗？胖得跟球似的，小心肚子撑爆了。明堂哥，这么早啊？你吃饭了吗？我已经吃过了，我怕你没吃呢。来，这是我娘蒸的杂粮馒头，拿过来给你当早饭的。哈哈。看着眼前这个笑颜如花的女子，刘明堂感觉到自己心都快跳出来了。这个女孩时时都会让他刮目相看，就像她身上有着巨大的引力一般，时时刻刻的都在吸引他的目光。她真的像一个谜呀。刘明堂看着凌晨，目光复杂。他知道面前这个女子有秘密，但他可以理解，也并未想去探究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凌晨的秘密会令他不安。你怎么了？
来了。李正叔，这是我爹给您带来的茶叶，您尝尝。那行，替我谢谢你爹啊。我这儿啊正好又晒了些胎菊，一会儿给你爹捎回去。入口滋味甘甜，卷舌入喉，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这是金骏眉吗？看来这个姑娘也是个懂茶之人呢。不错不错，真是暴殄天物啊，简直就是茉莉花喂牛嘛，真是白下了好茶。这茶喝着可还行啊。李正说，这可是无烟的小山种。你居然知道这个茶？我师父是京城人士，他那儿就有这个茶的，我只是喝过一次而已。原来如此啊，是京城来的，那就难怪了。说吧，你们两个小娃娃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叔，今天不是我有事找您，是他想买块逢基地。哦，李正说，是这样的，我想买下之前我住过的那间茅草屋作为宅基地，不知道那片地方可有主人？叔，为什么呀？为什么给我的就是白开水啊？你呀，就喝白开水吧你，那么好茶给你喝了也是浪费。那块地以前是有主的，后来那家男人死了，就剩下孤儿寡母，那女人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就把房子卖给了村里，现在是村里的财产，你要是买，交了银子就行。李正说，如今我买地建房，林家老宅那边不会来闹事吧？这你不用担心，你爹都已经帮你办好了。我爹？你看看就知道了。这是你们林家二房与老家分出来时写的分家协议，是你父亲为你将来做的保障啊。协议里明确写上了，凌晨将来名下所有的财产都归凌晨自己所有，与林家老宅那边没有任何的关系，而老宅的人也不能以任何形式索取占有，而且凌晨对老宅的人也没有赡养的义务，而这份协议几乎可以视作为一纸断亲书了。这份协议上有村长和李正两个人的签名和手印，这在古代就是经过公证的意思，已具备法律效益，所有人都必须要遵守。有了这个，凌晨就不需要再担心了，当下就掏下银子买下村西边那块土地，土地一共1亩半，凌晨决定全部买下来。刘明堂怕林家老宅听到风声来捣乱，当下也没耽搁，骑上马就跑一趟县衙，把地契盖了章才算完事。啊，给我的吗？不知道你喜欢哪个，就都买了一点儿。明堂哥，我做饭了，你在这儿陪我一块儿吃吧。哎呀，爷爷，您怎么来了？身体怎么样？搞好利索了？小没良心的，你都不去看爷爷，我还不巴巴的赶过来看你呀？凌爷爷，是盛小子呀？啊？盛小子？我小时候身体弱，我奶奶怕我养不活，就给我起了个贱名，叫狗剩，说是贱名好养活。不能笑了，不能再笑了，肚子都快抽筋了。饭熟了，快来吃吧。爷爷，快尝尝孙女的手艺啊。真香，一点腥味都没有。爷爷，好吃吧？那您常来我这儿陪我吃饭好不好？就是啊，凌爷爷，她一个女孩子，孤苦伶仃的多可怜啊！你以后就来这儿吃饭，我有时间了也过来。这家伙还真是不见外呢。我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在晨儿面前这么丢人呢？会不会给晨儿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呢？爷爷，有件事跟您说一下，我在村西边买了块地，打算建新房子，等房子盖好了，您就搬过来和我一块住呗。买地，您征战连连，一般人的日子都过不下去。她一个小女娃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赚到买地盖房子的钱呢？你的钱是哪儿来的？哎呀，爷爷，您想哪儿去了？这些钱可都是孙女儿打猎赚到的，绝对干干净净的。没错，就是打猎赚到的。
我跟我爹娘都可以作证的。晨儿啊，爷爷误会你了，你别生爷爷的气啊，爷爷错了，不该怀疑你的。要向我原谅也行啊。那等房子建好以后，爷爷您陪我住，不然我就不理您了。傻丫头，要是我也搬过来了，那你奶奶、姨女、大伯他们怎么肯善罢甘休啊？一定会闹得你家宅不宁的。你好不容易身体好了，能过上好日子了，爷爷怎么可能连累你呢？我才不怕呢，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揍一双，看他们还敢不敢闹腾。见到这样脾性十足的小女子，刘明堂感觉到自己呼吸都快不顺畅了，真是太可爱了，有没有啊？这怎么行啊？怎么不行啊，爷爷？您舍不得啊？哪里是舍不得他们，我是怕拖累你的名声啊。你个云英未嫁的姑娘，要是落了个泼妇的名声，将来谁还敢上门说亲呢？我才不嫁呢。没事，林爷爷，会有人上门贴亲的。哎，怎么突然走了？喂，搞什么呢？爷爷，他抽什么风啊？爷爷，您尝尝这个。爷爷，您问都不问就直接吃下去啊？要是毒药怎么办啊？这是酱吗？林大山以前在军营当过一阵子火头军，那个时候给将军做饭就会用到酱来调味的。但是酱是用肉制成的，价格非常的昂贵，一般人家可吃不起呀。刚刚孙女儿给他的就是酱的味道，不过这个酱比他之前吃过的那个酱还要鲜甜呢。酱用肉做的，那可能就跟现代鱼露差不多了。要是我能用大豆把酱油做出来，再找个有背景的人合作，卖到全国各地去，那岂不是等于有了座金山呢？哇塞！爷爷，这个东西我会做，而且不用肉，黄豆就可以了。这是真的？黄豆可都是用来喂猪的呀，这东西还能制酱？啥？黄豆用来喂猪的？爷爷，咱们村里有人种黄豆吗？黄豆价格是多少啊？有种的，但是不是特别多。那东西产量高，还不用怎么伺候，但是这东西不好吃啊，吃了还会肚胀，所以种的也就一小片，留着喂猪，也就1文钱1斤吧。我去，这么便宜啊！趁大伙都不知道黄豆的价值，应该悄无声的大量收购一些。等酱油问世了，大家知道黄豆的价值以后，说不定就要涨价了，到时候就麻烦了。或者说多买些土地，将来雇人自己种。但如果买地的话，这手里这点钱也不够啊。能找谁合作呢？可是有什么事情，你跟爷爷说说，咱们爷孙俩一起想办法。就这个呀，有权有钱的人，咱们村就有一个。你太爷爷凌风，年轻的时候可是皇上亲封的骠骑大将军，手握10万重兵呢。虽然现在告老还乡了，但他的女儿可是靖王府的王妃，儿子也是一方大员。怎么样，权势够大了吧？啥？那个糟老头这么有来头啊？那他为什么不住京城，跑这鸟不拉屎的小山沟做什么？人老了，就想着叶落归根，外面再好，也不如老家的茅屋一间呢。等我把酱油先制出来一批，再找太爷爷说说合作的事情。第一罐酱油已经开始发酵了，爷爷，有我在，以后啊赚钱不用愁的，您老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吧。好好好，不过你一个小姑娘，有些不方便抛头露面的事，你就来跟爷爷讲。行，爷爷，这10两银子您先拿着，我需要5口大缸，还要500斤黄豆。至于盐嘛，我想想办法。食盐属于朝廷管控商品，想要大批量的购买，就需要朝廷的批条。
他突然想起了盐井，除了海水晒盐，井水也是可以熬盐的。哎，对了，爷爷，您知不知道十里八村有没有哪里的井或是河流水是咸的？这个还真有。我小的时候大青山上有口井，水就是咸的。那时候也有人挑一些回去，看能不能当盐用。不过那水啊特别浑浊，吃到嘴里还有苦味儿。后来那家人吃多了，那都害了病了。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去挑那水吃了。那爷爷，您还记得具体的位置吗？具体的是记不清了，但能记个大概。怎么，那水可不能用啊，会死人的。哎呀，爷爷您就放心吧，孙女儿不傻，我先过去看看。这些呢是我从一本书上看到的。看书好啊，丫头，如若你能造出盐，那可真是解了咱们天齐百姓的苦难了。爷爷，为什么这样说啊？唉，你是不知道啊，咱们国家是极少有食盐生产的，全国上下吃的盐几乎都是从别的国家运过来的，价格都是掌握在人家手里，那是说涨价就涨价。哎呀，龙翔国的边缘有着一片很大很大的盐水啊，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那种。那种水可以制成盐。很大的盐水，那不就是海水吗？也就是说，4大国，其他3个都是内陆国家，而只有龙翔靠近海边，海水晒盐就可以制成海盐。盐也是战略物资之一啊，是各个国家争抢的资源。那爷爷，我明天进山一趟。我跟你一起去。想起听来的消息，林大山就不免心痛啊。这么些年，因为龙翔可以产盐，其他3国都指望着跟龙翔购买食盐呢，那对龙翔是极其恭敬的，也惯得龙翔越来越嚣张跋扈了。要是他们国家可以自己生产食盐，那可是造福子孙的大事啊。今天林大山带他走的是另外一个方向，这条路就在凌晨购买的那片宅基地的后面。爷爷，我们过去看看。看你还怎么跑，乖乖的跟我回家，到我的锅里去吧。完蛋了，这下可完蛋了，我一时忘记了爷爷跟我一起进山呢。大意了，糟了，是不是会被怀疑了？爷爷，我说他是自己摔死的，您信吗？哎呦，当你爷爷3岁孩子不成？快，把你兜里的武器给爷爷看看。爷爷，您下手这么重，这要是毁了容，就嫁不出去了。惯会胡说，嫁不出去，爷爷养着你。哎呦呵，这东西还真精细啊。这是牛筋吗？怎么会这么软呢？还有这么大的弹射力。把你的担子给爷爷来几颗，我要试试。这个盐井的盐度不是很高，要是利用晒盐的方法，可能会需要很久。看来只好用造火法来熬制了。拿出葫芦制的水瓢，撇去水面上的结晶浮沫，舀了满满的一大坛子。看来再进山时要多捡一些才行了。呵，这东西是真好用啊，轻便，用起来顺手，威力也大。哎呦呵，你看那棵树啊，这担子都打到那棵树干里边去了。哎呀呵，比剑都好使。那是啊，这是我师父给的，这可是从海外带回来的。这或许是当过军人的热血吧。即便是已经垂老了，还是不会忘记自己当过军人的事实，总是会希望自己国家的军队能够更强大一些。他在想，要不回去后就做个奴给爷爷吧，好慰藉一下他老人家的遗憾。爷孙俩回的时候比较快，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回到村子里了。盐水里面是有杂质的，熬煮的时候分次加入豆浆，就可以去掉杂质。所以昨天晚上凌晨就提前泡好了黄豆，只是磨豆浆是需要石磨的，刘婶家就有一盘空置的小石磨。哎呦，你这孩子啊！哎呦，邻家丫头啊，婶子好。哎呦，你个女娃子抱这么重的东西，柱子，
柱子，快出来，帮你妹子呢，把这个小石墨抱回家去，快点儿。不用了。来了，娘，哈哈，你就是二丫呀！我听我娘说了，你变好了，还成了咱们十里八村里最漂亮的小姑娘。哈哈，柱子哥。嗨，柱子是小名，我大名叫李天河。哦，天河哥。走吧，我送你回去。那婶子，我先回去了。哎呀，去吧去吧，有了空啊，来家里玩啊啊！哎呀，这熬盐若是成功了，能赚到不少钱呢。到时候找他爷爷去，即便是将来只能归于朝廷，但多多少少的也能得到不少利益呢，足够今后好好生活下去了。哼，找了纯色的棉布，将豆浆简单过滤了一遍，滤出的豆渣找个碗放好。这个东西可以做饼子吃，不能丢掉的。用木勺舀了生豆浆，一勺一勺的均匀撒进锅里。没一会儿功夫，就有很多黄白色的结晶浮了上来。这浮出来的就是盐水里的杂质。用罩里将杂质撇出来，再一次撒进豆浆，重复之前的步骤。直到4、5次之后，盐水已经变成了清亮的透明色，就证明了杂质已经撇清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将盐水慢慢熬干了，剩下的就是盐的结晶了。大约4小时之后，水分已经基本熬干了，将盐粒铲出来晾晒，直到盐粒里无一丝水分，才算是大功告成。我去，真咸呐！不过后味却带着些许的清甜，看来这井盐的品质还算不错的。呵呵，你也替我高兴吗？等我以后有了钱呐，买好多肉给你吃 ，OK？ 这个买肉我能明白，这个 OK 是什么鬼啊？也是好吃的吗？趁着时间还早，凌晨想着去大青山转转，看他布置的陷阱里面有没有猎物。每次进山，他都会将自己的珀莱塔 92SB-F 带在身上，即便遇到老虎这样的猛兽，都可以确保自己全身而退。凌晨虽因为追野兔子有些偏离路线了，一路上他还幸运地采到不少草药呢，祛风的、除湿的、止血的、消炎的，摘了满满一袋子。我去，这不是人参吗？哎，不是说人参只能被有缘人看到吗？这2只人参看参炉都不下100年了，既然现在手里有银钱，那我就留下1只吧。爷爷年纪大了，没准以后能用得上，是人血的味道。身后8点钟的方向，敌我不分的情况下，凌晨是不想出手的。谁知道这2拨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刚来这个地方，他可不想惹祸上身呢。别怪我们，人各有命，要怪就只能怪你生在那么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M9 的有效射程只有50米，弹夹15发，他也只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枪一个，谁？是谁？又是咻咻2声，紧接着是2个树兰轰然倒地了，又是2声枪响。是他，真的是他。这个男人的脸，他梦了整整10年，早已再熟悉不过了。这个男人的脸，他梦了整整10年，还好他还活着。原本以为那只是个梦，却没想到在这个异世界居然真的遇到了。没错，这个男人是凌晨从小到大一直在梦中梦见那个男人，那个冲他招手，冲他微笑，向他喊着青青，过来。却没想到他居然不是梦，是真实存在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凌晨会突然开枪杀那些黑衣人的原因。从山里出来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一动也不想动了，真的太累了。关键是饿的，中午吃的东西扛到现在，早就消化的不知道去哪儿了。要不是凌晨身体素质好，根本就回不来呀。把背包里的牛肉干拿了出来，找2包，撕开包装扔进锅里去煮了，包装袋随手扔进灶堂里烧了。男人的脉象还算是平稳的，除了一些外伤和失血过多之外，并没什么大事，他也就放心下来，只要能活着就好了。这些伤啊，他都可以处理的。凌晨毫不扭捏地将男人脱光了，留下一条内裤，帮炕上的男人仔仔细细地擦拭完身体后，凌晨才把背囊拿过来，翻出里面的急救包。男人身上外伤很多，大大小小伤口不下10几个，而小伤口只需消毒擦药就好了，大伤口是需要缝合的。这幸好包里有头灯，
要不然就凭那比鬼火亮不了多少的豆油灯，非把自己眼睛瞪瞎不可。足足花了4个小时，凌晨处理完所有伤口，帮男人把被子盖好了。男人的伤远比他想的严重，后脑的血肿是他最担心的地方。没有核磁，他根本就不知道颅内的具体情况。只是简单的硬膜血肿还好，如果是更严重的颅内出血，那可怎么办？唉，你到底是谁呢？到底是谁呢？巴克，你是在担心他吗？放心吧，他会没事的。还好，能吞咽就好了，要不然还要插鼻饲管，只要能吃东西就能恢复了。你要快点醒过来啊！不过你能遇到我呢，就是你命不该绝。等明天一早，我用那只百年山参炖鸡汤给你吃啊！不得不说啊，面前这个男人的颜值，即便不是颜控的他，都忍不住要流口水了，好吧？这一夜他睡得很沉，小家伙居然没来和他挤。刘叔，在家吗？哎呀，丫头来了，快进来。马爷爷，晨儿昨天进山回来晚了，没能第一时间过来拜见您老人家，是我失礼了。正好昨天我进山遇到一头小野猪，一会儿烧了吧，就当小辈给您赔罪了。马老爷子爷儿仨都是在京城待过的，也没少去大户人家里帮忙建造或修葺房子，大家闺秀、名门贵女，他们也都是见识过的。而面前这位姑娘，据说是土生土长的村里姑娘，长这么大了，甚至都没去过县城，怎么会有这样的气派呢？那举手投足间浑然天成的高贵气质，让人打眼看过去就绝不能忽视她的存在。丫头啊，这图是你画的？大河村近来十分的热闹，这不，林家老宅的林白梅与张屠户家的张正定亲了，张家也找上门来请刘叔给建房子。一般村里人建房子就是找2个大工过来，再找几个农闲在家的汉子帮个忙，用不了几天就能把房子给建起来。还真没见过凌晨这样的，这些人可不是一般的匠人呢，这大多数都是皇家造办处出来的，也只有他们才会看懂凌晨的图纸顺利把房子建造出来。这房子我借了，我亲自去见见这个图的主人，即使不给钱，我也帮他给建喽。哎呦，这是我师父马洪山，你就喊马爷爷就成。这是师父的2个儿子，也是我的师兄马林江、马林海，你就喊马大叔、马二叔就行。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到这样建房子的？马爷爷，我师父他是京城人，他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房子。丫头啊，对于这房子，你可有什么要求啊？就问马师傅可不可以铺地暖。所谓的地暖，就是在房子下面做出很多的烟道，再由旁边烧火，让烟气传进去，起到加温的效果。而至于火墙，也是同样道理的。这2样都是可以修的，可是你要建的房子太大，要是靠烧木柴将所有的火墙与地暖烧热，怕是有些困难呢。您看这样行不行？主屋做成地暖和火墙，单另设一个灶，其他房间呢都盘成火炕加火墙，每3间设一个灶。这样的话，平日里烧主屋就行了。若是将来哪屋住人了，再单烧哪屋，行吗？盘炕好，就盘炕。凌晨新画的是新式4合院的图纸，画的家具图纸都是一些新中式风格的现代家具，有大床、床头柜、衣柜、五斗柜、沙发框架、茶几什么的。重点说了卫生间的建造要求。面前姑娘说的很多东西，即便是皇宫大内都不曾见过。林姑娘，这茅厕绝对不能修建在屋子里的呀，这夏天蚊蝇多不说，房间里的味道也是受不了的呀。林海叔，您看呐，这个马桶呢在下部的位置有个弯道，这里呢会存一些水，这样呢就可以阻止味道和蚊虫反进屋子里啦。这个烧制的时候呢，胎形一定要厚实，要结实的。马林海学过多年的制陶手艺，听了凌晨详细的解说后，当即就表示这些东西他都可以做出来的，而且保证结实。成了，那剩下的就交给马爷爷与3位叔叔啦。先是预估一下所需要的材料，青砖和瓦片最贵，杂七杂八加在一块儿，没有个150两根本下不来。行，马爷爷，就这样吧。这是100两银票，您拿着先买材料去，剩下的最迟后天我一准给您。刘叔，我一个女孩子什么都不懂，
抛头露面也不合适，您就帮我看着办吧。行，这你就放心吧，傻丫头。就是你不说呀，刘叔也是要帮你盯着的。一会儿我去你李正叔家，让他帮着找20个小伙子，谁愿意来，工钱跟去镇上一样，每人每天20文钱，工钱5天1节，中午管1顿饭。另外还邀请人进山伐木材，这就不算人工费了，论砍回来的木料算钱，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刘叔，我没时间做饭，要不然每人每天多给5文钱，就不管饭了吧？怎么样？成，就依你。到时候让你婶子再找个婆娘帮忙，给烧个水什么的就行了。凌晨开的工钱真的不低了，能找到离家近、工钱又高的活更是不容易了。林丫头，你要的马车我给你买回来了，你看看这行不？本来你说买辆新的马车，结果刚到马市去的时候，又看见有人在卖这一辆。嘿，你看这马的牙口哈！也别看这车是2手的，但这车前主人家打造好了之后，又用了2、3次，几乎就是全新的，但价格只有新打的1半。怎么样，划算不划算？哈哈哈。对于马匹，凌晨是懂一些的。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哼，这马通人性的很呢，我也很喜欢它。林海叔，谢谢你。等晚上我做羊肉串给您下酒喝。哎呀，马儿啊，这家里呢只有这个茅草棚子，你将就一些日子，等新家建好了，给你建一个豪华大马厩，好不好呀？都已经2天了，你怎么还不醒啊？都已经2天了，你怎么还不醒啊？一会儿呢，我还要进山一趟，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些药材。你乖乖在家里面等我回来。记得上次进山，他发现一大片马齿茧，他决定去看看。幸运的是，他竟在枯木上找到许多的木耳。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是老虎的脚印，而且甚至成人的来历。看那脚印的深度，大概有4、500斤的样子。该不会是他把那些尸体丢在那儿，把深山动物给引出来了吧？这样他岂不是闯祸了？一旦有村民进山遇到老虎，或者是老虎下山进了村子，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二丫这是怎么了？着急火燎的，跑个啥呀？媳妇儿，去给孩子冲杯糖水来。张毅的媳妇儿刘春芝，是少数几个村子里面跟凌晨娘亲走得好的妇人。前阵子她娘家母亲病重了，回去伺候，不然呢也不能让凌晨被老林家欺负成这样。春芝姨，李正说，一会儿你跟村民说一声吧，这些日子千万别上山了。我刚刚去山里挖野菜的时候，在山坳那里发现大虫的脚印跟粪便了。啥？大虫？大虫？哎呀，二丫，你没事吧？快让我看看，伤到没有啊？哎呀，没事，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我只是看见大虫脚印了，又没看见大虫。您看呐，我这好胳膊好腿的，一样也没少，是不是？你这个丫头啊，胡说些什么呢？快吐口水去，坏的不灵，好的灵啊！再口无遮拦的，看我不撕你的嘴！那大虫脚印比我巴掌还大一圈呢，深度能有个1寸还多，我估摸着是个成年虎，体重有4、500斤吧。二丫呀，你咋就能确认那是大虫的脚印呢？我爹以前不是给一座府邸当护院吗？他们在山上发现大虫的脚印了。我爹讲起来的时候呢，还专门画出来给我看过，那印子跟我今天看到的一模一样。闻言，张毅也不再犹豫了，他要先赶紧去村子里面找村中老人们来商量一下。出来大半天了，家里那个男人应该渴了饿了吧？村长这2天也不知去哪了，总不在村子里面。要不然呢，我一定请他过来给你看看。那个老头虽然感觉怪怪的，但医术还是挺靠谱的。你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再不行我都要担心了。你头上的伤必须喝点汤药才行的，毕竟啊，时间拖得越长越危险。我今天进山呢，不仅摘到香菇，还有木耳呢。哎，对了，还有黄豆芽。等你醒了呢，我就用这个东西做水煮肉片给你吃，又香又辣又麻，保证你喜欢吃。你说他们这些人会不会有危险呢？要不然我跟过去看看，
如果有威胁也能救下他们，或者干脆在他们之前找到老虎的位置杀了他。刘叔，都走了这么久了，咱也没见着老虎啊。李正也不说是从哪儿听来的，是不是耍咱们玩的呢？我说你个混娃子，说你做事来。那进山的时候，我们不是也见到那脚印了吗？说，你就不会轻点啊？我脑袋都要叫你敲碎了，这是。我看你就是欠揍。都别闹了，小西西，到了夜晚才是那些个东西出来活动的时间呢。想活命的，就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天河，你带2人沿途多捡一些树枝，那东西不光能生火，关键的时候还能救命呢。哎，好嘞，你放心吧，蒋叔。怎么了？你闻没闻到血腥味儿？很浓的血腥味儿，还有些腐臭的味道，以及动物的腥臊味儿。现在回去也来不及了，咱们就打起12万分的精神吧。这么多人呢，即便那畜生来了，乱拳也能打死老师傅。天河，你如今也不小了，想过以后吗？没啥想法，就是想娶妻生娃，伺候爹娘。不知道为什么，李天河想到这些的时候，眼前就突然冒出凌晨的样子，他突然感觉自己有些心慌了。周叔，那您呢？我呀，我都黄土埋半截的人了，我还能有什么想法呀？老婆孩子热炕头就知足了。周林爹娘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熬到成年，靠当猎户攒的钱盖了茅屋娶了媳妇儿，可惜孩子他娘生孩子时遭了难了，孩子在腹中憋久了，生下来时候全身紫青，脑袋就不灵光。谁活着都不易呀。我还是进山去看看吧。小家伙，你在担心我吗？放心吧，我有秘密武器，不会有事的。啊，好了，将狙击枪放回去，这个东西太大，不适合丛林作战，还是将手枪带在身上吧。又把有可能用到的武器、子弹、外伤用药装进背包里。巴克乖，他交给你了，帮我保护他，乖乖的，等我回来。这样的话得加快速度了，他要快一些追上去，再晚的话就怕来不及了。凌晨的计划就是找到他，直接一枪撂倒了，完事收工回家睡觉。找到人兽交战的地方，看得出血量，想必是有人受了很重的伤啊。M1935的射程只有50米，潜伏在树梢上的萧彻此时内心是有些崩溃的。原本下午的时候他就已经醒过来了，只是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他的眼睛似乎是出了问题，就像是坠入浓雾之中一般，看不清任何东西。此时萧彻第一次恨自己为何会伤了眼睛，导致现在不能视物，让他陷于危险之中。哼，小样还跟公奶奶我斗。那2个声响是暗器吗？这个女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她究竟是谁派来的？这个女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她究竟是谁派来的？这2日来，她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如果是别人派来杀自己的，以她的身手，我早就死得透透的了。毕竟她若不出手救我，我必死无疑啊！怎么没声音了？她去哪里了？出事了吗？哎呦，好身手啊！萧彻的功夫一招一式均是华丽大气，不仅内力深厚，还有轻功辅助。凌晨不能近身时，劣势就慢慢显现出来了。不打了不打了，你飞来飞去的，欺负我没进攻是不是啊？那以后让你可好？切，谁稀罕你让啊？老娘刚刚是杀老虎太累了，不然呢打得你满地找牙的，你信不信啊？这小女子刚刚杀老虎时明明是用的暗器，又没有跟猛虎肉搏，怎么会累倒呢？你何时发现我的？也就是发现老虎的时候，之前一直在赶路也没注意，或许也是你刻意隐藏了气息吧。但老虎出现之时，你的呼吸乱了一瞬，我就发现了。是啊，刚刚因为担心他的安全，萧彻气息确实是乱了。这对于他来说可是从未有过的错误。从小他父皇就亲身谆谆教导，心性坚定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但这一次为了这女子，他却如此大意，失了分寸。这老虎怎么办呢？总不能丢这里吧？这玩意还挺值钱的。100两。啊？什么100两？
啊，她的侧脸还真是好看呢，浓浓的眉毛斜飞入鬓，长长的睫毛浓密卷翘，高挺的鼻梁，嫣红的唇。我去，完蛋了，帅得流口水啊！虎皮，品相完好的，100两一张。啊，那还挺值钱的，比我预想的要贵很多啊！我刚刚打的是眼睛，品相应该还挺好的。走吧。好。要不要这么犯规啊？一个大男人长这么好看，祸水。回家。你眼睛怎么了？可能是受伤的缘故，之前眼睛是好的，不知为何，醒来就无法视物了。哦，那可能就是后脑受伤的关系吧，或许是有血块压迫到视神经了吧。等回去了，我给你看看。你会医术？会啊，我师傅是混江湖的，就跟他学了一些治疗外伤的法子，皮毛而已。原来如此。毕竟他学的主要是外科，中医虽也有涉猎，但因着后世中医学术凋零的关系，已经失传很多东西，所以在这个时代，医术方面他还真是不敢托大。抓好这里，小心点别摔了。好。我来了。干嘛？拉着。天黑。我去，自己都看不见路，还拉着我呢。回到家的时候，夜都已经深了，小家伙正蹲在那里，望眼欲穿的盯着大门的方向。这个女子还真是相信他呀，就这样在他身边安心睡下了，就不担心他兽性大发，将他清白毁了吗？凌晨睡到了早上8点多，这个老虎今天必须要处理了，要不然臭了就卖不出个好价钱。因为没有味精，凌晨就开了几条牛肉干，放在锅里去煮。凌晨不觉什么，但对于第一次吃的萧彻，就是从未吃过的美味了。啥？我的个乖乖呀！这么大个家伙呀！不愧是林浩的孩子啊！原来上山那些人清晨就回来了，虽然没有人员死亡，但伤的也不少，有2个伤的比较严重，其中有一个老猎户的胳膊就被咬没了。看那样子啊，也不知能不能熬过去。刘叔，他们可会怨恨我吗？是我跑去跟李正说大虫的事情，他们才会上山的，要不是进山，也就不会。二丫，混说啥呢？这咋能怪你呢？要不是你通知村里那进山的人没有准备，还不是有去无回吗？就是你杀了那畜生是不是？要不他们可是一个都别想回来了。凌晨想了想，还是去了上一次卖人参的回春堂。哎呦，林姑娘，您来了。是呢，得了件好东西，拿过来给掌柜的看看。好嘞，我这就去给您叫掌柜的。呵呵呵，小娘子来了，可是又有啥好物件给老头子我开开眼呐？老板可收整只的老虎。啥是老虎啊？就是大虫，一整只大虫。收的。前几天还有金主要买虎骨跟虎鞭，娘子就送来了。哈哈哈，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我的个亲娘啊，这么大个个儿！丫头啊，我也不瞒你，这大虫皮品相纹好，皮子能值个100两。这虎骨虎鞭与皮子，我给你一样的价钱。掌柜的，您就给我皮子、虎骨还有鞭的钱吧。这虎肉我留着也没有用啊，不如送给您吧。您受累，帮我处理一下，可好？哎呦，成。长亭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想什么呢？还不知你的名字呢，你叫什么呀？我叫凌晨，姓凌的凌，尘埃的尘。萧彻。哦，萧彻，哪两个字啊？我知道你被人追杀，但我不是你敌人，你也不用怀疑我。如果我想杀你呢，就根本不会救你。我知道。他是医生，男人的身体状况他是知道的，看上去很好，并不真的就好了，至少眼下他哪儿也去不了。既然醒了，你要走吗？我暂时留在这里，可行？跟挤牙膏似的，问一点说一点，就不能痛快点吗？留下来是住我家里吗？其实收留他也没什么，只是这是古代，我一个单身女子收留一个陌生男人，我虽然不觉得什么，这要是被村民知道了，会不会点火把我给烧死啊？留下来是住我家里吗？他是不答应吗？虽然我在山里有住所，但并不想回去那里。一是因为那里已经暴露了，至于二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想留下来，留在他这里。那就留下吧，反正眼睛的事情我还想帮他治疗呢。算了，你住下吧。其实凌晨也觉奇怪，他从10几岁的时候开始就会经常的重复做同一个梦，梦里的面孔就是面前这张，朝自己招手喊自己青青，但如今见到了他，凌晨有些不淡定了。这个梦一定不简单吧？会不会就是之前我无意听战友们听起过什么前世的记忆啦、第六感什么的，我会不会也是这样呢？伤口还疼吗？那伤口似乎是被特殊处理过的，这摸起来有些缝合的意思，但人的皮肉可以用针线缝合在一起吗？不疼。我留在这里，你不怕吗？怕什么？这有毛病啊！我只不过是帮他看个伤口而已，怎么还打我一下？你打我干什么？我帮你看伤口啊！狗咬吕洞宾，去！我还没吃饭呢。萧彻从未哄过女孩子，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就是突然想起了以前父皇但凡惹了母妃生气之后，就会装肚子饿。那时候即便再生气，母妃也会亲自下厨给父皇煮面吃，现学现卖。不管，忍着。你的身份肯定不简单吧？会有人来寻你吗？你怎么知道我身份不简单？你怎么知道我身份不简单？我又不傻，你那身衣服价值不菲吧？还有你那身气派，就不是一般小门小户能培养出来的。再有就是，你要真是平民百姓，就以你那张脸呢，恐怕老早被浩南峰的变态叔叔抢去当男宠了吧？怎么可能？我天启王朝风气很正的。这个丫头果然有趣，不是甚是有趣。她刚刚是说我长得好看是吧？他还挺讨厌自己这副面孔的，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光有皮相有什么用呢？除了给自己招来花痴女的麻烦之外，毫无用处。但如今他第一次为自己长成这副俊颜而感到庆幸。那你帮我看看，刚刚不觉得，现在却疼起来了。这人呐，有些做贼心虚。凌晨能清晰地感觉到他胸腔内那擂鼓般的心跳声，况且他那红的都快滴出血的耳尖儿，也就他自己觉得别人看不出来罢了。凌晨坏心眼的朝他胸膛吹了口气。喂，你要憋死自己啊？我们成亲吧，18不嫁，长史配置，你可曾听说过？刚刚听说了。那我们成亲吧。过了年你再不嫁，就会被官府随意指配一个男子，与其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还不如是我。好啊，那结婚吧。你说的很对，与其嫁一个不认识的人，我宁愿那个人是你。
不过你放心，咱们可以先把和离书写好了。你走的时候呢，我也不会纠缠于你的。要不然给你起个假名字吧，用假名字结婚，到时候即使不和离，这样对你也无碍啊。算了，既然你不愿意，那我找别人吧，大不了花点钱就是了。萧彻。我知道啊，你叫萧彻。婚书上写上萧彻，你写凌晨。你说什么？婚书上就写上萧彻与凌晨，不能写二丫或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字。萧彻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但听他说要找别的男人假结婚时，他就生气了，心里酸酸涩涩的，想也不想的就这样说出来。哦，好。哎呦喂，真是没天理了！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放手！哎呀，杀人了！小贱蹄子杀人了！他在家偷汉子，还想杀人灭口呢！大伙儿快来瞧瞧呀！哎呀，你们这是做什么？搞什么？你说做什么？小小年纪不学好，在家偷野汉子！你这个小贱人，你不要脸，我们林家还要脸呢！你闭嘴，滚一边去！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哼，想往他头上扣屎盆子？对不起，他可不惯这毛病。祖母你怎么了？奶奶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赵氏死了呢，哭成这副样子，膈应谁呢？哎，豪丧是吧？要豪丧回你家豪去，有事说事儿，没事给我滚！看来我还真是心慈手软了。哎呀娘，白梅，凌晨，我跟你……你做下这不要脸的事儿，还敢打神？你可真是猖狂啊！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伯？大伯，有事说事吧，行吗？绕这么多弯子干什么？你说着不累，我听着还烦呢。他是谁？我去，这个男人要不要这么撩人呢？没见来人了吗？还不赶紧把衣服穿好啊！天哪，这男人不会是妖怪变的吧？怎么长得这么妖孽？娘的，有这妖孽在，影响他发挥呀！你蒙他做甚？别以为蒙起来别人就看不见了。我告诉你，这屋里有野男人的事，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你跑不了。你是不是傻啊？还是先天残疾缺心眼啊？这么大个活人，我用被单藏起来？你智商不在线，别拉着我。我家相公长得这么俊，我自己还没看够呢，凭什么便宜你啊？你看一眼，都玷污我相公的盛世美颜了。你不要脸！哎呦我去，还有这战斗力呢！这半天不言语，我还以为丫的已经阵亡了。是啊，我不要脸，我不要的，你要收下不成吗？怎么，想变二皮脸呢？哎呦，真不该怂恿祖母来找凌晨的麻烦，也千不该万不该的自己跳出来帮祖母演戏。这么俊俏的男人，竟看到我不完美的一面，不知道他会不会嫌弃我呢？都是因为凌晨，都是那个贱丫头的错，凭什么她就能找到这么谪仙一般的男人呢？他才不配呢！这样的男人就应该是我陪在他身边才是呢。呸！渣女！二丫，你这样可是不应该的呀！哎，就是啊，她一个女孩子这么不知廉耻，依我看呐，就该进猪笼，免得让十里八村笑咱们村子啊！你们说是不是啊？这话是这么个意思，咱们村里还有很多未出阁的闺女呢。这要是被人家知道了，哪还有人敢上咱们村提亲呢？就是啊，我儿子还议着亲呢。这要知道了咱们村有这么个祸害，那不给搅和黄了？呸！不要脸！贱人，必须吃糖！只要他一死，那贱丫头手里的银子跟房契地契，岂不都是我的了吗？这温度下降，定是跟他有关。难不成这就是传说中的内功吗？不知他现在还能不能学了？哎呦我的妈呀，伤风败俗啊！这光天化日之下的，竟如此不知羞耻啊！这说不定这身子不知给了多少人呢。嘿呦，婶子，你这般高洁，那你别跟男人睡觉啊！你高洁，你别生孩子，怎么着？你能睡男人，别人拉个手就伤风败俗了？哪儿这么大脸呢？
切，这么点道行，还想跟姑奶奶我斗？你也不死你！原来女子的生就是这般柔软吗？难怪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什么情况啊他？这是窝上瘾了？又捏又玩的，还挺嗨的。男人？这贱丫头家里居然有男人！哼，要是我闹得满村皆知，到时候她一定会被村民拉去陈塘。只要她一死，那贱丫头手里的银子跟房契地契，岂不都是我的了吗？如果这一次不能弄死这个贱丫头，那么大的地方，岂不是就是没有我的份了？我做什么了？拿证据出来啊！没有证据的话，别在这里瞎说啊！给我安个罪名，将我陈塘了，然后呢，就可以霸占我的财产了吧？我告诉你们，门儿都没有！别说我不会死了，就算我真死了，那财产呢，我捐给村里，半个铜子都不给你们。二丫，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毕竟是你长辈呀，你爹娘是有赡养义务的。就是，都是林家的儿子，你爹娘也是有养老责任的。他们分家之前赚到的银子，就该交出来给你爷奶养老。哼，我呸！这林家可是没分给他们1粒米、1分地、1砖1瓦吧？怎么着？现在还好意思要钱吗？这钱是我自己赚的。你胡说！你个未出阁的小丫头片子，你有什么本事赚这么多的银子啊？肯定是你爹娘留给你的。你今天要是不将银子跟地契交出来，我就去衙门告你。哼哼，这丫头要是被衙门抓了，蹲了大牢了，那如何还能出得来呢？她手里的东西一样也是我的。你爱去哪儿告去哪儿告去，我都说了，钱是我自己赚的。哼，凭什么呀？这么好看的男人应该是我的才对，凭什么？这个贱丫头必须死！凌晨，你说你一个女子如何赚这么多钱呢？难不成你为了银子就卖了自己皮肉不成吗？我去，打女人呢？不过我很喜欢，怎么办啊？他侮辱你，该死！哎呀，我可怜的女儿啊！你们给我等着！哎呀，老天爷呀，开开眼吧！这小贱蹄子无法无天的，扣了我的养老钱不说，还拿我的钱去挥霍，如今又和野男人无美苟合了，被我们撞见，就要杀人灭口了。哎，林白梅死不了吧？死不了，等会儿有人来帮你。哎呦，这要是真的，这样的人呐，就该拉去陈塘。呸！哎呀，就是啊。我可不相信这老钱婆说的话，她赵是什么人呢？就是个泼皮。就是啊，她说的话不可信。来了。都聚在这里做什么呢？闲得没事儿干了？莫非这个村长是萧彻熟识的人？出什么事了？哎呦，村长啊，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啥玩意儿？野男人？是说我小主子吗？小主人这是打算亲近女色了吗？先前皇帝陛下安排了多少女子啊，可是小主子愣是一个都看不上。再逼得紧了就玩失踪，一个人跑去兵营，一待就是1年半载，吓得当今圣上都不敢提了。我们这些部下甚至怀疑过自家的小主子是不是个好男风的龙阳之癖呀。如今好了，小主子这是开窍了。虽然凌晨身份地些，但是小主子喜欢就好，大不了弄回去做个侍妾呀。丫头，给你添麻烦了，我去将他们赶走。您注意点，他身上还有伤呢，不能久战。什么意思？小主人果然受伤了吗？伤得如何？烦。什么意思啊？主子的意思就是，
让老仆尽快将这件事情给处理好了。这帮人吵到了主子，小主人听了心烦。不是吧？我刚刚没听错啊，那家伙只说了一个字吧？这老头怎么理解出这么多东西来呀？这样看来，这家伙跟我说话吐字还算多的了。交给你了啊，我也嫌烦。你想干什么？找死吗？你个死丫头啊！若不将我的养老钱给交出来，这事儿你就别想了。我告诉你，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我都说了，这钱是我自己赚来的。我爹娘已经死了，要养老钱是吧？找他们要去，找我做什么？我不信，你一个小妮子，不做，怎么能赚那么多钱呢？你哄傻子呢？这既然赵氏想把事情闹大了，那他就奉陪好了。村长，我可找着您了，你快给我家白梅看看呀，她可是丢了心的，这要是没了，可怎么交代呀？看来是小主人出的手了，莫不是又是因为凌晨姑娘？没事，拉回去养几天就好了。行了，又没死好是好，有事儿说事儿。村长啊，刚刚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林丫头贪我的养老银子。我说了你又不信，我有什么办法？哼，你说这钱是你自己赚的，谁能作证啊？我能作证，我也能证明。刘老哥，刘嫂子，这里面的事你们都不知道，可别被这丫头给糊弄了。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他绝不能让别人坏他的好事啊！他今天一定要置凌晨于死地。丫头，你没事吧？我来要我的银子，有你们什么事儿啊？哦，奶奶与大伯拖家带口的冲到我家来，是要银子来的呀？正是。真是个没见识的村妇，是啊。哦，这不对吧？我怎么记得当时你们喊的是捉奸呢？对啊，你们从村头就喊着来捉奸，我们才跟过来看看的，怎么又变成要银子了呀？是啊是啊，我也是听了你们喊着要捉奸呢。没错，就是捉奸。大伙儿，咱们今天呢就要把他沉塘了，免得叫他玷污咱们大河村的名声啊！你看过没啊？再不解决，翻脸了。都闹够了吧？闹够了，咱们就开始解决。先说这个养老钱的事情。当年你们老林家分家的时候，我们几个老家伙可是在场的。林浩带着他们娘俩可是净身出户的，还写了文书，这辈子都不用林浩两口子养老，怎么着？这么快就忘记了？哎呀，分什么家分家呀？我看呐，是被赶出去的吧？就是，真没见过这么丧良心的人家。哼，你们都给我闭嘴！儿子是我生的，这赚的银子也是我的。景忠啊，你说你能作证，这钱是林丫头自己赚的吗？我们夫妻俩都能够证明的，这钱是林丫头自己赚的。就在前几天，正巧在村口遇见了林丫头去镇子上，我们就烧了她一段，然后亲眼看见她将猎物卖去了福满楼。人家孩子辛辛苦苦的套的猎物卖的银钱，怎么就成你这个老货的了？既然养老钱的事情弄清楚了，那就按照分家文书来办吧。哎呦，村长啊，这养老钱不提，但这丫头这样的荡妇行为，你可不能不管呐！这帮没见识的蠢货，竟敢这样污蔑他们家主子！哎呀，村长今天这是怎么了？林家二丫头，你怎么说？凌晨呐，既然这事儿已经发生了，念在你年纪小不懂事的份上，我就替林家做主，陈塘就不必了，饶你一命，你就收拾东西，赶紧离开这里吧。怎么着？你能做得了我们凌氏族人的主不成吗？哎呀，我没有啊，老太爷，您可要开开眼呐！这件事情证据确凿的，可不是我胡乱编排的。不信呐，您去里屋看看，那野男人还在呢。凌晨是我娘子。这
属下。哎，你怎么出来了？你伤还没好呢，你别站着了，回去躺着。无碍，闹了这么久，担心你。我今天就抓你去沉塘。奶奶不能打，大伯还不能打吗？小山子，看样子王爷在这儿的事情你是知道的。这事儿我回头再跟你细说，主子说一不二。您看，交给我。战王的为人他们都很清楚，他既然说了凌晨是他媳妇儿，那就一定会是他媳妇儿。阿彻呀，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虽然已经帮你向二丫头提了亲，但毕竟你们还没成婚呢，是不是？你这身上的伤还没好，不好好将养着，就这么急着跑过来看媳妇儿们？哎呀，这亲事定下的都没几天了，你就不能再等等吗？太爷爷，他受伤了，眼睛看不见。您就是把眼睛眨抽筋了，他也看不见。啥？这可如何是好啊？小主子伤得这么严重吗？这下子我怎么跟主子交代呀？完了完了，我的小主人呐！啊！杀人了！所有人如梦初醒，惊叫着争先恐后的往外面跑。哎呀，你不要过来啊！我告诉你啊，杀人可是犯法的。你这个贱丫头，他怎么说都是你奶奶呀！看清楚了，他可不是野男人，他是我凌晨的丈夫。再让我听见你们林家老宅这帮人在外面编排我，我就拿把菜刀杀上门去。你们不让我活，那就一起去死。哎呀，丫头啊，婶子，我没事。怎么了？还捆不捆我去沉塘了？不是我的主意。来人，将这两个不要脸的玩意儿给我捆了，来到祠堂去。回来。干嘛？林老太爷，剩下的就麻烦你们了，明日去镇上领婚书。我这是回来晚了吗？我杀了你这个恶毒的妇人！爷爷，我在这儿呢。您可千万不能生气啊，成儿没事的。大山呢？今日我就做主替你休了这恶妇，你可有异议？我饿了。你去做饭吧，有事了我再差人找你来。爷爷。你受委屈了，爷爷对不起你啊。这个赵氏是他母亲安排给他的，当初啊，他就是因为愚孝，听母亲的话，连最心爱的女子都护不住，还被下了药，与赵氏有了首尾，这才不得已娶她进了门。爷爷，你要舍不得，我去求情。公爹，二丫都说了可以原谅咱们了，您老就允了吧。自己做的孽，怨得了谁呢？哎呀，婆婆、相公，你们看看这聒噪！你理他干什么？哭就哭，嚎就嚎呗，当做听戏不行吗？吵！你做什么？我干什么？就是看看你嘴里是不是有黄金啊。明日我们就去领婚书吧。好啊，这就成已婚夫人了，稀里糊涂的就结了婚，嫁个这个男人好像也不错啊。凌晨就拉着萧彻去了回春堂，叫杜富贵给萧彻看看，得出的结论跟凌晨差不多，如果有现代的医疗设备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判断出萧彻的眼睛到底是因为血肿的压制，还是因为眼睛本身受了伤害。如今这般盲目的吃活血的汤药，也不知道对症不对症。担心什么？即便不好，我也能保护你。喂，你胡说什么呢？再胡说八道，看我揍不揍你。本来就是，还不让人说了。你这么弱智纤纤的，必须要人保护。赵青山忍了又忍，忍了再忍，没忍住，扑哧的一声笑了出来。这臭丫头弱智纤纤，你别这样瞪赵叔。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瞪的了？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了。我一个瞎子，怎么瞪人？再说了，我只是看了边上一眼，又没看他。对啊，萧彻现在眼睛看不见，怎么瞪人呢？看不看得见，
跟瞪不瞪人有什么关系？去跟掌柜的商讨抓药吧。我们去逛逛吧。我们这样叫谈恋爱吗？什么是恋爱？就是男女朋友啊。呀，不对，就是我该怎么跟他解释呢？真是说到用时方恨少啊！这古代男女搞对象怎么说啊？哎呀，我为什么之前不看点历史书呢？哼，傻瓜，你是我萧彻的媳妇。这是萧彻第一次这样温柔的笑。凌晨方才发现他的牙齿竟然这样洁白，他板起脸的时候犹如地狱修罗，但他笑的时候却温暖的好似天使一般。完了，他又开始对萧彻发花痴了。第二日一大早，马师傅他们一行人就浩浩荡荡的进了大河村。呵呵，我爹想着快入冬了，想让你们在入冬前能拜新家，就多带了些人过来。马爷爷好，林江叔好，林海叔好。哈哈，你这鬼丫头，走走走，我们先去冯基地那儿看看去。凌晨牵起萧彻的手，两个人又回工地上去，很认真询问了萧彻的意见。毕竟两个人已经成婚了，新房建好了，是两个人的家。几个人仔细商讨半天后，才确定所有的细节。你就没什么要问我的吗？你不说，我就不问。好。马老爷子他们不愧是专业的，这来的时候自己带了帐篷、锅灶什么的一应俱全。凌晨看了个新鲜，就跑来蹭饭。我已入睡，独一枝青花，蓝雾粉红霞，采竹回家。买一匹散马，一身袈裟，把相思放下。十里桃花，待嫁的年华，凤冠的珍珠，挽进头发，檀香拂玉镯轻纱，空留一张亚瑟的一句。倘若我心中的山水都曾经是风月候鸟一笑成原谅。好听吗？好听。他就知道这么精彩绝艳的小女人是他的小媳妇呢。看着众星捧月一般被围在中间的女子，那般的明艳动人，李天河的心里顿时痛了一下。他年逾24了，之所以还未娶亲，就想遇到一位心仪的女子，却万万想不到，如今他遇到这样的人，而他却已经嫁人了。场中的女子笑得倾城，一双眼睛却始终盯着他的夫君，那目光中几乎要满溢出的爱意，就像割在他内心的刀子，一刀一刀地割着，让他感受到了撕心裂肺般的痛。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他竟不知道自己竟何时已经动情至此了呢？晨儿，啊？房子建好后，我们就成亲吧。他想了很久，什么假成亲？他改变主意了，他想娶凌晨。一想到这么好的女子与他只是逢场作戏，他说过要跟自己和离的，他的心就好慌啊。他不想假成亲了，他要她做他萧彻真正的娘子，即使眼睛看不见又怎么样？他就是不想放开她了。这是求婚吗？是吧是吧，萧彻是在向我求婚吗？最早凌晨是没想过嫁人的，只是因为刘敬忠提起18不嫁常使配置，他才会动了找个人假成亲的念头。我究竟是什么时候就喜欢上这个男人呢？是他眼睛看不见也要跟着我进大青山保护我的时候吗？我或许更早，或许早在我10年来无数次梦见他就开始了吧，爱上这个对我伸出手温柔的喊轻轻的男人。好，两个人开诚布公的将彼此心里话都说开了，也都确定彼此的心意。凌晨这货就开始放飞自我，作天作地了。
他就是这样古灵精怪、不拘小节的性格，虽不像一般大家闺秀的一般矜持，不过这样的凌晨他更喜欢。男人薄唇微张，看上去像是在对他发出邀请，不停地喊着吃我吃我。凌晨脑子一抽啊，俯身就吻了上去。男人的唇很柔软，暖暖的，浅尝辄止，蜻蜓点水般就分开了。味道还不错。萧彻眸光一暗呢，翻身就把这个胆敢作怪的小女子压在炕上，摸索着扶上她的脸颊，不由分说的唇就印了上去，就像小鸡啄米一般，一点点的啄着，要不然就是贴着不动。啊，天哪，这个男人该不会是没接过吻吧？完全是一窍不通啊！不会吧？不是说古代男子，尤其是皇室那些个什么王子啊、王爷什么的，到了10几岁，这宫中就会有什么人教这方面知识吗？萧彻如今年岁也不小了，怎么感觉跟没碰过女子似的？不知吻了多久，直到两个人嘴间传来腥咸味，才不得不停了下来。啊，奇兽啊，这是奇兽！完蛋了，肯定肿了，明天怎么见人呢？都别拦着他，他此刻啊想找块豆腐撞死算了。恶狠狠地瞪了眼身上笑得一脸艳足的男人，结果凌晨又作死了。他脑抽的在萧彻喉结上咬了一口，结果就被化身为狼的萧彻又仔仔细细地啃了个半宿，弄得第二天呢，夫妻两个人谁也不敢出门了。农村上梁可是大事情，糖块、点心、花生、瓜子儿，甚至铜板的布袋，撒了一大筐，放了鞭炮，安置好大梁，就意味着房屋建造已经接近尾声了。直接买2头猪，又喊了邻村专门帮人做席面的火把头，热热闹闹的请村里所有人吃席面。萧彻，萧彻，我们有自己的房子了。从此以后不畏雨雪，不怕酷暑严寒，这里就是凌晨的家，不对，是他们的家。新房建成还有些潮湿呢，凌晨就喊赵青山帮忙把窗户都打开，再多上些炭盆烤烤，等房子干差不多了就进家具，然后他就可以美美的搬家了。一开始这样大庭广众牵手，他还是有些不自在的，或许是跟凌晨这个不要面皮的人待久了，也就不想那么多了。自家媳妇都不扭捏，我还在意那些眼光干什么？自己的媳妇亲亲抱抱举高高，别人管得着吗？有些个大姑娘小媳妇的，在见过萧彻长相之后，一个个的都酸得不行呢，背地里就骂凌晨是个不要脸的狐狸精。凌晨听了也不恼，这是在夸他呢，没错吧？就是夸他长得好看呢。对于凌晨的无耻，咱们的萧大王爷却觉得很有道理。他媳妇就是漂亮，就是勾他魂魄的小妖精，他就是喜欢他这个古灵精怪的样子，又怎么了呢？他惯的，别人管得着吗？萧彻怕凌晨被说的不好意思，偷偷捏了捏他的小手，想侧头去看他，却奈何自己双眼不能视物，只好苦笑。见他这样，凌晨便猜到了，他肯定在想自己眼睛的事情，为了怕他多想，赶紧插科打诨。萧彻哥哥，你长得真好看，哼！萧彻哥哥，你长得真好看，哼！看他害羞的小模样，凌晨咧嘴一笑，偏要撩他。本来萧彻因为这声萧哥哥叫得浑身战栗，这一下腿更是软了，哆嗦了一下，差一点一步摔个跟头。晨儿，你喊我什么？你再喊一声。就跟个青色小苹果似的，把他显得像头老色狼。他上一世连对象都没谈过呢，他也没想到这个男人这么不禁撩啊。他只是前2天路过打谷场，听见麦秸垛后面有人说话，那女生喊的是某某哥哥。刚刚他一时兴起想逗逗萧彻，就学着人家喊声哥哥出来，确实没想到他听了之后反应会这么大。此时凌晨囧得不行啊，哪好意思再喊呢，当即撒腿就跑。好，晨儿，再喊一声可好？看着男子如妖孽般好看的脸庞，这么好看的男人是他心头所喜欢的，更巧了，这个男人也是喜欢他的。切，萧彻哥哥，喊就喊，我自己男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喊都喊了，你怎么没个反应啊？哎，
哎呀，你喊什么喊呢？震得我耳朵疼。对不起，晨儿，我不是故意的。你耳朵没事吧？我看看。这哥，给人家吹吹就好了，要不然你给人家揉揉。他这是被自家媳妇儿给调戏了，敢调戏他，这个小妮子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看他不好好惩罚惩罚他，抱着凌晨闪身进屋去，把人抵在门上，想着就吻上了朝思暮想的红唇。奶奶的，让你没事瞎撩，这下好了吧？还有什么脸出去见人呢？怎么办？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了。怎么办？好想要他，想的都疼了。很鲜的味道，很成功啊！凌晨又把回的包括紫蔻、砂仁、干姜等混合做出13香，也还不错。红烧肉啊，红烧肉，炸酱面的炸酱面，糖醋鱼啊，糖醋鱼，统统到碗里来。他像个宝藏一样，总能在不经意间给他惊喜，见识到不一样的他。这样平淡的日子，有家有他，真好。开饭了。来了。好喝，媳妇手艺就是厉害。那是，你也不看谁做的。小彻，你这2天看到巴克了吗？他不是一般的小兽，不会有事的。等他回来了，就给他压的关笼子里去，叫他没事瞎溜达。正在2阶蜕变的某小兽，冷不丁打了个寒战，害得他差一点就进阶失败了。相公，凌晨每天最开心的日常就是撩自家夫君，一有时间就开车，生活真是美美的。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自家媳妇儿就是个磨人的小妖精。下午的时候，他们2人又一次进了山，没1个时辰的功夫，就弄回来一头200-300斤的大野猪。这眼下他可不缺银子，说他是个小富婆都不为过啊！我的乖乖，500两面额的，还有100两1张的，足足有20多张。你抢劫去了？以后你管家，我的钱等回去了都是你的。他也没推辞，拿着不花不就得了？咱们多做点腊肉，回头过年的时候给相熟的几家都送点。哇塞，赵大军爷，看您这手法熟练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您专业杀猪的呢。屠户就屠户呗，主子高兴就好。一般下水都是不要的，听见凌晨说这东西是要留着吃的。哎呀，你们真不识货！这东西呢，洗干净之后就没味道了，到时候和秦椒一起炒了，那味道简直不要太香啊！想想毛血旺，想想刚锅肥肠，妈呀，想想就受不了啊！小主人呢，您就自求多福吧。女主子穷横的，老仆可惹不起，也救不了您呢。一会儿啊，我去山里转转，看看有什么木材适合熏肉的，砍一些回来。新院子那边有一间小仓库，凌晨打算将那里改造成熏制腊肉的地方。这东西做好了也能卖钱。虽然他现在手里不缺钱了，但萧彻给的钱他还是不想用的。我陪你去。好。哎呦，2个人这是腌肉呢。婶子来了，快进来坐。二丫头啊，忙着呢呀。我跟果儿呢去菜园子里摘了些青菜，家里呀就我们娘俩也吃不完，就给你送点来。呀，谢谢婶子了，咱们家里呀正好缺这个呢。这山里平日露水都重的，要是刚从菜园子里回来，这衣摆上必定会沾着露水的，鞋底呢也一定会有泥土。可他们2个都这样干净，想必是摘了菜之后精心梳妆打扮，换了衣衫鞋袜吧。事出反常必有妖，这母女2个一定有所图。二丫头啊，我听说你家房子快建好了，婶子啊怕你忙不过来，这不你果儿姐姐在家里闲着也没事干，叫她过来帮帮你怎么样？哦，那感情好啊，我正愁忙不过来呢。好香。香吧，快尝尝，味道更好呢。这么好看的男人怎么就不是他的呢？若是成了他的夫君，他也可以这样伺候他的，甚至比他凌晨伺候的更加周到啊。萧大哥，你吃块肉吧。哼，原来这娘儿俩打这个主意啊，真是够了。脏，不必。没什么异味了。啊，尝尝。好吃。
凭什么呀？我这样貌美，他为什么就能视而不见呢？我家的肉他嫌脏，凌晨那个贱人家的他就不嫌弃了。哟，果儿姐姐，你快吃啊，这凉了就不好吃的。这个女人敢觊觎我的男人。凌晨，你做的菜真好吃。我的妈呀，咋跟饿死鬼投胎似的？哦，好吃你就多吃点。凌晨特意的另拿了一个盘子呈给萧彻。听赵青山说过，这家伙有洁癖，尤其是对女人。这个男人虽对人冷淡了些，但这家里条件可不是一般的好啊。如果他能够引起男人的注意，跟他有了首尾，最好是将凌晨取而代之。实在不成，做个妾室他也是愿意的。他也能够呼奴唤婢，一辈子享福了。郑国姐姐，你的秋波他恐怕收不到哦。啊，为什么？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啊。哎，郑国姐姐，你这样看着我的夫君很没礼貌，知道吗？对不起啊，萧公子，我是太震惊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去，我这暴脾气，老娘跟你说话呢，你都不带搭理我的。丫头，这是做了什么好吃的呀？在街上都闻见香味儿了。爷爷，您怎么来了？爷爷，您坐。萧彻还是有些不习惯的，在皇宫啊，他对自己的父皇都没这样客气过。看着昔日缔造无数辉煌战绩的少年王爷，而如今呢，成了自家孙女婿，林大山真的是怎么看怎么喜欢呢。小公子坐吧。爷爷，您怎么还叫上萧公子了？您是长辈，直接叫我名字，或是阿彻都可以。傻孙女有福气喽。那个凌晨妹子，我吃好了就先回去了。郑国姐姐，你慢走啊，我就不送你了。切，都是这死男人红颜祸水的，到处招蜂引蝶，气死我。媳妇，快来吃饭。对呀，快来吃饭。你做的这个乱炖呢，真是太好吃了。爷爷，什么乱炖呢？这是毛血旺好不好？毛血旺就毛血旺，这乱炖还真是美味呀。爷爷，新院子建好之后，我想跟成儿成亲。成亲？那你家里能同意吗？突然间意识到他好像忽略了什么。皇亲国戚的亲事似乎都是要皇室指派的吧？那我小孙女可怎么办呢？爷爷，您这什么话呀？您孙女我这么差劲吗？他还没意识到这个皇权大过天的时代，身份等级的差距是不可能被逾越的。这一点爷爷就不用担心了，我父亲对我的决定一定会同意的，即便阻力再多，我也不会妥协。最不济我就留在这里陪着他一辈子。那成，夏婶啊，我去找族长跟村长商量商量，看这个事情怎么办。简单就可以了。由着他吧，等回去补办婚礼的时候，想简单都简单不了了。怎么就有一种上贼船的感觉呢？爷爷，您看，这是我画的平面图。这2进院子的正房呢，是我特意给您留的。这里面呢有单独的浴室，还有卫生间，您住起来也方便。还有我的房子呢？当然了，到时候啊，您就搬过来跟我一起住。这些都是你自己想的？爷爷，我师父是京城人，他家住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小狐狸又开始忽悠人了。他从小在京城长大的，他怎么就不知道这京城里有这样的房子呢？还师傅呢，他怎么就没见过有谁的武功路数跟自家小媳妇是一样的呢？他的一招一式都干净利落，出手就是杀招啊，毫不犹豫，更像是暗卫的手法训练出来的。就是不知道自家小媳妇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他是越来越好奇了。我去工地看看。林海昨个说呀，今天可能家具就能运到了。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以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好。你后悔还来得及。以前他是自私了，觉得这个女孩很特别，
心里也有些喜欢，就想着将她留在自己身边，可却从未问过她心里是否愿意嫁给一个瞎子。如果一定要嫁人呢，那个人一定就是你啊！嫁人当为萧彻妻。得其如此，吾之幸也。小彻，丫头，家具送来了，你们不过去看看吗？你这丫头也真是心宽，这么大的院子说交给我，你就真的一趟都不来了呀？哎呀，刘叔，您办事我还不放心啊，我去了也帮不上忙啊。这个丫头是想偷懒才是吧？我去，又这家伙招来的。郑果又来找你了。小媳妇这是吃醋了，就说明心里在乎我。哼，什么意思啊这是？别的女人找上门来，这还美上了？他这是也喜欢我的吧？不然为何他笑得这般开心呢？萧大哥，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鞋子，你试试看合不合脚。哎呦我去，我这暴脾气的。你是谁？我的鞋子自有我家娘子给做，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叫我穿你做的鞋子？哎呀，果儿啊，你可千万别多想啊！他现在眼睛瞎了，即便心里喜欢你，肯定不忍心拖累你呀，对不对呀？你没看见他刚才都对你笑了吗？要不是凌晨那丫头在旁边呢，他一准就收下了。闺女，咱不急啊，慢慢来。那我听娘的。光牵着萧彻手就罢了，他还用自己小指甲挠萧彻手掌心呢。看着男人因为羞怯而红透的耳尖儿，自己的丈夫长得这般妖孽，不撩，难道还便宜别人不成吗？这日子没法过了，这小妖精又开始摸人。凌晨性子跳脱，大胆率真的，又毫不在意世俗的眼光，这样的特立独行真是太特别了。我一定要把小媳妇看好了，省得别人瞎惦记。我的天哪，这怕不是将整个远山镇都给搬回来了吧？要我说啊，这林家丫头是有本事，找了个又俊俏又有钱的主呢。哎呀，你们刚刚没见着，我可是看见了，就那男的，这比年画里书生可俊俏多了，长得跟仙人似的。嗨，要我说啊，还是林丫头命好。要我说啊，她这生来该是个狐狸精，那赵婆子现在还关在祠堂里呢。要不是那赵婆子上蹿下跳的，将宁浩一家子赶走了，林家丫头给他爷爷留了院子的。我还听说啊，那里有茅房，屋里还能洗澡呢。这天一冷啊，都不用出门了。哎呀，人家那个叫什么马桶啊，对，就是马桶。这什么马桶的还能放屋里啊？还没味道，这可真神了。此时在院子里看着伙计忙进忙出归置东西的凌晨，大大打了个喷嚏。怎么了？是不是着凉了？我去给你取件大氅来吧。他记得前几日他有吩咐赵青山去山庄里将能用的东西都给搬过来，那里就有一件他惯用的墨壶大氅。我不用，我不冷的。估计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呢。墙里九千墙外道，墙里佳人笑。笑间不闻声尖叫，抚琴却被无情恼。萧彻，这里好漂亮啊。一定很漂亮。哎呀，怎么样啊？你叔就说了你会喜欢的。婶儿，我喜欢，我特别喜欢，谢谢你们了。哎呦，你这死丫头啊，快放开我，我都快被你勒死了。婶儿，我不放，我就是不放。凌晨姐姐撒娇，羞羞脸。喝了这么些日子汤药，萧彻的眼睛还是半点都不见好转。眼看着就快下雪了，大青山就会封山。凌晨想着再去山里看看，有些什么药材之类的，或许能对萧彻有帮助。把军刺握在手里，他也没回家拿枪，就这样只身进山去了。一声虎啸划破山林，凌晨只在几息之间就做好迎战准备，双眼冰冷狠厉，这才是平时执行任务时的凌晨呢。冷静、肃杀、嗜血，人送外号地狱罗刹。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啊，怯懦只会死得更快。
晨儿，怎么回事？为什么心里这般慌乱呢？莫不是晨儿出事？毕竟眼睛看不见，可眼下飞鸟走兽慌乱奔跑着，到处都有声音传来。萧彻从未这样恨过，恨那些害他失明的罪人。如果晨儿出了事，不，晨儿不能出事。他身手那么好，他又不是没杀过老虎，他一定不会出事的，一定不会的。快一点，再快一点！你怎么来了？啊！你受伤了？受哪儿了？啊？伤在背后了，被挠了一刀子，没什么事的。哎呀，这怎么了？这是，丫头，怎么流这么多血呀？婶子，麻烦去请下村长。婶子，您陪我去。他伤在哪里了？我看不见，怕碰疼了他。身上浓烈的血腥气刺痛他的心，他恨自己，他恨不得杀了自己。他看不见，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个废物一样，什么都做不了。婶子，您快给看看他伤哪儿了？丫头，这得多疼啊！妈呀，主子也太可怕了！这副生人勿近的样子，就跟那阎王殿的牛鬼蛇神一样。赵青山把了脉，拿了一瓶止血药交给刘和香。虽然他是军医，但这么重的伤，他也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也只能替人事听天命了。你个婆娘，吼什么吼？没事都被你吼坏了。老哭，给我出去哭去！这个女人真是，没看见主子那嗜血般的眼神了吗？那眼神都多少年没有出现过了，上次出现还得是敌军屠城的时候。哎呀！半夜的时候，凌晨发起高烧，萧彻坐在床边的地上，拉起凌晨的小手，放在唇边，喃喃地说着什么。刘和香跟李婶子都留下来，不断用温水给凌晨擦拭身子，这心里面都做最坏打算了。反而正在昏迷的凌晨，眉眼间皱起一抹疑惑：我去，什么情况？我这是又穿回来了？眼前这幢大厦，不就是他执行任务时爆炸的那一栋吗？巡视一圈，大厦周围到处都是白茫茫的浓雾，大堂里面空荡荡的，还是他出事时那一天的日期。所到之处皆是干净整洁的，只不过就是看不见半个人影。大厦里的灯都亮着，电梯也能够运行自如。凌晨把整栋大楼都走了个遍，一楼门口处的肯德基柜台里面还有很多刚出锅的汉堡、薯条什么的，抓起汉堡就往嘴里塞。整栋大厦就像存在于一个虚幻的空间之内，这里只有他一个人。这什么情况啊？说是穿越回来了吧，又不像。难道这是随身的空间吗？穿越女必备的金手指吗？算了，想不明白，先不想了。不过最让凌晨感到惊喜的是，这大厦的5层到10层居然是家私人医院。他走了一圈，里面各种医疗设备非常齐全，而且都是最先进的仪器。如果能把萧彻也弄进来的话，那他岂不是能给萧彻拍核磁，甚至可以给他做手术了？在他愣神的时候，嘶的一声，后背又传来火辣的疼。跑去医院药房，翻出2瓶0.2%的新洁尔面，又找到双氧水拿在手中，还想在寻找一些药物的时候，意识一晃，人就已经出了空间了。萧彻始终抓着凌晨的手，对于手中凭空出现的东西，萧彻愣住了。凌晨这货直接拿了500毫升双氧水。哎呦我去啊，疼死了！要赶紧在4小时内消毒啊，这万一得了狂犬病，我哭都没地儿哭去。萧彻，这个倒在伤口上。晨儿是你醒了吗？丫头醒了吗？用这个帮他清洗一下伤口，麻烦了。这个东西怎么打开呀？
割开吧。双氧水沾到伤口的瞬间，就冒起密密的白色气泡。哎呀，这东西有毒啊！她是你娘子啊！你怎狠心毒害她呢？为什么呀？哎呀，怎么了呀？哎呀，他给林丫头下毒。婶子，这是药，不是毒。凌晨这下可不愿意了，他家乖乖的夫君，他还没舍得吼呢。药水倒在伤口上，凌晨疼得整个后背都弓起来了，整个人忍不住的颤抖着。哎呀，都说男人有泪不轻弹的，只是未到伤心处。这个男人是在心疼我，都掉眼泪了吗？啊，凌晨呐，你没事系什么山呢？逞什么能打老虎呢？我家这么乖的夫君都掉眼泪了，我这满满的负罪感，什么鬼啊？只能轻轻地挠挠萧彻手心，以示安慰。都这样了，还撩我呢？等他伤好的吧，非要给他一点教训不可，竟让自己受这么重的伤。丫头这是高热了，不知那种白白的药，你自己还有没有啊？在床头柜第2个抽屉木盒。凌晨从盒中取了一盒散裂通，不过赵青山还是给凌晨抓了一些补气养血的药。丫头啊，把药喝了再睡。对你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呀？比黄连水都苦，这老虎没弄死我，我却被药给苦死了。我命怎么这么苦啊？乖，喝了药病才会好。这个男人这么紧张我呢？哎呦丫头，喝下去不要吐出来，这样你的伤才能好，知道吗？想到昨夜迷糊间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大厦，他有些拿不定主意，那究竟是梦还是现实呢？啊，难道说这一切都是真的？那萧彻的眼睛是不是有救了？不对，先不说别的，我是魂魄能过去，还是身体能过去呢？如果只是意识能过去，那顶个屁用！不行，我得试试才行。要怎么才能进去呢？凌晨试着集中精神，脑海里是大厦的样子。一息之后，这下完蛋了，这背后的伤一定又裂开了。妈呀！就让疼痛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晨儿，你没事吧？萧彻也能进来吗？那他的眼睛是不是可以恢复了？哇塞，这伤受的真是太值了！周围陌生的气息令萧彻警觉起来，他能清晰感觉到他们两人现在已经不在原本的屋子里了。虽然新的房子很大，但远没大到空旷的地步。没错，就是空旷。现在的地方给他的感觉就是空旷。我没事，你扶我起来，身体能进来就好了。他现在要去上面的医院去，给自己注射破伤风针跟狂犬疫苗，光滑细腻，就像上等的羊脂白玉一般。该不会地面上铺的都是玉石吧？他虽出身富贵，但也没奢侈到这种地步啊。萧彻，你不必为难，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他知道他娘子一直都有秘密，他怕知道这些秘密以后，凌晨就会离开他。只要凌晨能留在他身边就好了。好，等你眼睛好了，我就告诉你。好。打算坐直梯，他想看一看萧彻这个古代人第一次坐电梯的时候会不会吓得尖叫出声。请原谅他有点恶趣味，可结果就是只有电梯刚上升的时候，萧彻没有防备，有些没站稳以外，接下来就是淡定的跟没事人一样，听到凌晨走来走去的，发出各种各样奇怪的声音，他的内心早已翻江倒海了。别说玉石铺的地板了，他一直在摸索着他身下坐的这把椅子，应该是个椅子吧，但这个椅子居然会旋转，害得他差点都没坐稳呢。他又开始恨自己的眼睛了，他也想好好看一看这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医院的吃食是自助餐形式的，各地的美食应有尽有的，
中的、西的、韩国的、日本的，拿了一大堆。这一开始，萧彻还淡定的吃着，吃到后来就整个不淡定了。什么牛排、龙虾就不用说了，比那宫中御厨做的不知好吃多少倍。连个汤都是他这个堂堂皇子都没吃过的。其实手中杯子里那个叫什么冰可乐的水，一杯接一杯的喝着，直到喝了3杯，才在凌晨的厉声制止中作罢了。萧彻想，这或许就是仙境吧，那他媳妇儿就是来自天上的小仙女啊。我们离开这么久了，空间里的时间是永恒的、静止的。凌晨看着他，有些笨拙的帮他擦脸。对呀，他是贵门的公子，那岂不是要有3妻4妾了？小卓，你的家世非富即贵，对吗？我在家排行第9，我父皇是天启的明惠帝。哦，那就难怪了。就这样？我可是堂堂皇子，怎么有种被嫌弃的感觉？那你之前可有姬妾？皇室中人3妻4妾是最平常。萧彻突然起了想逗弄凌晨的心思。哼，果然呢。怎么回事啊？我会给你治好眼睛的，在那之后你就走吧。让你嘴贱，这下人跑了，肯定是去了那个奇怪的地方。我要怎么找他去解释啊？在他之前连女人的衣角都没碰过呀。要是我的小媳妇再也不回来了，可怎么办啊？半夜的时候，凌晨是突然间出现在床上的，还带着满身浓烈的酒气。他后背上可还带着伤呢。哎，我没事逗他做什么？珊儿，我的好娘子，你看看我，你打我骂我都可以，就是不要再消失不见，我怕。我的夫君只能有我一个女人，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府中别说姬妾，同房都没有半个。珊儿，你是我第一个爱上的女子，除了你没有别人，也不会有别人。你信我，别离开我，好不好？再三确定他真的回到自己身边了，萧彻才感觉到自己又活过来了。哎呀，没事喝什么酒嘛？男人走得很急，就跟后面有狗撵似的。他害怕呀，怕媳妇儿又跑了。他熬个粥啊，都是一会儿跑进屋里确认一下。我没事啦，你吃饭了吗？吃过了。你早上就喝的粥啊？珊儿，你伤还没好，还是别做了。要不我去找刘婶子或李婶来。哎呀，我没事，简单做个饭我还是能做的，而且睡了一觉我已经好多了。那我帮你吧。凌晨打算叫萧彻煮方便面，这个简单呐，再握4个鸡蛋就能保证营养了。想到下午男人跟他说的话，男人对他说他从未碰过女子，还是童子身。凌晨不厚道的笑了，趴在床上一个劲儿捶床板呢，气得萧彻直接进了书房去，任凭凌晨怎么叫都不肯出来。没过一会儿，萧彻还是慢吞吞的回来了，美其名曰是担心凌晨会怕黑。连着1个多星期，只要天一擦黑，2个人就会锁上院门，进入空间里。凌晨给自己输液，在大厦里溜达起来。这是多大的地方啊！还有自家媳妇儿给他穿的这个什么保暖衣，这么薄的衣服却这么暖和，穿在身上还不影响行动。在这栋大楼里面，医院、商场、超市、5星级的宾馆应有尽有的。更让他意外的是，居然在22层的位置找到一家安保公司。我的妈呀，满满一仓库的军火。凌晨发现这空间里的东西，他们即便拿得再多也不会变少，第2天就会恢复原样。这个发现着实让他兴奋了好久。他受伤期间多亏刘和香的照顾，这些天什么保暖衣呀、羽绒服啊、衣服、鞋子、调味料，他前前后后的送了一大堆。萧彻早已经想好说辞，就说这些是海湾蛮子进贡的，从空间中一家烧烤串店后厨的仓库里找到很多现代的无烟炭。凌晨直接搬了出来，都送到刘家，又去给李婶家送了一份。我怎么能接受这么贵重的东西呢？他男人死得早，凌晨送过来的被子、炭火跟吃食，就等于是救他们母子的命啊。又过了半个月，已是深冬了，凌晨的伤已经完全好了，又开始活蹦乱跳了。凌晨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萧彻治眼睛，带着萧彻做了核磁。果然如他所想，脑袋中有一个小小的血块，这个血块的位置根本不在视神经的位置啊，直到来到眼科，萧彻的玻璃体居然是坏的。
像是被什么东西给震碎了一般。他还真有些庆幸呢，脑中的血块不碍事，如果真要开颅，他自己一个人真是有些犯难了。在眼科找了半天，还真找到了人工晶体，只要换上，那萧彻的眼睛应该就能看见了。为了手术安全着想，凌晨与萧彻商量决定就住在这里，但是家里也不好这么些天没人管理呀。凌晨拿着钥匙就去了刘慧娘家里。慧娘姐，我相公有眼疾，你们也都看到了。前2天听说府城里面来了个神医，我想带他去看看。哎呀，这是好事啊！到时候你们呢也能快点成亲不是吗？好事啊！是啊，眼睛好了就成亲。姐，我们这一走估计得10天半个月的，家中房子没有人我也不放心呢，所以这不是来找你了吗？嗨，成。2个人吃完晚饭一起进入空间，凌晨给萧彻做各项身体检查、药物测试、皮试，像他以前在维和战场上枪林弹雨下为战友缝合流出体外的肠子，都可以冷静地完成手术，但在这里却紧张了。别紧张，无论成功与否都不怪你。找死啊你！怎么这么说是不相信我了？笑个屁啊你！闭嘴，我要开始了。光是清理碎裂玻璃体就足足花费2个小时，等到手术完成时已是4个小时之后了。萧彻，怎么了？你都没见过我什么样子吧？万一你见了我觉得我丑，不要我怎么办啊？这不得不说啊，咱们家林大小姐又开始作了。为何会这样想？我眼睛不能视物时，你可嫌弃我？不会啊。那如果我不是皇室贵胄，你可会轻贱我一分？不会啊。如果我不是这副样貌，如果我眼睛不能视物，如果我不是皇帝之子，你可还会爱上我？不会啊。啊，你刚刚问什么了？我走神了。萧彻，你知道吗？其实我喜欢你已经有10年了。青青，过来。慢慢的扩成开怀大笑。你怎么知道的？梦中的红纱帐，红衣少女，原来青青就是你，原来你不是梦。其实不止凌晨，萧彻也做同样的梦。梦里挂满红帐的屋子，缓缓走来的红衣少女，头覆红纱，面容朦胧，清脆如灵儿的声音喊着：“红轩哥哥。”这是萧彻自成年之后一直没有娶亲，也没有任何女人的原因。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在大青山之中见到他第一次就会被他吸引的目光的原因吧。否则我一向不喜接近女子，为何唯独对她产生了兴趣？不禁让人感叹造化奇妙，那些或许是前世的记忆吧。直到第7天迎来萧彻拆线的日子。别急，慢慢来，没关系的。萧彻，你别急，会有办法的。真怕他是因为心里难过，所以更是热情地回应着他。要不就这样把自己给他吧。婶儿，你还是一样漂亮。你眼睛好了对不对？你能看清了对不对？你能看到我了对不对？你个萧彻，你敢吓唬本姑娘？你知不知道我担心死了？你找死是不是啊？我看你还敢不敢了？你说你还敢不敢了？萧彻心疼怀中的女子，想要给她最好的婚礼，在洞房花烛夜再狠狠地要了她，可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就占有她，这样对她不公平。走，带我去看看你的世界，可好？这个臭男人，没事总对我笑，笑就笑的，他都不知道，他那一笑，让人忍不住就想扑倒他吗？真是个祸水。带着他在大厦里仔仔细细逛了好几圈，这下子萧彻才算知道什么是天外有天。越看越心惊的萧彻，莫名的感觉到极度的不安，就像自己一直在梦境中一般。而醒来之后，面前的一切都会消失不见，而他也会不见。晨儿，答应我，这个秘密啊，不可以再让别人知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道理我懂的。现在的我还不够强大，我怕会护你不全。如果别人知道你有这样的宝贝，
将会有无数的人觊觎你，我就害怕。萧彻竟有些后悔了。萧彻，我在。你可想要这个江山？想要。以前父皇授予我时，我是不屑的，但如今我想要那个位置，只有这样，我才有能力护你周全。我知道了，你要这天下，我帮你。一直到3天以后，两个人才出了空间。我的个乖乖呀，真的是要吓死我了。那个惠娘姐啊，我们刚进来啊，你没看见我们而已。哎呀，二丫呀，二妹扶着眼睛真是好了。真的吗？哎呀，有家人在的日子真好。媳妇，你醒了？彻哥哥早。这大早上的，这男人本就有反应，这亲的后果就是凌晨的手臂一整天都是酸酸的。哎呦喂，这他妈的比训练的时候还累啊，累死老娘了。这小妖精又作妖了，昨夜喝醉了，跑到空间里弄了身什么性感内衣，穿在面前晃悠着。天知道他用了多大的毅力，才忍住化身恶狼狠狠扑倒他的冲动。最后实在不行了，点了凌晨的睡穴，才结束了这磨人的夜晚。不过这一晚上，他满脑子都是小媳妇那撩人的模样，闹得他呀根本睡不着，流2次鼻血，冲了3次澡，才挨到天亮。凌晨呐，我们娘俩在你这吃，在你这住的，管口饭就行了，工钱是万万不能要的。哎呀，我的个乖乖呀，那可是庄稼园1年攒的银钱呐，1月1两，1年就是10几两了，我可不能要啊。废什么话呀，让你拿就拿着，你要不愿意的话，那我雇别人去。回头呢，雇来个手脚不干净的，把我家给搬空了。再或者呢，来个心思歹毒的，半夜里呀就把我们俩给宰了。娘，你就答应了吧，小姨的好可怜呢。铁蛋也不想小姨被坏人杀了，铁蛋喜欢小姨。我的妈呀，这个才是演技好吧？我瞬间被秒了有没有啊？最终刘慧娘同意留下来。娘，小姨好香啊。那是小姨香呢，还是肉肉香呢？小姨香。这还差不多啊。来，给你块糖吃，等一会儿吃饭啊。哎呦，那么喜欢小孩子，你跟妹夫2个赶紧生一个呗。就冲你们的长相啊，你们的孩子啊，肯定长得跟金童玉女似的。啊，孩子啊？这个男人到现在还没碰过我呢，是不是有些后悔了？该喜新厌旧的，看我不亲手阉了他。奇怪，也没发现什么呀，难道是我多心了吗？怎么有种被毒蛇盯上的感觉？吃饭了？嘿嘿，来了。快，都洗手，赶紧来吃啊！今天吃大米饭跟红烧肉，还有回锅肉啊！快尝尝，好不好吃？哼，敢说不好吃，你就死定了。他这好歹也是天体战王啊，却被自家媳妇治得死死的。要是被战场上对手看见了，还不知道能吓成什么样子呢。要是说不好吃，你还真能谋杀亲夫不成？意见这么多啊？这吃还堵不上你嘴了？你行你来啊！好，以后我不做了，你来做饭。好啊，娘子不喜欢做，以后为夫做给你吃，又有何妨？哼，反正你家里有下人是吧？这拐着弯的说我做饭不好吃了？当然不是，娘子做出来的东西都好吃，怎么可能不好吃？就有，你就是这个意思。能怎么办？惯着呗，再作也要宠着。媳妇，你凶巴巴的样子真好看。你胡说，谁凶巴巴的了？你才凶巴巴呢，你全家都凶巴巴的。好，我全家都凶巴巴。来，媳妇，吃饭。凌晨最近呢，也是放飞自我了，难得有人惯着，这作的都不知道自己排行老几了。那个妹子啊，妹夫，我吃好了，你们慢吃啊。刘慧娘是看在眼里的，萧彻对任何人都是冷冰冰的，唯独面对凌晨时，那瞬间满意的温柔都快溢出来了。
二丫，听姐的话，你不能总这样啊，仗着人家宠你就这样无法无天的，否则哪天呢，等他不新鲜了，厌弃你了，我看你怎么办？啊，他哪儿宠我了？你说说你呀，平时吃饭的时候呢，你不吃的菜不去夹就是了，可你偏偏还要去夹，夹了之后你又不好好吃，咬了一口丢人家妹夫碗里去了，他都不嫌弃你呢，乐呵呵吃下去了，这还不宠你呀？仗着人家宠你就可劲儿作，等将来人家回京城去了，那小妾通房什么的，再温柔的一哄，到时候哪有你位置啊？哼，他敢找小妾？哎呦，你跟萧彻成亲才多久啊？人家是汉子，就是媳妇儿的天哪，他宠你疼你的，人前人后都给足你面子，那你也应该维护他的脸面才是啊，对吧？我知道了，我改，我立马改。哎，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我只希望你能过得更好。姐，你对我真好，以后你就是我姐了，亲姐。没有姬妾通房，就成儿贤妻一人足矣，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我萧彻欲生命发誓，终其一生只娶成儿一妻，绝不纳妾，有违此事，必遭人神厌弃，不得全尸。相公，相公，你对我太好了，我都爱死你了。浪蹄子，狐妹子，就知道勾引男人，不要脸。凌晨在家养病的时候，我可是10里8村最美的人了，凭什么这个女人一出来就不一样了？这样风光霁月的人就该娶我才是。在男人面前呢，女人就该温柔点儿，娘也是靠着一身温柔似水的媚功，才能够挤走接前一个妻子，成功上位的。表妹，我是你表姐李如意呀。妹，你这样可不好的，大庭广众之下搂搂抱抱的，对萧公子都挤损名声的。哼，这是要当白莲花不成吗？这么重的东西怎好让萧公子一个人搬着？你这样太过分了。哼，他明知道是我夫君，还口口声声萧公子萧公子的。看吧看吧，又是你的烂桃花，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哦，表姐是吧？你还有事吗？我跟我夫君要回去了。哎呦，夫君，人家脚崴了呢。切，小样儿，还敢跟我斗，看我欺负死你。相公，一会儿呢，我想再去一下村长家，你陪我一起去好吗？去做什么？我这不是想着带大家伙赚点钱吗？你看看他们的日子，好歹以后都是你的子民呢，总不能看着他们冻死饿死吧？不许暴露你的身份，不能让自己有危险。哎，知道了，就你啰嗦。其实早在前几日，凌晨就一直寻思这个事情，所以他要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盐作为战略物资，都掌控在朝廷手中。没有朝廷授权，熬盐的事情开春再说吧。临近年关了，这家家户户都喜欢买些甜食。啥？你会做饴糖？那可是金贵的事物啊！我做给您看看，您不就知道了。凌晨一边示范，一边跟众人讲解。萧彻生怕凌晨手酸呢，直接接过他手中的棍子，认真搅拌起来。4小时之后，直到水分蒸发了，糖稀变得粘稠，最后的成品就是麦芽糖了。二丫，这个样子就能做出饴糖了吗？对呀。小姨，好香啊，铁蛋可以尝尝吗？好甜呐，小姨。是啊，当然甜啦，这就是饴糖啊。来，都尝尝，都尝尝。二丫真是福星啊！你能有这样的手艺，还能想着帮着村里人，叫我怎么谢你呀？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年景又不好，农民就是靠天吃饭的。二丫头的制糖厂办起来，村民也能多一项进项，不是？这么耀眼的小女子，是我的。凌晨手里有制糖的技术，那就是一个会下蛋的金鸡呀。可是他呢，却没有私藏，反而无条件拿了出来，这给的人情可就太大了。村长说：“刘叔、刘婶、惠娘姐，我这制糖技术呢，核心技术呢，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人手里。这制糖方法很简单的，一学就会。要是被外人知道了，以后满大街上都是卖糖的，那我们呢就赚不到钱了。你们也知道，我爹娘都去世了，
老宅奶奶和大伯他们又是这样不待见我，就只剩爷爷了。林家二房这一门就剩我自己了，又没有人给我撑腰，所以我需要后盾，我需要村民的支持，我愿意带他们发家致富，治萧彻。那心呐，就跟刀子割了似的。这最早大河村是叫伤兵村的，将来想站在萧彻的身边，就需要有个好名声，足够的势力。那么现在就以大河村为根基，开始他的帝国版图吧。可是二丫呀，这制糖你拿了出来，那你赚的钱不就少了吗？刘叔，村里制糖厂的利润我要2成，您老占1成，刘婶子和惠娘姐各占1成，余下的都归村民吧，可行吗？我倒是无所谓，惠娘占1成也凑合，就是你才2成，会不会太委屈了？这样吧，我1成都不要，都给你。哎呀，二丫，我也不要，我在你这儿有吃有住的，还有月钱，已经够好了。我的1成也不要啊，也给你。对，我们也不能要，这就是家人的感觉。哎呀，就这样定了，你们别推辞了，赚钱法子我还有的，真不止这个挣钱的。这糖的最后工序可是体力活哦。最后呢，要把这个糖稀反复的拉伸，不下千百次，直到变硬了，才会变成饴糖哦。这个嘛，就交给村长叔和萧彻弄吧，我懒。怎么样，这下不粘牙了吧？不粘牙。以前铁蛋1年只能吃1次糖的，现在铁蛋已经吃到好几次了。是啊，百姓生活太苦了。凌晨为了缓解气氛，就拉上赵青山跟他一起算起糖的成本。1斤糯米5文钱，能出7两糖，加上麦芽一起，1斤糖的成本就是8文。镇子里1糖1斤40文。居然有这么高的利润，那这下子村民真的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呀！这制糖的法子可真是会生金蛋的金鸡呀！不对，制糖不是金鸡，能想到这法子的凌晨才是金鸡呀！笑什么笑啊？竟敢笑话我！媳妇真是太可爱了，怎么办？好想亲一口怎么办？这个男人真是太可怕了。赵叔，这大冷天的，您怎么还亲自跑一趟呢？有事您就招呼一声，我去您院里就是了。王天风也继承了他爹的性子，待人温和，又饱读诗书。你先尝尝这个。叔，这还没到年关呢，你买这些个糖做什么呢？老嫂子，快舔舔嘴，这糖我就不带回去了，留给老嫂子吃。王天风的娘是隔壁村马家的人，叫马香草。哎呦，使不得使不得的，这么金贵的东西我们怎么能收呢？不能收，不能收，太贵重了。家里还有很多呢。今天我找天风啊，就是说这个糖的事情。这糖可甜？甜，比镇上的好吃。这糖不是买的，是林家二丫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天风啊，你尝了，这糖比镇子上的还好吃吧？这可是我媳妇儿亲手做的。哼，我都没吃到多少，全便宜旁人了。哼哼，媳妇儿做的糖就是甜，就跟媳妇儿的樱桃小嘴一样甜。他这心里呀，就跟猫爪挠似的，痒痒的。所以堂屋里面坐着3个男人，各怀心事吃糖。这是什么？这可都是糖啊！如果都吃了，那不得齁死啊！直到吃的3个人嗓子齁的都有些沙哑了，才停下来。叔找我来，可是怕保不住这制糖的法子。这个你们放心，在咱们大河村，只要有我在县衙当文书的一天，在这个村子里就会保你们的平安。这话还不是空口白牙信口胡说的。远山镇县令是他亲舅舅，那也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呢。媳妇儿，为夫回来了，可有想我？制糖的事情交给赵青山，凌晨是一点不担心呢，就可着劲儿的跟萧彻腻歪在一起。晚饭时，赵青山带着王天风来了。二丫呀，制糖的事情都办妥了，明天开始咱就能制糖了，赶在年前呀，好多售卖一点。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凌晨，肤若凝脂，领如虬蛴，
齿如护膝，琴手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忽的一下脸就红了，忽然背脊一僵，一抹冷冽的寒气顺着背脊窜进他的四肢百骸，抬眸对上了萧彻冰冷狠厉的目光。那人的眼神充满警告，他才猛地想起来，这个女子是有夫君的。这么美好的女子，竟然已经是他人之妇，我确实不该有这样的心思。凌晨让刘慧娘多添置2副碗筷，让赵青山、王天风留下来一起吃火锅。小娘子。什么小娘子啊？王大哥，你客气了，喊我名字就行。啊，这就对了嘛，吃火锅一定要配碳酸饮料才行的。张嘴接过萧彻夹过来已经蘸过料的肉片，就着萧彻的筷子咬进嘴中。娘，你吃这个丸子可太好吃了。我吃好了先回去了。没错啊，我就是故意的。别以为我看不见王天风眼里的惊艳，同样都是男人，那种眼神我再熟悉不过。有这样潜在危险的人，就要扼杀在萌芽之中。媳妇是我的，是我的，谁也不能抢。叔，你头上都出汗了，别被风一吹背了汗，该生病了。这个帽子您戴上。相公，相公，你看这是什么呀？凌晨。喂，怎么啦？你不喜欢吗？这个小女人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竟然敢给她看别的女人衣着暴露的图片。看来我最近真的是太惯着她了，要好好给她些惩罚才行。喂，你干嘛呀？开个玩笑也不行啊！哎，不行，哎，痒死我了！哎，你快松开！你记住了，我对别的女人没兴趣。既然要给我看，那就看你的好了。说，还敢不敢调皮了？那种阿杂的东西也敢给我看？我看你真是欠收拾了。不行，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饶了我吧。哎，别！一阵异样感传遍全身，凌晨感觉自己身体没有力气了，这整个人呐都变得软绵绵的。凌晨不自觉的一颤，仿佛受到鼓舞一般，又仿佛是开启新世界大门了。萧彻的呼吸都粗重了一些，他何德何能可以拥有这样完美的他呢？不对，这样完美的他也只能是他的。哇塞，人鱼线、马甲线、6块腹肌，再往下。娘子，可还满意？你臭不要脸！这男人跟谁学的？以前还高冷帅酷呢，怎么变成一副花花公子的样子了？痞子德行！还我男神呢！凌晨猛地坐起身时，就感觉腿间有什么热乎乎的涌出来，还隐隐伴着小腹的坠疼。就消失在房间里了。萧彻整个人都懵了，步履蹒跚地向室内浴室走去。乖，去床上躺着，我身上凉，你现在不能着凉。对不起啊，我也没想到会。傻瓜，是我懵浪了，我本想等到新婚之夜的。乖，睡觉。2个月了，属下们肯定都急疯了。要是被敌军知道天启国守护神失踪了，说不准下一刻某个边城就会被贼人围困。凌晨知道他是去联络点了。萧彻哥哥，你在家吗？彻哥哥，这声音挺耳熟的呀。不过萧彻人品我还是信得过的，一般的庸脂俗粉他也看不上啊，就说明了有人想缠上他。哼，想挖我凌晨的墙角，对不起，一律打死。二丫，交给我吧，你回去休息。没事姐，我自己去。这样的事情恐怕以后会一波接着一波的。哎呀，我就说嘛，这男人呢长得太好看了，也是祸水啊。彻哥哥，我是玉儿，你在吗？行了，别看了。我男人呢昨晚累到了，现在还睡着呢。你不要脸！我不要脸？我睡自己男人怎么不要脸了？你娘要脸，别睡你爹啊！你怎么说话的？一看你呀，长了一张狐妹子的脸，天天想炕上的事情，
也不怕把你丈夫掏空了。哟，你还知道他是我夫君呢？那你们这一大早的在我家门口喊我夫君干什么呀？你男人毁了我小姑的清白，怎么不想负责任呐？哼！你是非洲原住民吧？什么非洲啊？我们是下河村的。啊，代沟啊！我说姑娘，这丑呢不是你的错，这个呢得怪你父母。但你跑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哟。嘿，你这个贱蹄子，你说什么呢你？怎么着啊？跑到我家门口来毁我男人清白，还想让我给你留脸面不成吗？哎呦喂，真是没法活了！你给我闭嘴！再敢跟我嚎，信不信我掐死你啊？来，说与我听听，我相公他怎么把你睡了？什么时候睡的？在哪儿睡的？就是昨天呐，我们家小玉来姑姑家串门子，路过大河村的时候呢，摔了一跤，就是你们家男人抱了她呀，毁了我姑娘的清白，就必须娶她做平妻，不然的话，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我让你们都蹲大牢去。我看见了。小春，看见什么了？告诉我们好不好？那天我在河边就看见这个绿裙子的姐姐自己摔倒了，肖哥哥从村长家那边走过来，看都没看这个姐姐，直接就走过去了。这个姐姐还坐在地上，看着远走的肖哥哥一直傻笑，他还对肖哥哥流口水了，口水都掉地上了，可恶心了。哎呦喂，这是有多恨嫁呀？啊！就是啊，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真是丑人多作怪呀！我掐死你！敢惦记我男人，真是嫌命长了。哎呀，闺女啊，闺女你没事吧？你怎么打人呢你？哼，打你都是轻的，赶紧给我滚！就是，赶紧给我滚！你们给我等着！哎呀，林丫头啊，你别往心里去啊，以后有啥事儿呢，你就招呼一声。咱们大河村呐，不能让人欺负了你。哎呀，行了，这事情啊都解决了，这天够冷的，都快赶紧回去吧。这么小的孩子，这是要受多大罪啊？姐，你去帮孩子洗个澡吧，我去给他找件衣服去。婶子，麻烦您去跟这孩子家里人说一声，省得大人着急了。哎，好嘞。婶子，家里有炖好的肉跟饼子，还是热的呢，您端些过去吧，就说我一会儿把小春送回去。哎，好嘞。铁蛋，饿不饿呀？呀，真可爱呀，就跟那年画上的小娃娃一模一样。天哪，这是小妹妹吗？小姨，小妹妹果然都是香香的，要叫小姐姐。小春呐，比你大2岁呢。这个臭小子啊，将来啊，他娘不用发愁了，有花花公子的潜质啊。小春姐姐。来，小春，喝杯热牛奶暖和暖和。小春姐姐，你快喝呀，这个甜牛乳可好喝了，小姨说了，喝了这个才能长高高哦。哎呀，这个满贵呀也是个命苦的，爹娘都是个药罐子，这不一拖啊拖到27了，等2个双亲都没了，才讨了个媳妇儿。小春娘呢生下小春第2年，这满贵呀去石场做苦工赚钱去，结果没去几天呢，就为了救旁人，让石头砸断双腿了。那石场老板呢扔下5两银子就跑了。后来大夫来了，看了2眼，就说啊这腿好不了了，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了。没出半年，小春娘就走了。满贵爬出院子找隔壁人帮忙看看小春，怎么老是哭个不停。这2年了，满贵腿更加严重了，也不知道还能挺多久。就是可怜小春这孩子，满贵要是去了，这孤苦伶仃的可怎么活呀？这也能住人吗？比我刚穿越来时住的草屋还要破呢。满贵哥在吗？如果留男人在这里的话，今夜过后男人或许就不在了。小春，你去喊些伯伯过来，咱们把你爹
搬到小姨家去，小姨能帮你治你爹爹的病。知道了。他就说嘛，这么美的小姨就是神仙呢，是来救他们的。大家都是可怜这父女俩，但如今谁家也不好过，只能从牙缝里面省点粮食，一顿半顿的接济一下。一起来的叔伯们帮忙把林板贵好好洗个澡，足足换3盆洗澡水，才勉强的把人给洗干净。测试体温，果然已将近40度了。先打1剂退烧药，采点止血，闪身进了空间去化验。有些细菌感染，还有风寒，又立马给男人挂上吊瓶，看了看男人的腿，断掉的地方已经愈合了，但愈合的不好，骨头都错位了。这种情况下就只能碎骨重接了。萧彻还是没有回来，他有些坐不住了。这一幕看得萧彻心头一暖，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还是会令他心疼不已。那么娇小的人儿，在这漫天飞舞的大雪里等待自己。怎么不在家里待着，跑这儿来干什么？也不知道多穿点儿，冷傻了不成？呵呵，我想你了呗。哎，云姨，你看见没？你看见没？那真是咱们家王爷吗？我们眼花吧啊！我看到了什么呀？看到了什么？这个世界是玄幻了吗？主子竟然抱了个女子！哎，我话还没说完呢，你等等我呀！这么冷的天，也不知道多穿一些。帽子呢？帽子也不戴。你看看头发都湿了，一会儿仔细风寒了，看你怎么办。小样，姐还治不了你吗？真甜。进来吧。属下云衣参见王爷，参见林姑娘。这是我吩咐的，在这里叫你林姑娘，毕竟叫王妃会给你带来麻烦。林姑娘很好啊，就叫姑娘，千万别叫王妃啊，我怕会笑的。再说了，谁答应嫁给你了？凌晨，干嘛？嫌你声音大啊？切，姐是冷，才不是怕你呢。不嫁给我，你想嫁给谁？你说，你想嫁给谁？我杀了他！哎呀，糟了，满贵哥，我怎么给忘了？满贵哥是谁？哼，我才走了1天呢，这就有人勾搭小媳妇来了，当我是死的呢？很好，好得很。喂，瞎想什么呢你？满贵哥是小春的爹爹啊，真是够了，什么醋都要吃。哼，不过这心里有点甜，怎么回事啊？有孩子了吧？云衣始终低着头，云儿却是看个满眼。这还是我们家英明神武的王爷吗？喏，这个就是小春爹爹，已经退烧了，可人还是没有清醒过来，今天晚上需要人照顾。云衣，是，属下照顾。啊，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吗？难道说是传说中的暗卫？他们是暗卫吗？是燕云12位中的云卫。燕云卫中的云卫，那也就是说还有燕卫的？我的娘子啊，就是聪明。燕云12位中总共24人，燕卫是2人，云卫是2人，燕卫是侍卫，云卫是暗卫。你可以有忠心不二的下属，给我30人，男的20，女的10个，最好是有些功夫底子的。好。啊，这么快就答应了啊？你都不问问我要这么多人做什么？整个战王府都是你的，我也是你的，想要什么都随你。就这样？怎么感觉一瞬间战王府换了个主子了？唉，王爷呀，您是几辈子没见过媳妇儿吗？怎么就这么没有下限的感觉呢？啊，刚找了个媳妇儿，就把自己连带着战王府的一切打包送人了，这是？哎呀，云儿心里苦啊。然而他的吐槽在吃过凌晨一顿火锅之后瞬间烟消云散了，因为太好吃了，比宫中御厨的手艺还要好呢。尤其是这个什么冰镇啤酒，也太好喝了吧！这一个不留神呢，咱们的云儿大侍卫就吃撑了。没眼看呐，没眼看，太丢人了。哎，你的手下都不给人家吃饱吗？
刘叔，这么晚您怎么过来了？吃饭没有啊？我给您盛饭去。吃过了。我这不听你婶子说，你把满贵妇女接到家里来了，我就过来看看。也是幸亏你把人接来了。哎，这不，雪刚下了半日，满贵家的房子就被压塌了。哎呀，想想都后怕呀。太幸运了，要不然呢，这父女两个还不得被压死了。这是什么味道啊？咋这么难闻呢？哦，这是大夫给满贵哥开的药，相公的属下熬着呢。没想到云姨还是位大夫，看来啊，云卫的每个人都应该会一项技艺吧。改天他呀要去问问云儿，看这货都会些什么。我去看看去。小春呢？不行我就带走，让你婶子管着。哎，刘叔，不用了，小春跟铁蛋呢玩的可好了，睡觉呢就跟着惠娘姐姐，您就放心好了。他倒是一时啊，把刘惠娘母子两个也住着的事情给忘了。刘敬忠转身去了厢房。哎呀，好了，闻着香味儿，凌晨忍不住咽口水。这个时代没有红薯这种东西，这是凌晨从空间里拿出来的，可能是蹲的时间久了，脚有些麻了。哦，完了。谢谢相公。走，咱们吃好吃的去。云云儿，你们那份呢，我放灶台上了，你们自己去拿吧。剥了皮就可以吃了。以前萧彻在王府生活的时候，身边都是保护他的暗卫和侍卫，那时候他还不觉得有什么，毕竟已经习惯了。可如今呢，跟凌晨生活在一起，这身边再跟这么多人，他就有些不习惯了。凌晨平时呢，爱穿那些个什么睡裙呐，又露胳膊又露腿的，这万一被人看见了，多吃亏呀！凌晨也不许他们半夜蹲房顶，这都什么臭毛病啊！不拿人当人看，所以云姨跟云儿就一起去了李满贵的厢房。这个好甜啊！云姨，你快来尝尝，我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你快尝尝呀！太丢脸了吧！我就说嘛，玲珑郡主那么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怎么王爷不要，非喜欢上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小娘子啊？原来就是因为她做的东西好吃啊！不许背后议论主子。嘿嘿，知道了啊。哎呦，她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小娘子，这个女人的身上，我为何感觉不到半点的内力呢？是刻意的隐藏的吗？那她接近王爷究竟是为了什么？是敌是友？可是这林姑娘的眼神很真诚，又不像是藏奸的人。她是会医术的吗？而且还是我从未见过的医术。我一定得好好观察观察。相对于云姨的谨慎，云儿就是个马大哈呀。她只知道凌晨做饭好吃。娘子，过了年我就要回京了。她一早就知道萧彻终有一天会离开这里的。我知道了，我没事的，你走你的，我能照顾好自己的，你放心。萧彻，带你进空间里去，带你看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你好像从没问过我是谁吧？怎么突然这么说？是因为我说要走，你也要走了吗？你要回你的世界去了吗？晨儿，我知道你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什么二丫，你所拥有的东西啊，甚至不是这个世界可以拥有的。但只要你不说，我就不会问。凌晨越听越离谱了，什么天上仙女地上妖怪全都出来了。哇塞，你不去写小说，这是对不起广大读者，你可真能编。晨儿，我不问是怕知道你的身份后你就会离我而去，没有你独留我一个在这世间漂泊，我会活不下去的。所以你的身份我不问，你也别离开我，好不好？萧彻，我确实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我来自几千年以后，可是不是你们这个时空的以后。你的这个朝代在我们那个世界的历史中是没有的。我的名字叫凌晨，我是一名军人，隶属于特战部队。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整栋大厦发生爆炸了，我没跑出来，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在大青山了。你说吧，还想知道什么？过了今天我可就不说了。那你会不会又突然回去你的世界，就像你突然过来一样？那这个可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其实到今天为止，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我也不明白。难道说是为了遇见萧彻吗？然后跟他谈场恋爱？这也太扯了吧。况且穿越这事儿太离奇了，后世更是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记录啊。
大概是回不去了吧？穿越之门又不是专门为我开设的，还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玩呢吧？不会不会。忽然感到有些无力，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即使他贵为王爷，又是天启的战神，在凌晨的事情上面，他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咱们天启的钦天监太监是个博学多才的人，等我回了京城就去找他，询问一下在你归属的事情上他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给你做个法事镇镇魂什么的。去你的吧，我又不是妖怪，又不是鬼，我镇什么魂呢？就在凌晨陷入梦境之时，依稀听见萧彻说，不管什么方法我都要试，只要能留住你，留你在我的身边，上琼碧落下黄泉都只能在一起。为了你，再虚无缥缈的事情我都要去尝试。天亮的时候，凌晨才知道什么叫不作死就不会死了。今天居然感冒发起烧了。惠娘给你煮了馄饨，我吹了很久，已经不烫了。你是起来吃，还是我喂你？哎呀，没事儿，我自己能吃的，哪那么娇气了？好吃。好吃你就多吃点。萧彻哥哥，你吃了没啊？我不饿呢，你吃你的，你先吃。要不要尝一尝啊？这个云吞很鲜美的。这算不算是间接接吻了呢？王爷呀，您的洁癖呢？别说跟人同吃同一碗食物了，就是跟人同一张桌子吃饭，您都是嫌弃的好吧？至今为止，当今圣上想跟您吃一顿饭都被您嫌弃呢。都到，林姑娘的药好了，端进来吧。药？什么药啊？咦，我去，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人喝的吗？啊，拿走拿走，我自己有药，我才不喝这些呢。我这是被林姑娘嫌弃了，这也没办法呀，药就是苦的，怎么可能会好喝呢？过来，你们俩过来啊，姐姐这里呀有好喝的药哦。这是在变戏法吗？就这么一会儿就好了。闻起来是药没错。嘿嘿嘿嘿，好喝。姑娘，还有吗？喂，这是药，是药，是药，好不好啊？真是的，哪有药抢着喝的？这个云儿哪像个安慰呀？明明就是个逗逼加吃货嘛。不过长得这么可爱，这甩后世明星好几条街呢。这货真的是你的安慰？云姑娘，你这个真的是药吗？说属下愚笨，就是一点成分也没品尝出来呀。这药一定很昂贵吧？且不说军队了，就是普通百姓也是一样的。一副汤药动辄就是1两银钱，都够一个简单家庭1年的吃用了。一盒大概25个铜板吧，一个鸡蛋1个铜板，相当于是1个铜板等于4毛。那一盒冲剂10块钱，合起来就是25个铜板，也就是1斤精米的价格了。他的大厦里面药房就有5、6家，成药仓库更是数不胜数了。这以后呢，我会开连锁药房，开遍天启国每座城池，让天启百姓呢都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可好吗？云逸撕开一小袋，仔细闻着气味，盒上的字跟他认识的字很不一样，有些能看懂，有些就看不懂。而且这药的盒子应该是纸质的吧？只是宣纸可以这么硬实的吗？画工这般精美，如果凌晨的药便宜又方便，这还真是天启国万民的福气了。这么风华绝代的小仙女，大概是自己烧了几生几世的高香，才换来了与他今世的相识相知吧。哎呀妈呀，一言不合就开吻什么的最讨厌了。王爷自己抱得美人归了，也为我们这些单身的想想啊，好吗？怎么办呀？我也好想跟小媳妇亲亲抱抱去高高。一闻到天荒啊，直到凌晨实在有些喘不过气来，萧彻才依依不舍放开他。结果当凌晨眨着有些迷离的眼神娇嗔地瞪向他的时候，那看在萧彻眼里就是赤裸的诱惑呀。萧彻身体上的变化与他紧紧相拥的凌晨又岂会不知呢？凌晨震得窗棂颤抖，房檐上的雪都扑簌扑簌地往下掉呢。凌晨听到后一惊啊，我的妈呀，这也太可怕了吧，赶紧跑吧，这要是被抓回去还能有我好吗？
就这样干坐着，怕是不能消活了。没办法，咱们的萧大王爷只能蹒跚着步子挪去浴室，继续冲冷水去了。哎呦，咱们天启的战神啊，你醒醒呐！毁的这个彻底呀！哎呦，哼，算你小子跑得快呀！不好意思啊，我刚刚在想事情呢，走神了。惠娘姐，没接到手吧？哎呦，没接到手呢，就是你这一惊一乍的，吓了我一跳。二丫，可是有心事吗？我刚刚是在想着，村里孩子没书念，一辈子土里刨食的，我就想着在村子里面办个学堂，学得好的，将来呢可以考进士、考状元，再不济学点知识，也能让孩子们明事理，长眼界不是？哎呀，二丫，这可真是个好事啊！就是这先生，姐，村子里不是有个王文书吗？正好我要去制糖厂呢。哎，那我现在就去吧。哎呀，这丫头一阵风似的。村长说，王大哥都忙着呢。二丫来了，咱们的成品出来了，你快尝尝，还有啥欠缺的不啊？又脆又甜的，好吃。村长说，我又想到3个新的糖方子，你安排人去炒些芝麻、花生跟瓜子来，种类多一点，选择也多一点嘛。成，那有多少？1样1斤吧，咱们可以先做着试试。王大哥，我有事情找你。有话等会儿再说吧，先把水喝了，这个糖吃了齁嗓子。哎，我正口渴呢，谢谢你，王大哥。现在可以说了。王大哥，是这样的，我想着在咱们村子里面办个学堂。凌晨，你可真是这个村子里的福星啊，不仅带来了糖方子，还能想到给村里的孩子办学堂。这样女子太过耀眼了，就像天上太阳一般，能带给人们光明与温暖。娘子不光是大河村的福星，也是我的福星。萧彻哥哥，你来啦？我不来，你都不知道该吃午饭了吗？切，这个男人小气巴拉的。萧彻也来了呀。赵村长，这丫头这刚来了多久啊？你小子就追来了，看着黏糊的。是啊，他已经有相公了，我早就不该瞎想了，不是吗？入口是麦芽糖的甘甜，后味是炒花生的焦香。啊，尝尝。味道怎么样？好吃，又酥脆又香甜，就连他这个不爱吃甜食的人呢，都觉得好吃。那我们也尝一尝吧。吃糖啊，吃糖。真是又脆又甜，好吃。没想到这炒熟的花生还能做成糖呢，而且居然还这么好吃。又将瓜子仁和熟芝麻制成各种酥糖，都纷纷的给出肯定以及最高的评价。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他们就可以了。回去吃饭。去吧去吧，这边有我们呢。那行吧，那我先回去了。村长说有什么事情您去我家找我。成，有事我一定去找你。这小妮子可真聪明啊，这是给我找了个好理由可以进出她与主子的院子呢。怎么啦？小姨，爹爹醒过来了。走，我们去看看。哎，使不得使不得，你腿上有伤的，这是做什么？先去吃饭吧。王爷，认识我？王爷，属下参见王爷。起来吧。你是什么人？属下是王爷军下前锋营百夫长。前锋营的百夫长，怎么混成如此模样？前锋营的百夫长，怎么混成如此模样？他的前锋营将士，每一个都是百里挑一，甚至是万里挑一的，拉出去一个个的都能独当一面，怎么如今混成这副样子？太丢人了！王爷恕罪，小人有罪，愧对了王爷的厚爱，给咱们翟家军抹黑了，请王爷治罪。起来，好男儿怎么可以哭哭啼啼的？有话说话，别跟个娘们似的，像什么话？啊，娘们怎么了？这是瞧不起女人。嘿，这毛病可不能惯呢。来啊，看不起女人是吧？今天老娘就好好教育教育你啊！王爷，这无妨，
陈儿之前说过，他是什么特种部队的军人，没想到女子还能从军。他有些好奇凌晨的身手究竟是怎么样的。她可是亲手杀死一只猛虎的女人。不会吧？这林姑娘不仅医术了得，身手居然这么好啊！左右腿轮换交替着攻向云儿，出腿的同时，双拳依旧攻势凌厉，拳脚配合的天衣无缝。在前世的时候，凌晨的速度在部队里面就是出了名的，拳脚一时如雨点般落下，让云儿有些应接不暇了。但他毕竟是从小接受过严酷训练的暗卫，很快做出了反应。别看云儿平时大大咧咧的，但认真起来是很可怕的。毕竟在云卫里排行第2，掌风猛烈，并夹杂着雄厚的内力。凌晨眼中戏谑的光芒尽数褪去，开始认真对待起这场跨越几千年的古代功夫与现代功夫之间的比拼，比之前更快了几分。这速度也太快了！就连萧彻也有些惊呆了，这招式诡异至极，速度极快。试问抛去内力和轻功，仅凭招式，他或许都能在凌晨手上讨到便宜。哇吼吼，这么漂亮的身手，我也想学怎么办？这是他的小媳妇，可真好。这是他的小媳妇，可真好。哼，差点伤到小媳妇儿。你小子给我等着，一会儿爷再来收拾你。喂，还能不能友好的玩耍了？受伤的可是我是我好不好？哼，都是坏人，都欺负我。李满贵的腿是被砸断的，身体内的骨头到底碎成什么样子，凌晨需要借助仪器才能够判断的。只是原本的断口已经愈合了，想要重新接骨，就需要把最先的断骨处再打断一次，毫无隐瞒的通通告诉李满贵，让他自己做选择。凌晨就想着这2天把手术给做了，等来年开春了，他的腿估计就好差不多了。小的感谢王妃娘娘的救命之恩，小的无以为报，必当终身誓死追随王爷。王妃有无二心？在得知云衣最新医术的时候，他就想着把这个云衣培养成助手。凌晨决定带云衣去空间里，家里的环境达不到吴军的要求，是不可以做手术的，以后建个手术室。第2天一早，凌晨给李满贵打了1针麻醉，被凌晨带着进入空间了。他生平第一次恨自己为何只剩1双眼睛，这么多新奇的事物他都看不够怎么办呢？这绝对是仙女啊！我现在一定是在天宫之上。这是天上的仙女下凡到我家王爷的身边了，这是。做好4个人的消毒工作，又指导萧彻和云衣换好吴军衣，先照了 CT 确定骨伤的情况。这张黑黑的照片又让云衣爱不释手了，这是透视眼呢。云衣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开始吧。哼，等你好了再找你算账，看把我媳妇累的。我免了。云衣，这里的事，王爷请放心，这里的事情，云衣绝不向外人吐露一字，有违此事，属下必将万劫不复。王妃是仙女的事情，绝不能让外人知道啊。云衣在燕云12位里面是最擅长医术的，他也自认为医术是自己所长，但自打今天见识过王妃的医术之后，他突然变得迷茫起来。王爷，云衣有一事请王爷恩准。王爷这是震怒了吧？是啊，战王府培养我这么多年，我却想留在别人的身边，确实愧对了王爷的厚爱。这些医书是给你的，以后云卫12位就跟着王妃，王妃就是你们唯一的主子。记住，日后王妃少了一根毫毛，你们就都不用活着了。王爷，我没听错吧？不必说了，你自小就醉心医术，能陪在王妃身边学习她的岐黄之术，是你的造化，也是你的福气。王爷，有些话他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晨儿，不是敌国之人。是啊，这么好的王妃，他怎么可以怀疑王妃的身份呢？王爷，王妃是仙女吧？属下能在王妃手下学习医术，真是属下这一生最幸运的事了。何止是你一生最幸运的事，能遇见她，本王又何尝不是？王爷，自打萧彻生母仙逝之后，他很少这样笑过了。可自打遇见凌晨之后，他的脸上终于又出现笑容了，那如今才算是活过来了。王爷，属下们一定保护好王妃，绝不让她生一根毫毛。燕云12位都是自小挑选出来的人选，萧彻待他们始终跟兄弟一般。我给你带了些吃食，你自己去拿过来吧。
传人说李满贵还需要2个时辰才会醒。小媳妇所生活的时代到底是如何的样子？竟是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制糖厂运作很顺利，因为他们的饴糖价格便宜，味道也好，每天都能卖出去300-400斤。李满贵的腿也在术后慢慢的康复起来。云儿每天缠着凌晨学习武功跟美食，云一则是每天抱着医书看得不亦乐乎。前几天云3和云4也到大河村了，云威已经陆陆续续的从全国各地向大河村聚拢着。云3擅长机关术数，凌晨在空间中找了弹簧和橡胶轮胎，合计改造一辆马车。毕竟萧彻回京路途遥远，萧彻遇刺的事情现如今满京城都知道了。皇帝震怒，下令全国寻找。萧彻此次回京必定是暗杀不断，凶险万分的，所以这也是他不带凌晨一起回去的原因呢。其实啊，这也是凌晨自己的意思。她如今就是个农家女，没有背景，没有根基。别说萧彻的父皇会不会同意萧彻娶她，就是同意了婚事，凌晨也不想当个米虫啊。如若哪天萧彻不爱自己了，他也有能力自己离开。不知不觉间已到了腊月21，大家决定22一起到镇上大采购一番。马车改造很成功，凌晨感觉到一点都不颠。晨儿，还会难受吗？难受的话，咱们找个客栈休息一会儿。还一个劲儿的命令驾车的云3再慢一点。主子，这车慢的都没走路的快了。这来来去去的村民都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赶车的他，最后还是凌晨看不下去了，让云3将车子赶快一点。王爷的眼神好可怕呀！媳妇，回去的时候我带你骑马，虽然有些冷，但比坐车要好得多了。哎呦，二丫，怎么吐了？要不是知道这俩人还没圆房呢，刘慧娘都要以为啊凌晨是怀了身子的。没事儿，我就是车晃得厉害，吐完就好了。我没事的，咱们快走吧，买东西去。二丫，你真没事啊？不舒服你就说，别藏着掖着啊。我真没事婶儿。慧娘姐，马车就停在这里吧，你们去买东西，相公陪我就好了。等晌午呢，我们大家到天香楼去一起吃饭。天香楼也是萧彻名下产业之一，已经开遍全国大大小小城镇了。婶儿，不冷的话，我陪你走走吧。好啊，那就慢慢溜达溜达，反正也不赶时间。婶儿，这边的产业我也不是很熟悉，年后管家就会过来，到时候让他们一一介绍给你。我知道了，我会多想些法子，多给你赚点钱的。哎，别闹，他亲上呢。那回家再亲。姑姑，看他们在一起就很幸福呢。是啊，这萧彻平日看起来对旁人呐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但对二丫真是没话说啊。就是侯门大户啊，免不了妻妾成群的。二丫的今后，嗨，萧彻身边的护卫一个赛一个的精神，一看呐都是有功夫在身的，能养得起这么多护卫，想必不是一般的富贵啊。都说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娘家是路人了。这侯门大府的后院，那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啊，他有些不放心了。姑姑，萧彻与二丫在一起啊，那是缘分，你也别多想了。二丫不是个凡人，她能应付的。是啊，别过去打扰他们了，咱们逛咱们的。彻哥哥，彻哥哥，玉儿可算见到你了。姑娘请自重，你我素不相识，不要乱叫。哎呦喂，我还当我父亲是有个妹妹呢，感情不是啊，原来是熟人呢。娘子，我不认识他。夫君，我怎会不相信你呢？你瞧你这脸颊上啊沾了灰呢，我给你擦擦。小媳妇这是故意的，是吃醋了吗？放着我这么好的女人不要，偏要这个狐狸精。狐狸精勾引我的彻哥哥，我要撕了你！女人的战争，男人插什么脚啊？一边玩去。哎呀，小玉啊，你没事吧？谁这么大？好嘛，难怪刘小玉见男人迈不动步，原来根儿在这里呀。我的男人就只能跟我在一起，听见了没啊？此生只你一人，滚！还不给我走！
还嫌不够丢人吗？再敢多说一个字，我就把你嫁到罗官夫家去。闺女啊，被这老婆子带坏了，还没出阁呢，就闹出这样的笑话来。媳妇眼光就是好，这镇子上我就一家首饰铺子，就被媳妇给点到了。哎，二位客官，您里面请，本店今天有新货到，您二位真是来巧了。嘿嘿，二位客人，可是从主街上过来，这几天人多，有些挤，要不然您二位在本店歇歇脚，小的呢去倒2杯热茶，您二位这边坐着歇会儿，等人群散一散，您二位再出去。不买东西也行啊。这家店呢管理很不错，伙计待人接物都很恭敬，想必老板也是个谦和的人呢。只是林长还不知道呢，这家店是他自家的店呢，定下这些规矩的就是云12。这位夫人看您说的，您二位进了店门呢就是缘分，歇歇脚喝喝茶，来，您二位先坐着，小的去给您二位沏个茶去。晨儿，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你要买给我吗？小娘子可真是好福气啊，有夫君这样宠着。来，我来给您介绍，就算没有看上的也没关系，就当解解腻了。我们这儿的首饰那可是咱们远山镇最好的，咱们珍宝阁呀，那可是开遍了天启的老字号，绝对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要是要半点的虚假，咱也开不了那么多店，您说是吧？把你们店里最好的头面拿出来。萧彻就知道这些都是送给别人的，没有一样是小媳妇自己的。既然她不挑，那她就来挑吧。小娘子可是不喜欢钗子之类的，那可要看些镯子、链子之类的。我们这里呀，种类齐全，手镯啊、手串、耳坠子都有的。老板娘，小相公想看头面。哎呦，小娘子好福气呀，夫君这般疼你。这3套头面呢，是咱们店里今天刚到的，您是第一个见到的。但就在凌晨没什么兴趣的时候，却被盒子里的一套紫宝石头面吸引住目光。喜欢？喜欢。这套首饰真的很好看，比他之前去故宫看的那些个首饰要好看多了。天哪，这是天上神仙吧？怎么会有笑得如此好看的人呢？都包起来吧。哎，好嘞。哎呀，傅贤的男人真是太帅了。嘿嘿，二位客官，要是再想逛逛东西啊，您就放店里，等一会儿您回来的时候再取也行。送车上去吧，我们的马车停在后巷那边，你把东西交给一个叫云一的就可以了。得夫如此，夫复何求啊？小二哥，有没有包间啊？小二哥，有没有包间啊？哎呀，客官，楼上清静点，还有雅座呢，小的带您二位上去看看。可还有包间吗？客官，这年节将至了，今天的包间都订出去了。您看，哎呦，去3楼的天字间。那3楼的天字房可是给皇亲国戚备着的，而且知道天香楼备有天字房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啊。小媳妇真是怎么样都可爱呢。王爷，奴才给王爷请安，王爷吉祥。起来吧。是。见过本王。启禀王爷，前段时间王爷下落不明，12爷命人制了1000张王爷的画像，每个分店掌柜都得到了1张，故才能认得了王爷。先下去吧，一会儿备桌宴席，菜色你看着准备，无需太过华丽，备些女人与孩子喜爱的吃食，再交代下去。一会儿有2位妇人牵着2个孩童找萧公子或者林姑娘的，就直接带上来。是，奴才明白了。遇见你的眉眼如清风月，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顾盼流连如时光搁浅，是重逢一如初见，缠绵缱绻有你的思念，
温暖在我掌心漫谁忘了时间，一本青涩，一本纯真。书着就算花只为你千花只为看到仿佛天地都失去了颜色，这世间只剩下他与凌晨二人。凌晨究竟还有多少惊喜在等待他发掘呢？喂，你不请自来偷听我弹琴，真是没礼貌的登徒子啊！二位，行展失礼了，未经允许就擅入包间，我只是听到姑娘琴声，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竟走了进来。哎呀，失礼了，实在是失礼了。原来是个书呆子音痴啊，想来他也不是故意的。算了吧，反正我也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原谅他吧。书呆子，下一次记得敲门呢，不然容易被打哦。哼，别的男人看有什么用啊？小媳妇可是我的，是我的。他是邢家的大公子邢展。啊，你们认识啊？邢家是百年世家，邢家的先祖是跟萧家一起夺天下的，后来萧家掌管天下，邢家却退了朝堂经商去了。哦，原来这样啊。那邢家的先祖倒是挺聪明的，懂得取舍。最是无情帝王家，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哼，他们什么干不出来啊？不许妄议先祖。我去，这货不就是萧家的人吗？凌晨，你是不是傻啊？当人家子孙的面说人家老祖宗，这不是找打吗？那个他那个腿怎么回事啊？哎呀，长得好看就是犯规啊！连葛优他都这么好看，你帅你有理啊！这么关心他？喂，我才见他一回好吗？话都没说两句，我关心他做什么？身为一名医生，他腿瘸了，我好奇罢了。你爱说不说，不说拉倒。小气，乱吃飞醋。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小时候还是很正常的，突然就听说他瘸了，有说他中毒的，也有说他遇刺受伤的。后来他就再也不出门了，听说一直养在庄子里。具体什么原因，只能做检查才能判断了。如果你能治好他，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毕竟邢家经商数百年，你想要创建自己的势力，跟邢家打好关系，确实会事半功倍。你是风，我是沙。哎呀，别站着了，进来坐啊！四个门神，仿佛是忘记了，刚刚自己进来的时候，也是一副土鳖进城的即视感呢。三个女人坐在桌边，说说笑笑的吃着点心，而两个孩子在一边玩他们的。萧彻在窗边捧着本鬼谷子看得入神呢。人都到齐了，掌柜的就开始张罗上菜了。起先于一他们说什么也不肯跟萧彻与凌晨同桌而食的，但架不住凌晨发了脾气，萧彻又下了命令，他们也就服从命令的听从指挥了。王妃曾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爷听过以后竟没有反驳，而是淡定的点下头。王爷已经渐渐的向弃奴道路发展了，且一去不回头。哎，你说我把酱油跟味精卖给天香楼怎么样啊？或者谈个合作？我是不是应该找他们老板谈一谈呢？噗！大老板，在您眼前坐着的这个不就是吗？呵呵，不用谈，以后你的调料都给天香楼，
然后天香楼都归你，可好？啊？这天香楼是修车产业啊，那就更没问题了，自家买卖没得说啊。不许打空姐的主意，你的安全最重要。味精倒是不难，就是这酱油吧，我做的还有2个月才能成功呢。不急，我走后，你有的是时间做这些，正好找些事情做，也不至于无聊。媳妇，等我，最多半载，我十里红妆来娶你可好？嗯，这个男人是在向我求婚吗？是吗？那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等你半年，若是半年后你不来娶我，我就……你就如何？萧彻还以为凌晨要说呢，半年以后他不来，他会改嫁他人，我就去京城找你啊。你不来娶我呢，我便去京城嫁你。反正啊，你别想甩掉我，你若是敢变心了，我就杀了你。师父，一帮没见过世面的家伙，王妃那可是徒手击杀猛虎的人呢，少见多怪的。王妃的眼神简直太可怕了，那种狠厉嗜血的目光，只有在濒死的困兽眼中才会闪现。小媳妇怎么会这么可爱呢？怎么办？好想将人搂在怀里，好好亲亲呢。我的妈呀，王妃娘娘也太可怕了呀！王爷呀，您自己保重吧。看吧看吧，自家小媳妇啊，就是稀罕她，稀罕的紧呢。你是我是沙。走啊！23糖瓜年，24扫房子，25冻豆腐，26去买肉，27宰公鸡，28面饭，29蒸馒头，30晚上熬酒，初1、初2别走。腊月26的时候，刘敬忠家的刘明堂也从县里回到大河村过年了。越是年节越忙，本来是计划初2才轮休的，但架不住他想回来见凌晨呢。这是怎么回事？晨儿去哪儿了？之前的时候，镇上接二连三的发生好几起凶杀案，他们追查到了一些嫌疑犯的线索，所以他们几个捕快循着踪迹一路追呀，一直追到南方去，才将人抓获，押解回远山镇。谁知这一走就是足足2个月，直到昨天才刚回到镇上。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娘，我回来了，你们看见晨儿没有？她怎么没在家？哎呀，我儿回来了，哎，快让娘看看。听说儿子是追杀人犯去了，他吓得有整夜睡不好觉。如今自家儿子可算是毫发无伤的回来了。娘，你先别看了，我刚刚去晨儿家，他家怎么看上去好像是很久都没有人住了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他去哪儿了？哎呀，我怎么忘了这茬了？莫非晨儿出事了？娘，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呀！哎呦啊，疼儿子，快松开娘！你个混小子，还不赶快放手！媳妇儿没事吧？来，我看看。好嘛，这媳妇儿我自己疼都疼不过来呢，如今倒好，叫这臭小子给捏个手印出来。这娘，对不起，儿子不是故意的。他家这个臭小子，要模样有模样的，要身材有身材，还是10里8村有名的捕快，他家门槛啊都快给磨平了。可自打遇上陈丫头以后，总算是上了心了，有那么点意思。可如今呢？哎呀，娘，是不是我手劲使大了？您别哭啊，我轻着点儿。儿啊，是不是晨儿出事了啊？明堂啊，这丫头好着呢，没事。那为什么？你也老大不小了，也是个男人了。我跟你说的话，你要仔细听好。晨儿她嫁人了。嫁人？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晨儿嫁人了呀？她嫁给了谁啊？罗官夫吗？
事情是这样的，那是将近2个月之前了。一个气场如此强大的男人，竟是凌晨的夫君吗？凌晨在吗？要不是老林家那窝子牲口嚷着捉奸，晨儿也不会为了名声被逼得嫁给别人呢。而且面前这个男人通身的高贵气质，一看就不是一般家公子哥啊。想必这样的人家里面不说是妻妾成群，那至少也是3妻4妾左右逢源的。晨儿跟着他得受多少委屈啊！我家娘子出去了。这个男人给他感觉很不好，恐怕又是个觊觎他家小媳妇的人吧。如果这个男人不是他媳妇最在乎的刘叔刘婶的儿子，他恐怕早已控制不住出手了。呵呵，你家娘子，你有何资格这样叫她？退后！我没叫他娘子的资格。怎么？你有？就凭你，也想跟我抢？抢了又如何？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婚姻不是真的，只不过是演戏而已。主子，属下担心。这位可是刘叔刘婶的宝贝儿子，要是主子一时气愤把人给打伤了，王妃回来之后会不会暴揍王爷一顿呢？不用担心，他伤不了我。属下是担心您将人家打伤了。哼，你也不要太小看我了。你可拉倒吧你啊！50个你绑在一块儿，那也不是我们家主子对手好吗？我家夫人是你能觊觎的吗？不想白白送掉性命的话，就快些回去吧。冯妃呀，您可快点回来吧，这一会儿砸起来，我可拦不住了啊！你闭嘴！呵呵，看来有人不领你的情呢。欺负晨儿家里没人是吧？你跟晨儿和离吧？想必以你的身份，家里一定是妻妾成群的。你放过他吧，他不适合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你不配拥有他。哼，我配不配？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我家娘子说了才算。哎，明堂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晨儿，回来过年的吗？我正好渴了，给你做一大壶呢，趁热喝。真好喝。我还煮了红糖红枣桂圆茶，没事的时候你就多喝点，省得手脚总是冰凉的。明堂哥，你站着干什么呀？快坐啊！这是什么状况？为什么晨儿会让他牵着自己的手而不拒绝呢？难道说晨儿对这个男人也……哎，你好久没回来了吧？是不是那个案子有眉目了？嘿嘿，属下去看看有什么要帮忙的没有。哎哎，他怎么了？有鬼追他不成吗？跑那么快？别管他。萧彻默默地做着一切，就好像已做了千百次一样。我刚回来，想着好久没见你了，就来看看。凌晨在他看来实在太过完美，遇事从容淡定，观察入微，而且还十分的冰雪聪明。这样完美的女孩，他已经错过了吗？明堂哥，你也尝尝吧，很好吃的哟。那个，我还有一些事情，晚点儿我再跟我爹娘一起来看你吧。他输了，他彻底输了。这个女孩的心里已住进别人，没有她的位置了。萧彻，他怎么了？怪怪的。不知道，看来这个男人是已经放弃了吗？算他识相。不过，就算他不放弃又怎样？媳妇是我的，谁也别想将她从我身边抢走。哎呦我去，怎么一言不合就亲上了？村里的制糖厂大年28就停工了，作坊开了1个月了，生意火爆，在原材料有限的情况下，就卖出去13000多斤，净赚了550两银子呢。晚上的时候，赵青山与王天风给凌晨送来分红，一共110两银子。媳妇，以后咱家的钱啊，都归你管。王府以后都是娘子的，当然了，娘子是他的。我也归媳妇管。哎，又来了。赵青山也是一口茶水喷了出来，呛得他呀，隔了半天都缓不过来劲儿。村长叔，您没事吧？没事没事，我没事。我去，云儿，你行啊你！你这要是没事去村里转转，就直接发家致富奔小康了。
真牛啊！这不，才来大河村几天呢，叔叔大爷、大闺女、小媳妇儿，他都混个脸熟。也亏他记性好啊，这么多人，他居然把名字都给记住了。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得意什么？不就是村里那个孙寡妇送的吗？人家能白送你啊？傻了吧唧的，人家看上你了，知道不？啊！这是凌晨在这个世界过的第一个年，也是成亲之后两人的第一个年。有家人的年过起来才不会冷清啊。以前王爷都是形单影只的，即便出席年宴也是走个过场，早早的回府去书房看奏折了。今年可好了，有了王妃的陪伴，王爷一整天都是笑呵呵的。如今呢，有自己的爱人，这将来啊还会有他们的孩子。相公，我们生个孩子吧。那个我去尿尿。哎呀，这丫头呀！过年了，也不知道养父怎么样了。没有我的存在，是不是更加孤独了？爸，你还好吗？丫头，是你吗？你还活着对不对？怎么哭了？小彻，我以前是个孤儿，后来被养父领养了。他是一位少将，越是年节的时候越是忙碌，所以今天算是2世以来第一次有家人陪在我身边一起过年了。乖，不哭啊，以后的每一个除夕我都会陪着你，将来还会有咱们的孩子，我们都会陪着你。一言为定啊，你以后会一直陪着我的，敢欺骗我的话，我就杀了你。等村里传来鞭炮声时，凌晨与刘慧娘的年夜饭也总算准备好了。又吓到小媳妇了，这几个混蛋，看来真要好好收拾收拾他们。不对呀，这也没刮风啊，怎么突然感觉这么冷呢？利索点，放完了鞭炮，回屋吃饭去，别叫王爷王妃久等了。有人说忙忙碌碌一整年，就是为了这一桌年夜饭。娘，好香啊！什么好吃的这么香啊？做这么多做什么？就不怕累着了？哎呀，放心了，我没做多少啊，咱们人多，少的又不够吃，谁让今天我高兴呢？那你们可负责吃完啊，不许剩的。我最讨厌吃剩菜了。遇到凌晨之前的20几年里，他就一个人守着冰冷的宫殿，母妃去世了，他的家也就没有了。即使父皇疼他爱他，那也是不完整的。别人团圆的时候，他也只能拼命的找事情做，用来麻痹自己，独自舔舐伤口。这些关于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的烟火气味，于他而言，才是他心里面最想珍视的部分。而这些都要感谢这个小女人。媳妇，谢谢，谢谢，让我遇到你，谢谢你穿越千年来到我的身边，谢谢你让我缺憾的生命变得完整。对嘛，这才叫酒嘛！哎，之前一定就是兑了水的。果然是好酒啊！他走的时候一定让媳妇儿多给他拿2瓶，送去给他那喝着兑水白酒的土鳖父皇尝上一尝。可是，一想到会不会因为这个酒的事情泄露凌晨的秘密，他有些犹豫了。萧彻，不用担心的，我知道如何酿这种酒，到时候咱们建个酒厂，保证赚钱。陈丫头啊，这么稀罕孩子，等你们有了孩子，一定很幸福的。生啊，必须得生。小彻，3年抱俩，行不行啊？媳妇，快吃菜。过年吃鱼是有寓意的，叫年年有余。你也吃啊，年年有余呢。我祝我的萧彻哥哥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也祝大家新的一年里呢，男的都能找到媳妇儿，女的呢越来越漂亮，孩子们呢都健健康康的，平安长大。谢谢，这丫头吉言了。哦，这是有情况呀。哎，能看不能吃，一定要快回京摆平一切，接小媳妇回京城成亲去，到时候就能睡媳妇了。哎，快一点到那一天吧。你嘟囔什么呢？说快一点成亲就好了。
真香啊！想要我吗？轰的一下，萧彻就感觉自己大脑一片空白，全身血液都流向下腹的地方。想，难不成小媳妇是不介意的吗？那我是不是也不必纠结，非要留到洞房花烛？忍着。什么忍着？吃你的饭，这么多话。吃饭。哼，别以为他不知道，这帮兔崽子一定都听到了，都憋着看他笑话呢，是不是？看来这大河村日子过得太闲了，缺少操练，明天就让他们去砍柴去，还不许带柴刀去砍的那种。炮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媳妇，好文采。切，王爷可真没出息。他们去哪儿啊？媳妇，先别吃了，来。哇，真冷啊！这么晚我们去哪儿啊？媳妇，新年快乐！媳妇，新年快乐！云衣他们放的烟花，是萧彻特意吩咐从濮阳城运过来的，是市面上买不到的品种。天哪，这是什么呀？哎，好像是林家那小院子那边飞起来的。哇，我从没见过，太漂亮了！走走走，去看看，去看看。小彻，谢谢你。小相公，困了就回去睡吧。啊，不守岁了吗？你睡吧，我们来守岁。听着他从胸腔里面传来的强有力的心跳声，让凌晨莫名的感觉心安。那种孤身一人来到异世的彷徨与无助，在遇见萧彻之后都烟消云散了。我不守岁，这样可以吗？可以的，你快睡吧，我就在这儿陪着你。暖黄色灯光里，萧彻捧着一本书坐在单人沙发里面，完美的俊颜在灯光照映之下，美得像一幅画。萧彻，我爱你。你说什么？彻儿，再说一次，好不好？萧彻，我爱你。这个男人眼中满满都是对自己的情意，他究竟何德何能遇见这样好的他，并得到他的爱？此时，窗帘之间的缝隙里面已经隐隐的透过来一些光亮，不知不觉间竟已过了整整一夜。凌晨感觉自己现在全身都在疼着，尤其是两条腿，更是酸胀的厉害。这样的感觉比前世自己当兵的时候去参加魔鬼训练时还要累呢，嗓子眼跟冒烟了似的。晨儿，哎呀妈呀，连喝点水都快累死他了。媳妇，洗个澡再睡吧，还能睡得舒服一些。如果这个时候自己起来烧水，那动静大的肯定会惊动院子里所有的人的。这一大清早的要热水洗澡，傻子也会知道两个人做了什么事情。意念一动，两个人就直接到空间来了。这个功能也是凌晨最近刚刚发现的，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意念随便选择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好累啊。是我的错，媳妇，对不起啊。看到媳妇一脸憔悴的样子，萧彻心都抽痛了。他像是一个初次尝到糖果滋味的孩子，丝毫不知厌足，一时没控制好，再加上这是他放在心尖上最爱的女子啊，更是令他欲罢不能的。他倒是满足自己了，但却忽略了小媳妇是否能承受呢？这也就是凌晨身体素质好啊，毕竟是在部队里锻炼过的，无论什么时候都比普通人强韧许多，否则还真是禁不住他这样折腾的。惠娘，他刚刚在厨房外劈柴呢，谁成想小春突然火急火燎地跑过来告诉他，说婶婶在哭呢，慌得他连忙放下手中柴火。没事的哥，就想起以前的事情了。以前的事情，他莫不是在想铁蛋的爹爹了吧？也是，这阖家团圆的日子，一定会去思念的吧。这个女人这段时间以来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着，
对小春更是好的没话说。这一切都让他感到黑暗的人生洒下一缕阳光，但如今他还是忘不掉铁蛋爹爹吗？那他还有机会吗？是想起铁蛋的爹爹了吗？瞎想什么呢？我只是刚刚想起以前带着铁蛋没吃没穿的日子。这不，陈丫头来了以后，又把我们娘俩接过来。这段日子对我们娘俩跟家里人一样，好吃好喝的供着。这铁蛋儿也长高长胖了，也爱说爱笑。他心里高兴，不知道为什么，刘慧娘看他这么落寞，想跟他好好解释一下，怕他误会，一双眼睛换上欢喜的光芒，正熠熠生辉地看着刘慧娘，而他的眼神那么灼热。我去做饭了。怎么到处都是狗粮呢？一大清早的，王爷王妃还没出来撒呢，这两位倒先撒了一大波狗粮。哎呀，这单身伤不起呀！也不知道小锦怎么样了，要不要试着介绍那个小丫鬟？别总被喂狗粮啊！她都想谈恋爱了。凌晨与萧彻也是一大早出了空间，没办法，他可是还惦记着，两个人房间可还乱着呢。凌晨老脸一红啊，伸出手要把床单团起来扔进空间里面，好毁尸灭迹。却不料萧彻抢先一步找了把剪刀，笑着把那块殷红的血迹剪了下来，剪完还一脸笑意的找了个盒子给装了起来。大年初一放完了炮竹吃饺子，完事儿啊就要走街串巷拜年去了。林峰是族长，按理说应该去拜见拜见的，可是一大早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林峰带着林大山竟出村了，让凌晨他们扑了个空啊。既然太爷爷和爷爷都不在，凌晨他们只好先转头去刘敬忠家拜年了。姑姑过年好啊。刘婶过年好啊。好，都好。他这个侄女儿命苦啊，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那之前过的日子叫什么日子呢？不光是刘慧娘啊，今年村里能过个富裕年，也都是凌晨的功劳啊。哎呀，丫头啊，谢谢你呀！谢谢你为慧娘和村里人所做的一切。哎呀，婶子，您说什么呢？瞧您都哭了。您是我亲婶子，慧娘姐是我亲姐，咱们是一家人，别这么生分了，我可不爱听啊。哎，相公，你快看看，我是不是变丑了？怎么把他们都给吓哭了呢？怎么会呢？我媳妇是全天下最漂亮的。有眼光。哎呦，你看这丫头。是啊，姑姑，你这个死丫头啊，就你贫嘴，快进屋去。叔婶儿，我跟萧彻呢还有慧娘姐给你们拜年啦。你说你们来自己家里还拿这么个些东西做甚呢？怎么着还嫌少啊？我说你这个糟老头啊，胡说什么呢？哎呦，媳妇儿，我冤枉啊！我这不就是怕孩子们花钱吗？这姐夫说话归说话，您老人家倒好啊，虎着个脸，回头啊把人家小媳妇给吓着了。哎呀，这是我自家亲妹妹，丫头叫姨就行了。哎呀，我冤枉啊！不就是怕孩子们花钱吗？怎么一个个都不理解我，还跟我对着干呢？丫头啊，别听你说的，他呀好好的话不会好好说，你呀别跟他一般见识。婶子家呢就是你自己家，不过下次来啊不许带东西过来，听见没有啊？不然的话我可要生气了啊。哎呀，婶儿，这不是过年吗？要平时啊我一准空手来，不光来吃，这走的时候还拿东西呢，看你烦不烦。你这个丫头啊就会嘴上说，你看这家里面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是谁见天颠颠的送来这么多呀？你呀小心萧彻嫌你不会过日子，休了你这个泼皮。他敢？萧彻你敢吗？我可舍不得，家里的权全是媳妇的，我也是媳妇的，媳妇说了算。这个男人呢还真是一言不合就表白呀，不过他喜欢。哎呀，这眉眼也开了，臀部也开了，他们这是圆房了吧？
哎呀，这下我那傻儿子总该死心了吧。没待多久，他们又启程到赵青山家里拜年。他的2位主子竟来给自己拜年了，这着实啊，给赵青山吓得不轻呢。着急忙慌的将人都请进屋里去，吆喝自家婆娘去给主子们沏茶拿吃食。堂屋里一帮子人热热闹闹的说着笑着，殊不知此时厢房之内，3个心思怨毒的妇人已聚在一起。哎，你哥哥要1整年的住呢，这到年根底下杀了卖了赚了几百文钱。哎呀，这个年呢，别说买件衣服了，肉都没割一斤，这孩子们馋得哇哇直哭啊！啊，怎么会这样啊？这家里不是有好几亩地吗？哎呦，你也知道嘛，咱爹娘身子不好，一年到头啊汤药不断的，哪里还剩钱了嘛？咱们村啊又不像你们村，有制糖作坊能赚钱。这听说啊，这每个人呢分了不少银子呢，还分了好些个猪肉跟米面油呢。哎，刚进来那个就是凌晨丫头吧？你说说她，一个孤女哪这么多钱呢？这10几间青砖大瓦房说盖就盖了。听你们村人说，那门前的垃圾筐里见天都是什么吃剩的鸡鸭鱼肉。咱家半年呐都没见过荤腥了。哎呀，我也没见过她，谁知做什么的？你们是不知道啊，我公公婆婆见天的夸她，夸得跟朵花似的。哎呀，这肉味不错啊，就是少了点儿。一会儿呢，你再去割点儿，我们给爹娘带回去，让二老啊也开个荤。是啊，香桃，有什么好吃的可不能独食啊，得想着咱爹娘啊。哎，听说你们村制糖的法子是那林丫头想出来的，这钱赚起来那叫一个容易啊。谁要掌握这个法子，那可不就是家里面有个金山一样了吗？你公爹是村长啊，这制糖法子他肯定知道的。是呢，大嫂说的对。要说你公爹也真是的，有了这方子，咱自家卖多好啊，非在村里办个作坊，平白无故的把钱都给别人分去了。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可听说了啊，这1个月制糖厂就赚了将近600两呢。啊，你说什么？我的个亲娘哎，1个月600两，那1年岂不是有7、8千两了？那得多少钱呢？你看看，你公爹这是啊，把多少钱给推出去了？就是啊，小姑子，要我说啊，这制糖方子呢，你公爹就该交给你们。你看看这大河村，那么多人跟着分钱呢，这些钱呢都是你们家的。小姑子，按理说呢，这话不应该我这个娘家嫂子来说的。可作为你娘家人呢，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吃亏，不是吗？你看着大房啊，供着一个读书人，钱谁出的呀？还不是公公的钱吗？要我说呢，这大房算盘呢，算的可真是精啊！这一家子啊，都搬城里去了，地里活也不用干了，还从公公手里面拿钱供自家儿子读书。将来啊，天宝也是要上学的，这大海的月钱呢，都给了家里人啊。你们娘俩喝西北风去啊！再说了，这老爹要赡养，得所有人一起养啊，凭什么让你们二房交钱呢？还不是因为大房精明，你们傻吗？你们二房兢兢业业的给这个家赚那么多银子，你公爹啊就应该把制糖方子给你们二房，到时候呢，你们再分出去单过，这赚的钱呢，全都是你们的。娘，让他拿吧，家合法实心啊！啊，拿到糖方子再出去单过，那么赚钱的法子，简直是棵摇钱树啊！就算两个老家伙肯给，大房一定不会答应的。你要来方子啊，就放娘家去，我们帮你看着，看他们谁敢来要，然后你就分家。等你们分出来了，我们呢再把方子给你，这赚的钱不全是你的啦？我说香桃啊，咱们才是一家人呢，嫂子还能害你不成吗？你赶紧下手啊，要等方子被大房要了去，到时候你哭都没地儿哭去。是啊，小姑子，你听大嫂的准没错，不分家等什么啊？娘，让他拿吧，家合法实心啊。你呀就是个憨厚的，什么都不争不抢的，全惯着他。你看他可念你半点好啊。哎呀娘，您知道儿媳是个好的不就成了？他娘亲很早就去世了，嫁过来之后，刘春芝拿她呀真当亲生女儿对待的，让她感受到了什么是母爱，她已经很满足了。姐，这俩人谁啊？哎呀，那是你伯母的娘家嫂子，
每次啊，你二伯母一回来，他们来打秋风，见什么拿什么，跟打劫似的。我去，那由他们拿呀！我这暴脾气的惯他们毛病，我就要回来。哎，小车，你抱我干什么？一帮臭娘们，抢劫抢到我家来了，当我死的吗？啊西，放我下来！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么些东西是我从婚间里拿出来的，好不好？我特意送给二爷二奶奶的，全便宜他们了。臭毛病哪能惯呢？欺负老实人啊！上次凌晨当爷爷的面叫村长为赵叔，这当即啊被爷爷一个暴栗子，说他瞎喊。按照辈分来排，林大山和赵青山是一辈儿的，凌晨呐应该喊二爷爷，咋能叫叔呢？所以自那之后啊，凌晨就改口了。别管赵青山是不是萧彻属下，但人家资历摆在那里呢，辈分就这么排的。喂，萧彻，你放开我啊，不然我给你急的。原来在古代还只有点穴这一说啊，这什么原理呀？乖，媳妇，你乖乖的，我就放开你。丫头啊，你听二爷爷的，咱不计较了，成不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就算二爷二奶奶待他如家人一般，说到底呀，自己终究是个外人。丫头啊，你是不知道那一窝子的人的嘴脸呢。那一窝子都是混不吝的，要是跟他们对上，那一准是你吃亏呀。他们是一帮子泼皮没脸的，撒泼打滚最是在行，到时候连累了你的名声，二爷爷总不能见你受委屈。那些个东西咱们可以不要，人好好的就行了。原来二爷爷不是拿他当外人呢，是怕他受委屈。娘，你看，哎呀，铁蛋呐！哎呀，怎么回事啊？这谁咬的？小爷我咬的，怎么着啊？谁让他不给我糖吃的？你谁小爷呀？小小年纪不学好，欠揍是不是啊？娘救我！有人欺负你儿子！哎呀，哪个挨千刀的，敢欺负我儿子？老娘跟你拼了！我宝儿被欺负了，你不说那个贱人拦着我干什么？这些挨千刀的！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啊！够了！小野着我哄你们误解，你们今天不许吃饭，二回来再收拾你们！哼，等他拿到制糖方子，他就一定分家出去单过，那到手赚的钱都是他的了，连汤渣子都不给这些人留的。哎，二奶奶，我不知道这熊孩子是您老大孙子。哎呦，这孩子都让他那个娘给教坏了，就是欠收拾。哎呀，快看看铁蛋儿，这可怜劲儿的都出血了。刘春芝也是刘慧娘本家姑姑，跟刘和香是一爷之孙呢。慧娘，铁蛋怎么样了？你伤着没有？我看看。哎呀，不是我，是铁蛋儿，铁蛋儿被人咬伤了。弟弟不疼，姐姐给你呼呼。铁蛋儿不疼了。这什么情况啊？凌晨笑嘻嘻的看着眼前这一幕，说实话，他是很乐见其成的。况且李满贵人长得好，萧彻说了，能进前锋营的人，人品都是很过关的。再说将来，大不了就和离呗。如果有一天萧彻爱上别人，他就跟他和离，有一闪而逝的决绝在他眼中划过。晨儿，刚想挣扎出来，就感觉到他整个人都在瑟瑟发抖。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你是冷吗？鱼儿，快扶他进去。媳妇，你不会离开我的，对不对？他刚刚有那么一瞬间的念头，就被萧彻看出来了吗？如果你不欺负我，不骗我，负我，我就不会离开你的。不会，绝对不会欺负你，骗你，负你，所以你也不可以离开我，听见没有？不可以让我找不到你。哎，丫头，那边是茅房。那个茅房没纸了。傍晚时分，赵大海衙门倒休，回到大河村了。这阵子也不知刘明堂怎么了，年前的时候啊，还着急忙慌请假回家呢。可回家没2天的时间呢，又失魂落魄回了衙门去，见人也不爱说话了，跟变了个人一样。你干什么？我还没去见过咱们爹娘呢。当家的，咱爹手里有制糖方子，你知道不？就是为了填饱，也要把糖方子给弄到手。你算个什么男人嘛？靠你，我们娘俩早得饿死。胡说八道！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个败家玩意儿！哎呀，大海，你这干什么呢？还不快给我住手！哎呀，弟妹呀，这是怎么了？怎么还打起来了？
哎呀，慧念，娘，素子娘，嫂子，素儿，你去二丫家，告诉她你娘受伤了，将她带到咱们家里来。最好啊，永远都醒不过来。这要是醒过来，可不就知道是我把他给推倒了。闭嘴！再出一声，老子弄死你！哎，丫头啊，我听说你家里有郎中是不是啊？老头子说了，这伤已是无力回天了，你还有法子吗？二奶奶，我们会尽力的。您先出去吧。萧彻，你们进来。哎，好。你们3个守住这里，任何人不许进来。喂，你们2个都看见了吧？看到了。以最快的速度拍了片子，还好只是外伤，一些轻微脑震荡，没伤到要害。王妃，你这是做什么？我拿剃刀当儿去剃头发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怎么能割掉呢？头发重要还是命重要呢？头部 CT 表示颅骨没有骨折，这样就不会有大量的碎骨片进入脑组织啊。沿着头皮上伤口打开，将两侧分离皮下，后颅窝切开际撑开暴露树叶，森白的头骨已经清晰可见，从里面挑出2颗细小的木屑，直到确定已经没有异物了，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周围用小针线缝了几针，然后用生木胶把4周粘在硬膜上，这样的手术啊就完成差不多了。放心，我没事的，就是有些累了。咱们去病房吧，接下来24小时才是关键。好。云一，这些仪器都会看了吧？他自打收了云一交到西医之后，就已带他多次进入空间里去了，一一讲解过，简单的救治他都已掌握了。禀王妃，属下已经都记下来了。这样，我出去说下情况吧。这1天1夜的，咱们都得在这里守着的，外面得交代一声，不然他们非急坏不可。我陪你。云一，我们去就回，很快的，这里交给你了。爹，这怎么这么安静啊？不会是出了什么事情吧？你坐下，晃得我眼晕。我就告诉你，如果陈丫头他们救不好慧念，那就真的没有一丝生机了。你老实的等着，小主人的眼睛就是王妃医治好的，李满贵的腿也是王妃出的手，这2个人的病我也都亲自看过。说实话，我是半点办法也没有的。没想到王妃小年纪医术竟然如此了得，想必王妃背后的师傅一定更加深不可测，会是哪位隐士高人？王爷他们进去不久之后，他就清晰感觉到了屋子里一下子少了好几道气息，不是错觉啊，刚刚消失的气息又出现了，这般浑厚的气息是王爷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尹正，所有人与他相敌，均是日月无光。我这样可以吗？没什么破绽吧？哎呀，丫头啊，情况怎么样啊？人，我媳妇怎么样了？伤口已经缝好了，血也止住了，没事儿。夜深了，你们都休息去吧，别都熬着。萧彻，我们回去吧，这里好冷啊。好，外面没事，你可以再多睡一会儿。萧彻，我睡多久了？1个时辰。这家伙自打开了荤之后啊，这是时时刻刻的都能化身为狼呢。哎，打住啊，收起你的想法，不然的话把你踢出空间去。一想到没几天自己呀飘动身前往京城去了。媳妇的美妙我还没领悟多久呢，怎么就要走了呢？小媳妇在世人眼中或许就是个乡下的村姑，最多是一个漂亮一点的村姑而已。说句难听的，可能会有人认为她的身份低贱，但我就是知道她的好，在我眼中所有人与她相敌均是日月无光。我要去看大伯娘，这家伙速度怎么这么快呢？有云衣看着，自己马上就要走了，小媳妇不陪自己，光想着别人，不得不说咱们的萧大王爷心里酸上了。喂，小彻，你无理取闹了好吧？我说你脑子里面能装点别的事吗？这男人果然都是下半身动物，我今天还就不信了，这个男人敢对我用强，我咬死他，我踢死他。丫头，你真的惹到我了。小彻，你混蛋，你放开我。你放心，我今天不要你，我想要你早就要了，你认为自己能跑得了吗？我不是会对你用强的人。
这个姿势真的很羞羞的，好不好？别动，我是不是太冲动了？凌晨在萧彻心里面是极其完美的，唯一不足的是，他总感觉凌晨不够爱他。萧彻，你怎么了？我们谈谈吧。晨儿，你可心悦我？我不仅心悦你，我爱你，我很爱很爱你。我的想法早就跟你说了，此生非你不娶。我可以对皇天后土发誓，此生只娶你一人。若为此事，就让我万箭穿心，死无全尸。哎，你闭嘴！你闭嘴！这个混蛋是要杀了我吗？说这样的话，简直比凌迟还要我难过呢。你得逞了，想要就要吧，来吧。他只要一想到再过不久，萧彻要离他而去了，他的心呢就痛得无法呼吸，像被凌迟一般。晨儿，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早就是死生不渝，只是我以为有些话不必明说，但如今看来，你错了，我也错了。你这个混蛋，你放开我！不许再说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我就不是。不说了。晨儿，只是因为是你，我才会情不自禁。只是因为你，萧彻，因为是你，我才愿意将自己交给你啊。虽然在我们那个时代，男女发生关系已经很稀松平常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那个人是你，我才愿意的。萧彻，你能告诉我今天怎么了吗？晨儿，你要知道，如果我只是为了发泄欲望，那肯与我一夜欢好的女子多到数不胜数。你先别急，你知道我的身份。自从我15岁那年开始，父皇就给我安排了教习的宫女，欲要将我闺房之事，但都被我拒绝了。在我的印象里，如果不是相爱的女子，那做起那事儿来跟畜生毫无差别。不知为何，在山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对你充满了好奇。那时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就是想见你，所以经常去山口的树上守着。只要是你进山了，我就会追随在你身后，远远地看着你。晨儿，你为人洒脱，但是我总是有种感觉，怕你终有一天会离开我。到时候，我要去哪里寻你？这样的感觉，自从凌晨知道有随身空间之后，就始终萦绕在萧彻心头。萧彻，我不会的。他这般骄傲的一个人，也会因为害怕失去我而说出这样的话吗？我刚刚听见这边吵闹的动静，就想过来看看，没想到竟然听见了王爷这般深情的告白。完了，我不会被灭口吧？悄悄的，一定要悄悄的，千万不能让王爷发现我呀！啊，疼！晨儿，天知道我有多舍不得你，我一分一秒都不想与你分开。我的娘子，这家伙嘴上说爱我，下起嘴来可一点不含糊啊！这口咬的可真是疼啊！咋了？答应我，不要离开我。这丫头要是敢不同意，我就将她绑在裤腰带上，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看她能跑到哪里去。哎呀，我不跟你跟谁啊？谁让我瞎了眼看上你了呢？哎，快起来，我饿了。这是凌晨的一招杀手锏，不管两个人如何了，只要他一喊肚子饿，这萧彻呢绝对会屁颠屁颠的给他弄吃的，屡试不爽啊。两行清泪顺着眼角滑落下来，他又何尝不是呢？这几天他一直克制自己，让自己表现正常一些，逼自己不要去想他离开的那段时间。在这之前，他还总是会嘲笑那些个陷入爱情里面的女孩子太过粘人了。如今轮到自己了，才深刻体会到即将离别的痛苦。其实空间中与外界是有时间差的，他们在空间里待了1天1夜，而外面就刚刚过2个时辰而已。放心吧，无事。闻言，赵家众人直接跪下去了。接下来就是交代往后护理的细节。等把事情交代完了，天已经亮了。二丫，明天赵新家就要来下聘了。什么？你要成亲了？哎，行了行了，你可别扯了，再扯衣服都扯破了。哎，对了，这些呢是我给你的东西，有你的也有小峰的，你拿回去自己挑拣吧。哎呀，这都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多啊？哦，这个是奶粉，喏，就你刚喝那东西啊，只要1碗放2勺，用热水一冲就可以的。喝这个对身体好的。你跟小峰呢，还有爷爷奶奶，每人1天喝上1碗，没了就过来，我这还有很多呢。喏，还有这个，这包袱里是给你的衣服，从里到外都有。这个呢是小峰的衣服，
这里面呢是一些被子啊、褥子什么的，还有啊给爷爷奶奶的衣服。这2包呢，一包是零食，另一包呢是腊肉、腊肠什么的。哇，二丫，好漂亮啊！不对呀，你给我这么多东西干什么？这得花好多钱的。二丫，就算你嫁了个有钱的，也不能这样花钱呢。这东西我不要，你都换成钱，你自己悄悄留着。听说他家是京城有权有势的。二丫，他们那种家世的人呐，后院里一定少不了别的女人的。你男人长成那个样子，身为女人肯定少不了的。你要多攒钱，这样他将来变心的话，你也能过得好一点啊。那家伙耳力那么好，一定都听见了。你偷偷摸摸有啥用啊？这些都是我自己赚的，你不用担心我。将来即使他变心了，我也会很好的。咱们一起要幸福到老啊！小媳妇说的是什么话？什么叫我会变心？害我变心了，她也会生活得很好。言下之意就是没有我，她过得更好呗。那我就是多余的那一个喽。这话听着怎么就那么令人不爽？哎，对了，你什么时候成亲呢？我帮你准备衣服和首饰吧。不知道呢，没定日子呢还。我想等暖和一些的。赵鑫说了，等化冻了，先将房子收拾一下。哦，是盖新房子吗？二丫，鑫哥说了，家里人太多了，他不希望我刚嫁过来就要伺候一大家子人呢，所以想着先建一间小屋子，先住着，等以后有钱了再建3间瓦房，建一间屋子，茅草房。在哪建呢？先建一间草屋，等过2年了，我们攒些银子，再建新屋子。哦，赵鑫他真这样说吗？不准想别的男人。你这个小心眼儿，什么醋都吃啊！小心来世啊，变个大醋缸。我变醋缸，你变醋。这个臭男人怎么变这么伶牙俐齿了？你的高冷呢，沉默寡言呢，夹紧偶像包袱好不好？你说什么？我没听清。这样赔罪够了吧？不够。喂，你们俩够了吧？我还在这儿呢。哎呀，走了走了，你俩可真能腻歪。哎，雪儿，你别走啊，我还有事没说完呢。赵鑫现在做什么呢？他之前跟着师傅学手艺的，做些木工雕刻的活儿。后来他看不惯他师傅用木料一次冲好，就说了几句，结果就被他师傅赶出师门了。我就说了，他心眼太实了，即便心里看不过去，也不能当人家面说啊。这个憨货。哦，原来是个木匠啊。那很好啊。那以后店面装修什么的就能帮上忙了。我以后做调料可以用木盒装啊。之前就想过找个会木工的人合作，这下可真是好了。这瞌睡了有人送枕头，双赢不是吗？凌晨计划着年后自己开些店面，做些小生意，顾谁不是顾呢？赵鑫他见过，不是一个偷奸耍滑的人，所以他想年后的时候雇佣赵鑫，就连雪儿啊，他也想一起雇佣了。哎，雪儿，改天你和赵鑫来我家一趟呗，有个生意我跟你俩谈，做得好的话，你俩直接啊就能盖新房子了啊！他就是个木匠，哪会谈什么生意啊？哎呀，你就别管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件事啊，千万别忘了。哎，行了行了，快回去吧。这小峰啊，肯定等着急了。云二、云三，快过来，帮拿下东西，把雪儿送回去。是。他们，哎呀，没事没事，是我相公的朋友啊。对了，小车，有件事情呢，我本来想找他爷爷的，不过既然你是王爷，那告诉你好了。刚刚要不是提起赵鑫的事情，他都快忘记要制盐的事情了。你说。我在后山呢，发现口盐井，听说咱们天启国吃的盐都是别的国家进口来的，是吗？咱们国家没有盐湖。这一直都是萧彻一个心病，不能产盐，就代表着自己国家的命脉握在别人的手里面，受人牵制。他也曾派商队走访过天离国大部分地方，但都没有找到那种很咸的盐湖。时间长了，他跟父皇也都有些气馁了。盐湖，你说的是海吧？我发现的盐井呢还挺大的，存储量还不错，供应全国是不可能了，但是供应这附近的百姓日常使用应该是可以的。那片盐湖有2个足球场那么大，就是不知深度怎么样，改天我得去好好测量一下。什么？你会制盐？啊，你不知道吗？我腌腊肉的时候用的盐是我自己做的呀，我没告诉过你吗？你没说过，我一直以为那些是你那里拿出来的盐。哦，那怪我了，我可能是忘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发现随身空间呢。咱们吃的盐呢都是我自己熬制的，所以小车，我想跟你谈笔生意。说吧，想做什么？我想开个制盐作坊啊，当然了，是要跟朝廷合作的，怀抱大树好乘凉嘛。收入的话，28分账怎么样？52，朝廷8，如何啊？
你也知道，我空间中呢有成吨的盐，并且拿出来之后呢，第二天就会满了，可以说暂时呢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啊，我需要一个制盐厂，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盐拿出来再卖出去。他还真想过盐的事情，他是一想到若是因为这样暴露凌晨的秘密，招来杀身之祸的话，他是绝对不允许的。还是，凌晨，你这个贱！陈儿啊，你谁啊？这个男人谁啊？突然跑出来。哎呀，他是张正啊！我去，你看吧，你看吧，不是我惹来的，是原主啊！我知道，小媳妇不是原来大河村的那个凌晨，小媳妇只是借用这个身份在这生活而已。这个巧笑灵动的女子，就是凌晨吗？你干什么？你个无耻之徒，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放开你的手！你谁呀你？有病治病去，跑这来撒野！陈儿，你不认识我了？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我是你一直仰慕的张正啊！还一直仰慕他，真是够了！这人不要脸，我还要脸呢！哦，他之前勾搭原主，又背信弃义的，转而勾搭上林白梅，怎么现如今又纠缠我来了？你娘没教会你好狗不挡路吗？故意的，凌晨一定是故意的。生气了才好呢，生气了就表示他在乎我。我只要告诉凌晨，我是被林白梅骗了，我已经意识到之前的选择是错误的，并且也不会介意她已经嫁人的事实。她一定会感动得一塌糊涂吧。到时候我再提出娶她过门，凌晨一定就会重新回到我的怀抱。这么大的院子，我再多娶几个小妾也住得下。到那时候，娇妻美妾，红袖添香，生活不要太介意啊。哎呦，你怎么随便打人啊？君子动口不动手，你不知道吗？你个阴险小人，还有没有王法了？晨儿，你都看见了吗？这个小人目无王法，是说打人就打人，这样的流氓，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哎呦，说不准你就是别国的奸细，我要去县衙告发你。你去啊！我要去告你目无王法。我就是王法。哎呦，晨儿，你还站在那里做什么呀？快来救我呀！我都快要被这个奸细打死了，你看见就不心疼吗？哎呦，你这个目无王法的奸细，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呵呵，正好，我也没打算放过你。想要活命，现在就滚！以后不许你提起我家娘子的名字，不然杀无赦。你粗鄙！晨儿，你看他这副凶狠的样子，他哪一点配得上你呢？除了样貌好一点之外，但是样貌他能当饭吃吗？哪像我这样满腹学问，将来是一定可以高中状元的人呢？晨儿，我媳妇的名字也是你能喊的，你的女人在哪里？带上她赶紧滚！晨儿是我的女人，你再敢对她不敬，别怪我没警告你。云儿，属下在。杀了！是。啊！杀人了！救命啊！王爷，十二他们来信了。参见王妃。王妃，见过你们的主子。奴婢参见主子。我不喜欢这样。好，反正他们以后都是你的人了。你当他们是下属也好，是朋友也好，都是你说了算，可好？想必你们家王爷刚说的话，诸位都听到了吧？你们以后都归我管了。王妃娘娘，奴婢们知道娘娘不喜欢被别人伺候着，那奴婢们只需要在旁边守护就行了，一定不会打扰娘娘生活的。请娘娘留下我们吧。请娘娘成全。什么情况？他们4人与云卫一样，同是暗卫。你也知道，从小我就不喜欢女人靠近我，也就从未让他们近身伺候过。明明是暗卫，却沦为扫洒的粗使丫头。这些年也确实委屈他们了，如今他们能跟在你身边，也是他们的造化。你们之前是何处当差的？奴婢现如今只是王府里的中等小丫鬟，专门管教一些下等丫鬟，平日里做些洒扫工作。奴婢平日里面是在王府小厨房里工作的，奴婢平时是跟着管家的，
奴婢从小学习一些岐黄之术，现如今管理着咱们王府的药房。哦，这样啊。那你们之前差事也是很清闲舒服的呀，还有下等丫鬟可以使唤。但你们到了我这里可就没那么舒服了，还要做一些琐碎事情。你们还愿意吗？奴婢愿意，不愿意的话就不会过来了。只要娘娘不嫌弃奴婢们粗笨就好了。奴婢愿意，奴婢愿意。好吧，那你们留下来吧。谢谢王妃。哎，好了好了，别磕头了，你们赶紧都起来吧，在我这儿不兴这一套，以后不许动不动就磕头。怎么，没听明白？现在可以说一下你们叫什么了？奴婢春，奴婢夏，奴婢秋，奴婢冬。哇塞，春夏秋冬。乔彻，名儿你给起的，这么有水平啊？这样的事情还轮不到我来管。你真当我每天都很闲吗？哎呀，你明明每天就很闲呐。如果叫不习惯，你可以给他们改名字。叫春夏秋冬太简单了些。这样吧，换个名字呢，你们可能也不适应，在前面加个立字吧，用节气当名字，就叫做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怎么样啊？谢王妃赐名。咱们王府终于有女主子了，奴婢们能跟在王妃身边照顾，真是感激不尽。哎呦我去，这小嘴儿挺能说啊，仅从性格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王府平时啊一定不会苛待下人，在这里每个人都是鲜活的个体。王爷王妃可以用饭了。时间呢，萧彻很忙碌，几乎都是早出晚归的，但即使再晚，凌晨入睡之前他都一定会赶回来的。眨眼间已到了正月12，再有3-4天，萧彻便要离开大河村回到京城去了。最后这几天里，萧彻已不再外出了，两个人几乎成了连体婴儿一般。什么意思啊？送给我的？王妃娘娘，您快打开啊！您快打开看看。搞什么啊？神神秘秘的。哎呀，您打开不就知道了吗？他们这一大早跑去镇上去，只拿回来这么一个布包，里面放的是什么呢？想必这3个盒子不是出自皇宫，也一定不是普通人家能拿出的物件。用这么名贵的盒子装东西，那里面肯定也是不同凡响的。将第一个盒子打开，这些金色首饰上面星星点点点缀了许多艳紫色宝石。这是这么明媚纯粹的紫色，难不成就是传说中堪比帝王绿的紫眼睛吗？哇塞，紫眼睛，这可是紫眼睛啊！这头面的价钱要是搁到现代，妥妥北京2环以里的一套大别墅啊！哇！将第2个盒子拿了过来，一沓一沓的装了满满一箱子，像是契约之类的东西。原谅凌晨不识繁体字啊，只能看懂个大概。哎，这是什么？禀王妃娘娘，箱子里面装的是咱们战王府名下所有的土地、田产、商铺与庄子的地契。我知道是地契，我只想问问你们，给我这些是要做什么？我的王妃娘娘哎，您快别问了，快把第3个盒子打开吧。就是说呀，王妃娘娘，我们在一旁看的都快要急死了。对呀对呀。哎，这4个臭丫头，看来我平日里太善待他们了。看把他们几个关的，一个个在我这没大没小的。这第3个盒子，凌晨感觉啊，不能称之为盒子了，还是称之为箱子会更合适一些。晨儿，你可愿嫁我为妇？大红色的衣服用金色勾勒着繁复的图案，正是一件嫁衣呀。王妃娘娘，您看这衣裳多漂亮啊，羡慕啊，让云九爷给你买一套啊。哎，什么情况？这里边有事儿。立夏，赶紧给我老实交代。我的王妃娘娘啊，现在您应该关注的是这件凤冠霞帔，而不是立夏与云九。啊？哦，也对。那什么，凤冠霞帔，你们拿这个过来是什么意思啊？是我的意思。你要干什么？晨儿，你可愿嫁我为妇？萧彻这是在向我求婚吗？哎，你别闹了，赶紧起来。一应下了，我就起来。小媳妇如此局促不安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原来小媳妇也是会紧张的吗？
那个，咱不是早已经成过亲了吗？你整这一套做什么？哎呀，赶紧起来，你赶紧起来啊！这要是被人看到，肯定要笑话你的。这枚戒指是他在空间里趁凌晨不注意时偷偷拿出来的一枚9克拉的粉色钻石。他曾经侧面的跟小媳妇谈过这件事情。凌晨的回答是，这个时代的首饰啊，又俗又土的，没办法。萧彻在空间的首饰店里足足溜达好几圈，才相中这个粉色的钻石戒指。还真别说啊，萧彻眼光就是好啊。这水滴形的粉钻恐怕是空间里面最贵的一只吧。好，晨儿，咱们成亲吧。之前一段时间，萧彻总是早出晚归的，其实他就是在准备这些东西的。为了这件凤冠霞帔以及紫眼睛金头面，他足足跑了好几天。早在云12到大河村之前，萧彻就已命他将所有房产和地契全部一起带过来，交到凌晨手上。这口箱子里面装的是地契，是我全部的身家。如今我将这些都交到你手上，以后咱们家所有的事情都由你做主。都交给我了？难道你就不怕我卷款潜逃吗？我知道你不会的。切，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成亲啊？过2天你不就要走了吗？将日子定在正月15那一日，阖家团圆之日，我与你成亲之时。那岂不是3天之后吗？这时间上是不是仓促了一些？时间上会仓促一些，不过也不会太麻烦，总不能一个婚礼也不给你。小彻，你知道的，我不在乎这些形式。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从小养尊处优，如今可以为了我事事亲力亲为，并且事无巨细地照顾我的生活，我这心里……我知道，所以这边的仪式只能委屈你了。等将来回了京城，我会赔偿你一个更盛大的。盛大的？我记得前世看到过一部电视剧，很热门的，大红的花轿由8个轿夫抬着。如果是我身穿嫁衣端坐其中，而萧彻呢，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前面，把我迎娶进门，想想还挺不错的。萧彻，那这些就是聘礼了。你这聘礼是不是有点多啊？不多，你嫁我，我以天下为聘。土味情话吗？听着还不错，我喜欢。萧彻，日子这么近了，那我需要做什么呢？不用，一切有我。虽说这一次成亲只是一个简单的形式，但萧彻不想委屈凌晨。3书6礼纳吉下聘，该走的过程1天之内竟全都走了个遍。哎，这是谁家下的聘礼啊？走，咱们跟着去看看去。我的个乖乖，这到底是送了多少东西啊？我数着呢，不多不少，正好108台。啥？108台？啊，这个臭男人真是不省心啊！成亲就成亲呗，整这么大动静出来，这一天到晚的真是半点没闲着。哎呀，这也太气人了，有没有啊？他一个大男人长得跟个妖孽似的，这平日里也不见得保养，怎么会生得这般皮光水滑的？哎呀，我这张脸呢，可是各种保养品堆出来的，哪像他呢？小白脸。娘子，为夫可还令你满意？啊？主子，这位是将我从小带大的周嬷嬷。这个男人可真是的，最近不论做什么事情，越来越没分寸了，差有别人在呢。周嬷嬷好。可不敢当，可不敢当。王妃娘娘真是折煞老奴了。面前的女子眼神清澈纯净，尤其是她那一双似小鹿一般灵动的双眸，让我不禁想起了当年的主子云妃娘娘。怎么会这么像？两个人的眼睛简直一模一样。啊，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说哭就哭了？唉，女人掉眼泪什么的最令人头痛。不是，想必嬷嬷是想起母妃了。走吧，去看看你的聘礼。我们家的王爷竟然也会有如此温柔的一面吗？
王爷从小就不近女色，为此我们这些个云妃娘娘身边的老人而着实担心过好一阵子。自大娘娘去世之后，这么多年的时间，王爷总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如今可算是好了，王爷遇到了那个令他心仪的女子。没看见自小那个冷得跟冰块似的人，已经渐渐变得像个人了吗？云妃娘娘入宫之时，皇上也是这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你看看这小细腰，还有精细的臀部，一看将来就是好生养的。到时候多生几个小主子，我可就乐了。到时候即便下了九泉，见到了云妃娘娘，也好给她有个交代。刘敬忠与赵青山一起将所有物品全部登记造册。刘和香与刘春枝带着李婶儿，指挥着众人将每一台聘礼放到指定的位置上去。天哪，萧彻这会就2-3天的功夫，到哪儿去找这么多东西啊？萧彻，这么多东西你哪来的？你不会抢劫去了吧？啊，真是蠢透了，我要被自己蠢哭了。这个男人可是天启战神呢，皇帝老儿最宠爱的小儿子，光那一箱子地契就可见一斑了。这货说他富可敌国，这是一点都不冤枉的。哼，万恶的臭地主啊！若不生在皇室，你以为你能霸占那么些田产吗？我难道做错了什么事情呢？小媳妇这是对我的财产来源有疑问呢？这可是我利用自己的赫赫战功换来的呢。这些都是我自己赚来的，每一个铜板均是干干净净的。哈，我们这一大早在这里忙里忙外的，你俩倒好，连个面都不露，都累死我了。哎呀，好了好了，知道你累啊，一会儿给你啊做好吃的行不行啊？哎呀，要不怎么说呢，牛奶养人呢。看看这才几天呢。对了，还有件事情没有跟你说，你知道张正娘在背地里怎么说你吗？哼，爱说啥说啥，我也无所谓啊，又不会少块肉啊。你呀，怎么就一点都不在乎呢？你个姑娘家家的，怎么能这么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呢？怎么办？小媳妇的额头不会被戳红了吧？这人是小媳妇最好的朋友，我若是出手的话，小媳妇一定会跟我翻脸的吧？哼，他们家若真的逼急了我，我就把张正丢进山里去喂狼。你也不必太过在乎，也不会等很久，我会来接你。至于张家，你不喜欢，就让他们消失好了。真的吗？有我在，你可以随心所欲。杀人放火也可以？喂喂喂，我可还在这儿呢，你俩讨论这样的话题真的好吗？怎么杀人跟切菜一样简单似的？一个敢放话，一个敢接话，哎，这俩人还真是一对儿，一样的心狠手辣呀。出了事你顶着，可不能让我进了班房或花钱疏通啊。不用你花钱。哇塞，真不用我花钱平事吗？哼，那感情好啊，挣钱了。感情？小媳妇这么激动，不是因为我身体的表白，而是因为出了事情不用她花钱平事。这个没良心的小坏蛋，就这么喜欢钱？哎呀，都说钱是王八蛋，花完咱们再赚，但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咱们家的钱难道还不够你花用的吗？谁会嫌钱多啊？你们说是不是啊？是。主子不好了！主子不好了！怎么了？有鬼追你啊？刚刚李天河来报信，说主子爹娘的坟茔被刨开了。是因为我对原主父母有多少感情，而原主的尸尸也在里面埋着呢。所以过去2-3个月时间，肉身已经腐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要是真被人挖出来，我该怎么办啊？别怕，有我在。可是，没可是，去看看吧。我的小媳妇就该是无忧无虑的，凡是惹小媳妇不开心的人，统统该死。这还了得！真是反了天了！走，去看看。快走，带着家伙事儿，咱们去看看。
我们怎么办？我们也跟着去看看吧。慧娘啊，你就留下看家，过2日就是你的大喜日子了，坟地你就别去了。这些人都不是什么教夫，恐怕是王爷手下的军队。刚刚我就看出来了，这些人虽然已经尽力模仿挑夫的神态，可是从他们的一举一动某些细节，还是不能看出都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那种刻进骨血中的军人的魂魄是不会变化的。我也身边有12位，还有军事保护，想必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我现在去的话，不但帮不上忙，想必还会拖后腿吧。王妃娘娘辛辛苦苦给我治疗的腿，可不能再因为我的急功近利而出现什么纰漏才好啊！别急，你不知道，真的凌晨尸体在里面呢，若是别人看见了，我就穿帮了。小车，为了这个身份，我会被当成奸细抓起来烧死的，怎么办？你忘记我的身份了？我天哪，这茬我怎么忘了？萧彻是谁啊？往大了说，没准是未来的天启皇帝呢；往小了说，也是个战王爷啊。我是不是奸细，甚至改一个新的身份，在他这里完全不是个事儿啊！刚刚啊，真是急昏头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给忘记了？打自己做什么？小媳妇，莫不是急傻了不成？萧彻，谢谢你，谢谢你在我身边。你呀，林浩夫妻由于是意外死亡的，在当地话语中叫做横死，这样的人呐都比较凶，所以葬的比较偏远。柱子哥，怎么回事啊？二丫，就是你大伯，我们今天上山想套几只野兔子，走到这边的时候，就看见他拿了个铁锹在挖你爹娘的坟，我们就赶紧将他绑起来了。说不是我们来得及时，你爹娘的坟茔就被……幸好没打开，不然这2口棺材里面，一口里藏着一个女孩，另外一口里藏着一对夫妻的尸骨。若是这些被村民看到了，那不得炸锅啊！这个王八蛋，牲口都不如！我要让你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他是我兄弟，死了还要给我找麻烦，我就是要他暴尸荒野，我就是要让他不得安生！你给我放开！我是你大伯！王陈丫头，你别激动啊，一切要让关老爷来解决，你可不能杀了他，否则你可是要坐牢的。为了这种人断送自己的前程，不值得呀。虽说咱们家有王爷在，王妃杀个人也不算什么大事，王爷不日就要启程回京城去了，王妃却还要在大河村生活一段时间，为了这么个臭虫惹上麻烦，真是太不值得了。你给我记住了，我今天先不杀你，等官府来人解决，我再有下次，我亲手杀了你。王妃娘娘这一脚，那着实是又准又狠呐！这一脚下去，小脚丫里都疼呀。咱们的萧大王爷还真是够了。爹娘，女儿对不起你们，是女儿不孝，让这畜生扰了你们的清静。不过你们放心，女儿就算拼了命，也会让这畜生为他今日所做一切付出代价。丫头啊，这怎么能怪你呢？谁能想到他会干出如此畜生不如的事情？就是说啊，你别太往心里去，这事儿怪不得你。爹娘，咱们报官去，我相信今天大老爷会给咱们一个说理的地方。报官？不能报官啊！你不许报官，一报官你大伯就毁了呀。是啊，不能报官。陈丫头，大伯母求你了，千万别报官。那你想过没有，那里面躺着的也是你儿子。如果今日柱子哥他们没拦下这个畜生，你想过后果没有？同样是你儿子啊，赵氏，你不能这么偏心吧？况且现在咱们可不是一家人，除了我爷爷之外，你们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云儿，去报官。禀告夫人，村子里面早就有人驾车去县衙击鼓鸣冤了。爹爹，你为了这个家四处奔波，辛苦去赚银子，就连我娘亲嫁给你之后，都一起为这个家做牛做马的。你们看看你们最后得到什么了？人家一屋子人活得潇潇洒洒的，
你们最后却落个死无全尸的下场。你们简直畜生不如！你跪也没用，今天这关我抱定了。不是没得逞吗？那若得逞了呢？你们打算如何？得逞了又能怎么样？大不了重新掘土埋上就是了。赵氏，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老林家的，你这话说的也太不厚道了。有你们什么事儿啊？一帮闲的没事干的人，在这满嘴喷饭，乱叫缺。你算是个什么东西？这是我们老林家的事儿，有你们一瓜一枣，该干嘛干嘛去。我们林家，你可千万别忘了，你早就已经被我们一家人赶出家门了。你不让我报官，可以呀，不报也行。那我今天就弄死他。晨儿，你做什么？这些人太过分了，那么好的孩子都被逼成了这样。杀他！你敢？你个贱蹄子！你看我敢不敢？晨儿，安静下来，别怕，西岐有我，冷静下来。赵氏一直认为凌晨刚刚只不过做做样子罢了，但当他发现凌晨是真的要取林中性命的时候，他感觉害怕了。你个老钱婆，你给我闭嘴啊！真当我们的陈丫头后背没有人了不成？由得你们这样欺负！我今天就告诉你，以后陈丫头就是我刘荷香的闺女，我看你们谁敢动她一下试试！媳妇，我不光要让林中坐牢，他们加诸在你身上的痛，我会让他们全家所有人千倍万倍的偿还回来。谁要报官呢？刑斩，这个不就是那天我弹古筝的时候意外闯进包间的冒失公子吗？邢家的大公子为何会在这里？难不成是这儿当地方官吗？为何我的手下半点风声都没有接到？凌晨，我都听说了，你放心，邢大人一定会给你一个公道的。我爹娘的坟被这个畜生给刨了。放心，本官定为你讨一个公道。多谢，将凌晨的狐皮大肠向你裹了一裹。眼前这一幕还是重重刺痛了刘梅堂的心，他只好转过身去看自己娘亲。我记得萧彻曾经跟我说过，面前这个男人是一个百年世家的嫡长公子啊。一般这种家庭的嫡长子，如无意外的话，肯定会是整个家族的继承人呢。既然是经商的，那他肯定会走经商这条路啊。可是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成为一方父母官，想必是因为腿脚的关系吧。你是？那日在天香楼，他整个视线都汇集在这个女子身上，并未看清当时站在面前的男人。王爷。即便他们只是儿时见过几面，但是萧彻可是威名赫赫的战王啊。王爷，他竟然是个王爷，怎么会？虽然这萧彻的气质一看就知道此人身份不凡，但我从未想过会是什么王爷，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战王殿下。这个人莫不是还未对小媳妇死心吧？之前在不知道他真实身份之时，我就已经失去了竞争凌晨的资格，如今的身份揭露，竟然是如此的高不可攀，我又有何德何能从他的身边将凌晨抢过来呀？挖坟掘墓，他能判多久？凌晨呐，放过你大伯吧，他鬼迷心窍了，你这样会毁了他的。你这话说得倒轻巧啊，你自己看看，他已经将我爹娘坟墓给刨开了，如此畜生行径，还想让我原谅他吗？家门不幸，家门不幸。赵氏，我真的是很奇怪啊，为什么同样都是你儿子，你却偏心林中一家子？你给我说说，难不成只有林中是你亲生的，而我爹是你捡来的？这件事情难不成已经被臭丫头知道了吗？不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否则我在大河村就再也待不下去了。你胡说什么？你爹当然是我亲生的了，他可是我10月怀胎辛辛苦苦生下来的，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不能如此对待你大伯。你当本官是死人吗？
如今陵中偷盗他人坟墓，证据确凿，即使你说不报官，官府又不去追究的。刚刚凌晨与赵氏对话的时候，刑长已向周围的村民了解事情经过了。来人，将陵中带走，稍后会公开升堂审理，依着律法，该如何判处就如何判处，本官绝不徇私。是。你个小贱蹄子，你让他们把你大伯抓走，你大伯这一进去，建业身上可就有污点了，他还怎么考功名啊？这人是本官下令要抓的，要喊冤，你们也该朝着本官来。如今这一切的一切是你们自己作的，怪不得我。全部带走。小彻，今天这一出，想必我在他们心中也是个不忠不孝的东西了。晨儿，你不用妄自菲薄，你是这世间最善良的女子。这样悲伤的眼神还不适合凌晨呢，怎么办？我好想上去安慰安慰他，可是我在追捕坏人的这一段时间里，已经错过了这样的资格。有他在，想必晨儿应该是可以得到安慰的吧。既然坟茔已经被挖开了，那不如就趁着这个机会寻一风水绝佳之地，将他们一家尽快安葬为好。希望他们一家人来生可以投入富贵人家，无灾无难，平安顺遂，不要像今生这一般凄苦，就当作是我这原主身份的补偿品。别担心，一切有我。小彻，你看大河村，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一个私塾。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总会说一句话，穷山恶水出刁民，那都是因为没有文化的关系啊。一旦这些人有了文化，眼界就会变了，那思想也会转变的，他们的格局都会不一样。一旦有了学问，也不再会因为不懂法律而去犯法。小彻，所以我想在大河村里面建一座私塾，一座所有人都可以去学文化的私塾。据我所知，办一座私塾，不光需要批准文书，还需要朝廷成立办学部门的认可，以及师生达到一定人数才可以成立。想必这些事情极为繁琐，你还是不要去想了。袁12办事的能力还是有的，这些尽可以交给他，记住了吗？哎呀，好了，我知道了。每一个孩子可都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啊！如果我们国家所有的孩子都可以读书识字，我相信对咱们天启国的未来一定是一件好事。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大的理想。这件私塾的事情，为夫就交给你，钱什么的你都不用操心。那这么说定了，那到时候呢，我将私塾图纸画出来，再命云儿他们拿去建。我要办学校，我要办很多很多学校，开遍天启国每一个角落，让天启国人呢都能有文化，都能为国家做出贡献。不光要办学校，将来我还要建医院，我建很多很多医院，让天启国所有的人呢都能看得起病，不会因为小的病痛而失去性命啊，可好？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送入洞房。此刻他与我并肩站在我身边，脚步坚定，坚定地牵着我的手走向另外一个人生旅途。遇到萧彻之前，对于这个世界我感到很陌生，那种惴惴不安和惶恐一直伴随着我。遇到他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惶恐与不安竟全部都消失了。不许偷看，带头是要由我来显的。这一刻，房间和村民仿佛都消失了，这个世界上又只剩他们两个人深情凝望着彼此。我以前听说过一句话，人这一生呢，总会遇到很多人，有人惊艳了时光，有人温柔了岁月。如今我只希望，不论是这个惊艳时光的人，还是温柔岁月的人，还是永永久久的陪伴我身边的人，始终都是他，萧彻。萧彻从未觉得自己竟如此不中用，这小媳妇只看他几眼而已，他就感到浑身的酥麻，这整个人呢都要融化了一般，像是有什么在心间划过，令他整个人都颤抖不已。萧彻还真是差一点就忍不住将小媳妇扑倒了，好好的疼爱一番。看把我们新郎官给急的，这么猴急，怕是等不到天黑了吧？
你们这帮人能不能说点正经的？好了好了，该喝和亲酒了。这喝完了和亲酒，新郎官就该去敬酒了，不然外面的客人等久了，小心冲进新房里来。我看到新娘子了，我看到新娘子了，像天仙一样美呢。喝了和亲酒，天长又地久。行了行了，热闹你们都看完了，赶紧出去吧，让2个人说会儿话。外面还等你敬酒呢，你还不赶快去啊？我去，这厮还真敢啊！我早就想气你了，这都忍了1天1夜了。你猴气什么？等晚上的。晚上做什么呀？媳妇儿等我。夫人饿了就先吃点，咱们王爷挑的可都是您最爱吃的东西。这个洞房花烛之夜，风光无限，龙凤花烛足足烧了1整夜。我不行了，我实在是不行了。乖，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媳妇儿，你醒了？相公，早上好啊。哎呀，都怪你！你看看都什么时辰了？小媳妇这一生气就往空间跑的毛病，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改呀？王爷，军中有急报，去准备一些吃食送到书房来。可是京城之中出了什么事？是云南，叶老道他们今日傍晚就会抵达到大河村，想必明天一早，王爷可能就要走了。云南是谁？是吴征吗？天启国境内的云南与其他3国接壤，历年来始终战乱不断，是各国兵家必争之地。难不成云南又起战事了？皇上也不管吗？嘘，不是说还有2、3天的吗？怎么这么急就要走了？如果王妃知道王爷明天就要离开的话，肯定伤心死了。一定是有人在背后议论我呢。为何王爷此次回京不带着咱们家王妃呢？就是让你平时多动动脑子，你是不是傻呀？王爷为何会受伤来到这个地方？京中有内卫在，能安全得了吗？那个人不除，你让王爷如何安心的将王妃带回去？云九，你看，他又不打我。云九说不心疼那是假的，但是他们几个女人之间的事情，让我一个大男人如何插手？如果我敢动力求1根头发丝儿的话，恐怕燕卫那12个人绝对不会放过我的。行了，你们几个别闹了。信中内容不多，但是从寥寥数字之中，萧哲已经感受到了此次云南战事的紧急，他无论如何可能都需要去一趟了。就是不知道小媳妇什么时候才会出来。如果她今夜都不回来的话，我与她岂不是就不能道别了？或许这样也好。他怕到时候他当真的会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立春，你们王爷呢？回禀王妃，王爷在书房。不对啊，萧彻，出什么事了？答应我，以后无论多生气，给我个解释的机会，不可以说消失就消失，让我找不到你，知道吗？想必是有事情发生了吧？他就要离开了吗？云南那边战事不容乐观，我可能需要过去一趟。云南？谁啊？吴三桂又造反了吗？吴三桂是谁啊？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萧彻，打算什么时候走啊？难道我在他心目中真的不重要吗？为何我都要走了，他还可以如此淡定？萧彻，你这次要去多久啊？需要我帮你准备一些东西吗？今天傍晚的时候，燕卫们就会赶到这里，最迟明天傍晚，我就必须要离开。后续还会有一些暗卫过来，这是凌晨向萧彻提出的要求，他需要建立一个自己可以信任的小部队。那行，他们今天来了之后，你让他们来见我吧。傻瓜，他们来了之后肯定要来拜见你这个王妃的呀。他们没来之前，你先跟我来。萧彻，这些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军火，在我们那个时代，对于军火的管控，就像现如今朝廷管控铁器一样严格。房间里所有东西如果拿出去的话，足可以发动一次小型战争了。凌晨无比的希望自己可以再多一个金手指，可以联络上后世的养父，至少可以告诉他要小心提防一下。不管你怎样想，既然这些东西跟随你一起来到这里，至少比留在你那个世界要强，对吗？你想说些什么？媳妇，
无论你是为何来到这里，可你始终都是你。其实在我们天启的皇宫有一个传说，那里有一个叫别墅的建筑，想必那位仙人应该是和你来自同一个地方，或许你可以从他留下的东西里面找到些什么线索。我只希望你不要逃避，既然来到了这里，就是上天最好的安排。我并不想来这里的。我懂，就像你生活在大河村，用着别人的身份，你总是觉得自己名不正言不顺。如果你不想再用这个身份，我可以帮你。那么多疼爱我的人，叫我如何能割舍得下呢？我只是想告诉你，你首先是你自己，不是什么别的人。做好你自己，那么将来无论你是王妃亦或是皇后，你都不能退缩。这世间的规则就是不容弱者。你知道吗？我母妃原本只是行宫之中的一个丫鬟。我10岁那年，母妃就去世了。因为我母妃身份的关系，朝中的大臣们不同意父皇将我立为太子的决定。虽然父皇偏爱于我，但是身为一代帝王，他也有他的无奈。最终他迫于压力之下，将皇后的嫡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立为了太子。母妃去世之后，我曾经疯狂过一段时间。那时父皇放下了朝政，每日每夜地守着我。我也曾跟他哭闹过，直到有一天夜里，竟然看到父王坐在大殿门前的台阶上，拿着母亲亲手绣制的锦囊在哭。那个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他，竟然哭得像个孩子。直到那一刻，我才深深地明白，母妃的去世痛苦的不光是我的父皇甚至比我更加伤心。他一边承受着失去母妃的痛苦，一边还要承受我的无理取闹。打那之后啊，我每天只睡2-3个时辰，跟着太傅努力的学习，跟着教习师傅学习武功。直到14岁那一年，我偷偷跑去了战场。如今战王府一切都是我自己靠军功挣来的。原先那些反对我当太子，说我母亲身份卑微的人，我也用我自己的实力让他们闭上了嘴巴。好看吗？父皇曾经跟我说过，要将这天启江山留于我。那时的我对这些当真是提不起兴趣，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有了你，而且你身上有这么大的秘密。如果我让大哥登了皇位的话，我怕我会护不住你。晨儿，这江山我可以不要，但是你绝对不能受到丝毫的伤害。要美人不要江山？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我可不想被人当作红颜祸水了。傻瓜，我当然知道。小澈，你知道吗？在我的那个世界，曾经发生过2次世界大战，就是很多国家打到一起了。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元帅曾经说过，战争就是一台巨大的绞肉机，与你们这个时代的刀枪拼杀不同，我们那个时代是飞机、坦克、大炮，一顿狂轰乱炸下来，整个城市一夜之间几乎只剩下残垣断壁了。如今我到这里来了，我现在要把这些东西拿到外面去，我在亲手的制造一台绞肉机，这的东西将要收割无数的生命。但小澈，我不想失去你，我不指望他们能够左右战争的走向，但我只是希望这些东西可以保住你的性命，令你全虚全伪，毫发无伤的回来，为此哪怕下地狱我也不怕。那么厌恶战争的他，竟逼着自己将这些收割人命的东西拿了出来。晨儿，其实你可以不用。小澈，这些东西都是你能用得上的，多了一份体系，就多了一份安身立命的本事。小澈，相信终会有那么一天，这个世界上将不会再有战争了，对吗？晨儿，若是有一天刀剑架到你的脖子上，你要引颈向图，还是要奋起反抗？如果不得已发动战争的话，我希望可以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至少能够保证那些百姓他们的安全。晨儿，我答应你，终将有那么一天，这世间再也不会有战争。那时候，让你运用你所掌握的知识，可以免费让孩子上学，
可以让穷人看得起病。咱们建学校、建医院，一切都按照你的想法来。但是前提是，你要留在这里，不可以离开。我只是说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会怎样？那我就改嫁呗，我总不能一棵歪脖树上吊死吧？让别人呢花着你的银子睡你的媳妇儿，打你的孩子。哦，不对，你还没孩子呢，那就睡。而某棵正在气头上的歪脖树，闻得越发凶狠了。真是福冈不正了，这女人还真是教训的太轻。这一吻的结果就是两个人在沙发上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等一切结束的时候，已过了半个多时辰了。好看吗？特别好看。媳妇，你说你这样的奇遇还会再出现吗？烟云12味中的烟味，下午的时候已到大河村了，比预计之中的至少早了2个时辰。属下们参见王爷，王妃。先去洗漱。这帮家伙究竟是几天没洗澡，熏到了小媳妇？是。王妃的底细我清楚了吗？我才不要告诉燕一，王妃是仙女的事情。谁叫燕一平时总是欺负我的？这封信依旧是萧彻手下最为信任的前锋营副将吴征写来的。这与其说是一封信，更不如说像是一封遗书。而吴征手中可是握着萧彻军下一支最为精锐的骑兵了。信中还说，皇上已派了大军去支援，但在半路遇上山洪爆发，被隔绝在了香河以北，数日前进不得。原来云南那边形势已如此严峻了。在于一整理药品的时候，凌晨就决定了，这一次让于一跟在萧彻身边随行。王妃竟然让我将这仙术交给外人，不得不说呀，这仙女就是仙女，想的跟我们这些俗人不一样。凌晨将空间之内的保暖衣、作战靴、作战服、防弹衣一股脑的往外掏。晨儿够了，再多马车就装不下了。对啊，哎呀，那怎么办呢？可是还有好多东西没拿呢。哎，这样吧，要不你带着我吧，到了地方呢，我再给你拿。要不然的话，还差好多东西呢，药品也需要，服装也需要，还有……仪式。晨儿，你听我说，那边的战事实在是太严峻了，我不能带着你。不对，你应该听我说啊！我就是知道那边严峻，你才应该带着我的。你忘了我有什么吗？我可以保你平安呢。晨儿，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吗？你要做些什么？你要训练自己的小队，你要建学校、建医院，你要建造自己的商业帝国，这些你都忘了吗？我没忘，可是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有这些有什么用呢？我又何尝不想将你带在身边，我也舍不得与你分开，但是那边那么危险，我此去能不能全身而退尚且未知，如何让我舍得带你去冒险呢？晨儿，你听我说，我只给你4个月的时间，4个月之后你去云南找我，带着你自己的小部队。如果那时云南的战事还未结束，恐怕到时候我就需要你的帮助了。从这里去云南恐怕要走上1个月时间，也就是说我只有3个月的时间。好，萧彻，那我们说定了，4个月之后我去找你。好。王妃这是何意？那是种从死人堆里面摸爬滚打过来的眼神呐。太像了，简直是怎么像了。王爷的眼神他们再熟悉不过了。仪式，与王妃比拳脚，不可动用内力。是。王爷怎么会在如此紧急的时候让我陪王妃玩耍呢？抱着陪太子读书的心态去应付的。这一脚感觉我到现在还隐隐作痛呢，想必一会儿燕老大也会吃亏的。如果你再不认真的话，恐怕你不用跟王爷去了，回家养伤吧，别动。王妃，如果刚刚我一掌下去，你的小命啊可就交代了。哦，一会儿再告诉你们。2个时辰之后，烟味再出来时，每个人身上多了很多东西，一个个脸上透着说不出的兴奋。在面对凌晨时，神情上都多了几分恭敬。没有人知道这个午后的大青山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隐约的能听到一些响动，以及飞鸟惊起争相上天空的声音。我的个妈呀，这哪里是个女子啊，这比当年我们在暗匪营训练时的教头还可怕呢！而且王妃的动作怎么可以这么灵活呀？凌晨给每个人配备了金刚弩箭，这种东西轻便利于携带，而且威力巨大，轻易就可以射穿3米厚的钢板。箭矢用过之后还可以回收，不像子弹，一旦子弹用尽了，那枪支就变成了废铁，毫无用处。除了一些武器，凌晨还将自己设计的一些工程利器的图纸交到了萧彻手中，有投石机、弩车等等。这些东西材料简单易得，组装起来威力毫不逊色。过来，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当然是银子啦，越多越好啊，金子就更好了。财迷，整座战王府都是你的，还觉得不够啊？这么美的眼睛，我穿越过来，或许就是为了救萧彻吧。在这个时代，晶体破裂了，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能医治的。我到现在还觉得像做梦一般，我的眼睛竟然真的好了。还疼吗？萧彻，你一定要完完整整的回来，缺胳膊少腿的，或者脸上多些什么少些什么，我都是不要的。你要敢死的话，我带着你的银子，我一定改嫁。你敢？你想都别想，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云卫他们留在你身边吧，有他们在，我才能放心。我说过会回来，就一定会回来。你等着我，我很快就会找你去的。好，不准做任何有危险的事情，听见没？听见没有？萧彻最终的还是没来得及吃上晚饭就走了。凌晨没去送他，正坐在正屋的沙发上，听着外面马车渐渐远去的声音。姨，娘亲说了，吃糖就不哭了。铁蛋乖，姨姨会好的，姨姨还有你们呢。况且你彻伯伯很快会回来的，都会回来的。好，我会帮彻伯伯保护好姨姨的。由于凌晨计划将训练云卫的地方定在大青山深处，所以他需要一些木匠的协助。由此他决定找赵青山帮忙。我爹不在家。这女人不应该是这样的呀，我手里可提着肉呢，至少应该会让他客气一点吧。二奶奶，二奶奶，你在家吗？东屋的咳嗽声更大了。小蹄子，谁见你都敢闯！你们干什么？砰的一声，糟糕，是我大意了，竟没有发现屋中还有别人。我刚刚似乎听到了骨骼的声响，想必肩膀即便没有骨折，也一定打骨裂了。我的嘴！虽有些疼痛，但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仅有些脱臼而已。快说，你们什么人？原来是他们。那天给赵家拜年的时候，这两个人呢，将我送的礼品搜刮个干净。哼，哟，还是熟人呢。哥呀，哥你怎么样啊？嫂子，你们怎么样啊？给我闭嘴！不是我要这样做的。亏得我二爷爷二奶奶还待你如此好，好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啊！带自己娘家人回来打劫婆家，你是不是没脑子啊？他们说过制糖的方子要出来了，抢了我们一家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就再也不用在赵家受气了。我也是为了我们家好。哼，还你们家吃香的喝辣的呢？你如此待我二奶奶，大海哥如果知道了，还会跟你过日子吗？难不成你一个被夫家休弃回家的弃妇，还有好日子过？桂娘姐，桂娘姐，快出来啊！不会的，大海不会知道的。这个没用的东西。不会的，看来你们是打算杀人灭口了。没有，我们没有要杀人。不妨跟你们直说，今日这事儿，你们4人之中只能活1个人，谁先把今天事情交代清楚了，谁就可以活下去。这究竟是哪里来的女魔头？
你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明堂香进来歇歇脚，不让你嫂子给你沏汤水喝啊。大海说：“明堂哥，先别喝水了，你们先进来尝尝这几盘菜。”竟然是陈儿，陈儿也在赵家吗？看来我今天真是来对了呀。虽明知道他已经成亲了，他也逼过自己断了对凌晨的念想，可他就是做不到。凌晨就像是在他心里面生了根一般。哟呵，陈儿在呢，你这是又给我爹给我娘送什么好吃的了？快给我瞅瞅，这是怎么回事啊？大海说：“既然你已经回来了，这是你的家事，我也不便插手，你们看着处理吧。需要上公堂的话，喊我一声。”陈儿，谢谢你了。明堂哥，如果今天我来晚一步，二奶奶她就被他们弄死了。你放心，这些人一个都不会放过。陈儿这是受伤了吗？你们是不是伤到他了？是他用顶门棍打了陈丫头。赵大哥，你看这怎么办？将他们都带回衙门。从身形看像是一名消瘦的女子，此时此刻她在河面上干什么呢？糟了，不好！他原本因为担心凌晨的伤，想去林家看看的，却是没想到转过河湾的时候就看到冰面上2个人影，而那个在水中苦苦支撑的，不是他心中那个人，又会是谁呢？惠娘姐，惠娘姐，快出来啊！这怎么了？这是怎么弄得一身水呀？冰上，救他！你就别管别人了，先顾你自己吧。快进屋去！殿下，浴桶里放上温水，先让夫人泡泡。从冰河中刚救出的人，千万不能够直接放进热水里面去，要循序渐进的，一点点增加水的温度。这凌晨如何了？香汤来了，快让他喝下去。用勺子撬开，必须让他喝下去。你说夫人也是，将云衣派去了王爷身边，此时此刻连个郎中都寻不到，这可如何是好？我去找。温暖的水滋润了凌晨冰冷僵硬的肌肤，让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得到新生，重新活了起来。啊，好清闲啊！这个时代得了低温症，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我的小命可能就不保了。就是不知道，如果我死了的话，会不会再穿回现代去了？让你们担心了，我没事了。立春，我让你们救的那个姑娘呢？就在厢房呢，刚带回来的时候，她还闹过一阵儿呢。那你们可认得她是谁？惠娘姐说是这个村老沈家的闺女。她家里人呢？你们通知了吗？我看她那家里人不通知也罢。这丫头名字叫沈兰，她爹小的时候就是被老沈家抱养来的，一辈子窝窝囊囊，提不起气来。她亲娘自打进门之后，就让她奶给搓磨的都没了人样。生下这沈兰没2年就咽了气了，又张罗着给他爹续了个弦。要说这后进门的女人也是个厉害的，不光把沈兰的爹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就连他那嚣张泼辣的祖母都为这后进门的女人治得服服的。自打这女人进门之后，这下子可就苦了沈兰这孩子了，一天天干不完的活儿，家里的地里的就没有不让他干的。这好不容易熬得大了一些，有了一个情投意合的人，他后母还找人家要了天价彩礼，不给就不同意2个人的亲事，谁来劝说都不管用。要说跟沈兰好的那孩子，就是咱们村最南边那家的山子。这小子不仅个头高，人长得也精神，这些年来拼了命的挣钱，就是想凑够彩礼钱，将沈兰从沈家赎出来。那然后呢？哪还有什么然后啊？不就是年前的时候，那山子跟着一伙人进山猎熊，结果再也没出来。那时候人没有，尸体没有，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不见了。也是可怜沈兰这孩子，没日没夜的等，眼睛都快要哭瞎了。后来有人上山捡回来一副尸骨，就说是山子的，你们是没瞧见，那哪能算是一副尸骨啊？七零八落的，就剩下一些带肉的骨头。夫人，刚刚那个姑娘她流了好多血。走，
去看看。身体是好了，可他似乎没有求生意志了。石兰，你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我们出钱把你赎出来，你可愿意？我愿意，只要能让我脱离那个家，我愿意跟着你身边为奴为婢。石兰，我问你，都说山子去了，你们可有证据吗？那具尸体抬回来的时候，哪里还辨得清面目，比白骨也强不了多少。那你们怎么认定是山子的？就因为那把猎刀，那把他始终会带在身边的猎刀，上面是我用小刀刻上的山子2字。那把刀如今在何处？就在这里。石兰，我说的话可能会引起你的不适，但我还是要说，那具尸骨你看得真切吗？回想一下，那具骸骨之上可未有动物撕咬的痕迹。我看见了，骨头上都是咬痕。天河哥，你来啦！天河哥，你来啦！天河哥，那具骸骨上面再没别的地方可以证实身份吗？那几乎就成了一具白骨，如何辨认？他当年去医学院的时候，入门看的第一本书必是《洗冤集录》，他心里灵光一闪。哎，对了，山子哥以前可有摔断过手脚吗？他左腿小时候摔断过，虽然后来长好了，但是走起路来还是有些跛。不过不仔细看的话，是极难发现的。哦，那就好办了。那具骸骨的左腿可有骨裂骨折愈合的痕迹？凌晨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那具骸骨不是山子哥的吗？我只是一个猜测，还没有证实。史兰，你先别激动，咱们听听天河哥怎么说。或许那具骸骨真的不是山子，我没有见到那腿骨上有什么别的痕迹。你告诉我，什么是骨折愈合后的痕迹？天河哥，山子哥是否下葬了？如若那上面没有骨折后愈合的增生组织，那完全可以确定这具骸骨不是山子的。只要他没死，史兰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啊。天河哥，想必山子家一定不会同意我们开棺的，对不对啊？山子他娘是个拎不清的，有极重视鬼神之说，不然也不会相信沈兰命硬，不让他进门了。况且，在我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山子家肯定不会同意将山子尸骨刨出来的。天河哥，那今晚入夜时分，你可敢与我走一趟？这有何不敢？等天黑，村民们都睡了，我陪你去。如今我比你更希望那副骸骨不是山子的。你不知道，这近半年之内，这十里八村进山没出来的，已经没有100，也有80了。你说什么？不对呀，为何这件事情我从未听说过呢？大岐山周围总共20多个自然村呢，也就是说，这半年多以来，每个村子至少都有几个青壮年进山后没再回来，肯定不是因为进山狩猎被野兽袭击导致的。想必那山里面一定隐藏着什么巨大的秘密吧？或许这些人是撞见了什么，被杀人灭口了，又或者说这些人被直接抓了起来，在山里面做着一些什么不能被外人所知的勾当。看来我需要进山一趟。等到凌晨他们就要出发的时候，沈兰穿好衣服也跟了出来。你不带我去，我自己也是会去的。得罪了，运气真不错。沈兰，我敢确定这副骸骨不是山子的。什么？你们看，你们都说过，山子哥小的时候左腿摔断过，即便当时没有摔断，仅仅是骨裂的话，那么愈合之后呢，他左腿腿骨上定会留下一些愈合之后的痕迹的。可你们看呢，这副腿骨上表面光滑平整的，无一丝一毫受过伤的痕迹。那你说这副骸骨如何是山子的？是真的，真的是这样，是真的是这样。这骨头表面丝毫没有受伤的痕迹，绝对不是山子。余卫，王妃有何事吩咐？明儿个一早，你们几个人去附近各个村子打听一下，每个村子丢失多少人，年龄多少，做个登记。明天傍晚前交给我，可行吗？是，叔叔明白。天刚亮的时候，李天河也早早的过来了。听说他们要出去打听附近村子失踪的事情，自告奋勇的也要跟着一起去，就包括腿脚刚好一些的林满贵，也央求凌晨说帮忙去打听。夫人，
这附近一下子丢了这么多人，是真的吗？据说是这样的。惠娘姐，这些事儿你听说过吗？知道是知道，但是这大青山方圆百里，哪一年不吞噬掉几条生命，所以大家也没当真。只是知道咱们村子折了几个人，别的村子我就不太清楚了。惠娘姐，也不知道官府那边有没有记录啊？恐怕没有，这猎户进山回不来的太多了，估计就是被野兽叼走了，谁会去报官呢？或许是有人利用这一点，通讯闭塞又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只要进山失踪了，就有可能是被野兽叼走了，所以就不会有人报官了。那也就是有人在山里面秘密做什么事情，利用这些招到不少劳动力。那会不会有人在山中发现什么之前的矿石之类的，瞒着朝廷做偷偷开采？若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人身份想必是不一般呢。天几国是萧家的江山呐，我作为萧彻的妻子，此事绝不能坐视不理呀。即便不是为了萧彻，也为了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我也要一探究竟。傍晚的时候，出去打探消息的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各种打听来的资料也都尽数的递到凌晨的面前。凌晨整理汇总了一下，真的是越看越心惊啊！天哪，短短几年的时间，周围49个乡镇村子已经陆陆续续的消失将近200多人了，而这些还都是有证可查的，记不起来的人大有人在啊。而这些人大多是进山之后就生死不明了，家人们也当作是被野兽叼走了，简单办个丧事就了结了，竟丝毫没人意识到这件事情背后究竟有多么不对劲儿。太像了，太像了！不光是神情像，就连思考时的小动作都与王爷一模一样。你们回去吧，准备一下，明日一早随我进山。明日进山呢，当做一次训练。这一路上，我会将我的本领技术教给你们，那会成为我手下最精锐的一支部队。那将来呢，也会成为王爷手中一把尖刀。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给我站起来。在今天收集的资料当中，他看到一条比较有趣的消息。其中一位村民说过，老一辈在他们村曾有个进山的人，失踪好几年了，回来之后疯疯癫癫的，天天嘴里念叨着这山洞里面宝藏什么的。或许这个人被抓了过去，在山洞里面做什么事情，然后不知道为何突然跑了回来，还发了疯。这条线索很重要啊，若资料是真的，想必那个人在山里面已鼓捣10余年了，此次前去将会是一场恶战了。不过我手里面有先进武器，因为他们几个又各顶各的聪明，稍加训练一下，个个都是把好手。凌晨手指敲上了山中那个叫指天峰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大青山中最高的山峰。很早之前就传闻了，指天峰里面藏着巨大的宝藏，有无数人为了寻宝而来，可惜进了山之后都是有去无回的。唯一回来的就是那个疯疯癫癫的人，还什么也问不出来。从此以后，这指天峰就更加神秘，无人敢靠近一步。实在是看不出来，这个指天峰离大河村究竟多远呢？也推算不出来，我们究竟需要走多少天。哎呀，不过好在我有空间这个作弊器在，轻身前往即可了，这样行进速度也会快很多的。我的妈呀，这也太有喜感了！7个小时之后，他们已经走到了几乎无人敢靠近的偏远了。王妃，您看前方。前方应该是一个山谷吧，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里至少有一眼温泉。咱们先过去吧。如果我料的不错，那里是一个比较适合咱们今夜驻扎休息的地方。若真有地下温泉的话，空气当中硫磺含量会超高的。若是那样住在这里的话，一夜之间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命丧于此的。凌晨掏出空气质量仪握在手中，命令他们留在谷口通风处等候着。哇塞，这山谷里面不光药材奇多，连野生菌都是一片一片的长的。像鸡枞菌、竹荪这些在现代价格被炒得极高的菌类，在这里居然随处可见。一路上，红菇菌、黄丝菌，各种极难见的菌类。凌晨几乎是将山谷走了大半圈了，而测量仪却没有丝毫警报的迹象。于是他放下心来，他边往回走，
便将一些野生菌以及看上去不错的药材捡起来装进随身的布袋里面。哎，这是什么？哇塞，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黑灵芝吗？我的天哪，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我记得《神农百草经》说过，灵芝分为紫、赤、红、黄、白、黑6种，其中以黑色为尊，最为珍贵，那是只存在于书里的东西。就是没想到运气竟然这么好，竟无意之中找到这株天灵地宝了。如若在前世养父时的腿，哪怕只得一片黑灵芝的滋润，想必以后都不会再疼痛了。凌晨小心翼翼地将灵芝整株挖了下来，连带着依附它生长的那棵树干，也用工兵铲挖下一大块之后，一起送进空间了。嗨，你们好啊！我的王妃娘娘哎，您没有事情倒是跟我们说一声啊！半天连个动静都没有，我们这魂都快吓飞了。您要是少根头发丝儿，王爷回来我们可怎么交差呀？指不定得扒了我们的皮呢。关于夜间换班值守的问题，就交给他们自行去安排了。凌晨赶忙的钻进自己帐篷之中休息去了。这儿呢是咱们的位置，咱们今天呢先不着急往山里走，就以这个山谷为中心，两两分成一队，往4个方向进行搜索，沿途做好标记，将所见的地形地貌呢用图纸的方式画下来。凌晨自己则留在营地里面。之前他在空间中的武器库里面发现了几架军用无人小型航拍器，而这种小型航拍飞机整机重量只有2000克，最高可达800米飞行高度，悬停时间超过30分钟，抗风力可达5级以上，并携带5000万像素的高清单反相机。等航拍器收回之后，再用笔记本电脑读取其中的影像数据。20分钟之后，无人机以围着南面的方向转了2个圈，足足6架飞行航拍器轮换着拍摄。接近晌午的时候，凌晨就已经将周围地形尽数拍摄清楚了。你们都给老子小心点，要是弄坏了这些矿石，小心你们的皮！你们都给老子小心点，要是弄坏了这些矿石，小心你们的皮！有人？好啊，这声音可不是云伟他们发出来的，那一定是山中抓走村民那帮人吧？来得正好。糟了，不行，这个营地一定不能被人发现了。手放到整个平台的边缘，意念一动，面前哪里还有营地的影子？凌晨将配枪拿在手里，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接近真相的机会呀。凌晨敢确定，这些背着背篓的人应该就是这些年在大青山失踪的猎户或是药农与村民。大哥，你什么时候让兄弟们下山去快活快活呀？下山？下什么山？没有女人，你他奶奶的就活不下去了是咋着？那您看，咱们这山里头，这可不是都快逼疯了吗？这你还有脸说呢？1个月前你见个娘们儿你就迈不动步，结果被人家丈夫发现了。要不是哥儿几个及时赶到，你小子说不准都让人家给干掉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呢？红头没有半点神采，像一个死人一般毫无生气。想必已被打麻木了，还望他于心死吧。我那不是一时不察吗？谁让那小娘们长得那么水灵？虽然是嫁过人，但是咱饥渴了那么久，就连母猪都快不嫌弃了，更何况是个那么俊的小娘皮啊！哎，谁知道那小娘皮性子如此刚烈，眼见着自己丈夫活不成了，竟然抢了咱的刀，直接抹了脖子。哎呦，你说这血字呼啦的，吓得老子顿时就没有啥想法了，真他奶奶的晦气！反正这人不是也杀了吗？丢在山边上，估计早就被野兽啃干净喽。中年夫妻，男子会武，女子比较漂亮，而且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情。原主的父母不就是吗？莫名其妙的死在山里面，被野兽啃食，尸骨残缺不全的。当时我将原主尸体埋进他父母坟茔的时候，我并没有留意到那些尸骨。原来原主的父母很有可能就是这帮人口中说的那对夫妻了。原来如此啊！这帮畜生一定是以为对方只有1名女子近身，消费了原主的娘气，结果没想到人家是一对夫妻。看样子
这个矮个子的男人还差点被林浩打死了。若不是因为对方人多，恐怕他们俩也不会死了。我可是答应原主的，要替他报仇。如果只是几个黑衣人的话，我出手打死他们倒也难不倒我。但困难的是，不光黑衣人数量很多，而且站的位置十分分散，又都混迹在无辜的人群当中，我无法最短时间之内将他们都给杀了。万一有人跑回去报了谢，令幕后主谋有了警觉，销毁这里可就糟了。糟了，被发现了吗？刚刚我还想下山找个娘们泄火的，这就送上门来了。这虽然穿得怪了点儿，但这脸蛋还真挺标致啊！来来来，让大爷我好好疼疼你！砰砰砰，一连10枪，又是10个黑衣人倒在地上。哇，好险啊！这泛着蓝光肯定是有剧毒的吧？刚刚那一镖即便没射中我，只要擦破一点皮，恐怕小命就难保了。我虽然是个医生，可我只是个外科医生啊，我真不会解毒啊。这飞镖的速度、高度以及角度来看，那个男人大概的方位，我心里有数了。只要他不移动，我还是有把握干掉他的。啊，什么情况啊？让王妃受惊了。郁闷，为毛就我不能学啊？他们都可以在树上飞来飞去的，身轻如燕，而且走起路来半点声音都没有。如若刚刚落在我身后之人不是云十二，是敌人的话，那此刻我也有命在啊。王妃这是生气了吗？是在气我们回来晚了？切，真不应该怪萧彻，说我不适合学轻功呢。反正他也不在这儿，这师傅还不都是现成的呀？哼，十二，你教我轻功，我给你找个媳妇怎么样啊？哎呀妈呀，王妃啊，这要是被王爷给看见了，我这条手臂还能留下吗？我等萧彻回来再学，都不知何年何月的事儿了。这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还学个屁呀！幸好王妃毫发无伤，不然我们这是死千万次也不能赎其罪过了。王妃，您没事吧？你有受伤吗？你伤到哪里了吗？你真的是去侦察地形了吗？不是去打猎的吗？云儿，你这是去打猎了？嘿嘿，没有啊，这些都顺手抓来的。卑职不是想着王妃昨天赶了一整日的路，肯定十分的疲乏了吗？着实辛苦，只得想着抓些好吃的给王妃补上一补。真的？真的真的，比真金都真。哎呀，那成吧。看在你这么惦记我的份上呢，今天中午啊，给你们做火锅鸡吃，还不赶紧去把东西给收拾了？现如今除了那些已跑走的村民之外，现场足足还有好几十人呢。这些人一会儿啊可都是要吃饭的，看来得要多准备一些了。幸好空间之中啊有医院食堂这个大 bug 存在，否则这么多人吃饭，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小弟弟，你怎么一个人跑深山里来了？我跟爹上山采药，结果就被他们抓来这里了。我问你啊，这里不是传说会吃人吗？你怎么还有胆子上山采药呢？以前的指天峰可没有这些传言，我们村的人经常来指天峰采药，只是没想到有一天这些黑衣人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将我们带到了这里，成了采石工人。他们让你们采的是什么石头啊？是金矿石，可以提炼出金子的石头。采矿石场中的老人说，这几年来他们已经运了不少黄金出去。黄金吗？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黄金都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看来是有人心怀不轨啊。他们怎么知道指天峰有金矿的？我听一位爷爷说，他们不光找了指天峰，这方圆几十里他们都找遍了。你们来多久了？难道没想过离开这里吗？我们不是不想离开，而是不敢。逃跑的人一旦被抓回来以后，就会被折磨致死，然后丢到矿坑里面去喂蛇。别怕别怕，我来救你们出去了。如今你已经安全了，休整一下，我带你们下山。云儿，夫人，你们都备一些帐篷还有吃食交给他们，再安排一个人送他们下山去。是。等你们下山之后，去当地县衙找刑长老爷，把这里的事情说给他听，记住了吗？
这些人因为常年从事体力劳作，又缺少医药，一个个瘦得枯瘦如柴的，脚下虚浮无力。这样贸然下山去，恐怕根本就走不出去，会死在半道上的。云卫几人最终商定了，暂时不将他们送下山去，由云四和云武两人留下，带领他们在山谷中暂时休整。别怕，有我呢。姐姐，你们是不是想去采石场？我可以带你们去。你还要回去吗？你不怕吗？有姐姐在，我不怕。你叫什么？我娘给我起名叫小文，1文钱2文钱的文。哎，怎么还哭上了？姐姐，我娘亲病了，我跟爹上山为她采药，就被抓了来了。也不知道娘亲如今怎么样了，是好了还是……夫人，咱们吃过饭就动身吧。这些人长时间不回去，就怕那边起了警觉就不好了。姐姐，这是我之前发现的一处捷径，只要有风，就说明这条缝隙不是死胡同啊。夫人，这么小的缝隙，属下们进不去啊。小文，你看这附近有没有其他入口啊？这个入口他们几个进不去啊。还真有一个，就是那里有点臭，不知道。只要不是让我钻茅坑就成。不是茅坑，就是在山的那一边有一个特别深的废弃矿坑，那里面有一条通道，能直通山洞里。但是那个矿坑被他们用来丢弃死去的尸体，所以特别臭。夫人，您在这里等着，我们摸进去就行了。谁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陷阱或者毒虫猛兽什么的？万一夫人遇到了什么危险，我们又不能及时伸起援手。要是这王妃真的少了根头发丝儿，王爷回来一准扒了我们的皮。那这样吧，我带小文从这里进去，其他路你们自己找吧。可是……好了，不说了，就这样决定了。刚刚教你们的方法可都记住了？记住了，那个手雷一定不可以在空中爆炸，而且扔出去之后10个呼吸之内必须飞速离开。你们可记住了，那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一颗丢出去，100多颗钢珠瞬间爆发出来，任凭你武功再高也躲闪不过。王妃绝对是上天派遣来拯救王爷的，王妃拿出来的那些东西一定是仙家之物。2个时辰之内，手表提示音响起之前必须解决战斗，敌人能抓活的就抓活的，尽量不要伤害无辜百姓，能做到吗？属下遵命。还有，都给我记住了，必须一个不差，全虚全乙的给我活着回来，听见没有？我去，我还真是小看这个缝隙了。我刚才还在想着呢，或许只有外边比较窄，越往里越宽敞呢，这前面根本站不起来嘛。只好勉强爬过去了。这个洞什么鬼啊？确定不是狗洞吗？算了吧，不纠结了，爬就爬，反正不会少块肉。转过一个弯后，面前就豁然开朗了，里面宽度非常大，凌晨感觉足可以跑匹马了。姐姐你要小心了，这里不光有毒蛇，还有大蝎子。别怕，有我呢。这个缝隙应该是地壳运动时形成的裂缝吧？到底什么样的地震足将一座山峰撕裂开来啊？快来！如果刚才手下感觉没错的话，这整块巨石根本不是石头，而是一整块金子，高达3米多的一整块金子，是什么概念啊？就连 M 国所有的战略黄金储备量也没有这么重吧？哇塞，这是不是要好几吨啊？哇塞！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这回真的发财了！他意念一动，连人带金子直接消失在山洞里，钻进空间了。这块金子不像天然形成的，倒像是后人冶炼后浇铸的。在没有任何起重设备的古代，这块金子绝对是庞然大物了。而且这又是地下缝隙之中的，怎么搬运出去啊？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哎呀，这得值多少钱呐！回去之后呢，一定要好好谢谢小文。如果不是他，我怎么可能找到这么大块金子啊？哎，等一下，我好像忘了什么。小文呢？我怎么一时兴奋过头了，把小文给忘了？他也在石室内呢。小文啊，你都看见了哈。神仙姐姐，你真厉害！我们走吧。小文啊，你都不好奇的吗？我早就知道啊，知道姐姐是神仙，是来拯救我们的神仙。我娘以前给我讲的故事里说，神仙都是有洞府的，里面满满的都是金银财宝。姐姐一定是将那石头移到洞府去了。
哼哼，好嘛，这是拿我当貔貅了？姐姐，你是神仙的事情，打死我都不会说的。我爹我娘我都不会说，我向你保证。姐姐家呢住大河村里，等回去以后呢，等你有时间了，叫你爹你娘带着你来我家串门。好。一大一小2个人一路走过来，崖壁两边的石头上，既是闪着粼粼金光的金矿原石。哇塞，这矿脉的金矿原石含金量真是高啊，难怪能浇筑出这么大块金块呢。看石室里面不仅有石桌，还有一张石床，这什么人呢？曾经住在那里吗？若说是在石室之中熔炼之后将金块浇筑起来，可山壁上我检查过了，没有任何烟熏过的痕迹啊，怎么回事啊？姐姐快来呀，出了这里就到了他们关押我们的地方了。怎么着啊？这狗洞爬进来还得狗洞爬出去呗？啊，来了。难不成曾经有人将融化之后的金水从这里拖进去再浇到一起吗？这个洞穴的入口一般男人是绝对进不来的，能到这里的人不是一个像小文这个年纪的少年，就是一个跟我一样的女子。可若是个女子，她为何待在这里呢？而花那么多的时间在密室中浇筑一个金块，还想做什么呢？而这个人又为什么没将金子取走呢？他还活着吗？姐姐快来，我们会找到你那些哥哥的。姐姐快来！我的妈呀，命运果然待我不薄啊！这要是晚出来1分钟，我岂不是被活埋了？这也太悬了吧！这边动静这么大了，一会儿啊肯定有人过来的，咱们快走吧。什么声音？别知道呢，刚才感觉这地面都晃了晃。赶紧检查，赶紧检查！刚刚那把牌老子可是胡了，你们可别想赖账，回去乖乖的把钱都给我交上来。去，头就是瞎紧张，不过就是掉了些石头而已，有什么可巡查的？怎么胆子越来越小了？哎，你少说2句吧，没有见到头都着急了吗？胖子他们领出去的那一队人到现在都没回来，头能不着急吗？要我说，他就是瞎紧张。那帮奴隶早些年就被打服了，谁敢反抗咱们哥几个呀？再说了，那胖子手底下带了10几个人，还看不住那么一群废物吗？哎呀，走，回去继续耍去。谁在那里？糟了，没办法了。我一开始并不想将这4个人解决了，怕幕后之人等不到这4个人回去复命会有所察觉，而事到如今顾不得那么多了。站住！大侠，我听话，你不让我动呢，我绝对不动，千万别杀我啊！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可还有什么人？大侠，你问这个做什么？是要送我下山吗？哼，这指天峰可不太平啊，外面到处都是吃人的野兽。如果有人带你来，我们得派人去找，免得被老虎跟熊瞎子给吃了。啊，那怎么办啊？我大哥、二哥、3哥、4哥、5哥、6哥、8哥，他们都在森林里呢。这河石山上摸进来这么多人了，警戒的兄弟却完全没有发现。嘿嘿，放心，我们会找到你那些哥哥的。让你过来呀！小娘子，你告诉我们，你哥哥们都在哪里呀？我也不知道啊。我刚刚自己一个人走着走着就走到这里来了。我跟哥哥们已经走散了。很好，再过来一些，再过来一些，越近越好。就是他，刚刚是杀了老四他们，抓住他！刚刚不止4个人吗？我真是大意了。你是什么人？你们不能换个问题问问吗？这个问题呀，都问8、9、100遍了，你们烦不烦呢？你们问着不烦，我都听烦了。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一般人见了我们的样子，早就哭着喊着跪地求饶了，为何这个小姑娘非但没有害怕，还能如此淡定的与我们耍着嘴皮子呢？说，你到底是谁？我不都说了吗？换个问题问，换个问题问，你怎么还问呢？你们这帮人盘踞在这指天峰里面，偷盗朝廷金矿，还私自羁押平民百姓，不怕告诉你们，这朝廷啊早盯上你们了，识相点儿，赶紧束手就擒，不然的话，我们大部队来了，到时候有你们好果子吃。是吗？我上来的时候可没见过你口中说的那什么大部队呀。
你们两个去将这个小丫头抓起来，你们几个去附近搜查看看，是不是还有她的同伙在。哼，怎么着，戴上个面具还真当自己是个山大王了？你有本事啊，把面具给我摘下来，老娘赏你一套还我飘飘拳，保证打完了连你亲妈都认不出来你。哼，你一个黄毛丫头竟大言不惭的要跟我们打，呵呵，不自量力。哼，有种你过来呀，有种你过来呀。这是哪里来的疯子，竟然敢这么跟我们的头说话。你们丫的到底打不打？老娘眼睛都瞪酸了。臭丫头，别再拖延时间了，没用的。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法子杀了老四他们，不过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就凭你一个臭丫头想杀我们，不可能。哼，有本事啊，都站着别动，看我能不能杀得了你们。这丫头到底是什么脑子？莫不真是个傻子不成？小丫头，你就是再拖延时间也无人来救，你不如束手就擒，还能留下一条贱命。哎，你们瞪什么瞪啊？自诩武林高手，却被一块石头吓成这个样子，我呸！丢人现眼！砰的一声巨响。看样子你也没能躲过去嘛。哼，本想将你带回去严刑拷打一番，既然你自己找死，我就成全你。我去，这什么情况啊？这还能叫人吗？连子弹都能躲过去。就在凌晨以为这次必死无疑的时候，手臂被人猛地向后一扯，鼻尖处闻到的是最上乘沉水香的香味儿。居然是邢展，他怎么会在这里啊？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哇塞，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不是个有腿疾的人吗？而且每次看他走路都有些跛脚，不像是有功夫在身的样子啊。怎么如今他刚才与黑衣人对峙那一整，即便我没有内功，也能感受到他那股自身浑厚的内力波动。哇塞，援兵来了，这下咱们安全了。你是何人？哼，上次让你跑了，这次可没那么容易。原来是你，上次你没能杀得了我，这一次你同样杀不了。躲起来，别给我惹麻烦。老娘可以一枪毙了他，谁给你添麻烦了？不对呀，好像刚才确实被人家躲过去了。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死到临头还有闲心管那个小娘皮。死到临头还有闲心管那个小娘皮。邢展与那个黑衣人彼此之间电光火石，你来我往，打得好不热闹。这是凌晨第一次真正目睹到古代高手之间的对决，一时看得入了迷。破空声传了过来，凌晨回头去看邢展，别只顾着看热闹了，小心你的小命。都什么时候了，他竟然还有闲心在这看戏。知道了知道了，啰嗦。臭丫头，你这剑丢得不准呢。说我傻吗？砰砰砰几下，凌晨每发射一下就会移动一下枪口的角度。哼，无论这个男人速度有多快，他如何拼得过子弹呢？这几发子弹必定有一发可以命中他，绝无全数躲过的可能啊！姑奶奶我呢，这叫策略，你丫懂个屁呀！臭丫头，今天爷爷就杀了你！我去，居然没死啊！这他妈到底什么玩意啊？炸弹炸不死，手枪还打不死，这什么人呐？你站起来呀，站起来呀！你丫再不死的话，姑奶奶我跟你姓！叫你吓唬我！哎呀，刚才呀，我小瞧这个人了。哎，等等，他那飞镖上泛着幽幽的蓝光，想必一定淬了剧毒了。既然这有毒，而这个人呢又长期带在身上，那他身上就有解药了。对呀，你这是在做什么？怎可如此无礼？也怎可在男人身上摸来摸去的？这样做也太不成体统了。谁不成体统了？老娘在找东西好不好啊？既然有失体统的话，那你刚才抱着我干嘛？这个是不是解药我还不能确定，等一下呢得拿回去做个实验。如果是解药的话就留着，如果不是呢就更要留着了。看来他是在这找解药。
你该不会是以为我在非礼他吧？没有，我就是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随口一问。小文，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快起来活动活动，这蹲久了对血液循环不好的。哎，怎么就你自己一个人啊？你没带手下吗？你怎么会来这里啊？我之所以会来这里当个县令，就是为了调查这大青山中藏着的秘密。你知道我家是百年商贾世家，又与朝廷有着众多的联系，这市面上凭空出现大批量的黄金流入市场，最先察觉到异样的就是我们家。后来朝廷也派人来到我们家，询问是否有来路不明的银两或者金子流入市场，我这才追查了过来。哦，原来这样啊。那你腿呢？按理说行展来这的事情绝对是一个秘密，不应该与外人说到的，但不知为何凌晨这样一问，他就如实的回答，没有丝毫隐瞒。我的腿穴是真的，不知生了什么病。这里走起路来就会疼，而且疼得非常厉害。平日里我都是用针灸或者吃药压制着，可一旦犯起来，真是行走一步都困难的。那应该是股骨头坏死了吧？你知道这个病？知道啊。那你可有医治的方法，或是你知道医治的方法？再不然，你认识可以医治这个腿疾的人？我就会治啊。等回去啊，我给你检查一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如果不是的话呢，我可以帮你检查一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在两人说话之际，山洞的另一边传来一阵短促而轻微的声音。你妹啊，居然是蛇！现在不是冬天吗？还没到惊蛰呢，这东西不用冬眠吗？我去，这么多蛇，而且都是剧毒的。哎，算了吧，我决定了。蛇一旦攻上来，我带着小文和行展躲进空间去吧，暴露就暴露呗，小命要紧。刚刚行展都已经暗自运起内功，决定提着他们准备踏蛇而行了。不知为何，那一刻他并没有害怕自己会中毒身亡，反而是会担心凌晨会不会受到伤害。他有些想嘲笑自己了。人家明明都嫁人了，嫁的还是让我望尘莫及的那个男人，我怎么可以生出旁的心思？声音更加尖锐了。地上的蛇们此时好像很是痛苦，不停地在地上打着滚儿。看样子那笛声是操控着蛇想要攻击我呢，可不知道为何蛇群好像不听指挥了。如今那边声音更加尖锐了，想必是急眼了吧。但蛇群为什么不攻击我呢？但其实凌晨不知道的是，他的身上有着巴克的气息，这巴克可是上古神兽啊。这些世间所生存的小动物见到那般王者的气息，如何能不臣服呢？看着蛇们急得在地上打转呢，凌晨突发奇想来了一句：去咬它。貌似有些蠢啊，这蛇又不是我养的，怎么会听我的话呢？不，别过来！啊！天，我去，对方居然是两个人，而那些蛇呢，竟朝他点了一下头。已经安全了，吓死我了。若按照行展以前的认知来看，一个女子大大咧咧地坐在地上捶自己的腿，她一定会呵斥一句粗俗。但不知为何，这样的事情由凌晨来做，却感觉煞是可爱。多谢。小文是我第一次摸进纸贴封时就遇到的小男孩，我曾向他询问过有关于纸贴封里面的情况，只是没想到你也认识他。原来是那天蒙面的大哥哥吗？就是我。无论如何呢，今天这事儿啊也要谢谢你啊。我还以为啊那个面具男是个刀枪不入的呢，妈呀，我差点吓尿了。这丫头不光动作上惊世骇俗，竟然连这样的话也敢随便的脱口而出。你怎么会跑来这里？他的侍卫呢？没跟着你吗？哦，他们呢？来了呀，就是不知现在在哪里了。便一五一十的将他们此次进山的目的说了出来，提到沈兰的事情，又提到周围村子失踪很多人的事情。山子？是山子哥哥吗？小文，你知道山子哥是大河村的吗？是不是大河村的我不知道，但是年前确实有个叫山子的哥哥被他们抓了过来，跟他同行的还有其余几个人。小文，那他们在哪儿？你知道吗？他们来了之后不肯做苦力，被那群人关在了后室里，天天遭到毒打。前几天我偷偷跑去看了，山子哥的腿好像被他们打断了，
而且正在发高烧。走，快带我去看看。你手下没跟来吗？他们在外边，前进来的只有我跟明堂2人。明堂哥也来了吗？这样的笑容却刺了邢展的眼。即便知道他们之间只是同村的情谊，但不知为何，这心里面就有那么一丝丝的醋意泛上来。这一路走来，竟然一个黑衣人都没有碰到。从空气中隐约传来一丝淡淡的血腥味儿。这里一定已经发生过无声的战斗，恐怕不是云卫就是刘明堂了。邢展，下午在山谷那边，我截住一队采石的工人，他们大多都是上山采药或是打猎的人，我让他们留在山谷那边休整了。回头你派人登记一下，把他们都送走吧。你来指天风，他知道吗？他走了。我这不是想着进山救人吗？谁知道居然会藏着这么惊天的秘密啊！要知道是这样的话，给我一座金山我都不来的。你不知道？你明知道失踪了那么多人，山里肯定有着什么大秘密，你还颠颠的跑上来，现在跟我说你不知道？也不知道云儿他们去哪儿了。他给你的那些护卫，不会每个名字都是数字吧？是这样的。怎么了？这名字取得可真没水准。我就知道这货嘴里面吐不出象牙来。小文啊，这不是关活人的地方吗？怎么会有尸体的味道啊？不是尸体，是活着的人。有的人身上烂得只剩下骨头了，他却还活着。什么？这也太残忍了吧，跟当年日本鬼子都有一拼了。看到如今的凌晨，才想到那一日天香居他弹琴吟唱时的样子，那幅娴静如仙的画面，还真是无法将这2人合为一体啊！愣着干什么？走啊！来了。凌晨变魔术似的拿2副口罩出来。为何他拿出来的东西件件都是那样的惊世骇俗？没想到你还会医术。那是啊，我不光会医术，而且医术高超着呢。你要不要试试啊？秦展，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等你以后再受伤的时候呢，我不收你钱。突然好想掐死这个丫头，怎么办？能不能盼我点好啊？我好像说错话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康的。侄儿，你来了，你受伤了没有？明堂哥，我没事的。她已经嫁为人妇了，我一个外姓男子，最好不要与她有身体上的接触，不然对晨儿的名声有损的。身后的行展却注意到了刘明堂的眼中那一闪而逝的伤痛与失落。她是不是也是这么吸引人的小姑娘？怎么可能觉我对她起了不该有的心思呢？行展手下的人也都赶到这里了，这边的事情由他们接手，凌晨就丝毫不担心了。这个姑娘究竟有何魔力，竟然可以如此吸引我的目光？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发现，在他心中，凌晨只是林姑娘，他从未将她当成战王妃去看待过。凌晨他们一行人很快的回到山谷中去了。恩人，你们回来了！我刘二在这里叩谢您的救命之恩。哎，你们起来，快点起来啊！你们的心意，我家夫人知道了。诸位，还是起来吧。山子的情况不是很好，凌晨需要将他带进空间中治疗一下。12解下腰间挎的布袋，拿出里面的保温杯，里面是桂圆红枣茶，这也是王爷临走前交代过的，要时常备上一杯温热的桂圆红枣茶，随时随地的可以让王妃喝上热乎的。你们俩留下来，其他人先休息去吧。原来王妃又要去仙府里面帮他治疗了吧？我又不会医术，王妃将我留下来做什么呀？想必王妃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我云儿说吧？还是老规矩，待会儿无论看到什么，出去以后都不能说出去，明白了吗？保证不说，保证不说。嘿嘿嘿，一会儿帮王妃忙完正事，我一定能再去那个什么老爷子的炸鸡店吃个痛快不可。王妃，请放心，无论看到什么，属下绝不会透露出半个字儿。好了，别这么严肃嘛。你们2人抬上他，跟我走。那是什么？云儿侍卫，这是大人吩咐的，将一些吃食送下来，交给你们。好，替我谢过你们大人。行展动作还是很快的，放眼望去，从指天峰到山谷的路似乎都被简单清理过了。过了不足2刻钟，天就已经黑了下来。远处时不时的传过来狼嚎声，小文手心中全是冷汗。
晚上正是动物们猎食的时候，我们在山中燃烧篝火，喜儿是告诉野兽们我们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此时营地里面全都是一些身体残弱的采石工人，一旦狼群攻上来，他们的战斗力几乎是为零的。小文，拿着这个去我帐篷里面去，别怕，有姐姐在。夫人，所有会武的加在一块儿也只有9个人，每2人守一个方向根本就不现实。再有就是枪这种东西，他着实不希望让太多人看到。以我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自保，若被有些人盯上，而萧彻又远在云南，要是解不了禁河，那到时候我就危险了。这里不能行动，走，去谷口那里。等等，那是什么？快，动作快一点，武器都拿起来。你们知道用法，尽量不要让村民们看到。鱼儿，你带夫人到树上去，保护她的安全。余下的我们来对付。带我上去。是。你也下去吧，保护他们，我自己可以的。一会儿开枪的时候尽量打头。十二，你去将人群集中在山谷的中心位置，身体冰弱的人放在中间，尚有能力自保的让他们在外围形成保护圈。去南边那片竹林当中砍一些青竹，最少30根，一端削尖了，交给那些尚有能力战斗的人们。记住了，尽量挑一些比较高大的，竹子一定要长。这是凌晨根据抗倭名将戚继光当年发明出来对付日本倭寇的方法演变而来的。哎，给我们竹子干什么？难不成要我们用这个竹子杀狼？没错，这是我们家夫人交代的。我呸！你家夫人倒是躲树上去了，这些狼难不成要让我们来对付？我们家王妃本来在家里待得好好的，还不是为了救这些人，进山奔波了一整天，还来到这里将他们给救出来。这人不知感恩不说，还如此诋毁王妃，真是气死我了！我家夫人去树上才不是去躲，夫人剑术超群，她需要一个最高的地点来施展她的剑术。可是这狼也太多了吧，你们能应付得了吗？待会儿狼群冲过来，你们都是有武功的，跳一跳就上树上去了，可我们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想跑，我们早就跑了，何必在这里坐着防御，等待狼群的到来呢？我家夫人所做的决定就是尽可能的保住你们的生命。如果你们质疑我家夫人的决定，那么你可自行离去。我才不想死！于侍卫，你别管他，我们听夫人的指挥。我们的命都是夫人救回来的，如今夫人再次为我们只身犯险，我们如何能够误会她呢？请夫人放心，我们被抓来之前就是猎户，虽然不会武功，但是身上也还有把子力气，会保护好其他人的。交给你们了。没想到王妃竟然还有这样的本事。是头狼吗？凌晨的子弹就射进他的脖子里去了。只要头狼死了，群狼没了大脑就好对付多了。不好，狼群发狂了！不好，狼群发狂了！林姐姐，小心啊！凌晨突然感觉胳膊一疼，真是没想到他竟绕到我身后来了，还悄无声息爬上树了。不对，那刚刚我打死的那头是什么呢？难不成有2只头狼吗？糟了，刚才我把匕首交给小文了。慌乱之下，他折下一段树枝，狠狠插进头狼的眼睛里面，用力一搅。畜生，让你敢袭击我！王妃，你受伤了。狼太多了，右手雷。这帮畜生都还成精了不成吗？怪我大意了，竟把这个畜生给暗算了。今天我若是不将这些畜生给灭了，我都不姓凌。巨大的爆炸声早已惊动了正在赶来行至半路的行展和刘明堂。晨儿千万不能有事啊！晨儿千万不能有事啊！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快放信号弹！山下有他书信通知正在赶来的军队。王妃，你没事吧？没事，被咬了一口嘛，上点药就好了。还说没事，都流血了。我离王妃最近，怎么就没发现那头狼竟然不知何时跑到了树下，还偷偷爬到了树上？都是因为我的疏忽，才会害王妃受了这么重的伤。我真是该死！哎呀，你看你，我说我没事就是没事啊，不过被咬了一口嘛。等我回去上药就好了，你别哭啊。这样能减缓血液的流速。这样怎么回事啊？
猴王都已经死了，还是不没命的往前扑。即便前方王叔对地如山，他们都丝毫不害怕。难道我们真要死在这里了吗？如果这样的话，我是否要将所有人带到空间里去？晨儿，真好，我的秘密可以保住了。头好疼，眼睛好晕，身体好重啊！王妃，你没事吧？林姑娘，到底出什么事了？我们在那群黑衣人巢穴的暗格之内，找到了上面那位与黑衣人头目往来的书信，其中有一封信的内容是让他们行事要小心，说咱们王爷已经来到了附近，让他们寻个机会将人做掉。什么？上面那位肯定指的不是疼爱我家主子的皇上，他就知道是王爷的大哥，当今的太子殿下。哼，那个没有用的草包！这些年国家边疆的战事，哪一场不是靠咱们王爷撑着？王爷懒得坐那个位置，才让给他的。他可倒好，不知感恩不说，还将王爷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他就不想想，除掉了王爷，别的国家再来攻打天启，他拿什么去抵抗？难不成想当个亡国之君吗？嘘！我的老天爷呀，你还真的什么都敢说呀！这些话也是你我能议论的，小心被人听到了，给王爷招来祸事。我这暴脾气，要不是王爷拦着我非摸进太子寝宫一剑毙了他不可。这12平日里最为稳重，今日这是怎么了？想来跟王妃相处久了，与自家女主子也是越来越像了。哼，真是把好琴啊！你是我见过弹琴最好、最漂亮的女子了。真是瞎说，我自己长什么样子，我心里清楚得很。你这世家门阀的贵公子，那京中贵女圈中呢，肯定是美女如云的，比我好看之人那数不胜数啊。凌晨双眼迷离地看了看邢展，又看了看刘明堂，他的眼中透过他们，仿佛又看到那个单手附在身后，向他伸出一只手轻唤他轻轻过来那个男人。不知不觉的，他已走了好几日了，却半封书信都没有寄回来。这男人一走，跟石沉大海一般，即便我现在想去寻找他，都无法确切知道他的位置，便只能等他到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给我写信了。这要放在现代，打个电话也好，发视频也好，多么方便。嘿，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他就是感觉这首歌的歌词最能体现他此刻的心情，是他们从未听过的曲调。虽然唱的是一些情爱与大胆的思慕之情，但是并没有让人感觉到艳俗，反而却唱进了他们的心里。唱了没一会儿功夫，凌晨就感觉双眼酸涩，面前事物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怎么这么晕啊？话音一落，他两眼一闭，人事不省地倒下去了。幸好刘明堂动作够快呀，在凌晨倒地之前长臂一揽，将凌晨扶住，这才没有摔地上去。邢展伸出的手僵在半空中，好一会儿才十分尴尬地收了回来。刘明堂将凌晨抱起来，走出帐篷，将凌晨送到自己帐篷里面去。而这一路他走的步伐比较急，有些颠簸，凌晨就被摇醒了，顿时感到胃里面一阵翻腾，从男人怀中跳下来，跑到一边蹲在地上，口中一个劲儿的冒着酸水。如果难受就吐出来，吐出来会好一些的。邢展倒了一杯醒酒茶追了过来，至于立春和云儿两个人也都喝多了，互相搀扶在一起，走得七扭八扭的，歪歪斜斜。正好云12去凌晨帐篷找凌晨说山子的事情，
结果凌晨、立春都不在，正要出来寻他们的时候，就看见一群人坐在平台上。云儿和立春的样子看起来是喝醉了，尽管凌晨喝了醒酒汤，但酒劲尚未过去呢。不得不说，凌晨还算是酒品比较好的那一类。他屈腿坐在平台上，支着下巴，浅浅的笑着。月华如水流泻下来，为他那双眸子镀满了神采。吹过一会儿风，凌晨率先起身：“你们若还有兴致呢，可将酒给挪过来，在这里呢赏一下月色。若是困倦了，就回去休息吧。明天早上再派人来过来收拾。”你俩不是喝醉了吗？凌晨皱了皱眉，才懒得管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说了一句滚蛋，随后往床上一倒，不用洗直接便睡了。邢宅与刘明堂独自在外面，对着满山谷银白的月色，两人你一杯我一杯的喝了好些酒。人的眼中满满的全是凌晨这些日子以来的一颦一笑，以及今天晚上他喝醉之后举手投足间的娇憨妩媚，一幕幕的就像是梦魇一般，在他们脑子里面挥之不去。而这一夜，可能是因为喝过酒的关系吧，凌晨睡得格外香甜，几乎是一夜无梦。可他的帐外，两个大男人对着月光推杯换盏的，就是哭坐了一个晚上。王妃醒了。薛爷爷，您吃过饭没？吃过了，刚吃过。王妃呀，你快吃吧。王妃这里的饭菜都比旁人的香呢。薛爷爷，您跟我爷爷差不多年纪的，又都是旧识，您可别这样叫我了，这不是让我折寿吗？您那就叫我林丫头或晨儿都可以呀，叫王妃就生分了。成，就叫林丫头。老将军常年征战辛苦了，这是奴婢今个一早就煨在火上熬着的汤，您快给尝尝，还缺点什么不？真不愧是王妃身边的丫头，真是个通透的呀。老将军您慢一些，锅里还有很多，足够您喝的。在战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薛光，薛老将军竟然为了一口吃的醉急成这样。薛爷爷，昨天我见士兵之中呢，有许多人是上年纪的，为何他们这么大岁数了还留在军营之中呢？不告老还乡？这要上战场的话，岂不送死吗？不会，他们可不会去送死。别看他们上了年纪，那个个都是一身的好本事呢。薛爷爷，好内力啊！嘿，那几个老伙计每一个功夫都不比我差。丫头，你可要记住了，尤其是在军营里，你可别小看像我们这般年纪的老兵。凡是到了这个年纪还能留在军营中的，肯定是都有些本事的，否则早就遣返回家了。谁会白浪费这粮食养着他们呢？是吗？那真是太厉害了。哦，怪不得薛爷爷打仗这么厉害呢，原来您手下都是能人异士啊。这可是咱们军中的机密呀。怎么了？您还怕我泄露出去？那怕啥？你是咱家的王妃，这所有的一切不还都是你的？说不定这将来这江山都是咱们家王爷的。你呀，就当这以后享福吧。薛爷爷，这汤味道如何啊？丫头的手艺真好，做的饭好吃啊。那是当然喽，我只有偏方呗。这是薛爷爷，这个送你了。吃饭的时候呢，放这个调料，饭菜就会好吃不少的。这可是我独家秘方哦。那我试试。香啊，确实香。这香味儿光闻上一闻都能让人食指大动。哎呦，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哎，丫头，这种调料你还有没有？多给我来一些。我这人是没啥优点，就是爱吃。贪吃也算是优点呢。有啊，等您老吃完了，我再给您做些。啥？这东西竟然是你做的？我听说天香楼最近出了一种调料，只需要加上一点儿，那饭菜的香味就能飘出去好几条街呀。吃过的人都忍不住一个劲儿的夸赞。哎，就连这生意都比往年翻了好几成啊。
那是一种叫味素的东西，莫不是就是眼前的这个？没错啊，就是这个。林家老宅的人想要出钱将灵钟保释出来，大房的人想花钱保他，那我就花10倍价钱，让灵钟继续待在那里。你别操心，灵钟出不来，你也不用掏钱。那赵氏呢？他这辈子也不用出来了，你也不用担心。真的吗？星展，谢谢你，这下子能省下不少钱呢。原来他并不是因为我的帮助而激动，感情是因为省下一笔钱。哼，这个小没良心的，你就这么喜欢钱啊？谁不喜欢钱呢？都说了嘛，钱是王八蛋。都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他这话说的虽然没毛病，可是听在耳里，怎么就那么想揍人呢？星展，我能去见见灵钟吗？你见他做什么？敢挖原主爹娘的坟，就简单坐个牢而已，可解不了我心头之恨。你想杀了他？哼，我要让他这辈子都做不了男人。要不是极力忍住，他都差点要伸出手将自己命根子给捂住。你也不怕脏了你的嘴，真是什么都敢往外说呀。林家大房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我会让他们每个人失去自己最在乎的东西。那行，明天我带你去大牢，正好我也要回去处理一下公务。喂，你不是县官吗？我去你牢里折腾你的犯人，你都不管？我只是带你去探监而已。还真是没想到你这样腹黑啊，上道啊！小贱人，我是你大伯，你竟将老子送官，还将我的腿也给打废了！老子出去第一个将你卖到窑子里！八子东西，竟然敢当着我家夫人的面出口污言秽语！若不是我家夫人心善，立马就割了你的舌头！大人，草民冤枉啊！是凌晨那个贱，是凌晨冤枉草民的，请大人明察。嘿，你还想攀咬我们家夫人不成？还要往她身上泼脏水？灵钟，你真是嫌命长了是不是？小人没有胡说，还请大人明察。你自己做了什么你心里清楚。今天我家夫人就是想来问你一件事，你只需要老实回答。我爹林浩跟你们林家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我劝你，林钟，最好给我想清楚了再做回答。我既然敢来问，就说明了我手里有证据。你若答得好，或许我会出银子把你保出去。你若敢胡说八道，那么等着你的就只有死路一条，你自己选。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林浩当然是我的亲兄弟。我再问你一遍，我爹到底是不是林家亲生儿子？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我还小，我只是比林浩大上那么2、3岁而已，我是真的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吧？亲兄弟之间子女也是可以滴血认亲的，要不咱们俩试试？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只要我手指轻轻一按，你的小命可就玩完了。我说，林浩并不是我的同胞兄弟，他是我爹跟旁的女人生下来的，所以从小我娘就不待见他，总是说他是来分我们家产的。这话我听得多了，在心里也就十分厌恶这个弟弟的存在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真的只有这么多了。真的？王妃想要去哪里？恐怕是想到女牢去寻找赵氏去了。哎呦，不小心踩偏了，真是抱歉啊。将此人单独关押，如若还活着，让他别太舒服了；如若死了，就拉去乱葬岗丢了。这是咱们邢大人的客人，可别让小娘子受了委屈啊。云儿，这里是女牢，你别进去了，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你家夫人的身手你还不放心吗？凌晨在女牢之中足足待了1个多时辰，没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凌晨，你不能这样！你说过，我说实话，你就会放我出去的。哼，放你出去？我不杀你，就已经是最大的仁慈了。我的便宜祖母，你就在这里好好享受人生吧，祝你生活愉快，长命百岁哦。林家大房的人即将得到报应，而他也验证了内心的想法。想到原主那素未谋面的双亲，知道真相总比被欺骗一辈子强吧。难怪爷爷对林浩那么偏爱，
而对林中却只是淡淡的。难道爷爷早就知道林中不是自己儿子？爷爷走这么久了，也不知去哪儿了，去做什么，有没有危险呢？星展，我记得偷坟掘墓自古以来就是大罪，他们对我爹娘做的一切，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我也不会原谅。不将林家大房搞得家破人亡的，我誓不罢休。你心中有恨就说出来，不必脏了你的手。你想要对他们如何，我帮你去做就是了，只要你开心就好。这不应该是我们家王爷的词儿吗？怎么都被这个邢大人给抢去了？王爷，您在哪儿呢？您再不回来，王妃都快被人给抢走了。哎呀，对了，我的注射器。不用了，他刚刚已经不小心将你们的液体踩到林中的身体里边去了。啊，那可是毒药啊！凌晨那点心思，他有几回不知呢？这血回的，下属估计轻不了，那又怎么样？你真的不怕吗？哪里有这么多话？啰嗦，帖子还早。你有没有什么想买的？我陪你去逛逛。哦，我想去布庄买一些布回来，给家里人做些新衣服。秦大哥，你有事的话就去忙吧。明南哥陪我转转，完事之后呢，我们回村里了。秦大哥，你有事的话就去忙吧。明南哥陪我转转，完事之后呢，我们回村里了。正好，我也想去给我娘买些布料子，你眼光好，帮着挑选挑选，再买2件首饰。大人还有公务要忙，你别打扰他了。没什么要忙的，你写好了。王爷呀，王爷，您快回来吧，要不然咱家仙女可就真被人给抢跑了。是不是又是小媳妇在想我了？否则好端端的怎么会打喷嚏呢？哎，这王爷的脸上的是笑容吧？是吧是吧？没看错。哎，我看也像的黑。娘哎，我家主子平时那么高冷，只有在想到自家王妃的时候才会露出那副表情的。这样的主子我最近已经见过很多次了，但王爷这些年长期追随的属下还真是鲜少见过主子会露出这样温暖的笑容，一时震惊不已，也是情有可原的。直到烟衣咳声传来，才将萧彻从飞远的思绪中拽回现实。那原本挂嘴边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了。你们说以后还会打仗吗？在世上的各国，哪一年没有战事，又有哪一年不打仗的？不过好在咱们天启国有他在，你不用过于担心。你说的是萧彻吗？夫人，在咱们这天启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要有咱们家王爷在，天启的百姓们就不用怕战争。可是他只是个人呐，他会伤，他会病，他会累的。想到萧彻14岁入军营，萧彻身上伤痕有很多，有刀剑的砍伤，还有剑士造成的伤害。那伤疤的背后是多少次与死神擦身而过呢？又有多少次他是独自一个人承受疼痛，睁着眼睛直到天明呢？也不知道龙翔国的人怎么想的，天天就知道侵略他国。他们那里土地贫瘠，粮食的产量极少。那他们那儿牲畜多不多啊？牛羊什么的倒是挺多，而且那边不像咱们天启这里，耕牛十分的贵重，轻易杀不得。而那边的人牛都是用来养着吃的，可以轻易宰杀，不用向衙门报备。哎，那咱们天启国有没有明文规定啊？不准跟龙翔国做生意？咱们天启国倒是没有这样的规定。哇塞，那可真是太好了！他们那边牛羊肉价格便宜，又因为不能种植植物，所以粮食价格极高。而咱们天启国呢，耕牛是不准宰杀的，所以牛肉是稀罕物，粮食却很便宜。若咱们组织一批人将粮食运到龙翔国去，用咱们的粮食换他们的牛羊，再拉回来天启国贩卖，我感觉肯定赚钱的。咱们天启国的人吃不惯牛羊肉，那是不知道吃法。这样吧，今天晚上我亲自做一些给你们尝尝。好啊好啊，我要吃羊肉串。成，咱们今晚就去你家小院吃饭吧。对呀，那还等什么呢？咱们先去布庄，然后早些回去，我还要做准备呢。萧彻已走10几日了，而这段时间他要抓紧时间实施自己的计划，让自己变强大起来。所以凌晨决定了先买地。怎么了？没地不行吗？李满贵解释一下，铁蛋户籍是农户，如果名下连1亩地都没有，那等他下场考功名的时候，别有用心之人说不定呢会用这个攻击他，
这不就跟后世孩子们上学择校、买学区房一个道理吗？一定要有田地才行吗？山地可不可以啊？山当然也可以，但是农村人谁会用钱去买山啊？山那么大，也不是谁都能买得起的呀，一买至少要是半个山头的。这样说下来，少说也得几百两银子吧？几百两银子，那做点什么不行呢？买个铺面都够了，谁会用来买山呢？除非脑子长泡了。有山当然也是可以。可是陈丫头啊，我们哪来的山呢？买呀，后面不都是山吗？又没有主人，是吧，行人？这山确实是空着的，没有人要，可以随便买卖。陈儿，你真要买山地吗？我的天啊，这得多少钱呢？凌晨哪来的这么多钱啊？就算制糖方子的份子，那180两银子也买不起山呢。春儿，没必要吧？因为这个你就买座山下来，实在不行，我们去帮你找块荒地开荒出来，这也一样是可以的呀。我本来就打算买山的呀，买整座大青山我还没有那样的实力呢，只能先买2块而已。可以先把有盐井那一块地，还有四季如春、有地下温泉那个山谷，这2块先买下来。只要将盐井那块地买下来，我制盐贩盐就名正言顺了。即便将来被朝廷征收了，我可以谈合作，不然抬高价钱卖给朝廷也可以赚一大笔的。至于朝廷是不是萧家的，我可不管那么多。江山是萧家的，但银子必须是我的才最为靠谱。江山是萧家的，但银子必须是我的才最为靠谱。你要买山做什么？哎，你看啊，山上那么多树呢，又有那么多药材，到时候呢，可以在山上种果树，搞养殖，做什么都行啊。水果熟了，到时候呢，自己往果园里一坐，想吃什么摘什么。这花开的时候呢，更是漫山遍野，姹紫嫣红的，看着赏心悦目啊。我不相信凌晨买山头只是为了养果树，养一些小动物。哼，这般简单，他这样的人就如同夏日的烈阳一般耀眼，绝对不会只甘于当一个村妇而已。哪怕有朝一日凌晨突然来跟他说，他在山里面训练一批杀手，想要成立一个杀手组织，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辞官去追随他。买山头这么大的事儿，那可不是开玩笑啊，那动辄就几百上千两银子了。林丫头，你就是想买，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呢。对呀，你哪来的银子买山头啊？哎呀，钱的事儿呢，你们不用发愁的。萧彻给我留的银子啊，买下整座山都绰绰有余。那萧彻能同意你花这么多钱买山地吗？我早跟他说过了，他也同意啊。他要敢不同意，老娘休了他。原来都是让萧彻给惯的呀！能买下大青山的银子，那得是多大一笔巨款呐！他既然全部交给凌晨，还惯着他如此胡闹。可是，毕竟人家是2口子，凌晨做什么，萧彻都不反对。我这个当便宜姐姐的，好像也真没有什么立场，坚持不同意了。买山头的事情，自然是有行展包办的。凌晨买的2片山地，面积都不算小。2片山地下来，足1万两银子。赵青山和李天河，以及萧彻交给他的那30名暗卫，秘密造出来的基地已经完工了。不日凌晨就带着他们去山里训练去了。转眼间，萧彻已走了20多天了。云南，王爷威武！萧彻战神的威名可不是随便叫着玩的。他武艺高强，战术诡谲，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各国曾经联合赏黄金100万两，点名要他的项上人头。王爷，恭喜王爷又将敌军打退数10里。我们才刚进云南边境，就遭到了这样猛烈的阻拦，想必那2座城池已经危矣。云南一共5座大型城池，那下面有无数的乡镇，若将叛军一一击除，恐怕没个3年5载的，这边战事也都完结不了。现如今凌晨2个字已在军中成了忌讳，因为一旦想起他生怕自己会丢下这的一切，立马回去。咱们此番进攻如此顺利，还真多亏了王妃提供的投石机改造图，我们攻城才会一路这般顺利。只是前面的晋阳城城墙过高，固若金汤，我怕投石机也没有用，是不是考虑用云梯啊？这座城池是出了名的易守难攻，用云梯就等于是拿人命去落人命。
即便这样，都未必可以成功，伤亡代价太大。我的兵个个都是精锐，我不会拿他们的生命去做无谓的牺牲。若实在不行，恐怕只有此方法了。容我再想想，一定会有别的办法。我会派人去盯着那边的，就怕再往后他们会得到朝廷那边的援助，到时候我们会变得更加的艰难。王爷，你是在担心王妃吗？王妃她胆大机灵，不会出事的。况且还有云卫那几个臭小子也在，他们是不会让王妃受到丝毫伤害的。也是。去年我前往云翔边境，半露出来的劫杀之人的身份，你可查到？我害怕他们知道晨儿的存在，从而伤害到他。王爷您放心，当年您失踪之时，我们都查不到您的下落，其他人更加查不到了。早些回去歇息吧，早些回去歇息吧。王爷，这次的城主送来了10个美人，你看我该如何安排？王爷可要？我不要，这都是第几次了，你不会拒绝吗？要不送来的就送到军机营去，犒劳给将士们。这要是让王妃知道了，她会不高兴的。出息！找死啊你！王爷如此不允许你拿别的女人，岂不是犯了7出之中的骄纵善妒？他哪有善妒，都是我惯的。我愿意，既然送来了，那就别退回去了，都赏给你了。啊，回禀王爷，属下可不敢要。属下要是真碰了别的女人，回去力求非得扒了我的皮不可。哦，你怕你媳妇儿生气就可以，你就不怕我媳妇儿生气？别人送来的女人你也敢收？我以为你要自己留着呢。罢了罢了，滚！以后再用这些屁事来烦我，我就把他们都赏给你，你不要都不行。我的王妃我自己宠着惯着，碍别人什么事儿？晨儿无妻，不行，好像不太正式，也不够甜蜜。换个挚爱也不行，太肉麻了。算了，还是无妻吧。而这一封信，他写了撕了再写，足足写到后半夜。这蛇到底哪来的？这大半夜的怎么会溜进房间呢？幸好我是醒过来了，若还在睡梦之中冷不丁的被这东西咬上一口，那我小命不是直接没了。这蛇盘在那里，一双眼睛绿油油的盯着我，却没有发起攻击，他到底想干什么？凌晨想到，只要自己稍稍一动，那蛇极有可能会暴起的。一人一蛇僵持了好一会儿，凌晨感觉到自己眼睛都有些瞪酸了。不过思绪还没持续多久呢，那蛇开始慢悠悠地朝凌晨爬过来。凌晨慢慢攥紧双拳，缓缓摆出了攻击的姿势，而那条蛇却在这个时候停下来。哎，不是吧？难道说他不是要攻击我？既然不攻击我，可他为什么向我靠近呢？那他会不会是要向我求助呢？不会吧，我是不是疯了？怎么会有这样疯狂的想法呢？这是一条毒蛇，怎么会向人类求助呢？这不开玩笑吗？不过我一个大后人居然能穿越，那么也没什么事是不可能的了。我现在跑也跑不了啊，要不然跟他谈一谈？你是不是有事要求我啊？哎，这什么意思啊？哎呀，算了吧，我看不懂你什么意思，你想表达什么？那这样吧，如果你有事求我的话呢，你就点头。这条蛇还真朝他点头了。这蛇的身上竟然有着一条深可见骨的伤痕，见它隆起的腹部竟是一条怀了孕的母蛇，看样子这蛇离生产似乎也不远了。他这是要我帮他缝合伤口吗？还是让我接生啊？你想让我帮你，对不对啊？你还挺聪明的，还知道求助呢。说完这话，一捻一动，闪身进入空间了。今天赵叔与满贵哥回来的时候说，私塾那边已经建造的差不多了，用木炭烘烤一阵子，再晾个几天就能用了。好事啊，那跟村里人说说，看看谁家愿意把孩子送去学堂的，去村里报名去。哎，对了，夫子那边如何了？都已经安排好了，12还根据您的吩咐找了附近的乡绅，办了个拍卖会，让他们都拿出1、2样有意义的物件。拍卖之后的所得都捐给私塾，让孩子们可以读书。他们也都觉得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纷纷响应着来捐款捐物，踊跃的很呢。商人呢都是逐利的，没有12这尊大佛在，那些乡绅呢岂会上赶着出钱出力呢？还不是想在萧彻面前卖个脸面，
这将来呢，最好能搭上战王府这条大船。等学堂建好了，我一双儿女也能去学堂上学了，将来也像凌晨一般见多识广。咦，小春是女子，也可以上学堂吗？主要是看你自己，你想学就去，我并不是要求你一定做一个才女，只想让你呢多一些生活阅历，将来对你啊是有好处的。晨儿，我记得早前的时候，你不是还养了一只小白狗吗？怎么后来就没有见着了？巴克刚消失不见的时候，他跟萧彻还去寻找过。哦，你说那狗啊，我在想着是不是回山里去了，要不就是喂点东西跟别人走了。大青山附近野狗野猫很多，没准儿过几天就又回来了。凌晨到灶前去捏几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片，整晚都扔进自己空间中去。小黑蛇正等着呢。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感觉这么心慌呢？晨儿，我怎么看你脸色不太好，还心神不宁的，到底怎么了？哦，姐，我没事，一会儿吃完饭我出去看看吧。慧娘姐，你别担心，待会儿我陪着夫人一块儿出去走走。我也陪着你出去走走吧。我也去，我也去。不行，你哪儿也不能去。万一有什么事的话，记得保护好他们。不知道为何，他就是心慌的厉害。而这样的感觉，他之前也有过一次，那就是他穿越的那一日。王妃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也看你有些心神不宁的。我也不知道，就这心里面觉得有些发慌。这平日里面马儿特别温顺的，怎得今日变得这么焦躁呢？家里其他牲畜也有些躁动，在圈里面走来走去，叫声不断的。走，立春，我们去河边看看。我总感觉有大事要发生。立春，糟了，这是要地震了。什么是地震啊？哎呀，就你们说的那个什么地龙翻身，对，就是那个。我们得赶紧找二爷爷去，万一真地震的话，至少让大伙有个心理准备啊。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二奶奶，我们刚刚发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我怀疑是地震。啊，不对，可能是要地龙翻身了。啥？地龙翻身？这青天白日艳阳高照的，怎么会发生地龙翻身呢？你这丫头该不会是故意来骗我的吧？我二爷爷呢？跟李天河去新学堂那边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爹，将这件事跟我爹说说看。好，那这件事情就拜托大江叔了。我先去安顿一下家里了。如今家里都有谁在呢？算是我，春夏秋冬，半夏与连翘，7个人在。够了。鱼儿，你跟立春、立夏、立秋4个人，立刻动身去山里面通知薛爷爷。明堂哥这阵子一直在金矿那边，你们通知他把人都撤出来。还有训练营那边也要通知到，去吧。是。立冬，你骑追风去趟县衙，把这个情况告知邢大人。可是夫人，邢大人会相信吗？但愿吧，我们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这样的好天气，叫人如何能相信马上会有地震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相信。算了，信不信随他们，但是让他们小心一点，总是好的。夫人，院子里的井水浑了，还冒起了大泡，您快去看看吧。看来我猜的没错，也不知道这地震会有几级，咱们的房子能不能撑得住？不会吧，这房子都是新盖的，用的还是青砖呢。这要是倒了……没事的，房子倒了可以再建，只要是人没事就行了。你们进去，把棉被全部抱出来。屋子里我们不能待了，谁也不知道地震究竟什么时候会来，震级是多少。万一震级是8、9级，这房子恐怕撑不住了。待在里面太危险了。哎，奴，我这就去。凌晨回自己卧室里去，将东西一件件的快速收进空间里去，然后快速拿出许多帐篷来，送到门前空地上。不过村民们一直等到深夜，也没发生地龙翻身的事情，于是纷纷回屋内睡觉去了。就在凌晨4点多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房子一阵剧烈的摇晃，地龙翻身竟在这个时候来了。而这一次地震级数不低的，震感特别的强烈，而一瞬间房屋就都倒塌下来，很多人来不及跑，就压在房子下面。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王婶，这地龙翻身一般不会只有一次的，说不准还会发生1次或者是多次，所以你们千万别回屋子里面去。东西已经埋了，就别着急了，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记住了吗？这自古以来谁都不能预测的地龙翻身，都被这个邻家丫头给预测到了。二爷爷、大江叔，你们俩跟我一起救人去吧。二奶奶、婶子，你们2个人在家里待着，记住了，千万别进屋里去，说不定过一会儿还会有地龙翻身的。怎么样了？明堂哥，你放心吧，刘叔、刘婶都没事的，他们听了我的话都没有睡觉，就在堂屋门口坐着呢，一有震感呢就第一时间跑出来了，所以没有受伤。那你呢？其实我是想问你怎么样了。而这句话他只敢在心里想想而已。我没事啊，你快进去看看吧。愣着干什么？快去帮忙啊！还有好多人压在瓦砾的下面呢。李婶儿，你们在里面吗？如果在里面的话，你敲敲东西。没想到救人的会是你们这几个孩子，我这就跟你们一起去救人去啊！婶子也想跟你一起去。婶儿，这样，你先把家里的粮食都抢救出来，待会儿呢，我让他们把粮食都运过来，你再找几位婶子多熬一些粥。这些救人的人要是饿肚子的话，就到这儿来喝碗粥。好险啊！地震之后，接下来的话极有可能是阴雨天气啊。虽然人都没事，但鸡鸭和家畜免不了死一些，这个时候很容易引发瘟疫的。幸好啊，家里盖的是新房子，而且用的是青砖造的，所以整个院子都是完好无损的，仅有2处轻微的裂痕，比村里的人家强了不知多少呢。晨儿啊，你若是饿了，先拿个馒头垫垫肚子吧，锅里还有粥，咱们还得赶紧过去。如今还不知道多少人现在吃不上饭呢，除了口粮之外，家里所有的粮食基本上都做成了吃的，只希望村子里不要再有人像之前闹瘟疫那样活活饿死才好。大家都先停一停吧，人差不多也都救出来了，东西就先等一会儿再抢救，先不着急，赶紧来吃口饭来啊！哎呦，天哪，这饼子里竟然还掺杂着白面，没想到还能吃到白面的馒头。就算在这个时候，也会有人说酸话的。但婶子，这可是我们家仅剩的一些白面，为了让大家能够吃饱，都用上了。还好大家只是受伤而已，没有出现死亡，人活着就好了。东西嘛，将来还会有的。大家吃饱喝足以后，先给自己找一个能藏身的地方。这万一下起雨来的话，最起码不要淋到雨啊。若生病的话，那就糟糕了。大家必须马上找避雨的地方，千万别生病了。如果这个时候生病，很容易就变成了瘟疫。你们是真不想活了吗？这打雷呢，还敢往树下钻啊？一会儿雷打下来，第一个就先劈了你。陈丫头说的有道理，你们呀，可别再胡来了。这样吧，我看这里还有很多的茅草和木板，大家将木板拆下来顶在头上，能躲一会儿是一会儿。村子里不是还有房子没倒吗？可以到房子里去啊。我说怎么就忘了呢？大家到我家里去吧。没有倒塌的房子吗？我家的院子里房子倒是没倒，可以躲雨。如果雨小的话倒是没有问题的，有可能会倒的房子就不要去了。凌晨有些担忧，地震之后下雨那可是没有一点征兆的，说不定一开始还是下小雨的，最后会变成大雨，甚至是暴雨都有可能的。也不知现在山上怎么样了，那么短的时间之内能不能做出部署，顺利逃过此劫。半夜的时候，刘明堂回到村里去，因为担心还有余震，凌晨始终在堂屋里坐着。这一次的地震只有一次震感最为强烈，余下的4、5次余震倒是略逊一筹。凌晨能够明显感觉到地震的中心源头根本就不在远山镇这一边，但是还是感受到不小的波及。我明明这么担心，冒着雨简直会爆发山洪的危险，也要连夜赶来大河村，可是来了之后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还好吗？我没事。镇上呢？严重吗？回春堂和天香楼那边没什么事情吧？回春堂那边没事，天香楼虽然有些麻烦，不过倒也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就好。这次灾情比我想象中的要严重很多。之前发现异样的时候，我也提醒过村里人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大多数人都不听。如今这些人呢，还是我们从废墟里面挖出来的。薛爷爷，山上情况怎么样了？山谷那边还好，金矿那边好几个洞都塌陷了，好在人员撤出来的及时，仅有几人被山上掉下来的乱石以及倒塌的树木划伤了一些，都是轻伤，不碍事。这回可都是王妃的功劳啊，要不然这200多人可就都交代在那洞里面了。见到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还有人在外面等着我，我不能在这里长久的待着，必须到灾情更严重的地方去看看。你在这里一定要小心呐。你要去哪儿？去新沟村，那里是大河村的上游，听说那里比较严重，
我去看看情况就回来，你别担心。邢大人今天怎么了？说走就走了？难不成那边出什么事情了吗？薛爷爷，您知道邢大哥怎么了吗？我们来的时候听他的手下人来报，说是那个上游的村子几乎都快绝户了，估计是怕你也要跟着去呢。看破不说破，即使凌晨知道这两人一定有什么事情在瞒着自己的，但既然两人不愿意说了，凌晨也当作不知道好了。还是王爷眼光好啊，这样的奇女子都能叫王爷给遇到。现在看到你们没事儿，我也就放心了。那我就先走了，你在家里一定要小心，不行就到山上去找我去。薛爷爷，是不是萧彻那边出什么事情了？没有啊。好，您不说的话，我亲自去云南。王妃娘娘，您可去不得呀！那边的战事严峻，您去了万一有个损伤，那王爷回来还不得扒了我的皮呀？那还不老实交代？就是昨日收到了军报，那边形势比较严峻而已。这真的没什么事儿。王爷打过的仗比这凶险的多了去了，这都不是事儿啊！邢长就没打算告诉我吧？在山里那段时间相处下来，我们也算是朋友了吧？到底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他选择瞒着我呢？好在这里的雨到了晚上的时候也渐渐停了下来，这表面上灾情已经过去了。如果死去的人不能及时处理，一定会爆发各种瘟疫的，尤其是鼠疫。凌晨闪身进入空间去，配好消毒药剂之后，将自家院子里里外外的彻底喷洒一遍，这才松口气。最好是用不上。不过万一爆发鼠疫的话，也不算是毫无准备啊。脑海中传来一个奶娃娃的声音：“主人，巴克回来了。”什么意思啊？巴克？那只小奶狗吗？主人，空间要升级了。随后，凌晨就感觉到头部一阵剧痛，差点疼晕过去。巴克，你在哪儿呢？我还在山上，因为之前咱们两个已经结了契约，所以我们可以心意相通。上次获得空间的时候也没有这么疼啊，这一次怎么了？因为这次进来，凌晨不是在大厦里面，而是在大厦的外面。原本只有一座孤零零大厦的空间，此刻又多了一片未知的区域。将这片未知区域看清楚的时候，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这不是我的部队吗？熟悉的营房，熟悉的训练场，还有远处那几栋不能再熟悉的洋房，那就是营区里我跟养父的家呀！撒丫子的朝家的方向跑了起来，眼角的泪随着风刮进他鬓间去。老头，我回来了。屋内的摆设一切都没有改变，客厅茶桌上的热茶还冒着白烟呢，而电视中正播放着他养父最爱看的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就像他每次从连队回家时候的情景一模一样。而仿佛下一秒，养父就会端着他最爱吃的菜从厨房里走出来，扬怒着呵斥道：“臭丫头片子，我是你老子！”但这一次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跑遍整片空间里，而这里跟之前大厦一样，除了他，连只活着的蚂蚁都没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袭上凌晨的心头，他一个人坐在平衡桥上，蜷缩身体痛哭起来。主人，你快别哭了，你再哭，巴克也跟着哭了。巴克，你知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来自更古老的时空，我还太小了，有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只能隐约记得我的父母以及他们让我来历劫的事情。历劫？历什么劫啊？狗也能成精吗？谁是狗？谁是狗啊？我才不是狗好不好？哎呀，好了，不是，你不是狗，叫那么大声干什么？我这耳朵差点被你震聋了。这一声吼得他整个脑瓜仁嗡嗡直响啊！凌晨感觉到眼前一阵一阵的发黑呢，虽能感受到外界的动静，可是无论如何都睁不开眼睛。最后能听到的声音就是小家伙急吼吼的询问声，再之后就是一片黑暗。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很陌生的地方，身下是碧绿色的草地，头顶却不是蓝天，而是灰蒙蒙的一片，四周像起了浓雾一般，眼前全是雾蒙蒙的，看不清楚。刚刚头痛已经完全消失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哎，不对呀，刚刚不是还在空间里吗？这还是空间吗？巴克，你还在吗？眼前怎么这么多白雾啊？这该死的雾，若能消失该多好啊！
若能消失该多好啊！他话还没说完呢，这浓得化不开的雾竟然真的散开了，四周一下子变得透亮起来。这不是指天风吗？这个小家伙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凌晨看不清楚样子，只能看到他雪白的鳞片以及有些蛇一般的腰身。我的妈呀！你是龙吗？这家伙不是跟咱们华夏武千年所信奉的图腾龙长得一模一样吗？巴克见过主人。你说你是巴克，可巴克不是一条狗吗？这个样子啊，看着顺眼。刚刚那个样子太别扭了，跟个大长虫似的。长虫？什么是长虫？没什么，你听错了。主人，这里就是我的仙府空间，不知为何我的空间与你的空间刚刚融合在了一起了。那这么说的话，我就等于是拥有了2个空间。哇，那我岂不是开挂了？那必须的，主人这一生福泽深厚，能够与我这样的上古神圣缔结血盟，肯定不是一般的存在。你是龙吗？我是应龙，纯正血统的应龙。这么看来，后世流传的奇书《山海经》也不全是骗人的。主人，你有空间的事情千万不要暴露在外人的面前哦，否则很容易引来杀身之祸的。巴克，你这还真神奇啊！待这么一会儿呢，我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不少呢。主人，那是啊，我这仙府里面可全都是天地初开之时的鸿蒙灵气，多吸收一些，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延年益寿呢。哦，对了，这个也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灵气。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得多来这里面锻炼一下身体了。3个月之后，我还要去云南呢。是去找男主人吗？究竟什么样的人能让上古神兽应龙露出敬畏的表情啊？哎，巴克，你是不是早就认识他？主人还记得我被你捡回去之后失踪过几天吗？那时候我懵懵懂懂的，循着记忆想回到山中查看一下，结果遇到那个男人，他抱起我的时候，我能够在他的身上感受到远古的气息，那是帝君的气息，并且十分的强大。帝君吗？看来我又要回去度娘了。这都什么词儿啊？欺负我历史不好是不是？这1个2个的，怎么都有那么牛叉的身份呢？主人，这本书是从很久以前就流传下来的书，你看看，是空间出品必属精品呢，会不会是什么武功秘籍之类的？哼哼，你逗我呢吧？这都是甲骨文，我怎么看得懂啊？主人，我可以念给你听啊。这是一本医书，内容十分重要，你好好记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到了呢。啊，那你读吧，尽可能啊把书内容记住了。不过这个字实在也太多了吧？万一外面有什么情况，你千万替我看着啊，别被人发现了。凌晨意念一动，一人一兽就直接出现在了部队的家里面。凌晨在自己卧室的抽屉里找来以前用过的录音笔，如今的录音笔都自带文字转换的能力。等小家伙读完了，他就过去打印成简体中文版的。而现在空间内的时间流逝速度已变得越来越缓慢了，外界1个时辰，空间已经过了整整1天1夜。凌晨趁这个功夫疯狂地记着自己能记住的所有东西，恨不得把书都塞进自己脑子里去。好在呀，这本书的设计还是非常合理的，最基本的草药以及这些草药的制作丹药方式都放在最前面。小家伙捧着书，一句一句认真做着翻译。啊，小家伙的世界和我之前那个世界，或是如今这个古代世界，果然是有太多不一样了。有太多东西都是我之前没听说过的，就算是草药，跟我前世听说的那些中药也是大有不同的。他真的十分期待他能够制出丹药的那一天，而随后就赶紧出了空间去。小黑，怎么了？小黑，他是在怕我。这个家伙表面上看起来很小，但他至少有300-500年的道行了，已经进化到了第3阶。森然恐怕早就是这一代的蛇中之王了。森然，这蛇能化龙，我之前却有听过，没想到是真的。我们小黑这么棒的呀，以后是要化龙的。小花怎么了？是隔壁村子出现了瘟疫，我特意来告诉你们一声，千万不要到隔壁村子里去。巴克，医书中有没有治疗瘟疫的法子？你去空间里面去翻翻书去，看有没有治疗瘟疫的方子。
哎，小花，你知不知道这次瘟疫是在嘉琴身上发现的呢，还是在牛羊身上？好像都不是，说是邻村一个老太太被老鼠给咬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村里就有瘟疫了。我先出去看看，找一下二爷爷。你们留家里面哪儿都别去，千万记住了，别喝生水。要喝水的话，就喝自家的桶装水。检查一下家里面有没有老鼠，再看看粮食、蔬菜什么的有没有被老鼠啃过、爬过的。半夏、林俏，你们跟我一起，咱们先去厨房看看，再将储物室的东西都检查一遍。立春、立夏，你们两个将我们家内的井都给封起来，记住了，一个缝隙都不能留的。等一下去空间一趟，去库房里找一找有没有测试鼠疫的试剂服。巴克，怎么样了？找到没有啊？能不能配出合适的药来？主人，我已经找到了，你快进来吧。自从他的空间和小奶兽的空间合并在一起升级之后，他的空间之中充满了灵气。小奶兽说小黑待在这里面对他日后化龙有很多助益，所以凌晨便将小黑放了进来。哎，巴克，这几种是什么呀？我怎么没听说过呢？不会是上古物种吧？我怎么给忘了呢？这几样只是叫法上跟这个时代的药材有些不同而已。它们是连翘3钱，柴胡2钱，葛根2钱，生地5钱，当归1钱半，炙芍3钱，桃仁8钱，去皮尖杵碎之，红花5钱，川普1钱，甘草2钱。哎呦呵，你行啊你，这都知道啊？看样子还得出去一通，把二爷爷找过来。他可是军医出身呢。陈丫头，你在吗？我听慧娘说呀，你已经知道了鼠疫的事情了，还在配药呢。二爷爷，您快过来看看这方子。这方子能行吗？眼前的药材都是很普通的药材，这么普通的药材能控制鼠疫吗？说实话，赵青山心中是很没底儿的。这方子正好对症的，不过我不会煎药。二爷爷，这件事呢就麻烦您了。我去趟镇上，我想到回春堂看看，缺几味药材。啥？外面都有瘟疫了，你还要出去？夫人，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吧。如今整个远山镇都乱成了一团，这样出去你确定不会有问题吗？云儿，你真跟我一起去的话，那才会出问题呢。我可以保护好自己的，但却是不一定能够保护好你呀。这4周呢，我也消过毒了。记住了，我刚才交代过的，不能喝生水，好好检查一下家里面有没有老鼠啊。唉，真是太惨了。可不是嘛，刚刚那个都泡烂了。哎，你快别说了。杨婶子，前面怎么回事啊？啊，是林家丫头啊，他们在河滩上发现了许多的河漂子，估计啊都是从上游那边冲下来的。河漂子？当然不是我想的那种河漂子吧？如果这是那种东西的话，形势就更加严峻了。一个鼠疫还没解决呢，再来个瘟疫，我就真的苦死了。就是死人，还有一个，那儿还有一个。上游吗？刑斩去的似乎就是大河村的上游吧？那也就是说，这些尸体极有可能是从他去的地方飘下来的。从这些人穿着来看，所有的尸体都是男人的装扮呢。如果是因为前2天地震而死亡的人，怎么可能都是男人呢？没有一个老弱妇孺和孩童，这样的情况太不对劲了。大家都靠后，千万别碰尸体啊！说不准腐烂之后的尸体就会有瘟疫，一旦被感染了，只能是死路一条。对，林丫头说的对，她可是连地龙翻身都能提前知道的人。她说这些尸体有瘟疫，就一定有瘟疫，大家快点离得远远的。看来因为地龙翻身这件事情，我在村民心中或多或少的多了些分量呢。杨婶子，村长呢在我们家里面研究鼠疫的药材呢，麻烦你去我家一趟，将他请过来。麻烦再去2个人，将李正他们一起都喊过来，谢谢了。哎，好嘞，我这就去。这是不能继续泡着了，一旦尸体堆积腐烂发臭了，搞不好会引发别的瘟疫的。那怎么办？要用火烧吗？目前来看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这边的事情交给了赵青山他们处理。凌晨决定还是先去镇上一趟，找一下回春堂的老板杜掌柜，将方子交给他，一起来研究一下药丸的事情。哟，你这小丫头怎么挑这个时候过来了？可千万不要染了病啊！杜掌柜，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也不知道，如果是官府来管的话，
肯定会把这些人都给烧掉，不管是死是活的，我们也将尽力的把人救活。按这个方子抓药吧，药材并不难找的，咱们店里应该都有，而且不昂贵。杜掌柜，这3种药材您给我多拿一些。你这丫头，不知道外面有疫情吗？还敢跑到这里上来？少爷，哎呀，放心吧，我可不想这么早死的，毕竟啊，我已死过一次了。晨儿，之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个方子你打算卖多少钱？我说你这个人，你有没有良心啊？现在是发国难财的时候吗？行，若是这样的话，只要能够控制住瘟疫，我亲自到上面为你请功。带上这个之后就不用害怕了。这包袱里呢都是一些防护用品，里面有纸条写怎么用了。哎呀，你可是我的财神爷啊，星展，千万别死在这场瘟疫里面了，听见没有？哼，还真是个嘴硬心软的小家伙。不过这荷包的针脚还真是让人觉得没眼看了。大概过半天的时间吧，几个施药之人的症状已明显减轻许多，原本爬不起来的人也可以扶着下地走几步，就连那最年长的老人家，在杜掌柜和药童的搀扶之下，也可以颤颤巍巍走出来了。哎呀，我说了我可以的嘛。我一直就相信，知道晨儿秘密的人不多，我有幸的是其中的一个。他身上的秘密可不是一般人的秘密，可他这样信任我，将那么大的秘密都告诉给了我。他想到自己家里那些尔虞我诈、鸡飞狗跳的事情，顿时觉得还是待在这里最舒服了。秦大哥，到底有多少人得了瘟疫呢？你们有统计过吗？在此之前处理的方式，除了把人烧死之外，真的没有其他办法吗？实不相瞒，这次瘟疫的爆发不光光是因为地震的关系，想必大河村也应该飘来了不少的死尸吧。就是之前你去我家的时候说要去另外一个地方，还坚决不让我去，是那里出了问题吗？是的，那是大河村上游的李家村、张家村。与其说那是2个村庄，不如说更像是2个养私兵的地方。我们收到的情报里说，那2个村庄里没有一个年长之人，妇女甚至孩童全部都是青壮年，而且个个虎背熊腰，一看就不是普通的百姓。李家村和张家村都比大河村历史要悠久很多啊，怎么可能全村一个老弱妇孺都没有呢？我收到了一个消息，说那个村子里经常一夜之间村中的所有人都会消失得干干净净，又在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回到了村子里按部就班的生活。这样奇怪的景象着实令人费解。那2个村子附近是不是有什么巨型的山洞或是掩体？消失的时候呢，这些人是进入到了山洞或是地下的堡垒之中呢？这个姑娘我果然没有看错，这里是冰雪聪明。你说的没错，确实有一处岩洞接连着地下空洞，只是这一次地龙翻身将地下的那部分给震塌了，许多人被压在了里面，没有逃出来。没有逃出来吗？可尸体出现在河里了，那也就是说那一处地下洞穴应该是连接着河流的分支吧？那些被压死在里面的人呢，顺着地下暗河被冲了出来，才会出现在河里，对吗？也难怪啊，那些尸体断手断脚的，全身是伤了。那我明白了，地震已经过去几天了，那些尸体堆在山洞里，可能被老鼠啃食过，所以身上可能就沾到了鼠疫，所以情况才会这般严重。那洞里面的尸体不能任由着他们在里面腐烂发臭，再这样继续污染下去，大河村以及下游所有村庄都有可能再遭受到其他瘟疫的影响的。是啊，不光是鼠疫，尸体腐烂发臭之后顺着河流传播，也会引发其他瘟疫的。所以需要将这些尸体全部挖掘出来，用火烧掉。那中了瘟疫没有死亡的还活着的人呢？以往的处理方式也就只有火烧了。不行，还有别的办法的。先不提尸体了，咱们先处理鼠疫吧。如今这个时代无法提炼合成消毒水，我空间中虽然也有，但与这庞大感染数量相比，只能是杯水车薪了，得赶紧想一些折中的办法才行呢。这样可以用石灰提前在村子里面撒上一些，这样的话呢，能够提前预防，最起码不会那么严重，还能够争取一下救治时间。不光是鼠疫，其他的瘟疫呢，也可用这样的方式消毒的。邢大哥，快去让你的人找石灰去吧。这么大范围的鼠疫，
我也不确定这药到底需要多久能治好呢，也不知道能不能找来那么多药材。你知道我的秘密，那我坦白告诉你吧，我在我的空间里面也尽可能多的培植药材。而药效呢，会比现在的药效更好一些。所以秦大哥，请你务必要防止疫情扩散，为我争取更多时间。虽是有些冒险，但幸好成功了。昨天凌晨就让云儿拿着一套制作药丸的模板送去给李天河以及赵鑫，连夜制作出了很多套这样的东西。如果你想去别的村里送药，就说这药是回春堂的，千万别给自己惹了麻烦。你就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啊，你可得注意一些。还有啊，这些大夫以及药童们，记住了，千万不能被感染了。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回去了。对了，等这次的灾情过去之后，我会直接把你的功劳递上朝廷，到时候为你请功请赏，你可愿意？好啊，那到时候呢，封我一个大大的功劳，最好封个官。哎呀，我就可以保护我自己了。我也肯定会保护我的嘛。走啦。星展脑子里面只剩下凌晨刚刚说的那句话。我知道啊，你肯定会保护我的嘛。那么一个已婚妇人如何能够配得上少爷呢？如果只是纳妾的话，我们倒是不反对。可是如果要来做家主夫人的话，将来免不得就会被敌对的家族所诟病，当成一个把柄用来攻击少爷。不过以前的少爷绝不会像今天笑得如此这般开心呐，恐怕少爷已经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了。虽然之前这丫头没有什么值得说的身份，但是过了这次的事可就不一样了，能治疗鼠疫，救了整整一个城镇的人的性命，这样的功劳上报给朝廷，奖赏下来，身份上面肯定是要给上一些提高的。这到时候可就难办喽。杜叔，记得上报给家族，为他多争取一些利益，怎么着也不能让这丫头吃了亏呀。少爷，如果你真给银子的话，林姑娘会不会不高兴啊？她临走之前说过，自己绝不会靠国难发财。那就变个方式，你就跟她说，用这张药方入股回春堂，以后每个月给她发分红。她不想靠着这个来发财，我们也不能白让这丫头平白无故的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去研究制作这些药丸呢。是的，少爷，老奴明白了。我跟你们说啊，咱们做的药丸已经起作用了，有的人吃完之后不久，症状已经减轻了。太棒了，也不枉费我们忙了这么久。就是，搓药丸把我手都给搓红了。瞧你那德行吧。不过你以后呢，再也不用把手都搓红了。你们看，这是什么？这个是我的，你们谁也不许跟我抢。你啊，就惯会偷懒。行了，你们也别抢了，有那么多呢。既然晨儿已经回来了，咱们就开饭。热热闹闹的一顿饭吃完之后，凌晨回房间去，二话没说便直接进了空间。如今的空间里面，他可以随意的支配想去的地点以及时间的流速，这也是空间升级之后带的福利。快翻译，他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想要你的一滴血，好与你缔结契约。你是想要我的血吗？接下来呢，怎么做啊？只见小黑伸出蛇信子，轻轻刮过了血珠，很快一抹红光出现在两人之间。姐姐，外面的情况特别严重吗？你是小黑？姐姐，其实我有名字，我不叫小黑，我的名字叫雪儿。如今我们两个人之间已经缔结了契约，我与姐姐也能够用言语沟通了，所以我才不要叫小黑，明明人家是小姑娘好不好？外面过了一夜，空间之中已过去了20几日了。他进来之后发现，所有的药材两个小家伙都已帮他收割好了。巴克、雪儿，这空间呢，多亏你们照顾了。姐姐，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将我带来灵气这么足的地方，我在这里修炼1天，能抵得上在外面修炼几年的时间呢。我知道你今天可能会很忙，所以就提前帮你把这些药都收好了。这个呢，你们拿着吃吧。今天呢，我确实很忙。这块宝地真是太神奇了，东西种下去之后，竟然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生长的，
这样长下去的话，他就真不用担心药材的问题了。下午的时候，他们就到了一村之隔的另外一个村子，这边的百姓竟已变成这副样子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去世，一家人全部感染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的。这才几天时间呢，半个村子几乎都死绝了，整个村子里面都散发着死亡的气息。立春姐姐，现在药丸已经都没有了，咱们还是先回去吧。这是朝廷知道了村子这边有鼠疫，想要封村，收村了不成？你们这么做是什么意思？你们急急忙忙的往外跑，是想将瘟疫传播出去不成？这边村子里的人都已经感染了，朝廷下令封闭村子，活的死的都不能出去。你放屁！我们只是来这个村子送药的而已。我们收到了上级命令，这边有敌国的奸细在这里散播鼠疫，如今村子已经封了，你们要是不想死，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念在你们是个小姑娘的份上，就不与你们计较了。王爷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事情，一定会传回京城。到时候那个人莫不是查到了王妃的存在，借着鼠疫的事情，要么将人给杀了，要么就是将人偷偷的禁锢起来，他日用来威胁王爷。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那就真是太糟糕了。就算是死，也断不会让别人伤害王妃一根毫毛。自从山里的训练营地建造好之后，营卫之中大多数人，还有王妃从王爷那边讨要来的，想自己特训的那30名暗卫也一并去了山里。呸！什么东西！我们先别打草惊蛇。头儿，这山里是真他娘的冷啊！哎呦，这风刮起来跟刀子似的。就是，这盒鼠液被传染了会死人的，怎么咱们就这么倒霉，摊上这样的差事？早知道还不如去边城驻守呢。要我说呀，直接烧了就完了，好交差回家呀。都给老子闭嘴！等谁愿意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呢？将军还没到呢，谁敢想将村子烧了？不想活了？都退后点，都退后点！这村子里可全是鼠疫的病人，你们这帮兔崽子离那么近，都不想活了吗？好嘞。立春姐，这下怎么办？咱们被困在这里了，王妃那边恐怕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呢。走，我们从别的地方出去。这个村子可以说是四边不挨的，一时间陷入了困境。鹰丫头，站在这里做什么呢？什么？烧的是哪个村？二爷爷，你来了。哎，您这是做什么？我代表整个大河村，不，整个远山镇，谢谢王妃的活命之恩呢。他记得有一年，那是一个边境的城池，突然间爆发了瘟疫，一夜之间，半城的村民都被感染了。当时的处理方式就是将城门封闭，大火烧了足足3天3夜。二爷爷，如今村里情况怎么样了？都减轻了，有些症状轻微的都没事了呢。那外村情况呢？药够用吗？俺们村是够了，但是别的村还不够。不过我已经吩咐下去了，药丸紧着那些病得严重的人先吃。如今外面的情况实在是不容乐观的。哦，这样啊。那这样，二爷爷，您一会儿通知村里人在家里待着，没什么事的话别串门子了，更别去外村。哎，我晓得的，我这就去挨家挨户的告诉他们。你也别在这里站着了，快回家休息休息去吧。不会是出什么事情了吧？一春是个稳重的人，办完事情之后不会耽搁的。可如今天都快黑了，还不见人回来，一定被什么事给耽误住了。而且这事应该还不小，否则以他们的功夫，一般的事情难不住他们的。你们几个一定要注意安全，谁都不许出事。邢大人，少爷，糟了糟了！小六子，你个小兔崽子，鬼吼鬼叫什么？少爷，刚刚收到咱们人的线报，杜将军带着人去烧村了。什么？他烧的是哪个村？就是大青山那边的一个村。拿来报信之人现今在哪里？在衙门。哎，得，我这着急忙慌的跑过来，话还没说几句呢，我又得跑回去了。主人，前面有杀气。你怎么在这里？我才要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收到线报，有兵士来到大河村附近烧村，可我这个县官却并没有接到朝廷的命令，所以回来看看。刚刚当见他安然无恙时，内心是何等的狂喜呀，差点控制不住的就飞身上去将人抱进怀里了。是立春和立秋，他们不见了，他们两个不见了。
官兵烧村。糟了，莫不是他们遇上了？王八蛋！鬼啊！有鬼来索命了！快跑啊！奶奶的，敢动老子的人都活腻了！这么可怕的东西，真可以算得上是杀人于无形了。立春，你听，是王妃的枪声，他们找来了，来救我们了。刚刚有人在背后放冷箭袭击我，是立春替我挡下了那一箭。立春，不，你不能死，你千万不能死！我不想欠你的人情，你给我起来！呼的人都跑了吗？都跑远了。那好，你抱起立秋，跟我来。妮儿，别怕，我一定会救你的。凌晨4人直接到了空间的医院之中，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他们身影消失的瞬间，某棵大树的后面藏着的人影一声惊呼刚刚喊出来，就被自己双手紧紧捂住了。该说是立春幸运呢，还是命不该绝呢？立春心脏的位置比正常人要偏右一些，而且偏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刚好完美的错过了箭矢的攻击。吓死我了，真的吓死我了！我差点以为我要失去自己家人了，我以为我救不回他来了。还好，这场手术凌晨用了足足4个时辰，就差一点点。如果我没有及时赶过来，如果没有这个空间，那么现在立春恐怕早已经死了。都怪我应该早点发现他们没回来的。怎么了？他没事了吗？你别哭啊，出了什么事？你这样哭，我很心疼的。当然这句话他只敢在心里面复述着。去年我刚来的时候，原生的父母早已经死去了，而林家大房对我是百般刁难，甚至想把我卖给一个有虐待倾向的老官府当田房。村里的人都感觉我不祥，都不愿和我来往。后来我靠自己才能够吃饱穿暖的，也慢慢的收获这么多人的关爱。他们每个人都是我最为珍惜的家人，我不能接受他们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你对他们已经够好了，我还可以对他们更好的。如果今天失去立春和立秋，那将会是我一辈子的伤痛。小车，你在哪儿啊？我好想你啊！王爷，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晨儿，于毅，王爷的情况怎么样？是吧？你快说，王爷到底怎么了？王爷身体无恙，就是有些疲劳，脉象是这样显示的。可是为何整整2天了，王爷还是没有醒过来呢？就这样？没事，王爷能昏睡2天2夜，喂你到底行不行啊？不行换郎中。他们的主帅却躺在床上昏迷不醒，这让燕一如何不着急呢？哼，你随便，这么小气，还说不得了？怎么就没人为我着想？我就是一护卫，这几年都快给我逼成将军了，排兵布阵的事儿我也不会呀。哎呀，以前我母亲有个手帕交，嫁给了一个世家大族的公子，那个公子重妾灭妻，把我那个姨娘给逼死了。母亲闻得噩耗，当时就昏了过去。可谁知第2天我娘就消失了，再出现时已经开始梳妆打扮，绝口不再提我那个姨母的事情了。那后来呢？后来都传那个商户世家遭了强盗，那家的公子以及一众小妾，还有那家的主母，上上下下死了10几口。那是你娘？我娘的重情重义，就与你一样，她果断狠绝，内心却柔情似水，就跟你一样，内心善良，可又嫉恶如仇。他大概知道萧彻为什么会爱上他了。他像是一朵最不起眼、遗世而独立的兰花，骄傲又坚韧。他活得率真，嬉笑怒骂，他心地善良，坦诚待人。那出众的相貌反而变得不值一提了。主人，我感受到了男主人的气息。什么？在哪儿啊？难不成萧彻回来了？巴克，出来，快说，他在哪儿？我感觉到了，我又感觉到了，好近啊，就在这屋子里。你瞎说什么呢你？这可是空间，我不带他进来，他怎么进来的？难不成是魂魄飘进来的？就在那里，真的就在那里。难不成巴克说的是真的吗？萧彻，是你吗？什么？王爷在哪儿？那边战事还没有结束，他怎么会回来呢？如果是魂魄的话，那是不是说
他已经……如果萧彻出了什么事情，那么天极帝国可就要到末日了。姐姐，这里是你的空间，你试试用意念，看能不能将它实体化。萧彻，如果是你来了，就在我面前出现吧。青青，是他，是他，真的是他，他真的回来了。晨儿，主人，他只是一个灵体，不是真人，你碰不到他的。那是上古妖帝的气息，灵体。大哥，你什么意思？他是魂魄吗？他死了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主人，你别急，他肯定还活着。晨儿，我的娘子，为父好想你。你先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刚刚还在帐中议事，突然就感到心口疼痛，整个人昏了过去。再醒来时，就已经在这里了。看到你坐在地上，与他说着话，简直是岂有此理！趁着我不在，整天像只苍蝇似的，围着媳妇转。她是我的妻子。我知道，那又如何？怕什么？如果晨儿愿意，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娶她进门，哪怕脱离家族，我一定会护她周全。刑斩的眼神中满满的全是歉意。媳妇看不出来，可我又如何看不明白？哎，对了，那边战事怎么样了？不太乐观，不过还在我的掌握之中。你都不给我写信。媳妇，你别哭啊，我之前是不敢写，我怕一想起你就在那边待不下去了，后来我还是忍不住写了，估计再有几天就能送到了。媳妇，我好想你。他与萧彻在一起，果然才是最开心的吗？能怎么样呢？怪只怪造化弄人，只怪我遇到他的时间太晚。他是莫名其妙的心痛一下，然后整个人昏了过去。哎呀，我太混账了，光顾着高兴，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竟给忘记了。萧彻，你感觉怎么样啊？身体有哪不舒服吗？别担心，我一切都好，就是十分想你。我也是。那你究竟什么时候来云南见我？完了，小媳妇的吸引力似乎更大，就看了一眼，怎么就会？萧彻欲盖弥彰的掀掀长衫，想挡住些什么。萧彻，给我2个月时间，我动身去找你。萧彻，给我2个月时间，我动身去找你。你都不知道，这边出了好多事情，耽误不少时间呢。不然的话，至少提前20天，我就可以去云南了。用最简单的话语，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与萧彻说了一遍。没想到我刚离开1个多月，小媳妇的身边竟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小媳妇竟然遇到了这么多的危险，我甚至差一点就失去她了。萧彻，你放心，我没什么事的。你忘了我是谁吗？我是堂堂天启国战王的媳妇儿呢，怎么可能被轻易打倒呢？你安心了，我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再给我2个月时间，我一定去云南找你。好，还是媳妇最好。久别重逢的2个人，始终喋喋不休地说着悄悄话，直到墙上的时钟指向凌晨5点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啊？媳妇，我可能要回去了，你记得答应我的话，2个月之后一定要来云南找我。王妃，王爷真是太坏了，没事弄个魂魄跑回来干嘛？将王妃招得这般难受，完事他自己又跑了，哼，还将哄王妃的重任丢给我们，这不是难为我们吗？他伤心，我就默默地陪着他，看着他，守着他，护着他。可能是因为凌晨努力治疗鼠疫吧，救了许多人的关系，他的空间似乎又升了一个层次。如今，即便在空间之中待上1年半载，出去的时候也可以用意念将时间定格在他想要那个时间段上。眨眼间，他们几个人也在空间中待了1个多星期了。立秋学会许多各种医疗器械，而行展就学会了冲泡咖啡。王妃，我们出去吧，外面的情况不明，奴婢有些担心。雪儿，你先感知一下，那附近可有陌生的气息。好的，姐姐。凌晨将出去的时间定格在了他们进来那一刻的5分钟之后。姐姐，外面我没有感受到活人的气息。那就好。这么多尸体啊，怎么办啊？你杀人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瞅你那利落劲儿，一下一个，一下一个。哎，你们！就在凌晨刚要出口询问这帮人到底笑什么呢，雪儿这样的姿势很明显呢，在与庞德蛇交流呢。
想必是有什么事情要商量，千万不能打扰他。姐姐，有条小蛇刚刚告诉我说，就在你们进入空间的时候，10几丈之外的一棵树后，有个男人看到了一切，怎么办？什么？不是逃走了吗？怎么还有人在呢？你别急，他应该跑不远。到底是何人？抓过来问一问就知道。那雪儿，能把那个人找出来吗？别把人弄死了，要活的。朝天空的方向发射出一枚绿色信号弹。秦大哥，你手下呢？怎么还没到啊？估计快到了。隐约之中似乎有马蹄奔跑的声音。果然，刑长话还没说完多久，一队人骑着马轰隆隆奔了过来。少爷，少爷，你没事吧？少爷，你说说你跑那么快做什么呢？就算您的轻功再好，可哪有骑马省力气呢？快让我看看，累坏了吧？属下来迟了。夫人，您没什么事情吧？立春、立秋呢，都没事吧？放心吧，我们都没事。他们俩受伤了，将养些日子就好了。想必王妃的仙府中都治疗过，就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吃到炸鸡呢。这边的事情交给我，你不用担心。是啊，夫人，交给他们就好了。您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不是啊，我还要等雪儿消息呢。哇塞，看来和电视剧中情节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粉末到底什么东西啊？竟有这么可怕的效果？这放在现代，即便是浓硫酸，也不可能将一个完整的人瞬间化成一滩血水吧？哎呀，看你们这副表情啊，这样的事情恐怕没少经历过吧？而凌晨他们等了将近半个时辰，也没见雪儿回来。等一行人回到家中，已是后半夜了。姐姐，那人轻功了得，专挑树梢上行走，我一时没跟住，将人跟丢了。好啦，不怪你。雪儿，快过来吃东西吧。哎呀，轻功啊，如果我能学会就好了。可惜萧彻说我年纪偏大，现在学恐怕来不及了。姐姐可以找巴克呀，洗精伐髓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什么？它还有这作用啊？1、2、3……喂，快别砸！我这不是出来了吗？改变体质还是增强记忆力啊？哦，原来你早就知道我想要什么了。不是我早就知道，而是我只能做到这2样。你不是就想要一副骨骼惊奇的身躯，好能修炼轻功吗？我答应你就是了。现在可以开始了。仿佛有一股清泉在体内萦绕着。其实我还可以顺便抹去你身上的伤痕，你可要？这个就不用了。哇塞，这感觉也太爽了吧！哎，你快点下来，那上面太高了，摔下来可怎么办？哎，你快点下来，那上面太高了，摔下来可怎么办？好嘞。你怎么回来了？我来找王妃道，有事情商量。这是之前从太医院里取来的，你每天睡前吃1粒，舒筋活血，还有效果。我知道了，你快去将王妃带下来吧，别真的摔着了。我没事啊，我不急。你们俩继续聊。你自己也小心点，别摔着了。哎，你小子该不会是看上立春了吧？真棒，算你有眼光。咱们家立春呐，可是个顶好的姑娘。哎，走啦，说完八卦，说正事儿。12这一次之所以下来，是因为前2日凌晨飞鸽传书，他杀那么多官兵呢，这件事情不可能不了了之的。邢展虽说过他不用担心的，可是邢展这是一方父母官的。我该出去了，今天可能会回来的晚一点，你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等我回来。这个月份天气还有些凉，你把这个穿上，早去早回也耽误了夫人的事儿。那我去了，你在家好好的。姐，跟你说个事儿，接下来呢，你做绣品，我之前给你的衣服样子，你能做吗？还有王雪，你不是跟赵鑫学了很久的雕刻吗？那些东西啊，是时候派上用场了。刘慧娘绣花的手艺十分的厉害，她想开个店面，先卖一些这个时代的人可以接受的又比较新颖的服饰，等反响好了再考虑扩大的事情。虽然自己手头有些钱，但也不能就这样坐吃山空啊，更何况家里面有那么多人呢。行，你说怎么做姐就怎么做，都听你的。行，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都听你的。这个店前期呢，我会多盯着一些，往后啊就靠你们了。调料厂那边建起来之后呢，我也要盯着，所以你们呢要用心学习怎么经营一个店铺。
放心吧，我知道我的能力，你还是可以放心的。如果你让我做别的话，我不一定行，但是雕刻的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看看时间，眼看就要月底了，用不了1-2个月就要开始炎热了。才前阵子，他已让12派人去龙翔拿粮食去换牛羊了。夏天的时候可以卖烤羊肉串啊，喝着冰镇啤酒，撸着串，或许还可以大赚一笔呢。山里的训练基地他也该去抓抓了。这支队伍带出去啊，必须能够达到他要的效果。除此之外，调料厂、学堂似乎有很多事情呢，看来还是需要培养些人手才行啊。店铺的事情凌晨交给云儿去办了，他要在家里面画店铺的装修设计图。他最终决定将店铺做成会所的模式。各位，你们绣的帕子我都已经看过了，只要是卖得好，以后这样的活少不了的。又过了2天，偌大的店铺早已经焕然一新了。昨天夜里，凌晨先到店铺里来，将一些古代人可以接受的现代家具摆放进来。哎呦，我的老天爷呀，这可不是开的窗户，这里有东西挡着呢。这是什么呀？这么透亮，又不怕风吹日晒的，这怕不是琉璃吧？这位姐姐您好啊，您看需要点什么？今天是本店开业第1天，您呢是我们第1位客人，您看看想要点什么，我都给您算半价。另外呢，还有一个礼品相送。这是什么？姐姐，这件是胸衣，穿在身上代替肚兜的。这胸衣我们要卖100文，您今天第1次来，我就收您50文，再送你一个卡子。有了这个以后，梳头发就整齐多了。用昨夜凌晨教他们的那标准的招牌笑容，以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灵活语言，给你。这是我们店呢收到的第1笔钱，你收好了。晨儿，我都没有想到我做的东西还这么招人喜欢，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有天能够找到自己的活计，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赚钱。这样的日子啊，搁以前我都不敢想。这一切还真的多亏了晨儿。姐，不要总想过去的事情了，以后家里的事情呢，还需要你多多帮助，要快些成长起来哦。你笑什么笑啊？好了，我服了还不行吗？最后还是凌晨出面，将银子数清楚的，足足有8两银子，真算得上是开门红了。凌晨的工资都是当时结算的，这不，10来户来交绣品的人家，这每个人呢都领到10几文至几十文不等的工钱。这一时间，来凌晨家里领绣活回去做的人更加多了。王妃，王爷来信了，是王爷的信。给我吧。王爷来信了。想起萧彻说过，这封信他写了撕了又写，足足折腾半宿了。就一句想我的话，这么费劲吗？这个傻瓜，笨蛋，我又何尝不是呢？我也十分思念你啊。夫人这是怎么了？记者不见，为何会憔悴成这样？说吧，查得如何了？属下查到，杜将军根本就没有来远山镇，那伙兵丁也不是咱们天启国登记造册之内的。我听李春说，那个晚上围杀他们的小头领所说的话也不像是天启国的话。哦，那也就是说，那些人很有可能是谁的私兵，亦或是敌国的军队了。这直系皇亲贵胄是允许养私兵的，但数量有限，充其量就是保家护院而已啊。那这些人又是谁的人呢？属下想去龙翔一趟，摸摸那边的动静。如果说哪个国家可以偷偷跑进天启国来养私兵，那一定非龙翔莫属了。去吧，注意安全，带上饮酒吧，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记住了，无论什么事情，你们的生命最为重要，必须给我安全的回来。我走了，你照顾好王妃，照顾好自己。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就过去3、5日了。凌晨新买的店铺也已经紧锣密鼓的装修好了。这一次他要开一家自助。赵鑫和李天河手脚都很麻利，5天的时间，所有桌子已经搬进新的铺子里了。夫人，没想到咱们速度还挺快的，这么短的时间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准备好了。我早想好了，叫天然居，怎么样啊？天然居，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哼，好，这个名字好啊。你怎么来了？魏毅的事情刚刚忙完，听说你这里开了间店铺，这不是赶紧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行啊，明儿就开业了。对了，明儿一大早你一起过来，然后把你刚说的那幅对联写好贴上去，就这么定了。哎呀，邢大人的墨宝可遇而不可求的，
好，明天一准给你挂上。对凌晨的不客气，秦展不仅不觉得无礼，反而感觉很亲切。折腾一上午了，都饿了。邢展张罗着要请客，所以一行人决定去天香楼搓一顿。凌晨找了5个厨子过来，让他们在天香楼里面学习过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调料在年前的时候就已供给天香楼了，有了新调料和新菜谱的加入，你说这天香楼能不爆火吗？前面排队，后巷中的偏门处一样是排着队的光景。这是凌晨要求的，将客人上的干净饭菜分门别类放入木盒当中，供无家可归之人食用。一时间呢，天香楼人善的名声也传了出去。各位，这上菜的时间可能有些长了，我给您各位多了些点心包子。夫人，你先垫垫，我尽快去安排啊。这些点心啊，都是凌晨提供的方子，各式各样的精致糕点，令远山镇不少女子为之疯狂啊。闺中相聚之时，都会以吃过天香楼的点心引以为傲的。可是想家了。邢展，你这县官打算做到什么时候啊？哎呀，别以为我不知道，邢展来这当官啊，估计是太子爷下基层镀金而已吧。有了这驱除瘟疫的功劳，这恐怕日后啊，升官发财指日可待。哦，不对，他应该不在乎钱，人家可是百年山谷世家大少爷，王商啊。快了，将这边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就回去了。其实不光是朝廷，甚至是父亲都已来了很多次信催他回去了。可是他心中有了牵挂，如何肯离开呢？秦冉，你打算经商吗？我也不知道，确实我之前的人生的确是被家族所规划好的。其实我真的不喜欢经商，与其做生意，我更喜欢江湖上的快意恩仇，这也是我背地里建立天下第一庄的原因。这样吧，再过一段时间呢，云姨就能回来了，到时候呢，我给你做手术。这样的手术我一个人做不来的，只能等他回来帮忙了。我的腿真的能治吗？出什么事了？哎呀，你这个腿啊，在你们这个时代还真是没法治的，但在我们那就不一样了，只需换一个人造的髋关节就可以了。其实髋关节置换术啊，还真不是很难的手术，安全系数也很高的，所以放心好了。如果你不想经商的话，可愿意来帮我吗？帮你？我想建立一个集搜集情报、暗杀、间谍为一体的组织，名字我都想好了，叫鬼泣楼，你愿意吗？难不成我想法太过另类了，让这个老古董接受不了了？没事啊，你可以考虑一下下，再答复我就行。我答应。邢展确实挺震惊的，但震惊的不是他想法大胆，而是震惊他与自己想法竟然这般不谋而合了。那说定了，为了日后我们合作顺利，干杯！一个影响了天启乃至整个这片大陆的杀手组织就这样诞生了。不得不说，这两个人呢，一个敢想，一个敢硬，颇有些臭味相投的意思。细节的事情就只能等到手术做完之后再说吧。姐，我们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呢，竟赚了整整16两零100文，刨去材料、人工，一天算下来，最少能收入10两银子。我早就说过了，我们一定会成功的，你还怀疑我？怎么样，现在不怀疑了吧？姐，今天让你们跟着我受累了，辛苦了。你这丫头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咱们不是一家人吗？咱们放桌子吃饭，这么好吃的东西，咱们也都尝尝。王雪，方雅那边呢，全靠你了，图纸什么的你也都有了，找人做就行了。你还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开加工厂的事情？计划书已经给你写好了，你照做就行了，知道吗？你怎么跟交代遗言似的？不对，呸！哎呦，坏的不灵，好的灵。这边有你们，我就放心了。我想去找他，不知道为何，他这2日总梦见萧彻，他做的全都是噩梦，所以他待不住了。照今天这样来看，就咱们几人说不准根本忙不过来。谁说不是呢？有机会一定要到牙行去看看。对了，还记得天香楼后巷子里那些天天来领食物的那几个小乞丐吗？要不就找他们做小二。那些孩子他见过几次，眼神很干净，看上去不像是坏人。如果能收入手下的话，倒也不是坏事。哎，姐，你这平时不说话啊，不过这说起话来倒头头是道啊。到了第2天，客人更多了，凌晨发牌子都快忙不过来了。我们都没有名字，就算是有名字也不好听。对，以后就让恩人为我们改名字吧，以后我们就跟着恩人了。
我看不如你们几个按年龄大小排一下吧，1排到15不就可以了？这样叫着也方便呢。这下子凌晨终于理解云卫为什么都是数字了。这10几个人一起取名字，简直不要太恐怖了。从今天开始呢，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够慢慢融入我们这个家庭。点关注不迷路。小家伙们，你们不是奴隶，是我们这个家的一份子。但同样的，如果被我发现你们有人背叛我的话，我是绝不会轻饶你们的。能在那种鱼龙混杂的地方生存的孩子，资质一定是差不了的。丫头，我听村里有人说你不知打哪儿弄来好些个孩子，说你们是把这些孩子给买回来的，然后打算转手再卖个高价钱。如果你是留着自己指使，上奴籍的事儿我倒是能去跑一跑。二爷爷，不用了，这些孩子们呢，是我从镇上那个破庙里带回来的，他们以前都是乞丐，无家可归的，都是可怜孩子。他们不是奴隶，不用办奴籍啊。如果能办户籍的话，倒是可以啊。确实，好好的孩子一旦入了奴籍，这辈子基本就毁了，是生生世世抬不起头来呀。姐姐，你知道洗髓丹吗？我刚刚无意中在那边看到了一个药方，写的就是类似于洗髓丹的这种东西。哦，什么洗髓丹呢？我还爆胎益精丸呢。嘿，这水可真神奇啊！我感觉喝过之后，这身体啊有了不小的变化呢。巴克，这泉水干什么的？喝完之后，我身上酸痛竟没了。我感觉最近似乎又要晋升了呢。这是斗母泉，不光能治百病，淬炼筋骨。你没发现，自打这泉水出现之后，周围连蚊虫都没有了吗？什么？这竟然是斗母泉！斗母泉相传是斗母元君为解百姓受大旱之苦，特意寻得的一汪灵泉。这泉水千万年来都不曾干涸过，救了不知道多少人。可是怎么会在这里呢？哦，原来是这样啊！请问您找谁？请问这里可是林姑娘的家？林姑娘，你跟我进来吧。请问林姑娘是？我在这儿，我是凌晨。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林姑娘，小的是邢大人身边的小厮。我家大人前2天夜里进入了大青山，之前他吩咐我命我守在山下，最多半日他就会回来。可是我一直等到了今日，我家大人还是没下来，一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他进山做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啊？好端端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失踪呢？小的也不知道，我家大人也从未对我们提起过。我来找姑娘帮忙，纯粹是因为我每次随大人进山的时候，他都会站在山脚下，远远地看着这座院子。想来您跟我家大人必是相熟，从这里跑去镇上太耽误时间了，我就私自做主，先来找您帮忙了。好，我带人上山去找，你回镇上去，通知杜掌柜和衙门的人。春夏秋冬，你们也帮忙进山去找吧。雨儿，通知营地的人，大家一起进山寻人。慧娘姐，你找二爷爷去，让他组织一下，让村里壮汉进山。拜下连翘，家里的安全交给你们2个了。雪儿、巴克，你们2个出来找人。姐姐，你别着急，我现在就帮你找。凌晨，你怎么进山了？这林家丫头是怎么了？跑得这么急啊？不会是出了什么事情吧？你闭嘴，能出什么事啊？天河哥，邢展失踪了，快帮我找一下。如果他受到了伤害，说不准人已经藏起来了，当然也不排除被人害了的可能。不可能，根本不可能的，不然的话我一定会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只是一种感觉。见他第一面的时候，我就感觉很亲切，或许是所谓的第六感吧。就像立春他们出事的时候，我也能感应到，应该是一样的。到底在哪儿啊？姐，鸟儿在一处山石缝中发现了一个身受重伤的人，不知道是不是邢大人。走去看看。二爷爷，我去前面看看。小黑蛇似乎有了发现。我们家王妃可真是不让人省心呢。我这样的身形，行走起来都这样艰难，如果是邢展那样的身材的话，怎么走啊？恐怕用爬的。邢展，邢展，你在哪儿呢？能听见我说话吗？听见的话，你答应我一声啊！邢展，又出现幻觉了吗？就像无数次梦中一样，又听见了晨儿的声音。
真好，这下子我是不是真的就可以安心去了？如果还有来生，我一定要比他更早遇到你。这个味道是，这味道是臭吗？怎么会？不会的，一定不会的。不对的，是臭仅代表里面有尸体，不一定是星战的，不会是他的，他不会死的，因为那个一定不会是他，一定不是他。星战，一定要等着我，我来救你。在这之前，我不能倒下。加油，凌晨，你可以的，一定可以的，求求你，一定要活着。不会的，不会的，星战，你等着我呢，我来救你了，你不会死的，我不会让你死的，我来救你了，你不能死，你千万不能死，我求求你，星战，星战，我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还有心跳，太好了，还有心跳，还好我没有来晚，还好我赶上了。姐姐，先别哭了，你还要救人呢。对，先救人，先救人。行展手臂骨折，肋骨断了一根，右大腿肱骨骨折，身上大大小小的刀伤足有11处。此时距离行展受伤已过去2日了，错过刚受伤时的手术时机，只好再等1周，等血肿消下去之后再进行手术。行展，你放心吧，无论是谁将你伤成这副样子，我都不会放过他们的。等把你安排好了，我替你报仇去。我们家那个醋王都没这待遇啊！若小扯知道我帮别的男人擦身子换衣服，那不得气得暴跳如雷啊！晨儿，星展，你醒了，你真的醒了，你吓死我了！晨儿，还能见到你，真好！我竟然这般虚弱吗？他来了，他来救我了。他真的来救我了！你多久没休息了？累坏了吧？不累啊，只要你没事，再累都没关系。哼，傻瓜！晨儿，你知不知道，从此以后，我再也放不下你了。我的世界也只能容得下你一个人了。我星战究竟何德何能，能够认识到这么特别的女子？来，吃点东西吧。当行展躺在床上，睁开眼睛那一刻起，他的心中已做了足以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凌晨永远都不会知道，就在这一瞬间的功夫，行展究竟做出了怎样重大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也注定了他一生孤独的命运。最多这1、2日，云逸就可以回来了。这样的话，刚好赶上手术的时间。哼，那个尺寸不错啊，你未来的夫人应该会很幸福吧？凌晨，我能不能？实在是太丢脸了。没办法呀，你身体不适合移动，既然用都用了，你别纠结了你。现在拔了和过2日再拔有什么区别吗？天哪，让我死了吧！晨儿，给你添麻烦了，这我该怎么办？如果不自在呢，把眼睛闭上，放心，不疼。他长这么大了，从没这么丢脸过，连他小的时候都没让女子看他的那个。点关注不迷路。一双冰凉的小手握住了那个，一阵酸胀过后不是很疼。好了，而这一回啊，行展竟可耻的有了反应。下面那个小东西怎么那么不听话呢？就是不肯软下去。龙翔的人吗？是的，而且那帮人个个身手不弱，肯定不是普通的军队那么简单。他们的目标是我就好了，省得我找他们了。不可，他们实力不俗。等这夜说完了呢，咱们准备出去吧。姐姐，你们可以趴在我身上啊，我可以带你们出去。他十分不厚道地环上凌晨的腰肢。或许这也是今生唯一一次可以如此名正言顺地抱他了吧。那么，就让我放浪一次好了，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刻的，哪怕行将就木。小者，等我。无非，你没事吧？手下来晚了。云儿、云武、云九，你们来了。王妃，晨儿，醒醒，我们上来了。赵叔，快来帮王妃瞧瞧，她究竟怎么了？那你们还不让开？谁？保护夫人！想逃没门！你们断后！果然是你们！你认识他们？这些人
是冲着晨儿来的，保护好她。兄弟们，保护好夫人，杀出去！杀出去，真是笑话！我倒是要看看，在我的卫队的包围之下，你们还能插翅飞了不成？别人我不管，这个女人，你们要给我留下！你们，给我杀！小心，他们有暗器，我许退！一定要将那个女子给我抓住，其余的人全部都杀了。二爷爷，将刑斩带下山去，拜托您帮我照顾好他，射脚。夫人，另外一只，很好。至于其他人，别让他们死太痛快了。说，你们在这附近还有没有人？老子不知道。你不能杀我！你若是杀了我，你能消失的秘密，整个龙翔国就全都知道了。原来是你呀，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小子，你死期到了。王妃，你怎么将他杀了？他不是说他死了，你的秘密就会人尽皆知吗？我都说了，平时多看书，多动动脑子，你就是不听。他说什么你都信啊？再说了，我怕他说出去吗？把我惹急了，我就让龙翔变成天启。他们交给你们了，我先回家了。看来云卫和禁卫他们训练的都不错，出任务是不成问题的。看来将刑斩手术做完之后，他就可以动身去云南找萧彻了。刑斩，最迟明日。如果于一还没有回来，我们照样的按原计划做手术。我请二爷过来帮忙。本想着再等2日的，但现在你不能再等了。他为何突然急着要为我做手术呢？点关注不迷路。于一，回来了。还好还好，没缺胳膊少腿的，就是瘦了点。王妃，属下回来了。于一，他怎么样了？王爷一切都好，还给您带了东西。好。于一，你千里奔波一定很累，你先去空间住几天吧，恢复一下。我需要你的协助，做一场大手术。好，我相信你，尽力就好。刑斩，你放心吧，我一定有办法让你重新站起来。哎，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我需要半天时间，没有我的吩咐，谁也不许进来，知道吗？二爷爷，手术之后呢，人会比较虚弱，麻烦你准备一些补气血的汤药或药膳，什么都行，最多傍晚的时候吧就能好了。这腿骨是必须要重新接起来的，还有髋关节置换术，这么多手术加在一起，还要留下术后恢复的时间。幸好他来的时候随身带了空间这么个金手指，你负责缝合，接骨的事儿我来，没问题的，别怕，有我在呢。我信你。萧彻，再等2天我就可以找你去了。算算时间，云应该已经到家了吧？不知道小媳妇有没有看见我为她准备的小玩意儿，又是否会喜欢？他真的很后悔，将凌晨一个人丢在远方，早知道就把人带在身边好了，拼着自己性命不要了，总能护他周全呢，总好过现在见都见不到，每日饱受相思之苦。王妃，你快起来吧，最好将立秋一并带来。怎么样了？这到底怎么样了呀？这都半天了，里面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啊？你快坐着歇会儿吧，你转得我头都晕了。我家少爷怎么样了？治好了吗？我进去看看。这是真的吗？我就说这少爷是洪福齐天吧。瞎说，明明是人家灵丫头医术高明。对，就是。哎，我说灵丫头呀，哎，人呢？云儿，咱们走多远了？什么时候到啊？我的王妃娘娘哎，咱们这才刚出了远山镇的范围，还没出晋阳城呢。夫人，再走2日，习惯了就好了。我怕我还没习惯呢，就已经晕死了。可是，夫人小心！
哦，王妃，没事吧？没事啊。知道什么人吗？您看看，刚刚从车厢上拔下来的，我看不像是天体的东西。云儿，没受伤吧？没有，你们呢？我们也没事。好犀利的剑法，这人内力还十分高强。这样的剑法，我曾经听说过。江湖中人传言，天下第一庄庄主剑法超群，难不成是有人雇佣了他？平儿，会不会是天下第一庄？先不用想了，前面进镇子，原地休整一晚。王妃，您看前面。哈，还真是一个伏击的最佳地点呢。看来我是遇到伏击的高手了，就是不知道谁这么大手笔，一路截杀我们。娘的，竟然不往前走了！这准备好的巨石岂不是全白费？陆将军，这下该怎么办？看着不行，就来明的，反正咱们带的人多，还怕他们不成？有意思。此去云南路途遥远，林姑娘乃是一介女子，问及军营多有不便，我看还是不要去的好。哟，你还认识我呢？虽说我爷爷只是军营中的一个火头兵，但我林家绝非贪生怕死之徒。还请这位爷，您什么官衔呢？姓甚名谁？您这上来呀，应该先自报家门的，不然我这想骂你都不知该怎么称呼呢。您说您这么大人了，还给别人添麻烦，你娘怎么教育你的？真是没礼貌。你先前太子派我去大河村抓人的时候，还心想着不就是一个村姑吗？还用得着我亲自出马？于是只派了一个小队，谁知道那队人马竟然直接没了消息，是生是死都不知道了。如今看来，只是小看了这个女子了。陆将军不知道的是，他那个小队竟然包围错村子了，还歪打正着的被凌晨给全部歼灭了，毛都没剩下一根。林姑娘，为何不前行了？哎呀，累了，走不动了呗。这太阳快下山了，黑灯瞎火的山道上太危险了，不如原地驻扎休息一晚，明早再说呗，省得什么妖魔鬼怪都出来蹦得吓人。我胆子小得很，经不起吓呀。好，好得很，一路的抓了他，绝不会让他好过。这消沉的女人，我还真想享用一下，看看究竟是什么滋味。我杀了他，不把他碎尸万段，我就不叫立春。立春姐，你冷静一点，莫要坏了王妃的计划。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七王爷，你究竟做了什么？你面前的这位，可是天启国赫赫有名的杜将军，叫你回去是给你脸面，别不识好歹。你不但不领情，还敢反抗，怎么着？你还想造反不成？哼，造反？造谁的反呢？你是朝廷吗？还是他是朝廷？亦或是你们背后的主子是朝廷？我当了这么久的兵，还从来就没见过一个女人能进军营的。不对，还有女人是可以进军营的，那就是军。主子，属下忍不了了。谁？是谁？我呸！还将军呢，孬种！林姑娘，我们是奉了朝廷的命令来请林姑娘进京，你不但不领情，还叫人射杀我们的副将，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吧？请我进京？哼！自我离开远山镇开始，这一路上经过10几次袭击，别跟我说此事跟你们没关系。若不是刚刚我在山下停下脚步，恐怕此时已被巨石砸死，亦或是翻到悬崖下面去了吧？杜将军，缩头乌龟还差不多呢。想要我的命，暗着来不行，你就明着来，哪那么大自信呢你？你别嚣张，老子可是带了足足5000人马。哼，很好，我可是足足带来了好几百人，我不相信还对付不了他们了。李王妃，山上已经全部解决完毕了。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带来的人马悄无声息的就被人给全部处理了，光一个萧彻还不够，没想到他背后的女人竟然比他还要可怕。5000人，回王妃，只有200余人。你竟然敢拿朝廷的名士，你是想要怎么？继续前进。回王妃，这是进云南的必经之路，如果绕路的话，咱们就必须去邻国街道，麻烦不说，还十分凶险。你看，王爷呢？走的哪条啊？弟妹，我是你七哥呀。七王爷？我去，不是吧？这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好像是后世的一个什么明星，这也太像了吧？这是哈根达斯。哎，你哪来的呀？我的天哪，20几年了，我都20几年没吃过这东西了。若是不给他，会不会被直接撕碎啊？凭什么呀？凭什么要让出来呀？你说王爷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冰淇淋是我的，我的。哎呦我去，小立夏，你胆子肥了呀？你也是？真的吗？你也是？
真的吗？我的天哪，这也太玄幻了吧！竟还真的有人跟我一样穿越过来的。不得不说啊，这才异世相遇，这是拨天的缘分呐！这一夜，凌晨房内灯灭得很晚，他们聊得也很晚。得知萧晨是奉旨带3万人马来云南支援萧彻的，于是2伙并1伙一起出发了。哟，您是钦差大臣，不在你马车待着，跑我这干嘛？切，我这里又没有这么多好吃的。哎，真是羡慕你，同样是穿越，我就什么都没有，你却什么都有，这不公平嘛！给你安排一个皇子身份还不行啊？有吃有喝的，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不知足啊你！哼，皇子的，谁愿意做谁就做去，我还不稀罕呢。你可得了吧你，就嘚瑟，怎么着啊？前世大明星演过将军，你还真是将军呢，还带兵打仗呢。哼，那么多人命交你手上去，你胆子可真大。行，我知道你老公打仗最厉害了，不过打仗又并不是只有他才行。来到这儿这么多年，我也不是白混的呀。唉，这场仗不好打呀，因为这路途还有重重困难要克服，光是穿过这沙漠就不是件简单的事儿。前方不断传来情报，萧彻将北夏打得节节败退，但北夏人不死心，筹谋着又开始进攻下一座城池，摆明了想挑战天启战王。把脸遮起来！姐有口罩，谁稀罕你那个破玩意啊？哼，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哎，有口罩给我也来几个呀！喂，我说小妹良心的，不，弟妹，好弟妹还不行吗？这家伙自打知道他也是穿越来的，这行事作风越发的没规矩，天天赖在身边蹭吃蹭喝的。头几天新鲜劲儿一过了，凌晨现在看他是越看越不顺眼。你要不要啊？不要还回来。要，能不要吗？前方遇见了流沙，白将军命令大家分散开来行走，属下带着您从右边走吧。跳过来，快跳过来！流沙的危机刚过去，沙尘暴又刮了起来。你受伤了，怎么不说一声呢？你不惜性命也要救追风，谢谢你救了追风。行军打仗，一匹战马要比一个士兵更加重要。只需往前再走几日，绕过这道山脉之后，就进入了云南。一想到很快能见到萧彻了，凌晨瞬间感觉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变甜了。你冷静一点，大姐，他不会有事的。这家伙我认识的比你早，他打仗的能力可不是吹出来的好吗？这还特种部队出来的人呢，一点都不冷静。你先冷静5分钟，然后再商量对策。没错，我要相信萧彻，我要相信他。北夏人已占据了青山城，若想和萧彻会合，就必须穿过青山城。哎，你是要绕过去吗？不绕，你绕不过去啊，拖这么大部队呢，绕道的话变数太多了。我可不想拿这么多人性命开玩笑。我想想吧，这2个国家还真是作死，我就让这帮孙子有来无回。你手怎么样了？你不疼吗？都伤成这样了，你也不吭声，也不处理一下，很疼吗？脸都白了也不吭一声。哎，我说你怎么给我包成这副鬼样子了？我伤的只是手好不好？怎么将我的手臂全给我包起来了？我这是防止你没事到处乱耍帅啊！受伤了吧？等见到了九弟，我一定得多跟他讨些好处，毕竟今天我可是救了你的性命。怎么着，想让他以身相许啊？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混进天启国，萧彻那边没有任何消息呢？以萧彻多年的打仗经验来看，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啊。哈哈，你也看出来了是吧？还不是我那好大哥，这就是他的手笔。大哥，你是说太子吗？他是蠢吗？难道不知道引狼入室的后果吗？这就是皇家争斗，看上去比宫斗剧还要精彩呢。怎么样，是不是后悔嫁进皇家了？哎，不然你把老九甩了，咱们2个人天涯海角逍遥自在去呗。不然你把老九甩了，咱们2个人天涯海角逍遥自在去呗。滚一边去，一天到晚挤眉弄眼的，跟个海王似的，猥琐。喂，我好歹也是个王爷，你能不能尊重我一点啊？不能。不跟你胡扯了，我先带人摸过去看看。那你小心点。今天是你们第一次执行任务，这段时间以来大家辛苦了。今晚是检验成果的时候，目标青山城，斩首行动，出发。你怎么来了？我这不是不放心你吗？哎，这边勘察的怎么样了？我觉得我们最好应该兵分2路，你留守此地，我带人绕过青山城，从龙翔的境内街道过去，从而对青山城形成合围之势。
最后来了个瓮中捉鳖。留5000人给我吧，剩下的人你全部带走。绕过青山城之后，直奔肥阳。你信我，我自有办法突破青山城。有劳你们了，请你们务必保护好九王妃的安全。请替王爷放心，公主，不妨我们出兵相迎吧，看他们还敢不敢这么嚣张。他们是在试探我们的底气，不必跟他们较真。天启的人究竟有多少人马？看规模，应该有1-2万人吧，顶多不超过3万。可是京城那边传来的消息是，萧晨领了5万大军增援汾阳。如果面前只有3万，那另外的2万去哪里了？长公主，末将以为天启太子的话不可信，谨防有诈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天启国竟然派出了2名皇子迎战北下，还真是给我北下的脸面。天启的太子希望萧彻有去无回，当然他有他的目的，我也有我的目的，各取所需罢了。长公主，恕属下直言，战王爷可是天启皇帝最疼爱的9皇子，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入赘咱们北下的。啊？什么情况啊？怎么听起来有些不对劲儿呢？这个我当然知道，那么风光霁月的男人，怎么可能让他做出入赘这么丢脸的事情？那你还……自从他16岁那年上战场，我随父皇出征，远远地看过他一眼。自那一眼之后，他的身影就像印在了我的心里，再也挥之不去。此生非他不嫁。感情这女人是奔着萧彻来的呀。好啊，很好。可是长公主，没什么可是的，咱们只需要赢了这场战役，拿下天启几座城池之后，我们就有了能够与天启谈判的条件。反正萧彻我是嫁定了。好啊，我不打死你，我就不叫凌晨。想让他娶你，问过我了吗？你是什么人？竟然敢擅闯我北下帅帐！你是谁？他竟还想着要占领3座城池作为要挟，意图嫁进王府来呢。哎呦，我的娘啊！太狠了，实在是太狠了！王妃来了。刘将军，这的事情交给你了，我得去肥阳了。林姑娘，多休息几日再走吗？哦，不用了，我等不及了。走了，找萧彻去了。王妃，前面就是肥阳了，您怎么还突然停下来了？不着急赶路了吗？哎呀，我这不是坐太久了麻了吗？我怕一会儿走路不好看呢，我得活动活动。王妃快看，不是说他在肥阳城大营内等着我吗？怎么会在这儿啊？叶一，我在这儿呢。王妃来了。你快去吧，一休等你呢。我的王妃呀，你就不能矜持点吗？这马车还没停稳呢，都直接往上跳，也不怕把你摔死了？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怎么了？无事，就是有点不舒服而已。真的吗？你骗我的是不是？可凌晨并未费很大的力气将萧彻手给掰了过来，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萧彻身体有多么严重。你的手没有力气了吗？你给我坐好了。王爷跟王妃说话，你就别跟着掺和了。等这边的事情安顿好了，我就带你去汾阳转转。真的？那到时候是不是我说去哪里就去哪里啊？你说去哪就去哪儿。
车厢内已经没有了任何动静，心跳、呼吸全都没有。想必王妃是将王爷带到了自己的仙府空间去了。在明亮的白炽灯下，他才清楚地看到萧彻的脸色，不光是惨白，隐隐中还透着一丝灰败，眼圈乌黑，嘴唇青紫，活脱脱的一副僵尸的面相。出什么事了？萧彻，怎么会这样呢？你先别急，我这样也就是这2天的事情。2天前，自己一觉睡醒之后，就发现双腿无力，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了。随行的军医轮换着瞧了好几个，也没能瞧得出来究竟得了什么病。一拖就拖了3天，身体也不见好，反而越发的差了。主人，你快将男主人带去斗母泉，他这是魂魄不稳，再不救他，他的元神就要消散了。好。巴克，这样就可以了吗？谢谢你帮我照顾他。真的耶，他身上真的有药皇的气息，看来应龙那不靠谱的家伙倒是没有乱说话。而就在萧彻将人放到床上的时候，凌晨用力一扯，将萧彻顺着惯性也拽到了床上，一个翻身将人压下，红唇就印了下来。分隔许久的2个人终于聚到一起了。而就在2个人胡言越声越旺，马上无法控制的时候，叶一的声音在凌晨识海中乍然响起。他慌忙扯着萧彻出了空间，2个衣衫凌乱的人各自整理着衣服。凌晨脸颊微红，面若桃花，看得萧彻本就难以抑制的欲火更是蹭蹭往上冒，差一点就不顾场合的将人扯过来就地正法了。而就在他将凌晨扯进怀中，想继续刚刚那个吻的时候，主子，出了什么事？马夫将来了。王爷的身体好大，明明早上见到的时候还脸色惨白，有气无力的样子，怎么才这会功夫就已经生龙活虎了呢？车上竟是有位女子。何事？王爷，青山城那边出事了。她是本王明媒正娶的王妃，任何事情都无需对王妃隐瞒。啥？王妃？王爷什么时候娶王妃？我们怎么半点消息都没有啊？不对，也不是没有消息的，而是先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相信啊。王爷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军营中谁人不知道？但见到女人就跟见到脏东西一样表情的王爷，那个绝对不会让私刑接近自己3指范围之内的王爷，竟然真的娶妻了。本王的王妃还能是什么王妃？你有话快说。王爷，我将前几阵派出的时候，今早回来之后也是说了起来。青山城那边那个总是缠着王爷的北夏公主，竟然不知被什么人给打了，而且据说打的也是十分的凄惨。是挺惨的，反正亲妈是认不出来了。难不成那个北夏长公主是被你给打了？末将有罪，请王爷责罚。末将收到消息时才知道北夏的长公主已经带兵占领了青山城，若不是被一支神秘的小队给击溃掉，想必此时一定已经与前线的北夏士兵形成了合围之势了。到那时前后夹击之下，即便能够获胜，可也一定是一场恶战。属下分管情报，手下的斥候无数，竟然连这么重要的情报都没有收到，差一点就令大军陷入危险之中。属下有罪，请王爷责罚。你干的？爷子，出什么事了？这是天意天气啊！王妃娘娘，您来了就好了，这下子将士们可就真的有救了。可是军营中有人生病了。确实，今日一早，军中有大部分将士全都生了病，症状稍微轻一些的，则是疼得满地打滚，而情况严重的人都有人直接昏死过去了。这种情况大概有多少人？咱们军营近8成的人都害病了，能站着的也没剩几个人了。我的兵啊！小扯，你是主帅，无论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能乱。你手下的人还等着你回去主持大局呢。军营中的军医资质最老的，甚至是与父皇一起东征西讨过来的老医者，他们的医术之高，就连宫里的太医都要甘拜下风。不说冠绝天下，但也绝对不容小觑。可就连他们都束手无策了，还有办法吗？凌晨只是擅长外科，并不擅长读书，而这一点萧彻是知道的。叶子，你为何会说那些人是中了毒呢？他虽然不擅长读书，可空间中还有雪儿呢。雪儿可是万毒之祖啊，说不准他就知道呢。王妃问你话呢，发什么呆？小心本王回去调你去灵官守大门去。王爷是认真的，灵官的地方可不是人去的地方。回禀王妃，是军医说的，还是不是种极其罕见的剧毒？罕见的毒？什么意思啊？那也就是说，他也不能够确定究竟是什么毒，对不对？
据说这毒十分的霸道，而且很无情。不管什么毒，总得有依据吧。汾阳城军营里面还剩多少兵力了？中毒的大概有多少人？此刻留在汾阳的军队不足2万。2万？我的天哪！如果是8成士兵中毒的话，那么最少得有16000人呢。这些事本不该让你心烦的，对不起啊。说什么傻话呢？即便不是为了你，身为一名医者，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小彻，他们是你的兵，我一定会尽力的。可病人太多，我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那怎么办？难不成要去附近的城镇，将所有的大夫都请进军营里吗？不行，大营当中那么多将士突然中毒了，若说不是有人刻意投毒，打死我都不会相信的。若去城里征集大夫，说不准就会有敌人趁机混进大夫队伍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再说了，你找人过来也没有用啊。晨儿说的找人来也没有用，那也就是说，他要动用自己空间之中那些极其先进的医疗技术了吗？王妃，您忘了，我们这些人可是您亲自调教过打针输液的。对啊，我差点忘了，还有你们呢。马车速度太慢了，凌晨和萧彻决定先骑马前往。严一看着一盏茶之前还气喘吁吁、满头虚汗的主子，感情王爷这病就是缺王妃啊！一见了王妃，自己可就好了。有个神医当老婆就是好啊！王爷，快进去看看吧，有好多人已经快要不行了。情况很严重，不能耽搁了。身为战士，他们可以为国而死，可以血染边疆、马革裹尸，但中了毒死在营地里面，那岂不是太窝囊了？去吧，给我准备一个空帐子。是。什么情况？这马副将怎么会去听一个小姑娘的话呢？她是本王的王妃。王妃？那岂不就是开创缝合术的那位？求王妃救救咱们的兄弟！求王妃救救咱们的兄弟！将士们，我一定尽力。将士们，我一定尽力。现在情况紧急，我没有时间多说。一会儿我先将一些能保命的药物交给你们，甭管中什么毒，主要的任务就是先催吐。只有把东西吐出来之后，才能够减少身体对毒物的吸收。都明白吗？今日尽得的事情，谁也不许说出去，否则杀无赦。请王爷王妃进去。属下的人，如果并未此生不得说的慎重，请王妃吩咐。你们先过来帮我把药抠出来吧，抠出的药片放这里来吧。我去，神仙啊！闭嘴！那么大惊小怪的。卑职是这里的军医，请问王妃可是找到了毒药的品种了？这毒分明就是奇毒，根本就是无解的。按理来说，应该先确定他们中了什么毒。可是我担心这毒这么霸道，咱们时间不多，所以最首要的，先把毒给解了，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吧。最好的方法就是洗胃、催吐，这个能听懂吧？哦，催吐啊，这个明白。马副将，没中毒的绑绿色，中毒较轻的绑黄色，严重昏迷的绑红色，极危重的绑黑色。还有这些药片，用水化了，喂他们喝下去。姐姐，你的检测好了。话说，咱们家王妃究竟将这东西藏到哪里去了呀？究竟是徒手化物，还是袖子中暗藏了什么仙家宝贝啊？嘿，就你那智商，真给咱们战王府丢脸！这傻帽，这些东西是能藏进袖子中的吗？这么多东西是怎么塞进去的？这个都是王妃仙府空间中的东西，我可是进去了好几次。话又说回来了，王妃究竟是怎么做到来去自如的呢？莫不是有什么口诀？这以后我若是也可以随意进出，那我岂不是爽歪歪了？老爷爷牌的炸鸡，我岂不是天天都能知道了？哎，你们说，王妃怎么能变出这么多银票出来呀？就是王妃能变出银票来，那也是本王的，一张都不给你。好了，快点将抠出来的药片交给马副将。是。你们一会儿分完药片，也出去帮忙。还有意识的人，能灌进药的就灌药，
意识全无的，只能用注射器的方法了。马上催吐。王妃，若是需要注射的话，属下在军营的时候曾经教导过一些士兵注射的技巧，若他们没中毒的话，倒是可以医用的。真的吗？那太好了，你快去把人集合起来。来这么久了，总算听到一些好消息。那些人可靠吗？可靠。再帮我多找几个人吧，即便是不能照顾病人，打下手也是可以的呀。不如让烟卫过来学好了，一来他们更可靠，人也都机灵，想必学起来也会快些。行。好吧，那接下来你们谁脱裤子啊？脱裤子？你竟然敢叫别人脱裤子！天哪，王妃真是够了！王爷还在这里呢，这种话竟然也敢往外说。说清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啊，就是字面的意思啊。哎呦喂，我的王妃娘娘，您饶命啊！您就行行好吧，您就跟王爷好好说话不成吗？可千万别在火上浇油了，行不行啊，我的王妃娘娘？这肌肉注射是要打屁股上的呀。你们也都是这样教出来的？属下们学习的时候是惠娘姐家的小铁蛋与小风做的示范，属下们是万万不敢冒犯王妃娘娘的。当真？你是说给外头的人扎针是要往那个地方扎？他见过凌晨输液的，那针是扎在手背上面的。没错啊，我拜托你，思想不要这么古板好不好？我是个大夫，我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不管男人和女人呢，对我来说通通都一样。再说了，我生活那个时代啊，有很多帮女人看妇科病的大夫都是男子。不光这样哦，女人生孩子接生的大夫也是男的。还有啊，医院里的女护士帮男病患插尿管的时候，这手里面还握着那里呢，多正常啊！我还不想死，至少不能这样憋屈的死。这什么情况？怎么感觉气氛有些不太对劲呢？在萧彻霸道又不讲理的情况之下，凌晨最终还是没有将肌肉注射交给烟卫他们。万般无奈之下，只好选择将静脉滴注的技术交给他们。好了，你们可以呼啸毕业了，真棒！伙计们，出发！王爷，王妃，不好了，不好了！出什么事了？难道如今的状况还不够糟吗？刚刚原本那些没有中毒的将士，忙着忙着，竟然又倒下去了10几个人，看着好像也都是中毒了，这是？怎么会这样？难不成其实每个人都中毒了，只是早发作晚发作的关系啊？王妃，这是不是药有问题啊？没错，毒性的确是更深了。药片你吃了吗？那你可吃过什么东西吗？属下什么都没吃，就是刚刚太渴了，喝了一碗井里打下来的水。水？余下的人呢？你都喝过水吗？这水有问题，因为水中似有若无的隐藏一丝苦味，还有一点腥气。对啊，做饭的人自己也都中了毒，那就说明毒不可能是他们下的，一定是咱们营里的水井被人动过了手脚。先将井封了，去寻别的水源来。这个女人还真是欠揍，明知道那水桶里的水有毒，竟然还敢将脑袋凑过去。最好是能找到活水，流动的水不容易被下毒，即便是下毒了，也会被水流冲走。但是最好找到水之后呢，找个小动物试一试，确定安全之后再喝。咱们军营一共4孔水井，难道都被人下了药了吗？没错，一定是的。这下毒之人没有必要去赌什么运气，既然动了手了，那必定是4口井全部投了毒。快，先救人，水不要喝了，装过水的木桶和碗都不要了，集中到一起焚烧。1万多人呢，他们的手腕子都快抬不起来了。王妃是上天派下来拯救咱们的，你小子若是再敢胡说，小心哥几个揍你！不愧是我带的兵，还是能知道轻重的。金一，这些注射器都是有毒的，尤其针头，所以你回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知道吗？幸好有你们在啊！啊！我说怎么这么疼呢？你这是怎么弄的呀？脚破了也不知道说一声的吗？先把袜子脱下来，一会儿我就起来帮你上药。真舒服呀！啊，真舒服啊！
不行，毒还没完全解呢，现在不能休息。去哪儿？老实待着。说完还狠狠地在唇上咬了一口，当作是惩罚。去哪儿？老实待着。看着凌晨吃痛，马上要炸毛的样子，老君医研究了半天，也还是没有弄明白这毒药的成分。将还温热的红糖早茶递到凌晨嘴边，凌晨的唇边已经干裂起皮了，有的地方甚至有丝丝的血迹渗透出来。一张嘴，粘在一起的唇就会被重新撕裂开来，萧彻心疼的直抽抽。几口香甜的早茶混着腥咸的味道下肚之后，凌晨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究竟什么毒，我也不知道。凌晨以前对毒药这一方领域从未踏足过，不过是什么毒都无所谓的，因为要解毒，法子无外乎就那几样。巴克和雪儿正在翻看空间里那本上古奇书，为的是寻找解毒的方法。这算一算，时间也不短了，为何两个小家伙到现在还没动静呢？有事情交给我去办，你再休息会儿。那你安排将士们将那些催吐过后还昏迷不醒的人集中到一起吧，说不定过一会儿需要这些人帮忙的。怎么样，如何了？你们两个辛苦了。晨儿，不知道你昨日带我来泡的那碗泉水，对这个毒会不会有作用呢？我之前病成那个样子，不是都被治好了吗？那么对这次的毒是不是也会有帮助呢？就说你是条笨蛇吧，你怎么能将那么重要的事情都给忘记了呢？你才蠢货呢，你们全家都是蠢货，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没有想起来，怪我。什么情况？这两只小动物怎么还能说人话？他们这是说话了。你也能听见吗？他们两个是能说话的，只是之前除了我以外别人听不到罢了。没想到你竟也能听见了。应该是因为斗母泉的关系。斗母泉的泉水还这么神奇呢？那这样说来，是不是喝过斗母泉的泉水之后，大家都可以听到你说话了吗？才没那么容易呢，你可别忘了，男主人的元神是什么？他可是上古洪荒五帝之一的妖帝帝俊，好不好？那赶紧麻溜的呀！那个斗母泉到底能不能解毒啊？再说旁的废话，别怪我不给你饭吃啊！电脑里面的毒检分析报告其实早已经出来了，可能因为两个世界不是同一个时空的关系，很多药草和毒草都不相同，有那么几味药的成分是毒物数据库里没有的，所以有些药物成分根本检测不出来。喂，快说啊！斗母泉的水到底能不能解毒啊？我也不知道，只是以前听说了传说，都说斗母泉水可解百毒，在以前这斗母泉是没有人见过的，这些都只是传说中才有的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哪知道啊？晨儿，你究竟是梦到了什么？我先去带几个中毒昏迷的人进来吧，其中一个吃解毒剂，另一个给他喝斗母泉的泉水，最后一个既喝水也给解毒剂，看看三个人的变化吧，然后再决定怎么治疗，这样好不好？我需要3名将士，要昏迷不醒那种，我需要试验一下解毒剂。王妃可是找到了方法了。那如同探照灯一般锃光瓦亮的目光，看得凌晨身上一阵恶寒，真是服了这帮人了，动不动的就变身太和金狗眼。王妃这是？我总感觉中毒的事情有蹊跷，小心为好吧。万一我不在的时候有什么状况，有这些东西在，你们也不至于有危险。哎呀，我用意念就好了，你何必亲自跑一趟呢？你这一走啊，都快2日了，我总不能干等着，总是要做些什么才好。那咱们开始吧。凌晨把3个人放置在3张床上，分别标上了1、2、3号。他先是给1号和3号喂下地下室中找到的那种解毒药剂，而这些药剂还都处在实验阶段。在这期间，凌晨始终时刻观察着监护器上的各种数据，并一一做着记录。最先醒转的是3号病人，他几乎是在服下药剂与喝过泉水之后的2个小时内就醒了过来，并且所有中毒的症状也都全部跟着消失了，心跳和血压都恢复了正常，除了脸色还有些苍白之外，已与常人无异。而另外2位只喝了药剂或只喝了泉水的2人，几乎是同时醒过来的。
但相较于3号病人的恢复速度，这2个人明显是晚了不少。不过好在毒素最后还是被清除了。这个泉水你们也都喝一点，对身体好的。等萧彻叮嘱完伙房那边，水源全部改用山泉水做饭，而且做一样饭食的时候，至少有3个人同时操作，为的就是可以互相监督，不能再出现这般中毒的状况，否则军法处置。大前天攻打青山城，那边刚一稳定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汾阳。到了军营之后，又是一通没日没夜的忙活。说实话，他早就有些扛不住了。近段时间以来，他的身体状况都很不对劲儿。若是换做以前，这样的强度甚至连训练都比不上。可最近不知怎么的，总是会感到乏累。结果凌晨这一觉一睡，愣是足足睡了2天2夜，但睡得并不安稳。乱七八糟的梦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会儿梦见前世的孤儿院，一会儿又梦见了养父，一会儿又变成了他出任务那一日他所在的那幢大厦。晨儿，你究竟是梦到了什么，才会让你的表情如此痛苦？我究竟该如何做，才能帮到你？一直到2日后，他才彻底清醒过来，倒不如说他是被热醒的。一直到2日后，他才彻底清醒过来，倒不如说他是被热醒的。最可气的是，他怎么不知道他会热呢？他自己穿的是材质轻薄的里衣，却给他穿的厚衣上还裹着棉被，热得凌晨一头一身的汗。哎呀，一个大男人长得跟个妖孽似的，你说这是想勾引谁啊？为夫的长相，娘子可还满意？你没睡啊？你没睡装什么睡啊？我刚刚的确是睡着了呀，可迷迷糊糊之间就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滑来滑去，原来以为是只虫子，没想到竟然是我家夫人。你这是趁我睡着占我便宜吗？你想要什么只管说就是了，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何须这般偷偷摸摸？你干嘛？刚刚可是做了个梦，我见你睡着了，眉心也总是紧攒着。那你叫醒我不就好了？凌晨用自己的脸颊在萧彻手心上蹭了蹭，只要萧彻在身边，他就会感到无比的安心。那你到底是不是做了噩梦？又是什么样的噩梦啊？我还记得那日大楼爆炸之前，确实接到了队长打来的电话，让我快跑。既然队长可以打电话进来，那也就是说，在那之前部队里面就已经知道大厦中有爆炸物吗？那他们又怎么知道的呢？哦，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梦，我也不记得都梦到什么了。我去，思绪又飘走了，差点正经事都忘了。你自己不盖被子，非要我盖，你看给我热的一头一脸的汗。既然醒了，就起来吃点东西吧。你睡了2天，我睡着了都能听到你肚子里的咕咕直叫。小彻，你长得真好看。傻媳妇，我也爱你。我从第一眼看到你时就爱上了你。那时的我也不知是不是中了你的疯魔，总之就是莫名其妙的想见你，想时时刻刻都看到你。更想不到那日我中毒被袭击，救我的人会是你。若不是你，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何况就在前2日，你又救了我一次。你说我们这样是不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喝了。谢王妃救命之恩！谢王妃救命之恩！喝了。立春，传膳。起来洗洗啊，然后再吃口饭。等会儿我有个惊喜给你。啊？惊喜？什么惊喜啊？喂，卖关子很容易挨揍啊！不行，你先给我看看，你明知我好奇心旺盛的，还给我卖关子。我的小祖宗呀，你就听话吧，乖，先吃饭，一会儿给你看，保你喜欢。我的王妃娘娘哎，您就乖乖吃饭吧，这饭菜奴婢都问了好几遍了。对了，将士们怎么样了？您就放心吧，马副将已经安排中毒的将士全部休息，而巡逻放哨的事情，暂时就先由没中毒的人轮换着交替。您都不知道，
将士们提起王妃，不知道多感激呢，都嚷嚷着要来给您磕头，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呢。哎呀，不用这样吧，这不是赶上了吗？必须要谢，不光他们要谢，就连我也是要感谢你的。谢谢媳妇救了我的将士。哎，你也跟我结拜是不是啊？你我之间还需要这么生分吗？还谢什么？如果你非要谢我呢，那你就告诉我惊喜是什么，行不行啊？别过头去，不想让凌晨看到自己红到滴血的耳尖儿。哎呀，你说嘛，你就告诉我呗。惊喜就在外面，等你吃过饭之后，我就带你去看。哼，你说王妃娘娘哪来那么旺盛的好奇心？有这功夫早就吃完了。这叫情趣，你懂个屁呀！没事别在这围观了，洗洗睡吧你。王妃娘娘出来了，快看呐，王妃娘娘出来了呀！都愣着干什么呢？还不赶紧去谢谢王妃娘娘的救命之恩！哦！一瞬间，整整2万兵将整整齐齐地站在凌晨的面前，个个带着感激的目光向他看过来。谢王妃救我全军将士性命，王妃神医神术，犹如在世父母，谢王妃救命之恩。傻丫头，你要学会习惯这样的场景。谢王妃救命之恩，谢王妃救命之恩。啊，难怪都想当皇帝呢，这感觉真是太爽了吧！诸位将士，请起。点关注不迷路。诸位将士，请起。将士们无需谢我，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分。王妃，您就别谦虚了，这救命之恩犹如在生，将士们是绝对不会忘记的。就是啊，这次们将士们中了毒，可真的是得多谢王妃了，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妈呀，这人还真是个狠人呐，对自己下这么重的手啊！对了，萧彻，下毒之人可抓到了吗？怎么了？快给我看看，你是跟自己有仇啊，下这么狠的手。哎，我又不是故意的。哎呀，我没事。下毒之人呢？到底抓到没有？对啊，我想起来了，那个青山城里面北夏俘虏说过，他们的长公主带领3万人马占领青山城，可我到的时候那里不足1万人。如果那北夏俘虏没说谎的话，那么消失的2万人到底去哪儿了？糟了，不好！萧彻，快通知所有人进入备战状态。那2万人说不准就隐藏在我们军营附近呢。先是暗中下毒，等将士们中毒之后，全军无力反抗的时候，那些人冲进来再进行屠杀。哎呀，我怎么早没有想到呢？立春，快召集云卫、影卫、禁卫，抄家伙！好媳妇，那些人已经打退了，早就打退了。小媳妇这暴脾气真是太可爱了。你还是不是女人？小媳妇力气还真大，这不用点力气都拦不住她。是啊，怎么了？抄家伙！云儿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阴阳怪气的学着凌晨说：“丫头，爷爷。”哎呦喂，快来让爷爷看看，我们家的晨儿啊，是不是又瘦了？爷爷，您去哪儿了？您是不要晨儿了吗？怎么会呢？爷爷怎么会不要你呢？你可是爷爷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那您为何不告而别啊？点关注不迷路。那您为何不告而别啊？那是我跟你太爷爷听说这北夏军队有异动，这不就赶着过来看看呢？真不是不要我了吗？我还以为您这是跑出来跟我亲奶奶花前月下乐不思蜀了呢。这有了情人，谁还要亲人呢？如此说来，你这成了亲的，你也就不再需要爷爷了，是不是啊？我不是这样的。啊？啊什么啊？我什么都不要，就只要你。就你最乖了。王妃，您身体才好，快请老爷进帐子去吧。这日头毒了，当心一会儿晒晕乎了。对，身体不好了就该多休息。走，
先进帐子里去。你也来。哎呀妈呀，要这牙都要酸掉了。这冷冰冰的王爷一旦温柔下来，咋这么吓人呢？谁跟我说说，这2日怎么回事啊？启禀王妃，事情是这样的。那日王妃刚刚睡下，王爷也已经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派云卫、影卫他们领着前锋营的兄弟，带上您的武器装备，直接进了山。果不其然，我们刚进山不久，就遇到了那伙北夏士兵。咱们利用王妃教导的知识，与他们开展了丛林狙击战，整整1个时辰，我们歼灭了2500人。咱们将所有的将领全部杀死之后，那群北夏士兵一下子就跟一盘散沙一样，四散奔逃，直接溃不成军了。王妃都没见着那些人，真怂，那逃起命来都慌不择路的。有的北夏人竟然直接跑到咱们军营里面来了，你说搞不搞笑？一边哭着这山林里面有鬼，一边直接尿裤子。哎呦喂，真是笑死我了。后来咱们在山林里面就遇见了同样带兵伏击北夏士兵的林老将军他们。林老将军，太爷爷他也来了吗？来了，你太爷爷毕竟年纪大了，奔波这么长时间吧，他也累坏了。这到这不久呢，就直接睡下。此时此刻，凌晨真是无比的庆幸自己赶过来了。媳妇，还真是多亏了你的弩箭图纸，我的前锋营才能配合云卫他们一起歼敌，这都是你的功劳。王妃威我，王妃威我，点关注不迷路。王妃威我，王妃威我，都是大家的功劳。我就是睡了2天，一点力都没出的，功劳应该属于你们。那我呢？你回来倒是尽快的。七哥，看你这找的什么媳妇儿啊？没大没小的，没有体统，没什么问题。好的很。这个死丫头就不能温柔点？真不知道我这傻弟弟究竟看上她什么了，一点女人味都没有。我的温柔呢，那必须只给我丈夫一个人呢，凭什么给你呀？此时此刻，他总算知道了，为何第一次见面，凌晨就能够吸引自己的目光了。原来是因为他与七哥实在是太像了，一样的洒脱随性，一样的说话方式。若不是自小与七哥一同长大，萧彻都要差点以为七哥与自家小媳妇儿来自同一片地方了。臣儿不得无礼，参见七王爷。哎，既然你是这丫头的爷爷，那咱们就是一家人啊，咱们就不整这些有的没的的虚礼啊。哎呦喂，今天穿的又白又仙儿，怎么了？抱着个兔子你想装嫦娥呀你？你与七王爷很熟？爷爷怎么会这样问呢？据我所知，这七王爷生性风流不羁，专门喜欢流连青楼楚馆。你以后还是与他拉远些距离，免得让王爷误会与你生了嫌隙。这人到现在都没娶个正妃，不过倒是听说这府内有不少的姬妾。总之，你少与他接触为妙。爷爷，您就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啊。我跟他呢，顶多算个朋友关系吧。我和萧彻之间呢，是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而生出嫌隙来的。媳妇，你看，这是北夏人最新的动态，有什么看法吗？点关注不迷路。啊，你呀绝对疯了吧？有什么看法吗？若换作是我，直接潜入大本营，将主帅首级一割就完事儿了。就是你所说的，主帅的位置那么多人盯着呢，甚至已经争破头了。那我们悄无声息的把人给做了，那么到时候他们一定会为这个位置争个你死我活的。到时候我们在暗地里推波助澜一下，想必他们为争这个位置，会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给我们添麻烦了。先来一反间计，接着就是借刀杀人，厉害。等一下，带我去看看你的前锋营。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将他们训练的跟暗卫们一样，只是他们的武器嘛，就不能是现代化武器了。毕竟我不能时时刻刻的待在军营里面呢，所以他们的武器必须是军营里面能够打造那种才行啊。说到军营里面能够打造出的武器，我有些新的图纸以及新的打造方式。哎，你该不是想造个兵工厂吧？你猜对了。喂，你疯了啊？你呀绝对疯了吧？这简直就是在做梦嘛！亏这疯丫头还真敢想造一处兵工厂，开玩笑呢！
简直胡闹！哎，咱先不说其他的啊，就这炼钢你都练不出来，你能造出个什么玩意儿来呀？如果说他以前听不懂七哥的话，那么自打他娶了小媳妇之后，看了很多来自那个世界的书籍，所以他七哥口中说出来的炼钢两字，他竟然听懂了。所以他也是。眼神瞬间淡冷起来，他知道以萧彻的聪明，应该已经看出什么了吧？他会不会以为萧晨和自己有一样的能力？而拥有这些能力的萧晨，又会不会变成他攀登权力巅峰的绊脚石呢？他决定先帮萧晨圆一下好了。哼，你又知道了？炼钢是什么呀？我不就跟你提过一次吗？搞得你很懂似的。萧晨才意识到自己刚刚说错话了。什么是炼钢啊？钢铁呢，是碳、硅、锰等元素在铁中的固溶体，用于改善钢的性能，来满足工程建筑材料的需求。另外一些元素，磷、硫、氢氧氮等，会存在大部分钢中，使其性能变差。所以炼钢嘛，就是通过化学反应除去这些杂质，并达到要求铸成合格的钢锭。啥？点关注不迷路。啥？他家小孙女说的是啥呀？他怎么一个字都没听明白呢？就按晨儿说的办。真是够！哎呦，一个是真敢想，另一个是真敢干。嘿，我真是服了你俩了。要你管！这是之前王爷给小人看的铸造那些弩箭的材料吧？正是。能不能铸造成功？哎呦，这个现在还真不好说呀。想必融化这个东西需要的温度必定极高。以咱们现如今的烧炉温度来看，或许燃料的问题我来解决。其实在来汾阳的路上，他们曾经经过一座被当地人称之为阎王山的荒山，这不就是煤炭吗？哇塞，发财了发财了！算算时间，行展应该已经到了阎王山了，想必那边的开采事宜已经在进行了吧。云儿，去将那几车煤炭先运过来吧。王妃娘娘，这究竟是什么呀？就这几块黑石头下去，竟然就能达到我们烧半车木炭的效果。相信他们，一定会研究出来的。你想哪儿去了你？我才没担心这个呢，我就是突然有些饿了。走，带你去吃饭。饿了都不知道说一声吗？一转眼，两人在一起腻腻糊糊的已经都3天了。这是印证那句话：你在闹，我在笑。唉，弄得我都好想嫁人了。你不是都有云酒了，别人家不在，你就敢想别的男人，小心人家回来揍你。喂，很疼啊！别以为我愿意在，我就不敢打你了。唉，别闹了，你们听说没有？最近周围的乡镇正在进行选拔，说是朝廷上面要选拔一些各个地方功夫最厉害的，而最终选拔出来的那个魁首将会被皇上钦点为当今的武状元。哎，这可是好事啊！对于一些江湖人士而言，这可是发财的好机会。点关注不迷路，可是发财的好机会。你这又是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啊？谁说这是小道消息了？你没看皇榜都贴出来了吗？为期满2个月的地方选拔，然后中秋的时候再进京参加最终选拔。你说这女子能不能参加？倒是没说女子不能参与。怎么，媳妇有兴趣吗？有那么一点吧，想去试试。毕竟有个名头才能够配得上我们的战神王爷，对不对啊？七哥，你还知道我是你七哥呢？啊，你将这么大一烂摊子丢给我，自己跑去卿卿我我去，还有你也是个没良心的啊！说好的零食呢？你看看你后面那立夏啊，见天的芒果干、鱿鱼丝的，那兜里装的跟个仓库似的。我呢？翌日清晨，汾阳城那边传来好消息，他们顺利将钢锭融化成钢水，十分顺利地铸造出了第一批钢制匕首。王爷、王妃，请过目。这种军用匕首握把较短，刃面很宽，轻薄又趁手，刀背还有锯齿状沟壑，能切能刺，能当锯子使用，是现代社会军营中最为流行的样式。这玩意儿与王妃给我的那个匕首差远了。唉，又来了。他家王爷真是够了，这才多久啊？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吧，怎么一个个变成这副模样了？没瞧见吗？立夏这个臭丫头都敢当他的面朝他翻白眼了。哼，
等云九回来，我非要好好罚他一顿不可。自己媳妇儿都管不住，还能干什么？王爷，王妃，大事不好了！这马副将5大3粗这么个人，怎么一遇到事儿就跟个娘们似的？明明挺汉子的一个人，硬是给人一种娘炮的感觉。又怎么了？哟，哼，属下大老远的跑来报信了，还被王妃嫌弃，我这招谁惹谁了我？有话快说，别跟这儿耽误时间。哼，王爷你也不管管，这么泼皮的奴婢，你也敢往王妃的身边送，小心他将王妃都给带坏喽！凌晨拉着萧彻赶忙开溜了。这么二的手下，他们绝对不认识，真是太丢人了。王爷，王妃，属下是真有要事。说。请关注不迷路。到底出了何事？属下刚刚接到军报，前几日王妃不是收复了青山城，活捉了北下的长公主吗？也不知道太子殿下是从哪里得知的这个消息，第2日就派专员找上了刘云副将，说是要将北下公主押解进京。不可能啊，京城离这里路途遥远的，怎么可能第2日就找上门了？难不成有人假传旨意吗？是不是北下公主到来根本是他一手策划的？我还记得那夜，我在长公主帐外听到他和他那个副将提起过太子，说他是个靠不住的人。有话就说，一个大男人支支吾吾的。那个北下长公主我们都知道，她爱慕咱们家王爷很多年了，这么多年以来，王爷那是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就像是个苍蝇似的，轰都轰不走。哎呀，您说哪有女子这般不矜持的？还到处说她金身非咱们家王爷不嫁，您说谁管她呀？爱嫁不嫁，惯得她呢。你说那北下公主像苍蝇，岂不是说咱们家王爷是……哎，这死丫头真是够了，什么话都敢往外说呀！王爷的狠厉在这几国之间，不说人尽皆知，闻风丧胆。提起天启战王，哪个不是斗上几斗？不能看如今王爷这般温柔好说话，可这样的温柔也仅仅只是针对王妃而已，可不是真的变成了好脾气了。立夏这个死丫头，如今这般不知收敛，保不齐哪日得罪了王爷之后，就被秘密处决了。王爷恕罪，王爷恕罪！你们俩起来吧，王爷不是冲你们，他是想起太子的事情，神情才冰冷的。你这样的眼神啊，我害怕。你能猜到他这样做的目的吗？点关注不迷路。你能猜到他这样做的目的吗？这还用猜吗？明摆着嘛。那你说说看。他视你为眼中钉，此事自不用说啊。稍微有点脑子的都心知肚明。他找来北下长公主合作，无外乎打2个主意：一，借北下人的手除掉你，即使北下公主不想你死，但战场上混乱不堪的，刀剑无眼。若他安排其他人混在长公主身边，趁机暗杀你，也不是不可能的。若暗杀不成，那长公主获胜，并以几座城池为要挟，命天启皇答允你们2个的亲事。呵呵，什么天启皇？那是我父皇，也是你父皇。别闹，分析事情呢。那行，媳妇接着说。他难道就不怕我与北下长公主联姻，反而增加了我的注意？屁嘞，还什么注意呀？你什么个性，他们能不知道吗？你那么骄傲的一个人，怎么会同意联姻呢？届时呢，你肯定会跟天启皇，不对，跟父皇闹起来。这闹得僵了，必定会影响你们父子的关系啊。届时生了嫌隙，就是他最想看到的。他家媳妇就是聪明啊。如果你坚决不同意，他极有可能呢会派人杀了北下长公主，到时候就说是你不想娶她，直接下了杀手。那么北下人呢一定会不依不饶的，势必要求天启皇给个交代。恐怕到时候啊，你父皇都保不住你啊。那如果我同意了呢？同意又如何呢？这北下长公主依旧难逃一死啊，你还是会被推出去的。总之呢，这是个连环局，无论你怎么选择，都有后续等着你呢，防不胜防。阴险，谁说的缺根弦的？这脑筋不是挺聪明的吗？生在皇室的人怎么可能真傻呢？也是啊，若真傻的话，估计活不到现在，活不过3级那种。喂，你笑什么呢？点关注不迷路。喂，你笑什么呢？我在笑你刚刚说的那句话。以前七哥也曾说过太子同样的话，说以他的智商，宫斗剧里绝对活不过3级。
这个人还真是什么话都敢往外秃噜。这下子若说萧彻不怀疑他的身份，凌晨都不相信了。不过萧彻会不会去追问，而萧晨会不会坦白，那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了。娘子真是好见解。那你猜北下的长公主这个时候究竟是生还是死？属下还没说完呢。刘云不想让太子的人将北下的长公主带走，坚持要等陈王与咱们家王爷到了再说。结果据刘云说，他正在说话的时候，突然感觉舌尖一苦，接下来眼前一黑，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北下长公主已经被带走了。媳妇，你要镇定，他们现在应该还不会动手。他这样做，第一，想悄悄把人给放了，好让他继续指挥北下大军。至于这二嘛，北下长公主是小媳妇亲手捉拿的，以那女人不死不休的做法，她一旦恢复自由之后，势必找凌晨来报仇啊。但不管是哪一种，萧彻都不会让她发生的。那个女人即便要杀，也不能死在天启的土地上。姐姐，快停下！我感受到了一个微弱的气息，我记得她就是青山城里留着看守的一员。姐姐，小花说那个女人就在前方不远的一处山寨里，那个地方说是一个土匪窝，其实里面都是北下人。很好啊，将据点是咱们天启国土地上来了，还真是嚣张啊。走，灭了他们丫的。这伙人盘踞在郭子山已有不少年头了，平日里打家劫舍好不嚣张，当地的官员也曾围剿过几次，但是因为郭子山地处深山，本身就易守难攻的，何况如今看来，那伙人哪里是什么山匪呀，明明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呀，还真是煞风景。跑得那么快，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还说呢？为什么迟迟不剿匪呢？说是你早点把这锅杂碎一锅端了，咱们也不用跑这一趟啊。这个太子为算盘打这么好，我真是小瞧他了。这么多心眼能叫傻子吗？我看呢是在扮猪吃老虎吧。切，等老娘回了京城，看我怎么收拾你。点关注不迷路。你明知道那人是要置你于死地，你不知道危险吗？我知道，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不能让你出事啊。他不能让太子计划得逞了，不能让自己成为北下攻打天启的借口，不能让他靠鲜血打拼出的战王名声毁于一旦。一旦百姓认为是他的过错，才会引来战争，令他们流连失所，那么萧彻会被百姓唾骂的。王妃，我看这人的着装跟一路追杀咱们的人有些像啊。什么追杀？为什么小媳妇没与我说过？他是被一路追杀着来到汾阳的吗？那该是多么险象环生与疲惫的一段旅程啊！哎呀，没什么的，小插曲而已啊。等一会儿完事了我再跟你说，眼下当务之急呢就是摸上山。这件事绝不会这样轻易被你们糊弄过去，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很好啊，来到汾阳这么多天了，被追杀一路这么大的事情，竟然一个字都不言语，真是气死我了。萧彻，其实我也不知道追杀我的人到底是谁，这不是刚看到那个人的尸体才感觉很像吗？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待会儿上了山顶，抓住那窝子北下人，你自己问呗。哎，你这是做什么？混进去。王妃娘娘，你怎么了？鱼儿，你们几个跟上去，保护王爷的安全，快去。可王妃娘娘，自打当兵了以后，冬天在冰冷刺骨的雪水里摸爬滚打都是常事，所以渐渐的，凌晨的大姨妈从稳定渐渐变成了不定期造访，3、5月不来一次都正常，且自那之后，每次来大姨妈都会腹痛，凌晨渐渐的也就习惯了。最近一段日子，小腹处总是隐隐疼着，也没当回事儿，他以为是大姨妈快来了，正常现象而已。王妃娘娘，您可以动吗？不然奴婢背您下山吧。王妃的额头上竟然出了这么多的汗，这得多疼啊！好丫头，不哭，我现在已经好多了，真的。你让我歇一会儿，我实在没力气哄你了。王妃，奴婢去将王爷找来。姐姐，喝些豆母泉的泉水吧，可能会有些作用呢。我去取。王妃，要不我背你？不用，我自己来。
点关注不迷路。快，王妃出事了！靠你们了，跟上你2个人。小彻，你说刚才那2个人是什么人呢？太子的人吗？除了他，还有谁想要你的命？媳妇，想要？一边去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那个事儿呢？你这脑子里面呢，没有别的事情吗？这个男人真是的，这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啊？都什么时候了，他竟然……怎么会没人呢？明明刚才听见了这边有声音呢。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我已将城门守卫全都杀死了，也在那边布置地雷，只要有人经过就会爆炸。好，我们走吧。呵呵，你们的胆子还真大，这可是长公主的院子，偷东西偷到这里来了，还不赶紧滚！叫城主知道了，看他不扒了你们的皮！走，我们换个地方，去请长公主吃个夜宵吧。那怎么行？我怎么能带你们去见长公主呢？哎呀，那可由不得你了，乖乖带我们去，这说不准呢，还能留条活路呢。否则，死，杀了！今晚已经拖了太久，必须速战速决了。再耽搁下去，天就亮了。折腾那么久，小媳妇该多累啊！这家伙演上瘾了。就这里。下次再做什么事之前，一定要先跟我说一声。你指的是什么事啊？我不希望你与这么肮脏的男子靠得太近，脏。吃醋就吃醋呗，讲这么冠冕堂皇。好，我知道了，以后这样的脏东西呢，都交给你处理，行不行啊？喂，你们俩当着别人的面说出这种话，真的好吗？你去死吧！很好，再快一点，再快一点，一定要赶上。当萧彻几乎已经要绝望之际，凌晨竟然不知道从哪儿摸出一个飞虎爪，砰砰砰砰的一连4枪。那名男子在不可置信的目光之中，被凌晨的子弹正中眉心，直接死亡了。凌晨竟然胃中一阵翻腾，从萧彻怀中跳了下来，跑到墙根下吐了个昏天黑地。快，王妃出事了！点关注不迷路。快，王妃出事了！晨儿，媳妇，你醒过来，你看看我，你看看我吧。这次是我没能保护好你，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让你遇到一丝危险，我保证。直到凌晨昏迷，他眼疾手快地将人抱进怀中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凌晨的肩膀似乎受了不小的创伤。薰衣呢？怎么还不来？薰衣呢？启禀王爷，云儿已经去接了，马上就到。出什么事了？他的心里有些不安。快，王妃出事了！感情平日里这云衣都在藏着掖着，如今这一着急，总算是给暴露出来了。哼，就是不知道这个云卫的老大究竟还瞒了我们多少呢？王爷，云儿他们回来了。君爷，您快看看我家王妃吧。王爷，让属下给王妃把把脉。有劳了，王妃绝对不能有事。属下尽力。晨儿，你一定不能有事，知道吗？被下人，被下皇室。很好，我们的仇就此结下，不死不休。王爷，你没事吧？不好，我也吐血了。救晨儿。决议，王爷命令，先救王妃。哎呀，好消息啊！天大的好消息啊！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王妃都吐血昏迷了，你还美？陛下姑娘，你误会了，王妃娘娘是怀有身孕了，所以我才说是好事情啊。什么？王妃有喜了？王妃的身孕已经接近4个多月了，你们几个丫头贴身服侍着，怎么都没发现，还让王妃赋闲。什么？4个月？点关注不迷路。什么？4个月？这不可能啊！先前王妃身体不适，我给切过脉啊，并没有发现喜脉的脉象啊。你小子过来好好切切。我昨日不是才跟你讨论过，有的妇人喜脉较显，有的妇人则不显。王妃这种状况在不显喜脉的妇人之中都是极为罕见的状况。
若不是老夫先前碰见过这种病例，还当真是切不出来呀。怎么会呢？怎么会这样啊？我可是个大夫，竟然连喜脉都切不出。这不怪你，王妃的肩膀似乎是受了伤，烦请您先给瞧瞧。萧彻伤势并不是很严重，就是急火攻心才造成的一时昏厥而已。老军医命令萧彻必须在床上躺够7天，可他根本就不听啊。第2日，就在众人不赞同的目光之下，开始亲手照顾凌晨的日常起居。去休息吧。王妃还没醒，王爷恕罪，属下没能将王妃的喜脉诊断出来，令王妃涉险，请王爷责罚。不怪你，我与晨儿朝夕相处多日，都不见她有半分孕态，想必王妃自己也是不知道的嘛。如今孩子没事，晨儿也在恢复之中。等她醒来之后，见到你这般自责的模样，想必一定会不开心的吧。如今我们有了孩子，晨儿一定会醒过来的。哪怕有最好的药材温补着，凌晨这一觉还是足足睡了5天5夜。眼看着萧彻陪在凌晨身边，还不忘带伤处理公务，萧晨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得命人将大量的军务送自己帐中。谢谢七哥。不想笑就别笑了，愁死了。陈丫头怀孕，怎么感觉你一副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哎，怎么了？怎么不会是昏迷之前你们两个吵架了，陈丫头不想嫁给你了吧？打小他就爱动弄这个一派老成的弟弟。被你说来听听什么？你是让我高兴高兴成不成？七哥，你跟晨儿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吧？点关注不迷路。你为何会这么问？其实在遇到晨儿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了他的说话方式，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做事的方法，总之很多事情都跟七哥很像，不应该说一模一样。世界上巧合的事情多了，不能因为我们两个像你就这么说吧。事情是这样的，我跟凌晨呢确实是来自同一个地方，那里是一个比这里先进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地方。哎，我相信他空间里那个大厦你是不是已经进去过了，并且见识过了吧？嘿嘿，没错，那里就是我们的原来生活的世界。那里社会文明，科技发达。不过有一件事情例外，刚认识凌晨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直到前2天为了军务的事情我跟他闹脾气，他不是让我进入空间了吗？直到那一刻我才惊讶地发现，他空间中的那栋大厦也是我在那个世界死亡的地点，而我也是死于那一场爆炸。可以说我们两个死于同一场意外，并且同日穿越到这里。很神奇吧？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只是我们来的时间不一样，我来这里的时间比他早了10几年，而他则是去年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你还记得你自己7岁那年在花园湖中落水吗？那个时候是七哥奋不顾身跳水救了他，然后就因为落水受寒的关系发了高烧，昏迷整整10几天才醒了过来，并且在醒过来之后，原本终日待在自己寝殿之中不愿出门见人的七哥就变了。或许面前这位七哥就是从那个时候穿越过来的吧？就是那天我穿越过来的。那我七哥，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那也就是说，真正的七哥当年因为救我真的落水身亡了，而活过来的这个七哥身体里面已经换成了旁人的灵魂。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就是你七哥，如假包换。这么多年陪在你身边看着你长大的可全是我。这臭小子刚刚是什么表情？若是敢不认我这个七哥，我就死给他看。哼！我到底在纠结什么？陪在我身边的一直是七哥，换没换灵魂真的那么重要吗？七哥既然与晨儿来自同一个地方，那想必会的事情一定不会少，至少晨儿会的那些你该是会的吧？你媳妇那是特种部队的王牌狙击手好不好？他那样的人在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都是拔尖的人才，我就只不过是一演员而已，也就是比你们这群原始人会的多一些，仅此而已。哎，
这下子你可算知道自己究竟是有多么的幸运了吧？那么优秀的他，在我们那个时代追求他的人一定少不了。穿越了千年，不是穿越了不同的时空都要与你相爱，厉害啊！嘿嘿，哎，我演过了那么多电视剧，编剧都不敢这么写，没想到会在我的眼前发生。哎，还真是狗血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句话不是好话。当我没说啊。我战战兢兢的活着，生怕被别人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可是你这丫头倒好啊，活得甚是肆意妄为啊，连手雷狙击枪都敢往外拿。哎呀，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哎，你说同样都是穿越的，为什么这凌晨就有空间在手，而我就是穿越到一个小屁孩的身体里？不过命运对我也还是不错的，至少这小屁孩还是一皇子，我的生活嘛，倒也算是衣食无忧。这也是我唯一值得安慰的地方了。不过，哎，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件事情了？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萧晨发誓，他第一次看见萧彻哭泣。说呀！晨儿他回不来了，再也回不来。你什么意思啊？你先别急，你把事情说清楚。什么叫他回不来了？他不是好端端的躺在这儿吗？没错，就是凌晨没错。这不，胸口还在起伏呢，也还活着呢。可那怎么叫不回来了呢？晨儿的空间之中有2只小兽的事情，你知道吧？我知道，一只小狗，一条毒蛇。其实那2只小东西不是一般的宠物，它们一只是上古神兽的幼崽，另一只也是在这世间修行千年的灵物。萧晨表示自己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冷静一下。嘿，怎么好东西都是凌晨的呀？哎，这凌晨穿越过来就是宠儿啊，我穿越过来就是个意外，好东西全给他了，我心里怎么就这么不平衡呢？你接着说。2只小家伙对我说，自打那一天他昏迷之后，他的魂魄就不见了。2只小家伙感受不到他的气息，在空间中四处奔走，寻了他整整5日，也没找到他半点的魂魄气息。你是说凌晨是整个人穿越过来的，不像我是魂魄穿越。如今他的身体还在，可是魂魄却不见了，是不是说他的魂魄回去了现代？你问我是不是与他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意思是？七哥能回去吗？或是有什么法子回去？我想找到他。喂，你是不是傻呀？我要是有办法，我自己早不就回去了吗？你以为谁愿意待在这么落后的时代呢？啊？是吗？果然是这样。半点希望都没有了吗？你先别急啊，你让我再想想。他也不一定就是回去了现代呢。你看，他还活着呢，是不是？他还呼吸着呢，是不是？那这就还有希望。哎，你先别自己吓自己，成吗？看来我只能听天由命了。有了！哎，老九，你可还记得咱们小时候有一次父皇带着咱们兄弟几个去皇家猎场狩猎不？啊？那时候你年纪小，有一次咱们去王帐之中找父皇，请他带咱们去猎鹿。那时候父皇的王帐之中有许多人的，其中就有咱们皇家寺庙的住持了尘方丈，你还记得吗？了尘大师，我知道。可能是你当时太小了，我当时也在场，可是亲耳听见的。他说，你倘若能遇到意识而来的凤星，他日必能一统整个大陆。还说，倘若你遇到了那个人之后，再遇到你做不到亦或是无法改变的事情，就去皇家寺庙找他。他真是这么说的？千真万确。事到如今，就是尽快解决了这里的事情，再次回京去找了尘方丈。或许了尘方丈能够知道什么救治他的办法呢？他在这个异世独自生活这么久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老乡，说句实话，无论作为朋友还是作为自己的弟媳，萧晨都希望凌晨能够好好活下去。爷爷，别回来了。爷爷，请坐。丫头，爷爷来看你了，你睁开眼睛看看爷爷行不行啊？爷爷，晨儿还没醒。怎么回事啊？前几日剿灭北下伪装的山贼之后，晨儿被受了伤，带回军营请老军医诊断过后，
确认晨儿只受了点内伤以及肩膀，并无生命危险。可谁也不知道他为何就是昏迷不醒。爷爷，你不能着急，还有好消息呢。凌晨她怀孕了，已经4个多月了。怀孕了又怎么样？高兴的还不是你们萧家。可我孙女儿她……两个人十分的有默契，对凌晨是穿越者，根本不是林家孙女的事实隐瞒了下来，只字未提。他们不敢赌。当林大山知道自己的亲生孙女早已经死亡了，而面前躺这个是个假的时，是个怎样的心情？爷爷，晨儿她这么爱我们，她一定会醒过来的。男主人，其实你也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灵魂，或许你可以找到他，将他带回来。你说什么？是不是凌晨空间中那2只小兽又与萧晨联络了？他上前扶着林大山，好说歹说的将人劝了出去。你真想救他？何方守备？滚出来！老夫就在你的脑海之中，只是你看不见我罢了。你是谁？老夫只是尧帝陛下手中的一柄剑灵而已。主人，你跟我的主人长得太像了，真是太像了。你到底是谁？这里是哪里？你又怎么会在这里？年轻人戒备心不要这么重嘛。老夫是剑灵，当年主人殒命之时，将我封印在一块玉髓里面，等待着主人的转世重生。这一等就是万年，没想到还真将主人等到了。确实没想到他身手竟然如此之快，他自认为武功不赖的，却连他何时动的都没看清楚。他甚至没有看清楚老者究竟如何做到的。想的这人应该没有什么恶意，否则我哪里还有还手的机会？萧彻惊奇地发现，自己原本白皙的手臂上竟慢慢升起了一个通身泛着妖异红色的图案。这是什么？主人呐，老奴终于找到你了。老奴等得好苦啊！你到底想干什么？主人莫急。你到底想干什么？主人莫急，只是我不知道他具体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切一下脉象或者探查一下才行。那你要如何探查？我需要进入他的识海，不过这是有危险的。敖奴一旦进入他的识海，女主人很可能会因为承受不住而变成白痴啊！主人，你息怒啊！快说，如何才能救他？少废话。主人只需要将自己的指尖刺破一点，再将女主子的眉心刺破一点，两相重叠，我就能进去他的识海了。为什么会这样？你是道长啊？你不会是从什么山头上溜下来的神棍吧？怎么着，跑到这儿招摇撞骗来了？啊，你说能救回来你就能救回来，那你若是救不回来呢？啊，王口小儿，老奴纵横3界的时候，你曾祖的曾祖的曾祖的曾祖还没生出来呢，还曾祖的曾祖呢？哎呦，您咋不说您是全人类的祖宗啊？如果要是得以主人牺牲性命来与他交换呢？再废话连篇，就给我滚回去！直接说怎么做。您只需要喝下应龙的血，他与女主人之间有血气，那是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盟约，所以饮下应龙之血就能找到女主人的魂魄。你都说小家伙出不来，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弄到他的血？主人，血我这儿有。哪来的？就是刚才
通过眉间血，我进入了女主人的空间，见到了应龙与那条黑蛇，那血就是应龙给我的。合着他们一早就已经商量好了计划，这臭老头还跟我在这儿扯东扯西的，就是不进入正题，浪费了我这么多时间。等将晨儿的魂魄找回来以后，看我不好好教训他的。接下来呢？主人快将血喝下，我会设法将主人的魂魄抽离出去。到那时您只需要跟着感觉走就可以。我这儿有张符纸，等你找到女主人的魂魄之后，将它捏碎，你们2个人就能瞬间回到这里来了。动手！主人啊，这灵魂剥离身体的痛苦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您确定？太好了，他终于可以去找小媳妇了。于是他深深吸了口气，闭上眼睛，用心去感受小媳妇的位置。萧彻顿住脚步，就这样站在那里，看着面前如电影一般不断变换的场景，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了。你来了。是谁？那浑厚又磅礴的内力震得萧彻一个趔趄，差点没站稳脚步，从长街上跌落下去。可萧彻的喉头依旧涌上了腥甜，胸腔之中更是火烧一般的灼痛。即便再痛苦，萧彻依旧站得笔直，仿佛受到灵魂震荡的人不是他一般。这不是远在京城近郊的皇家寺院萧哉寺吗？我来寻晨儿的灵魂，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了？了尘大师，这人的模样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呢？想见他就跟我来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晨儿，再危险的地方我都要去闯一闯。你放心吧，我不会伤害你，更不会伤害他。你是他最在乎的人，所以我并无恶意。在这洞内，他的内力与功夫仿佛都被封印了一般，就连最基本的轻功都使不出来。谢谢前辈出手相助。不怪你，是我事先没有讲清楚。这洞内有着大量的符文，如今你只是灵体的状态，肯定会被这些符文所压制。不过即便在这里，你也仅仅只是被压制，用不了功夫而已，已经很了不起了。看样子你的灵魂应该也不是普通人那么简单。为何？这口井原本镇压着一个恶灵，一晃已经很多年了。那恶灵早就已经被符文净化，转世投胎去了，但这井却还是保留了下来。见到玉棺的那一刻，萧彻的心像被人狠狠地攥紧了一下，痛得他一时间无法呼吸了。一身黑色的特种装备，闭着双眼如睡着了一般。他白皙的手上还握着一黄玉佩，萧彻认得，那是他们2个成亲那晚他亲手交给他的。怎么会这样？他怎么会这样？这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何将小媳妇困于棺内？若不是我的内力被压制，我此时此刻早带着小媳妇飞出去了，还用在这跟他废话？我说过，我不会伤害他。你究竟是谁？我正是养育了晨儿15年的养父。养育了晨儿15年的养父？难道面前之人就是凌浩？那也不对啊，晨儿是在凌浩夫妻死亡之后才穿越过来，来到大河村生活的，那就不可能是凌浩了。难不成？难怪感觉面熟呢，在凌晨家那个2层小楼内，有许许多多的那个男人的照片，小媳妇曾经不止一次同他讲过，养父对他很好很好，甚至为了自己连媳妇都不找了。谢养父多年来对晨儿的教导。他堂堂皇子，跪天跪地跪父皇跪母妃，除此之外他还真没跪过别人，如今也算是破例了。而这一跪，他不光是要感谢养父对晨儿的养育教导之恩，更是感谢他到这个世界之后依旧在守护着晨儿。算你小子对我姑娘还算一心一意，这一路幻境走下来诱惑不少吧。不过你能抵挡住心中的诱惑，也算是你有本事。这些幻境可是养父所致？在萧彻惊诧的目光之中，缓缓将棺盖又重新盖了回去。您这是何意？
你知道我为何将他的魂魄置于这棺椁之内吗？不知。那你可知，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看来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他不光不是天启人，也不是他生活了20几年的那个现代人。这是什么情况啊？哪儿的人都不是。那晨儿到底来自何方？那他究竟是谁？你小心一点，这灯可是要起大作用的。你要是给弄灭了，我可没地方去找第二盏。如今的年轻人呢，就是莽撞。这灯到底是做什么的？就是帮助这个丫头稳定神魂的。你都不知道有多惊险。若不是我及时赶来，若不是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个树井在，小丫头的魂魄早就不知道被谁召唤到哪里去了，还能让你找着？做梦去吧！什么意思啊？还有人在召唤她的魂魄？正是。那您可知是谁？这个我哪里知道呢？以你的智商自己想去啊！我若是有办法，也不用点盏灯在这里帮他安魂了。若被我知道是谁，老子早就杀上门去，闹他个天翻地覆了。那您是这个时代的人，还是现代人？实话实说，我本就是这个时代的人，他应该算是我恩人之女。你可知镇国公府？镇国公府，我当然知道，那是陪我先祖一起建立天启朝的功臣，即便如今，依旧受我天启皇室敬重如初。没错，她正是镇国公林老将军的嫡亲孙女，而我，严格算起来只能算是他的二叔。既然你是这丫头的夫君，那也算是个自家人。我也不瞒你了，我们家族有一块传世的玉佩，尽管它代代传承，但它真正的作用却鲜有人知。直到陈丫头出生的那日，小陈儿是我凌氏一族5代以来的第一个女娃，在她上面光哥哥不下10几个。这小家伙生出来的时候，粉粉嫩嫩的一小团，别提多招人稀罕了。那可真是捧在手中怕碎喽，含在口中怕化了。本来一切都很顺利，可怪事就发生在这小家伙百日那天。我们像别的人家一样准备了抓周的物件，唯一不同的是那些物件中有着那枚林氏家族的传家玉佩。然后呢？镇国公府生下千金的事情，当年可是轰动了整个京城啊！就连他父皇都亲自出宫道贺。但镇国公府的嫡小姐被坏人拐走这事儿，一时闹得人尽皆知。后来据说找了很多年也没有找到。就是那块玉佩，那一日主桌上铺满了红毯，不知为何，小家伙的手指被什么东西给划破了。正当大家手忙脚乱的想找东西帮他止血的时候，却没想到他自己竟然爬到了那传家玉佩的面前，并且十分开心的给抓进了手里。因为当时我就站在他的身旁，正想伸手将这可人儿给抱起来的时候，就在我碰到他的那一刹那，眼前红光一闪，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再后来呢？具体的事情我也不知道。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一片战场里。因为我的身上是会些功夫的，倒也没有轻易的死去，反而靠着别人的证件活了下来。啊，这一点你们两个还挺像的。见他眼中充满了疑惑，萧彻简短的与他说起了凌晨刚来时的生活。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他。在那之后，我渐渐的立了军功，职位也越来越高，认识的人多了，就请他们四处帮忙寻找陈儿。这一找就是找了30年了。就在我49岁那年，已经绝望的我几乎要放弃寻人的时候，他却被人给找到了。只是那年陈儿才9岁。我无视。一开始我还不敢确信呢，他就是我的陈儿。后来还是我偷偷的去验了 DNA， 确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这才敢确定她就是我的小丫头啊。用现代的话来解释就是，我与她可能是被吸进了什么平行时空，只是调出来的时候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段里而已。是有这个可能。实不相瞒，我七哥也是随同陈儿从同一场意外爆炸的事故中穿越来的。七哥来到这里的时间就是10几年前，而陈儿则是去年才刚刚到达这里。王爷，不给帮忙就算了，还净添乱。你若是这么扑了过去，那他头上的一小撮火苗可能都给弄灭了，他们2个人的魂魄就再也回不来了，全部都得凉凉。好险啊，真是的好险啊，我差一点就成为害死了王妃跟王爷的凶手了。你喝不喝水啊？或者多些吃食给您？吃食好，这个可以有。里面什么情况啊？那老者正在想办法救着王妃，可能还需要些时间。如今他饿了，需要吃些吃食。你们2个手艺好，就麻烦你们去给备一些，饭食就好，无需下酒菜。如今正是救人的时刻，可别喝了酒误事啊。如此说来，你七哥也是死于百货大楼的爆炸事故。没错，这是他自己说的。可是没听说大楼爆炸案中还有旁的人死亡啊。你说什么？没错，整栋大楼中也就只有陈儿一人遇难，只找到了1具尸体。那您没有继续追查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之陈儿出事的第2天，我就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再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回到天启了。我这还指着您给答疑解惑呢，可您倒好，几乎就是一问3不知。真不知道这一方大员是如何走上去的。这军区首长应该与封疆大吏差不多吧？这盏灯要燃多久？至少7天吧。7天之后能不能将他的魂魄给震下来，还不知道呢。所以这棺盖可千万不能瞎开呀，万一这边刚一打开，那边就使用了招魂咒，那咱们可就白守着了。魂魄一走，那真是找都没地方找去。这世界真的有这么多神奇鬼怪吗？佛教说1日月，照4天下，覆6欲天，出禅天为1小世界，1000个小世界覆1、2禅天为1小仙世界，1000个小仙世界覆1、3禅天为1中仙世界，1000个中仙世界覆1、4禅天为大千世界，1大千世界有小中大3种千世界，故称3000大千世界。你没听说过吗？对于佛经，萧哲还真是一知半解的。自小他就不信奉鬼神，连鬼都不信，又何须拜佛呢？所以他对于我佛真言还真是一知半解的。这么有见解的真理你都能不知道？萧哲知道，这时候还是服软的好。等回去我就看，多看。临时抱佛脚，佛都会踹你一脚。佛家都说有3000大世界，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呢？经过了这几10年的穿越生活，我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或许吧，有太多不同时空重叠存在，陈儿只是比较幸运，旅行了一段时间而已。你小子不错，会举一反三了，心思还挺通透的嘛。放心吧，这丫头的命格并非是凡人，命中注定有此一劫，你也别太担心了。不能真的等到7天吧？恐怕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时间越久越不好办呐。你别动！我不是，这一小撮火焰对陈儿的魂魄有帮助。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龙血？有龙血？是不是真龙我就不知道了。我听陈儿叫他应龙。混账小子，你怎么不早说？那你也没问啊。哟呵，你这臭小子还敢还手是不是？
老子前世是他的养父，今生是他的二叔，你信不信我不让她嫁给你啊？我们已经成亲了，并且也有孩子了。有孩子怎么了？呵呵，难道我们林家还能养不起他们两母子吗？二叔，您可千万不能这样做啊！没了晨儿，你可让我怎么活？呵呵呵，我就是一时有些激动，别当真，咱们都别当真。您说的那块什么玉佩，我倒是没听晨儿说过。不过晨儿有个随身空间倒是真的，里面有只小奶狗，晨儿说它是应龙。这么得天独厚的小媳妇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得意个屁呀！这可是我们林家的，是林家的。哼，血呢？幸好刚刚他没有将瓶子丢掉，否则这会儿正需要的时候还真是不好办了。这就是龙血，如假包换。林振明小心翼翼地将棺盖推开一条缝隙，只留一手的宽度，捏着小瓶，小心翼翼地到凌晨的眉心间，一下上下摇了摇，2下上下磕了磕，3下，才终于看见一滴血液缓缓地从瓶口掉落下来。问世间，我去，是哪个混蛋，居然把我装棺材里面去了？我还活着呢，这个没良心的，想把我活埋了不成吗？晨儿，你醒了吗？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臭丫头，你的眼里就看见他了。媳妇，就是他将你装进棺材里面去的。你，老头儿？难不成我又穿回去了？没错，萧彻还在呢，应该是古代没错吧？可面前这个人怎么跟养父那么像呢？怎么像是出家之人呢？请问你是我养父的儿子吗？爸，你怎么也……傻丫头，哭什么？能再见面该值得高兴才对呀。丫头，这几日都发生了些什么呀？具体的事儿我也记不起来了，我就感觉自己轻飘飘的，又不知走了多久，前方突然有了影像，就是咱们军区的师部训练场。我在那看了一会儿，正想要大家打招呼的时候，眼前画面突然就变了，然后我就开始拼命的逃，奋力往前跑着，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光点。等我出来的时候，那儿的人们跟21世纪和天启国的装扮又不一样，他们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建筑风格也不一样。这一条宽阔的主街上，10家店铺有5家全是售卖兵器的。直到眉心处传来疼痛，他才睁开眼睛，这才看见了萧彻。佛曰3000小世界，看来不假呀。快跟他回去吧，你们也出来的够久了。我回去了，那您呢？回现代吗？既然回来了，就不回去了。等你回京城了，我们再见。京城？对啊，我在京城等你。哦不，等你们。我们也回去吧，你都昏迷好几天了，爷爷与大家都急坏了。冷不冷？想必这段日子我灵魂出窍了吧，并且还不知飘哪儿去了。小彻，让你担心了。萧彻脑海里竟涌出大量的片段，那些画面全是凌晨从小到大生活所经历的片段呢。问世间转过多少流年，才会有一次擦肩。铭记岁月，菩提树下有见，缘可卷指尖。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啊？我哪知道啊，谁知道你家王妃蹦到哪里去了？茫茫人海找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哪有那么容易？说不准你家王妃看见哪个帅帅的鬼山大王留在那里当压寨夫。哎呦！
你，王妃，您醒了吗？不错不错，没想到还能有这意外的收获，这一下子我就能随意进出女主子的仙府空间了。嘿嘿嘿，斗母拳，我灵姐来喽！哎呦，好险好险，刚刚差点就将方才吃下去的好东西给吐出来了。主人，你过河就拆桥，刚将媳妇儿找回来就卸磨杀驴，你呵呵，你承认自己是驴不要紧。呵呵，你承认自己是驴不要紧，我还没那闲工夫杀呢。晨儿，你感觉怎么样？可有哪里不舒服？没事啊，我就是肚子有些饿了。王妃醒了！王妃醒了！哦，王妃醒了！王妃醒了！这波好消息过后，又是一波更加重磅的好消息接踵而至。王妃怀孕了，这下子军营里面直接沸腾了。好几个轮休的将士们在马副将的带领之下进了山，猎了不少野味回来。王妃这是高兴过头了吗？怎么呆愣了这么许久？李春啊，你说我怎么就有身孕了呢？人家孕妇肚子都那么大，可我这肚子摸起来还是平的呢。无论如何也很难相信，她竟有4个月身孕了。就没见过您这么粗心大意的娘，孩子都好几个月了，自己都不知道。好家伙，一路跋山涉水的，你又时不时的打上几场仗，这孩子还能这么安稳，都是菩萨保佑啊！哎，好吧，谁让大姨妈总是不准时呢？这算算月份，这孩子应该是萧彻走之前那个晚上有的吧？可是也不对呀，萧彻离开至今已有4个月了，可他是因为帮立春治伤以及帮行展手术，这算起来，他在空间里面待了小1个月呢。那岂不是5个多月而非4个多月了？说你笨，你还真笨呢。现实世界与仙府空间中能一样吗？哦，你怀个孕进到这里面之后，待上几个月再出去，现实世界那边可能刚刚过了几秒钟而已，那你的肚子就大的跟鼓似的了，那还了得？你怎么又把我给拽出来了？你怎么又把我给拽出来了？喂，你少废话！你又不是我的剑灵啊，整天来我空间里面混吃混喝的，你好意思吗你？哪来的回哪去！这个老头趁他刚刚醒来，头脑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不知在手腕上施了什么符文。总之他现在可以自由进出凌晨的空间了。我可是上古神剑的剑灵。若是你想将我想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呢，那我便让你生活在我空间里面，如何？那你问吧。那好啊，第一个问题，你是谁？上古剑神？轩辕剑吗？什么？《山海经》中有注，上古时期，皇帝与蚩尤战于涿鹿，这前前后后啊，打了总共72次。前面71次，双方谁都奈何不了谁。在72次的时候，皇帝手下的大将应龙为皇帝寻求到了一条取胜之道——祭炼神兵。他们在轩辕之丘发现了盘古斧的碎片，由火神祝融出手打造。可这凡火又怎能祭炼得了盘古斧碎片呢？于是皇帝派了雷祖前去寻找灵凤的羽毛，以及4大魔兽饕餮、混沌、桃物、穷奇心脏的血液。终于靠这些化解了盘古斧的混沌之气，祭炼成绝世神兵轩辕剑。最终在战役打响之时斩杀了蚩尤。你说的轩辕剑与我说的是一回事吗？就是你说的那一柄轩辕剑。哦，你来头这么大，那你主人呢？萧彻他什么来头啊？他呀，5帝之一的帝俊，你听说过吗？还真是，骑士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啊。先来到这么一个历史上没有的架空王朝就算了，
又来了个长成小奶狗模样的应龙，而现在呢，又来了一个上古10大兵器中排行第2的轩辕剑，而如今呢，又来了个帝俊。他这拿了个什么剧本啊？王妃娘娘，老头，你说说，我这肚子怎么回事啊？你的孩子还不简单，你进入空间的时候，他在你肚子里有符文的保护，所以在你进入空间的时候，它才不会生长，等你出了空间才会继续生长，就这么简单嘛。你那胎儿是不是偏小啊？怎么4个月大了还跟没怀似的？不行啊，还是得照一下 B 超看看。尽管没学过影像科，简单看一下应该是可以的吧。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不是4个月吗？怎么就只有拳头大小呢？怎么了？小成，都怪我，都是我不好，我的错，是我害了我们的孩子。其实主人肚子里的孩子很健康，只是因为女主人总是现实世界与空间两头跑，这孩子有些混淆不清了，所以才会自我封禁。只要解了封禁，那很快就能长回来了。这样也行？当然有啊，这胎儿是有灵魂的，胎儿的灵魂是为生灵，是远比死灵强大无数倍的存在。更何况您怀的还是……糟了，差一点就泄露天机了，不能说呀。说这么大声，摆明了就是说给我们听的，还装出一副这是秘密不能言明的样子。那如何解符文总不是天机了吧？封禁术好解，我就会。不过解了这封禁术之后，一直到女主人生产之前，都是不能进来这空间之中，否则胎儿再次封禁的话，那我可就解不了喽。那从空间取东西也不行吗？这不影响的，取东西放东西那都不影响，只要您人不进来就行了。没事，忍几个月就好了。几个人出了空间，戒灵老头就为凌晨施展了解禁术。接下来只要等待就好了，不出2月，胎儿就能长得与同月份的孩子一般大小了。真好，主人前世孤独陨落，没想到这重生一世竟然是有妻有子，真是太好了。转眼间已过去1个月了，这1个月以来，凌晨的肚子可以说是吹气球一般的疯狂的变大起来。咱们是不是要动身回京城了？回京城干嘛？咱们是不是要动身回京城了？回京城干嘛？当然是请父皇旨意大婚呢。不是已经结过婚了吗？我是皇子，战王府迎娶战王妃，怎么能就是在大河村那样的小规模？你的名字是要写进皇室宗牒的。啊，这么麻烦啊！我不要，我如今这个身材还大婚呢，我媳妇都塞不进去，我不要。再说了，从这儿到京城怕是要2个月过去了吧？那到时候我生都该生了，还办什么婚礼啊？我也，北下去大举来犯。什么？我去，我还没抽时间去收拾他们，找他们麻烦呢，自己送上门了。好啊，好得很。走，抄家伙！这王妃在帐中床榻之上躺了整整20多天呢，早已快憋疯了。不许去！这个不行，那个不许的。怎么着？我是你养的鸟吗？话一说出口后，他就后悔了。我不出去还不行吗？我都快憋疯了。注意安全，春夏秋冬，护好王妃。先说说吧。月前，王爷命我们将北下的长公主
秘密送回北下。不知为何，送他回去那几个人突然与咱们断了联系。我正在派人去查访的时候，北夏太子带领的北夏大军原本是要去龙翔那边的，却不知为何突然改道，冲着咱们过来了。就是，他们也不知道到底用了什么方法，那速度真是奇快，短短几日就已经到达了汾阳附近。我们的时候也是早上刚得到的消息，没想到他们竟然连休息都不用，直接攻击我部前沿。北夏这帮兔崽子，老子何惧？只是不知道他们这次带了什么毒物。你看士兵的样子。你们可有什么想法？你们可有什么想法？哼，这恐怕又是北夏的那帮蛮子新想出来的手段吧。打仗不敢真刀真枪的劈杀，偏偏整个毒啊虫啊出来膈应人。我来看看。你怎么来了？我听说有将士中毒了，想去看看，可到地方又听见说抬这里来了，我便追了过来。人呢？我来吧。他的死状有点可怕，你先有个心理准备。王妃不愧是女中豪杰啊，若是换了一般的女儿家，看见如此恐怖的尸体，恐怕早就尖叫着昏倒了。我瞧着不像是毒呢。你小心一点，别碰到尸体了。采血样，再趁人不注意，用意念丢进空间中去化验了。你感觉像是什么？怎么了？掏出木盒中的大瓶医用酒精，拧开盖子，一股脑的全都倒在尸体上。砰的一声，幽蓝色的火焰瞬间腾空而起了。怎么样？可伤着了？诸位退后。从袖中掏出2大包杀虫粉，快速抛在尸体周围。而就在众人全是一脸懵逼的时候，眨眼间，这尸体上就鼓起了10几个大包，大包还都像是活的一样，疯狂地蠕动着。把重要东西拿出去，快！数不清的白色线虫疯狂地爬了出来。别看了，快走！萧彻，快回来！我将王妃安全地带出去了。萧彻，你没事吧？无事。那你怎么不问问我有没有事啊？我知道他们必定会去而复返，一定会护你周全。这就是战友情啊！虫子都死了，看清楚了，死的不能再死了。马副将，这火别灭了，灭了也没有用，让它烧着吧。别到回头那些虫子没烧死，那死的可就是我们了。你命人在营帐周围挖一圈防火带吧，叫人备着水等着，别烧了别处就好了。那究竟是什么呀？凌晨，这玩意儿不会是铁线虫吧？我说，一边去，会你想得出来？说说吧，刚刚那个凑上前看热闹还干呕的人，是不是你啊？刚刚我那不是没有心理准备吗？我又不像是你，之前我哪见过这个呀？雪儿，你可知道刚刚的虫子是什么吗？化验报告中显示，那位死去将士身体血液之中有大量的虫卵以及幼虫，具体什么品种，电脑验不出来。姐姐，这些不是虫子，是蛊。什么？凌晨有些懵了。蛊吗？前世在电视剧里面倒是有听说过。喂，这到底什么这么吓人啊？都把你给吓得花容失色的。你滚一边去，会不会说话？雪儿说了，这是蛊。我天哪，这下麻烦大。我天哪，这下麻烦大。你知道？知道。在天莒国最北面与东邻国接壤的群山里，有一条神秘的峡谷，那里住着一个更加神秘的部落。那里的人就十分的擅长蛊术，只是没想到这北夏人怎么能请动那里的人出来，帮着他们攻打咱们呢？雪儿，你有办法解蛊吗？如果是毒，我还能有办法；蛊的话，你找到万蛊之王，说不准就能有办法了。万蛊之王？谁啊？周星驰吗？找谁？周星驰？你跟着逗我呢吧？这2人一定又是说起他们那个世界的话语了。姐姐，万蛊之王不是人名，它是一只虫子。几百年前我曾在山里见过它一次，不过后来就没有再遇到过了。会不会在毒蛊里？你是说玩蛊毒的人住在那条山谷之中吗？看来这万蛊之王在与不在的，
我们都要去一趟那条毒谷了。王妃娘娘，您开玩笑呢？那个地方距离这里何止千里，一来一回怕是要半年以上的光景了。等到您回来的时候，早就晚3春了，我们早就喂了虫子了。想来这蛊虫必定是先将虫卵注入体内，然后在人体内慢慢的孵化，同时呢，还会分泌出一些类似麻药的东西，让中蛊之人毫无痛感，封闭感官，最后身体无法承受，虫子破体而出，虫子寻找下一任宿主，周而复始。哎呀，这也太恐怖了吧！小车，我们还是去一趟吧。时间太久了。他们如今在天启的南面，若是去北边，等于横跨了整个天启国呢。如今辰儿有了身孕，带着他路途太过奔波了，而将他留下，他又不放心。若在3日之内就能回来呢？我去，别告诉我你还有个直升机啊，老铁。bingo， 答对了。我去，哎，你说，你跟上帝是什么关系啊？你绝对是亲生的吧？为毛你什么都有啊，我什么都没有啊？直升机算什么？你若是给我足够的飞行员，我给你开来一队歼20。哎，坦克要不要啊？给你一架，开着玩去。你管不管你媳妇儿了啊？富刚不振呐，太丢我们萧家的脸面了。自己吵架吵输了，也不知道究竟是谁丢萧家的脸。你等他也找一个能说会道的媳妇儿，那到时候看他们两人还嚣不嚣张了。就这个大箱子还能飞上天啊？害怕吗？有你，不怕。好，都做好了，起飞了。我跟你们一起去。你跟着我们做什么呀？当然是去找我爹了。你们不是说你们军队不是遇到了一个什么用蛊高手吗？我跟你们去看看，那人是不是我爹？他爹已失踪快半年了，恐怕那人若不是用了毒物控制父亲，就是拿全村人的性命威胁父亲。他想跟过去看看，如果那人真的是父亲的话，也好让父亲知道他们是安全的，避免父亲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带上你也行。等一会儿见到那个人呢，如果他真是你父亲，倒省了不少麻烦。一会儿，此处离汾阳不下千里，起码恐怕都要走上1个月，怎么可能一会儿就见到那个人？等等，凌晨他们进文的时候可是说过，昨天他们遇见了一位用蛊高手，也就是说他们仅仅用了不到1天，就从汾阳来到这里的吗？哎，你怎么不扶着点啊？不想。哼，我算看出来了，王爷如今就是个媳妇迷，只要有王妃在，王爷的眼中就再也看不到别人了。哼，欺负别人没媳妇不成？立春，不行不行，这是12家的。若是我敢打立春的主意，以这12那聪明到几乎变态的脑子，还不将我玩死啊？立夏吗？也不行啊，这个丫头也有主了，是老九认定的媳妇儿，不能碰不能碰。立秋，还是算了吧。燕姨那货可不是个好惹的，他若是知道我打他媳妇的主意，非扒了我的皮不可。立冬，哎呦，他也是弟妹呀，一样不能下手啊！怎么回事？这怎么身边的丫头全都有主了呀？他，还是算了吧。一个玩虫子的女人，我还真是没兴趣。喂，她是个女子啊，又不是猪，不能抱着吗？非得扛着？又不是我媳妇儿，我抱她做甚？她怎么了？吃炸药了？火气这么大？谁知道呢？一会儿还要飞行很久，你身体吃得消吗？你若想学的话，等我生完孩子，我教你好不好？好。怎么了？发生何事了？北夏军进攻了，我先去看看。你们几个护好王妃周全。这人还真是没义气。哼，可有什么消息吗？北夏大军在烈阳关外，我们即刻也将出兵。
我也去。好，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如果真有危险，就躲进空间里。我只要你安全，别的都不重要。我知道了，出发。雨衣，你带云卫几个人，带上蚕宝宝，想办法将对方那名会蛊术之人弄回来，最好是将对方敌军的主帅。蚕宝宝，如果这次呢你能够立下功劳，我奖励你别的美食啊。可若是你没能立下功劳的话，我哪里敢呢？你要记得自己说过的话哟。去吧，注意安全。北下这边看样子足足有7、8万人呢，不过天启这边始终都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的，又加上武器加持，尽管人数只有5万，但凌晨感觉胜算还是十分大的。北下人毫无人性，让我天启3座城池，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只知杀戮与畜生无异。他们驰骋草原多年，一向是骁勇善战，嚣张得很啊。北下人比咱们的身体强壮，力气又比咱们的大，向来自视甚高，瞧不起咱们天启人。这几年那是屡屡骚扰我们的边境，若不是有王爷坐镇，恐怕天启早就被他们给搅乱了。既然如此，那还客气什么呢？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好让这帮蛮夷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王爷心中自有决断，萧彻一直都是这军队的灵魂，只要是有萧彻在，这支军队就是无坚不摧的，能跟着天启的战王，是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情。这不是堂堂战王吗？今儿个是怎么了？不用挖坑埋尸体了。你放屁！屠戮我百姓，还敢在这里说风凉话？杀几个百姓而已，值得你们在这叫嚣吗？老子还不妨告诉你，今天我就要破了你们战家军的不败神话，然后杀入天启，必将你们上百座城池全部屠戮干净，鸡犬不留。王妃娘娘，王爷身经百战，不会有事的。而反内静默一片，这是凌晨运用军中的装备临时建立起来的信号覆盖网络。王爷刚刚交代过了，让我们在亥时之前兵分2路，从后山那边的小道绕到北下军的南面埋伏下来，另一路则绕到北下大军的北面，两方人马随时等候与我军一起对北下军形成包围之势。那为何不绕到后面呢？敌军的人数太多了，我军能够分为3路已经很勉强了，实在无法再分出一波路绕到北下军的后方了。我还是去一趟吧。不行，王爷有令，不让您出烈阳关半步。一会儿若是打起来，10万人交战在一起，谁还能保护好您呢？绝对不行。那王爷怎么办呢？王爷不会有事的。那万一呢？不会有万一。咱们家王爷16岁上战场开始，大大小小打了不下几10场、上百场战役，从没输过。战神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影卫、禁卫们早就已经趁着夜色离开了大营，他们的本事是您亲手训练出来的。别说那些先进的装备组能左右战争的走向，就光他们矫捷的身手，也顿不会毫无作用啊！精一抵达指定位置，完毕。09到达指定位置，完毕。电台之中，直到最后一个人抵达预定地点之后，凌晨这才出声，让他们随时等待自己下一步命令。前方大军依旧是没有消息传来，凌晨知道萧彻还在等于一那边的消息。如今大军忌惮的就是那名会蛊术之人，只要将此人拿下，那么战家军将无所畏惧了。什么？有人说他们搞偷袭卑鄙，不光明正大吗？拜托好不好？这是战场，有话就说。王妃娘娘，您爱上了王爷，所以才帮天启打仗。可如果你遇到的是北下的王爷，或是龙翔、北林的王爷，那您会不会拿出这些装备帮他们攻打天启啊？可能会吧。哎，太悬了！幸好王妃爱上的是王爷，否则以王妃的彪悍劲儿，说不准天启皇室都要改名换姓了。哎呦，天启国还能不能存在，都是个事儿了。王爷真是太棒了，凭借着一己之力，避免了一场天启的亡国之祸呀！上古之人已经抓到了，正在回撤的路上，完毕。萧彻，他们成功了，你听见了吗？我听见了。萧彻，他们
他们成功了，你听见了吗？我听见了。而就在他们还没有弄明白面前这焰火究竟什么意思的时候，在凌晨命令之下，30几支狙击枪便同时开火了。不许退！一抹红色的身影快马而至，来人正是北夏公主。战场之上，后退者杀无赦。萧彻，你为什么就不能答应我父皇呢？难道娶我就那么难吗？你可还记得那年我贪玩，一个人跑到天启游玩，在经过一片山道的时候，遇到了几名江湖匪人的调戏，他们人多势众，就在我为保清白想要跳崖自尽的时候，就是你带着军队刚好路过救了我。那是我们第2次见面，其实我去天启游玩就是想试试看能不能碰到你。早在我13岁那年，跟随父皇上战场之时，远远见你一面后，我就已经爱上了你了。奉命剿匪，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哼，还问我们王爷为什么？虽然长得丑点，但好歹你也是个女人，怎么能那么不要脸呢？我们家王爷那是去救你吗？王爷他只是正好带兵去剿匪，而那伙土匪又正好跟你们在一起罢了。若是知道会被你救死缠上，我家王爷才不会出手呢。毕竟是安安静静的在一旁，等着那伙匪徒将该做的事情做完之后再出手剿灭，免得被你这没皮没脸的狗皮膏药给缠上来。你一个蛮子公主还敢想我们家王爷，真是好大的狗胆！这位狗皮膏药上次被我们家王妃揍的还不够惨是吗？要我换作是你，早一头撞死得了，还有脸跑出来继续纠缠我们家王爷，真是够不要脸皮的！哼，这马副将平日里就是个大老粗，除了嗓门大一点之外，见到女人就结结巴巴说不利索话。怎么今天跟张雅吵起架来，头头是道，丝毫不逊色于一贯说话如连珠炮一般的云儿呢？北夏的士兵眼瞧自己长公主仅仅2招就被天启战王擒获，心中说不惊骇是假的。早就听说长公主中意天启的战王，可也不用这么着急的送上门去吧。是男人就真刀真枪的干，撸个娘们算是个什么本事？要是没有你，我们北夏早就把天启给收服了。就是因为你，我北夏大军才会节节败退，伤亡惨重。我告诉你，我已经忍你很久了。这不是北夏的太子殿下吗？太子是来救令妹吗？你们天启人就是矫情，救什么救啊？你喜欢就拿去好了。本太子最不缺的就是妹妹。要杀就杀，折磨人做甚？张怀的脚下是北夏军堆叠如山的尸体，脑海之中全是他赶到边城时城里那副惨状。无论是老弱妇孺尽数惨死，孩童们被剁手脚之后堆叠在一起，老人们被绑上木桩，活活暴晒而亡。至于年轻貌美的女子，北夏人根本不配为人呐。城中那些女子也是被他们这样用箭矢钉在关节处，成一个大字形钉在板上，供他们。想到那些死状凄惨的女子，他们当中最小的只有10岁。你不能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你要什么我父王都会答应的，求求你，别杀我，别杀！在烈阳关外立根木桩，将此人绑在上面，暴晒7日。上！在众人都没注意的地方，一支冷箭破开人群窜了出来，直直钉在了萧彻的后背之上。王爷，怎么没有血迹？王爷，幸好身上穿着媳妇给的防弹衣，否则这一下子非身受重伤不可。你们是谁的人？快，他们想咬舌自尽！他们完了，这下真的完了。落到战王的手里，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啊！很怕，怕就对了，多享受一会儿恐惧的感觉吧。这场战争持续了1天1夜，直杀的烈阳关外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等很久了。受伤了吗？怪，
我是长曾。萧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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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你怎么了？我也生怕他会不会像上一次那样磕到头部，才造成昏迷。王妃没有事吧？我没事，把云衣找过来，快将王爷扶帐里去。王妃，刚刚王爷在战场的时候被潜伏在咱们营中的奸细由您打造的诸葛连弩射中了后背，会不会跟王爷的昏迷有关系啊？凌晨亲手给萧彻穿的防弹衣还好端端穿在身上，这让凌晨多多少少的松了一口气。还好插入身体的程度并不是很严重，按理说这样的外伤不至于失去知觉啊。会不会是受了内伤啊？伤口不是很大，但深度不浅。凌晨还是帮他缝了2针，之后换了吴军的辅料，没一会儿就将伤口处理好了。王妃无需担心，王爷就是有些疲劳过度，再加上受了内伤，一时气血瘀滞造成的昏厥罢了，只需要调理1段时日就无碍了。那就好，那就好。战争又持续了1天，直到傍晚时分才彻底消停下来。期间萧晨来过了，他带领1万人马攻击北夏军的北翼，直到这个时候才将赶了回来。他怎么样了？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啊？你都别提了，我不是从京中带来了3万人过来吗？还记得吗？我自然知道啊，时间过去又不久，怎么会不记得？你身上这伤与他们有关吗？你是不知道啊，我带来的这帮人里不知何时混进了不少太子的奸细，就在我即将发起进攻的时候，那些人竟然先朝我们自己的人出手了。若不是手下的副将们给力，很快将这些人给压制住了，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了。九弟这边那些刺客说不准也在我带来的那一批人里面，否则战家军怎么可能会出现奸细呢？我猜也是那个二货干的。幸好这次没让你带的兵过来放手雷呢，不然的话情况更加危险了。谁说不是呢？外面的事情需要你多费心了，他需要休息。我知道，我会盯着的。谢谢。瞎谢什么呢？都是一家人，你可是我弟妹，况且咱们还是从一个地方来的，跨越1000年都能成为一家人，你不觉得这样的缘分很奇妙吗？好了，我错了还不行吗？这还差不多。将身上外伤都处理好了，并帮他打了破伤风针，又帮他拿了一些消炎药。你是不知道啊，自打来到这里，我都不敢生病啊，那苦药汤子喝完胃都萎缩了，还是这药片好啊，敞亮。哎呀，还真是不知道这货前世怎么混娱乐圈的。娱乐圈那环境水深火热的，他这二杆子的性格，没被人把骨头渣子嚼碎了，还真是好运气呢。半夜的时候，萧彻醒了，除了偶尔咳嗽几声之外，胸腔内震动牵扯有些疼痛，以及后背上缝过针的伤口有些扯痛之外，就没有别的不适了。哎呀，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若这次没有防弹衣的话，萧彻这一回恐怕是9死1生了。10天后，咱们动身回京吧，也是时候将一些该清理的人清理一下了。我们的大婚也该准备了，还有镇国公府，你也该回去看看了。凌晨特意绕道去了自己买的煤矿厂，行长正在那里主持开采工作呢。你试试，看晨儿这肚子的大小，恐怕不下5个月。也就是说，早在大河村的时候，晨儿就已经怀有身孕了。这次晨儿下悬崖救我，他以为腹痛在悬崖上昏迷，想来就是因为腹中的胎儿吧。如果当初晨儿因为救我而致使胎儿有损的话，那他该多伤心呢。怀孕了5个多月了。这俩人看着怎么不对劲啊？王妃娘娘，您还是自求多福吧。凌晨与行展聊得不亦乐乎，这把萧彻给气的。最后凌晨是被萧彻直接抱走的，在煤矿这里停留3日的功夫，凌晨与行展敲定了开采的计划。萧彻也以天启皇室的名义与2人签下煤炭供销合同，所有的煤炭都先供着汾阳城那边的造办处使用，这边的主持工作还需要行展盯上一阵子，所以2人约定好了，等这边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行展会先去京城，到时候再一起商讨下一步计划。哎，来了，是战王爷的车队。真的假的呀？
我怎么没有看到啊？那队马车那么普通，怎么会是战王爷的车队呢？你没看见车身上写着战字的吗？哎，别争了，别争了，你们跑过去询问一下，若真是战王爷的车队，咱们好赶紧通知老爷他们；若不是，就别惊动主子们了。这些日子他们盼了那么久了，等了那么久，又失望了那么久，我都不忍心再去回禀了。嘿，好嘞。这位小哥，请问这可是战王爷的车队？你是？小的是镇国公府灵管事的手下，特来询问是否为战王爷的车队。镇国公府？没错，车内正是我家王爷。管家，前面的车队正是战王爷的车队，快去禀告主子们，小姐回来了，小姐回来了。这是什么情况？小姐不是来找我家王爷的吗？晨儿，我的晨儿呢？他们口中喊的是小姐，晨儿是王妃吧？是吧？是吧？可是王妃的娘家不是在大河村吗？怎么还跟这镇国公府的人扯上关系了呢？你走开点儿。凌晨感觉到自己这个时候的样子一定丑毙了。我差点以为要死掉了，太难受了。吐过之后口中苦涩，吃块果干遮一遮。小姐，这什么情况啊？小车，什么情况啊？哪来这么多人啊？他们都是镇国公府的人。好吧。小姐快来！老夫人着急着见你，可她腿脚不好，走急了就摔倒了。我们怎么劝她都不听，你快跟我来呀！晨儿，你是晨儿对不对？是。晨儿，像，太像了，跟你娘年轻的时候几乎一个样。娘，你也觉得是不是？我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见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呢。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好孩子，让祖母好好看看你，你可受了苦了。老人年纪大了，可不能太激动了，对身体不好的。您先歇歇，有话咱们慢慢说。这帮人是小媳妇的家人，又怎么样？媳妇是我的，是我的，谁也不能抢。听老二说了，这个孩子自小在孤儿院长大的，没少受苦，从小到大也没被人真心相待过。如今再嫁给这样一个冰冷的人，那该是多么的心酸呐！丫头，你是不知道这门亲事，我就让你祖父去求皇上，舍了我们这些张老脸，也定能还你自由。至于，我们虽然没有泼天的富贵，但养活你们母子俩还是不成问题的。不行，我反对。老夫人，林夫人，晨儿已经嫁于我为唯一的正妻，又怎能反悔呢？晨儿已经嫁于我为唯一的正妻，又怎能反悔呢？他特意将唯一这几个字咬得很重，就是在告诉林家的人，至死不再纳妾，这也是他对林家的表态呀。唯一的正妻，王爷莫要说笑了，我还真没见过哪位王爷府邸只有一位正妻呢，没有侍妾的。就是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的？可不敢这么说。若是晨儿当真了，即便我有满身的罪，也解释不清呢。不能乱开玩笑。晨儿，我对你的心日月可见。我发誓，今后只有你一个人，绝不招惹旁的女子。你别……好，只要你好好表现，我是不会抛弃你的。表现？我的表现夫人不满意？他口中说的那个表现，跟我想的不是一回事吧？我去，这帮人不会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吧？不都说古代人心思单纯吗？不会开车啊！好你个小车，你给我等着，回去收拾你。我儿啊，娘，你快起来啊！你叫我娘了，孩子，你叫我娘了。这是等我多喊几声吗？想让我喊娘，又不好开口要求。
娘，我的儿啊，是娘对不起你，将你生下来又没照顾好你，让你一个人在外面流落了这么久，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娘对不起你呀。我的儿啊，娘对不起你呀。娘，文君，云一，快来看看。小周，我娘不会有事的，对不对？她不会有事的，她不能有事，你告诉我对不对？他情绪太过激动，有身怀六甲，我怕他会出事，才点了他昏睡穴，让他睡会儿，冷静一下。你做的对，不能叫他跟他娘一样才好。点了睡穴好，点了睡穴好啊，让他睡一觉。您没事吧？王爷，凌夫人只是大悲大喜之下气血瘀滞，吐出来就好了，只需调养一些时日就好，并无大碍。幸好无事，否则这喜事可就变成悲事了。啊呸！什么悲事？快吐口水！坏的不灵，好的灵，明明就是喜事，不会说话就别说。你们在做什么？不是说战王爷的马车就到了吗？人呢？我的孙女呢？这是怎么了？陈丫头回来了，在哪儿呢？快带我过去看看。丫头，受罪了呀！祖父，晨儿已经回来了，这就够了。之前的苦，我们以后慢慢补偿给他。没错，以后全部给他。我们家最苦命的孩子哟。老头子，孙女可怀着身子呢，你若是再哼哼唧唧的将人给我吵醒了，看我怎么收拾你。我没把丫头吵醒，我就看着她睡觉，不吵她，不吵她。孩子回来是高兴的事儿，你个老不死的，总是哭哭啼啼的，晦气不晦气？天快黑了，君爷就在这里住一宿吧，明日再回京。好，我们家在这镇子上有处小院子，咱们就去那儿歇上一晚吧。祖父说话客气了，我与晨儿早就已经成亲，如今晨儿找回亲人，那您就是我的祖父，在凌家，我只是晚辈，不是什么战王。这萧彻呀，如今晨儿怀着身孕，这大婚的事儿，祖母，这件事情我与晨儿已经商量过了，晨儿她怕大着肚子成婚不漂亮，坚持要将孩子生下来之后再举行大婚之礼。你就这样惯着他，心中那颗沉甸甸的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孙女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如果能够换来战王全心全意的疼爱，也算是对前20年苦楚的一种补偿了。可是你可想要继承这天启江山呢？你说什么混话？祖母莫急，如今咱们都是一家人，从今往后在凌家，我就只是凌晨的夫君，您二老的孙女婿，一家人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以前不争，但现在想争了。哦，为何？哦，为何？他依旧清晰地记得，多年之前有次下朝之后，皇帝陛下特意将自己留了下来。御书房内，皇帝与自己说起要立储之事，一样认为萧彻必是下一任皇帝的最佳人选。可谁知道萧浩竟然告诉他要立长子为太子。他追问原因才得知，不愿意继承皇位的人是萧彻自己呀。想必二叔已经将这些年发生来的事情与您二老禀报过了吧？没错，老二确实都讲了。那您二老可知晨儿身上的大秘密？知道一些。晨儿回来的时候，随身携带了一方空间，那里面有他在那个世界生活时待过的商业大厦以及军营，尤其是那里面的武器、医疗设备，或是现代的交通工具，无论是哪一样，都足以引起整片大陆所有人的疯狂。他有1日之内往返于千里之外的飞机，有几枚炮弹就能毁掉一座城池的迫击炮，亦或是千米之外杀人无形的狙击枪，诸如此类数不胜数。他的能力远不止这样。
只要他想，统一整片大陆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只可惜，君子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林二老也懂。如果不能站在权力的最顶端，我如何护得住他，护得周全？随后，林老夫人留在房中照顾凌晨，老国公则将萧彻带去了书房。这一晚上，没有人知道老国公与萧彻谈了些什么，但他们谈到很晚。萧彻面色无异，但老国公却一脸红润，整个人亢奋不已。醒了醒了，陈丫头醒了。什么情况？都让开，晨儿醒了就赶紧传膳，有身子的人可不能饿着肚子。娘，哎，好，先喝点汤润润喉咙，一会儿好吃饭。娘怎么知道我爱喝这个汤？这汤啊是彻儿给你熬的，娘啊是借花献佛。娘，他呢？这小姑爷还真有趣，听院子里的丫头说，隔壁街有座十分灵验的娘娘庙，能祈祷妇人生产平安，这不带着烟衣就跑了，跟个愣头青似的。这全天下敢这么编排战王爷的，恐怕也就面前这位了吧。萧彻，遇见你如清风。萧彻，醒了，怎么也不多休息会儿，跑出来做什么？听说你来这里了，就过来看看。那也不知道多穿点衣服，刚才睡醒，着凉了可怎么好？你呀，都快6月份了，还多穿衣服，你想捂死我吗？你瞪他们做什么？我自己怕热的，我不想穿，他们几个还能强迫我穿不成？我错了还不行吗？不穿就不穿吧。娘，30儿，萧彻，你写的什么？乖，只是祈求你身体健康，生产的时候能够顺顺利利，少遭些罪而已。哦，那你就没有祈求生的男孩还是女孩？有区别吗？没区别吗？对我来说没有区别，只要是我们的孩子，男孩女孩都一样。果真呢，他没有看错人。哎呀，你们古代人不是最重视子嗣传承吗？况且你不是更应该想要儿子吗？也许到时候呢，你就会想着要很多很多儿子了。一股莫名的恐慌席卷全身。我不许你离开我。怎么了？我不过心里有个念想罢了，想那么一下，他怎么就知道我的想法呢？可将来会有许多人逼着你娶妃子的，繁衍子嗣，我怕你。不会，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可是，如果真有那一日，我就带着你回大河村。想到那日与老国公商量出的办法，他想快点实施这个计划，争取早日带着晨儿游山玩水，享受人生去。京城太子东宫，殿下，药已经温了。殿下是自己喝呢，还是臣妾喂殿下呢？天天喝这个苦玩意儿，却是半点用处都没有。天天喝这个苦玩意儿，却是半点用处都没有。殿下，如果自己的身体状况被父皇得知的话，说不准他这个太子殿下就真的当到头了。这药端进来的时候，他嫌他没有当即喝下，就与爱妾一起滚到床上去。没想到两个人都完事儿了，这药竟还是烫的，哼，多么的可笑啊！我这样的表现，不知面前的可人儿是否会看不起呢？来人！这样的情景，近2年每个月都要上演1、2次，他们早已经习惯了，并且处理起来已非常得心应手了。这都多少时日了，怎么前面还没有消息传回来？那个擅长蛊毒的人都已经送过去了。张怀呀，张怀，你可别令本太子失望啊！
萧逸还以为是自己的哪位侍妾呢，或是哪位胆大包天企图爬床的宫女玩弄出的新花样。因为这种紧张刺激的感觉，让自己身体有了些许反应。你是哪位美人啊？来人啊！快来人啊！离皇宫不远处的国公府内，这昏黄的油灯看起来就不舒服。等丫头回来了，非得让她给我掏出来一台发电机不可。回来了。哎呦我去！哎呦大哥，你吓死我了！回来了。哎呦我去！哎呦大哥，你吓死我了！你自己半夜去做贼去了，装神弄鬼的，所以才会被吓到吧？哼，我这不还是给丫头报仇去了吗？萧逸那个鳖孙，总是找丫头的麻烦，我不教训教训他，难不成还留着他过年吗？哦，那你今夜又做了什么呢？林振宏想起近几日每到半夜时分，自己这位二弟几乎每晚都会潜入皇宫之中，去寻那位太子的麻烦。倒是个适合做贼的天儿啊！装鬼去了呗？不看，有什么就直说。神皮，若是老二真的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又该如何？大哥，你看，这就是我做出来吓唬那鳖孙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副怂包样，鬼哭狼嚎的，差点没尿裤子了。可是真够丢人的，人皮做的。好，你手中的那个女子是不是人皮？哎，这下子误会大了。大哥，你说什么呢？我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吗？这个人偶是用鱼胶做出来的，不信你摸摸。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就好啊。就算我离开家这么多年，但是我的性情本性，你这个当大哥的你还不清楚吗？你的这些东西我又没有见过，更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鱼胶。这个老二都跟着凌晨去了一个叫什么现代的地方生活了不少年呢。这下好了，回来之后整个国公府啊都快放不下他了。侧头看了看他新研制出的什么电风扇的奇怪装置，听他说着这些年的经历，心里的羡慕着实不少啊。再与我多说点儿陈儿的事情吧。也不知道夫人见到女儿没有，若不是父亲不允许，他也想跟着去啊。京城与祁阳县离得并不是很远，半夜时分下起了大雨，启程回京怕是不可能了。萧彻大手一挥，决定在这边多休息几日再回京。其实他拖着不想回京也是有私心的。听祖父的口气，陈儿与自己没正式大婚之前，都不会让他与自己回战王府生活的。祖父、祖母、娘亲，快尝尝立春的手艺，这可是我们那儿的美食哦。凌晨拿了一片生菜，将炸好调料的五花肉卷了起来，递到凌拓的嘴边去。好吃。尤其是当喝到凌晨拿出来的茅台时，就以年轻人要注意保养身体，少饮酒为由，将一整瓶茅台都拿到自己面前来。这哪像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老国公啊，这简直就是个土匪吗？真好啊，他也有家人了，真好。真好啊，他也有家人了，真好。春丫头的手艺真好，这才2天的时间，我的嘴巴都快被你给养刁了。这若是回了府，吃不到你的手艺，就可惜了。皇上，您可一定要为我们一儿做主啊！一大把年纪了，还学人家小姑娘，捏着嗓子娇滴滴地说着话，看得萧浩忍不住一阵恶寒呐。若不是心爱之人已经不在了，岂能由他这个毒妇占着皇后的位置这么多年呢？屡屡对彻儿下手，若不是林家还有些用处，他真是恨不得将这母子俩一并废了不可。皇上，皇后娘娘，您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子呀！太子殿下还病着，您可不能也倒下呀！你们看见了吗？他进来之后，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过我，一个字都不曾与我说过。事到如今，我还能有什么指望？娘娘，那个贱人都死了那么久了，你看看他，这么多年还见过谁的房门？六宫几乎都成了摆设，还有那个贱人的儿子，
他对那孽种更是明目张胆的偏爱。凭什么？凭什么？我才是这后宫之中最尊贵的女人，我的儿子才是天启未来的皇帝。可，我的娘娘哎，当心隔墙有耳，祸从口出啊！娘娘这是气得很了呀，什么话都敢往外说呀！给我滚！泼妇就是泼妇，哪如希儿1/1000的温柔？哼！太子每日喝的药，效果如何呀？启禀皇上，药方都是遵照吩咐，最小剂量投放的。即便是最有经验的大夫，也不可能察觉得出药方中有问题。并且按照今日的脉象来看，太子的根本已经彻底毁了。想瞒着皇上，怕影响太子继位的可能。毕竟没有一位皇帝能够容忍自己的下一任继承人是个不能人道的废人。咱们的这位皇后娘娘还不知道，毁了太子殿下根基的，是他不能人道的，正是咱们的皇帝陛下呀。彻儿他们到哪里了？禀皇上，战王爷的车马已经到达了祁阳县，正在小憩休整。哦，是王妃的身子不适，王爷心疼媳妇，所以这才命令车队驻扎几日，停滞不前的。臭小子，有了媳妇就不要他老子了不成？知道我等着盼着他能早日回京，可他都到门口了，就是不回来。混账东西！看看，嘴上骂着王爷不孝，可你再看看他那笑得见牙不见眼的脸。我的皇上哎，咱以这表情，即便说出再狠绝的话，也半点说服力都没有，好吗？皇上，听说老国公已经亲自去了祁阳县去接凌晨去了，想必王爷没能早日进京，必然与老国公脱不了干系的。哦，老国公也去了。想到林家嫡系那7个精彩绝艳的男子，萧浩的嘴角就不由得勾了起来。彻儿当年在大河村遇险，双目失明的时候，正是被此女所救的，不仅将彻儿眼睛给治好了，又平定了远山镇的鼠疫，灭了龙翔秘密养在大青山里的奸细。那时对这位儿媳妇儿，他就满意的不得了啊！如今儿媳已经怀了孕，他马上就要有孙子了呢，想想就开心呢。天哪！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吗？母亲，这是怎么回事啊？希儿，你什么都不要想，没有人会知道你是天启国的太子，也是未来的皇帝。打从今日起，为了不让外人知道你的病情，你都不能再碰女人。若是被人传出去，你不能人道的言语，你这太子之位可就保不住了。母亲，难道我真的……不会的，不会的！我喝了那么久调理身子的药，也亲自问过太医，说这只是暂时的，喝上一段时间温补的药就能痊愈的呀，这不可能有什么副作用的呀，不会的，我不信，我的身体一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我要去寻遍名医，天启国没有，还有龙翔，还有北夏，一定有办法的，一定有办法的！快拦着他！怡儿如今这副样子，绝对不能让皇帝看到。就在昨日，凌晨一母同胞的3个亲哥哥竟一起从省外寻了回来。若不是呼吸心跳都能替代，他们都恨不得直接帮凌晨代替了去。自打这3个人来了之后，萧彻连靠近小媳妇的功夫都没有了。你们很好。立春，外面什么事情啊？我都说了，我家王爷不在，你快走。啊？找萧彻的？你骗人，他明明就在这里。他都已经打听好了，彻哥哥已在院子里面住了好几天了。骗你干嘛呀？你以为你是谁啊？也值得我说谎话骗你？见过王妃，王爷一早有事情出去了。这什么情况啊？那女的谁啊？我瞧立夏那副瞪眼的样子，该不会是云九在外面惹什么桃花了吧？哼，不是吗？立夏刚刚说那女人来找萧彻的，那是萧彻的桃花债了？她是来找萧彻的？夫人，您怎么出来了？外面冷，您还是快回去吧。对，外面冷，夫人还是快回去吧。你们这借口找得够牵强的。怎么了？被人欺负了？你是谁呀？我去，白莲花。
回禀王妃娘娘，这位是雨歌郡主，也是皇后娘娘家的侄女。皇后娘娘的侄女？晨儿，你不用管，这边由娘亲处理就好。你来做什么？我是来找彻哥哥的。我的彻哥哥呢？彻哥哥去哪儿了？果然，哥哥的，你是要下蛋吗？你乡野村姑就是粗鲁。我什么我啊？你家开茶庄的吧？这从里到外的一股绿茶婊的味道。王妃娘娘，绿茶婊是什么婊啊？绿茶婊就是呢，明明骨子里放荡下贱，可面上呢，非要装出一副正儿八经的单纯女孩。喏，就是她这个样子。哎，对呀，宝宝不能看的，这么恶心的人呐，这戒了是要脏眼睛的。你说什么呢你？我家郡主也是你这乡下贱！混账东西！我妹妹也是你能开口辱骂的？当兵的男人就是干脆利落，有血性。可是这女人先骂的我家郡主。骂了吗？我怎么没听见呢？林夫人，你好歹也是一品国公夫人，就是这般的家教吗？这位嬷嬷全京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也是一手带大皇后娘娘的2个奶嬷嬷之一。因为林家想拉拢萧彻，所以想将林雨歌嫁给萧彻，结为姻亲。为了培养林雨歌，这才将较为熟悉宫中礼仪的刘嬷嬷送回了娘家。敢当着我的面欺负我娘，谁给你的胆子？你个孽障，算什么东西，还敢打我？你个没脸没臊的老钱婆，这是我家王妃娘娘。这个死老婆子，她已经忍她很久了。这整个京城之中，谁人不讨厌他们？王妃，我呸！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还妄想我家郡主的男人，真是不要脸！若不是凌晨提前打了招呼，阻止众人行动，就他那3个哥哥早就冲过去，一人一脚踹他个生活不能自理了。哦，你家郡主的男人呢？是哪个呀？我家郡主的男人就是当今九皇子战王殿下。王妃娘娘，您可别听那个老钱婆胡说八道，咱们家王爷怎么可能跟那个什么劳什子的郡主有半毛钱的关系呢？就是，咱们家王爷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呢。谁说没有关系的？彻哥哥最喜欢我了，从小就说过要娶我为妃呢。哦，那你说这话有什么依据吗？你看，这就是彻哥哥给我的定情信物。你看，这就是彻哥哥给我的定情信物。说说吧，这玉怎么回事啊？王妃娘娘，那玉佩玉是每位皇子出生时皇上赏赐下来的，雕刻了皇子姓名的玉佩，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死就死吧！云衣，去给我拿回来。你们抢我的玉佩做什么呀？快还给我！还给我！是真的吗？启禀王妃，玉佩是真的，可是这玉佩王爷遗失很久了，王爷这玉佩怎么会到了这女人的手上？这下该如何收场啊？云衣，你不得了啊你，还学会撒谎了？回禀王妃，王爷绝不会将玉佩给这个女人，属下只是不想让王妃娘娘误会，若是动了胎气就不好了。你这个村姑听见了吧？这块玉佩可是真的，我才是彻哥哥心头所爱。摔了吧！王妃说摔，那就摔。皇上赏的又怎么样？若是哪天王妃命令我们做王爷可怎么办呢？打还是不打呢？我可是当今皇后娘娘的侄女，你敢如此折辱我？信不信回去了，我就立刻禀报皇后娘娘，抄你的家，灭你的九族！一个没嫁人的女子跑到别人家里来，口口声声的说别人的相公是你男人。来人啊，关门，给我打！那个该死的臭男人到处招蜂引蝶，惹一堆烂桃花让自己收拾。你敢？我有何不敢呢？他有何不敢？在这片大陆上，除了父皇，就没有我的王妃不能打的人。也包括你？当然。
彻哥哥，你回来了！彻哥哥，这个村姑他欺负我，受欺负了？切，怎么可能啊？那就好。彻哥哥，你看他们。你是谁？你是谁？实在不好意思，我没有忍住。彻哥哥，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呢？我是宇哥呀，你的宇哥呀，你说过要娶我的。不认识。你这个贱人，敢惹我，看我不叫我姑母除了你的九族，男的全部阉了，扔进小馆，女的全部扔进窑子里去。哎呦，天捅破了呢，怎么办啊？救我！林宇哥，别怪我没警告过你啊！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底线，敢动我家人，我让你林氏一族灰飞烟灭。这男人是我的男人，谁敢宵小他，我就让谁全族陪葬。郡主，你看，都是你招来的。云一，刚刚王妃吩咐了什么？回禀王爷，王妃说打。那你们还愣着做什么？啊，毕竟都是女子，让云逸动手怕是不合适。你们4个动手吧，我要他们连亲妈都认不出来。靠，老娘忍你们很久了，今天我要是不把你们打得连亲妈都不认识，我就不叫立夏。没有人知道这院中究竟发生了何事，只知道里面的惨叫声持续了很久很久。媳妇，你开开门，我站在这儿倒是没什么，可你已经好久没喝水了，你不能渴着呀。你开开门，我给你煮了红糖大枣茶。王爷自打有了王妃之后，不仅话多了，脸皮也变厚了，如今更是连溜门撬锁都干上。王妃啊，你还是行行好，就让王爷进去吧，否则一会儿这王爷指不定还能干出什么事情来呢。萧彻，你还敢撬锁？我没有啊，我这不是担心你，你可不能乱说呀。我堂堂一个亲王，怎么能做溜门撬锁的事情呢？哦，我没听错是吧？你没撬锁对不对？那行啊，你别进来了，外面待着吧你。究竟怎么回事啊？解释一下吧。媳妇，院子里发生什么事了？我还都不知道呢。你先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再与你解释。萧彻一头雾水，刚转过街角，就看到大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而出于好奇，他与燕一没走大门，便直接飞上墙头，就听见小媳妇要打人了。那女人胡说八道，打小她就爱黏着我，烦人的紧，我躲她都来不及，又岂会送她玉佩？再说了，就她那表里不一的样子，但凡不是个眼睛瞎了的，都不能看得上她，我就不傻。尤其那女人还是林家的人，每次宴会就跑来缠着我不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何种心思。林家的人就是仙女，我也不稀罕。你那块玉佩让我给刷了。哼，我若是早知道那块玉佩落入他手，定早叫人去将玉佩销毁了。如今我把人打了，更是打了林家的脸，想必此事不会善了的。这往大了说嘛，是对皇家不敬。更何况你以后啊是要登上那个位置的人，若我名声不好，会不会有什么老顽固大臣跳出来，逼着你广纳后宫啊？不会的，有我在，谁敢编排你的不是？有心事？媳妇，这个皇位我不想要了。啊？我本来就对皇位没有兴趣，我怕护不住你平安，才想登上那个位置。可是如今，即便没有我，你自己的势力都能保护你无虞了，更何况还有凌氏一族。你不知道，当了皇帝有多无奈，每天处理不完的事情，到时候连想跟你吃顿饭都难，更别提陪着你游山玩水了。那正好啊，我也不喜欢你当皇帝的。你不怪我？怎么会呢？我还怕你当了皇帝就想充实后宫，弄什么佳丽3000呢。
即使不当皇帝，王爷亦是可以后院妃妾无数的，只要能养得起。王妃，你要注意一下形象，不能打脸。王爷放心，妾身会很温柔的。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天太热了。你们俩不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吧？我的宝贝女儿是不是就在这架马车上呢？臭丫头，快出来给你老子我瞧瞧！你这个臭老头，你跟我一起回来了，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还以为就剩我一个人了呢。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害怕？都快当娘的人了，还跟个孩子似的。先进去吧，搂搂抱抱的，成什么样子？明明是他的女儿，却跟别人亲近。这是他的女儿啊，他最心爱的小公主。爹爹，爹爹，女儿回来了，这是开心的事情啊。爹爹不哭了，以后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丫头跟老二回来就好，今天晚上我们一大家子人也该聚在一起，好好庆祝庆祝，庆祝他们两个人回归家族，也庆祝晨儿觅得良婿。哎呀，并身怀有孕，这可是4喜临门呐！娘，现在就庆祝，不会给这丫头带来烦恼吗？他可清楚地记得，之前的来信之中提到了，晨儿并不想那么早公开身份的。不是，就是家里人聚一下而已。等这丫头大婚之前，再宣布身份呗。祖父这样安排，我们的宝贝丫头可还满意呀？京城看似平静，但暗潮汹涌，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战王的身份又是那么的敏感，保不齐的有人将目光盯到凌晨的身上。不怕，我们国公府嫡亲闺女找回来的事情，想瞒也是瞒不住的。你们可别小瞧了她，就咱们府中的那些暗卫，加起来都打不过她一个人。晨儿身手好，我们都知道，可如今她怀着孩子，还是不要冒险的好。不就怀个孩子？我去，你肚子怎么这么大了？哎呦，娘，你打我干什么呀？2个月前，他见到凌晨魂魄的时候，肚子是平的。这才多少日子啊？怎么看上去跟6、7个月似的？好你个林家，真是欺人太甚！父亲，你要为女儿做主啊！哼，我可怜的女儿啊！这该死的国公府，当咱们林家是好欺负的不成？老爷，你可一定要为宇哥做主啊！真是丑人多作怪。这个女儿在众多孩子当中，绝对称不上最漂亮的，但谁让她站上一个嫡女的头衔呢？她的头脑和她那个娘亲一样的蠢，都这么多年了，也入不了战王爷的眼。哭什么哭？好什么好？我还没死呢！呸！丧门星的玩意儿，看老子不休了你！呸！这东西好吃是好吃，就是个子也太小了，还有核，吃起来忒费劲了。哦，那我把核剔出来，给你吃好不好啊？好啊，好啊。王爷，属下不敢。云儿，你可真厉害啊，我都没这待遇。王妃，这个时候您就别落井下石了，好不好啊？不能，谁叫你抢我零食吃啊？那边怎么样了？哦，怎么了？坊间盛传林启元爱女如命，对林宇哥尤其宠爱。那依民间的传言，这个林老爷应该很疼爱林宇哥的呀。可今天云儿所见并非如此啊。可还有什么发现？属下看到的就这么多了，现在云四在那边盯着呢。
你跟他经常能看到吗？每次我进宫，总能遇到他。那么巧啊，那是不是有人刻意安排的？嘿嘿，对呀，王妃您是不知道啊，那个宇哥郡主总是标榜自己是京城第一美女，走到哪儿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每一次见到咱们王爷就朝着王爷狂抛媚眼儿。哎呀，以往也不乏鸿门贵女如此，可那也是私下里的动作呀，哪像他明目张胆的如此明显。跟一辈子没见过男人似的，还总是满京城的乱说寿家王爷跟他什么两情相悦，时不时的就来战王府作威作福呢。还真是想不到啊，我们家的王爷这么受欢迎啊，那么多京城贵女都给你抛媚眼了。怎么吃醋了？我会吃醋吗？开玩笑，我还喝酱油呢。去哪儿？我去灵府盯着那边的动静。回来。拿走。谢王爷，谢王妃。哎呀，这吃货的世界就是这么简单呢。简单吗？简单呢，就是食物大过天。有人给他一盘水果，他就敢直接把你给卖了。王爷，属下再也不馋嘴了，属下就是卖了亲生父母，也不敢出卖王爷呀。好你个云儿，你偷听我们说话。我只是没有走远而已，真的，王爷饶命啊！凌晨回府已经好几日了，他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呀。萧彻自打回了京城，白天多数都要外出的，毕竟是义军之帅，都是晚上才会赶回来。但凌晨却并不孤单，自打他回来之后，除了3个异母同胞的哥哥之外，其余的4位堂哥亦是从天启国各地快马加鞭赶了回来。大少爷、四少爷，宫里来人了，找大小姐。大少爷、四少爷，宫里来人了，找大小姐。宫里找晨儿，可是德公公，不是皇上身边的德公公，而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彩月姑姑。彩月，她来找晨儿做什么？将人请进前厅，恐怕这彩月也是来者不善了，等会儿都小心着点。晨儿都回来好几天了，这早不来晚不来的，偏偏今日长辈们都去城外的消灾寺还愿，宫里就来了人。依依，去找你家王爷。是。国公府真是好大的架子啊！国公府的架子大不大，也不是你一个奴才说的算的。你就是凌晨？正是姑奶奶我，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没时间跟你耗。你大胆！哼，我素来胆大，你有意见？我是奉了皇命而来，你敢对我不敬，就是藐视皇家威严。立春，我家夫人最烦别人用手指着她了。藐视你就是藐视皇家吗？你可真敢说啊！你算个什么东西呢？就凭你能代替皇家？我带了旨意，就是宣旨之人，代表的就是皇家。什么旨意啊？圣旨吗？萧彻进宫当年可是听说过了，他父皇体恤他舟车劳顿，又怀有身孕，命他在家多多休养几日，不着急进宫请安。皇后懿旨。哎呦，你这是对懿旨不敬啊！谁看见了？你当我们瞎呀？来人，把人给我绑了，送到宫里去。就说他呢，将皇后娘娘的懿旨丢在地上践踏。你们敢？我有没有什么蛊毒能够控制人心的？在空间里呢。最近巴克和小黑蛇闭关修炼了，我一个虫闲来无事练了很多蛊。叫什么？是心蛊。哼，好嘞，这蛊毒的厉害不用我说了吧？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心里有数了吧？快说说吧，那老妖婆让我进宫想干什么？余阁郡主与他的母亲进宫了。那走吧，明知道是个陷阱还要往里钻吗？难道我们要抗旨吗？马儿进了，快闪开啊！我勒不住他了。晨儿，闪开，危险！大哥，你小心啊！快去帮忙！大哥，你要抱着人家姑娘抱到什么时候啊？在下冒昧了，还请姑娘恕罪。没事，你也是为了救我嘛，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怪你呢？你们也要进宫吗？没有。哎呀，我这个大哥还真是个不解风情的榆木疙瘩呢。没办法，做哥哥的不开窍，我这个当妹妹的只好先帮他长眼了。我是奉旨进宫的，你呢？我是被皇后叫来的。皇后娘娘吗？我也是啊，那一起吧。郡主，林姑娘。郡主？我父亲是威虎将军白振。与萧彻的战家军不同，虎威将军的军队守护的是天启国与北林的交界。哎呀，这都快晌午了，皇后娘娘这是赖床赖了一上午，睡到日上三竿，还是提前吃了午饭再午睡啊？这女子是谁呀？皇后她都敢调侃，不过她好霸气，好直爽啊！哎，这是给我下马威呢，美的你。既然娘娘还在午睡呢，那我们就不便打扰了。你跟娘娘说我们已经来过了，就先回去了。这怎么跟玉想的不对呀？这人要是走了，我可怎么交代呀？郡主，林姑娘请留步，奴才先去禀报一声，说不准这娘娘已经起来了呢。那你去吧，不过别去太久了，我这身怀6甲的站不得。你若回来晚了，我可先走了。领头小太监连话都忘记回了，撒丫子往寝宫里跑。放肆！本宫执掌后宫多年，还没见过如此放肆之人。来人，给我将人拿下，拉出去砍了。奶嬷嬷闻言后，赶忙上前劝说。无论如何，凌晨也是战王爷的女人，腹中还怀着战王的孩子呢。这是哪里来的乡野村夫？进了宫竟然一点规矩都没有，见了皇后娘娘竟然不跪，真是太无法无天了。小面虎！给皇后请安，皇后吉祥。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千岁。下跪何人？我去，你宣我进宫的好吧？当着别人的面这么问，你这不是给人难堪吗？虽说我跟萧彻已在大河村成了亲了，但并未在京城举行婚礼呀。我是个没入皇室的宗蝶，想必我若是介绍自己是战王妃，那么这女人肯定会揪着不放的。如果介绍我自己是国公府的嫡女，想必也是一样道理吧。我的身份没公开呢呀，难怪找这么多人过来。皇后娘娘，您莫非是忘了吗？是您派彩月姑姑将儿媳妇接进宫来的呀。太子什么时候娶正妃了呀？还有了孩子，瞧这肚子该是有6、7个月的月份了吧？这个贱人是在变着花样使我老糊涂了吗？皇后娘娘，该不会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了吧？这可怎么办呢？皇后娘娘，您务必保重身体呀！这后宫这么多事情呢，这么多人需要您扶持，若真是病了，那可就乱套了。你住嘴！一旁跪着的白悠悠眨巴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偶像一般看着凌晨。接着皇后宣自己进宫来，旨意到的时候，他就看见父亲和母亲瞬间满脸愁容。原来皇后娘娘是看上了他们白家背后的势力，想要拉拢白家，选定了她当未来的太子妃。皇后还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不把自己放进眼中的人，哪怕是当年萧彻的生母，在最得宠的时候也不敢这样与自己说话。都起来吧。谢皇后娘娘。你是哪家的？
战王妃第一次进宫吧？不是说战王这2天刚回京吗？怎么就娶妻了？你听说没有啊？我哪知道啊，我又不关心这些。来人，给战王妃搬个凳子。战王妃还是坐在我这儿吧，这椅子够大，咱们2个人坐也不挤。那丫头进去多久了？回陛下，已经半个时辰了。派人盯着点儿，别叫那丫头吃亏了。老九可是将她看得跟眼珠子似的。若是真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让那丫头受了委屈，她肯定跑过来砸了朕的书房。像是咱们家王爷能做出来的事。全天下最不拿朕当回事的，也就属这个不孝子了。王爷孝顺着呢。再说了，这不都是您宠的吗？换了旁人，谁敢这样啊？既然那个丫头进宫了，一会儿咱们就进去看看吧。您若是想见她，叫人把她传回来了也就是了，何必您亲自跑一趟呢？嘿，都是自家人，无妨，别真叫那帮人给欺负了才好。嘿嘿，您就放心吧，王妃不欺负别人那就不错了。也是，那丫头还真不是个吃亏的主啊。呀，手真的白了。战王妃，你给静姐姐敷的是什么呀？这么短的时间变白了不少呢。如妃，你喊什么？回皇后娘娘，臣妾见战王妃给静妃姐姐敷的这个面膜，短短时间她的手臂真的白皙了不少，臣妾好生羡慕。皇后娘娘，臣妾也很好奇呢。是啊，臣妾也很好奇，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呀？对呀，哪里能买得到啊？本宫看着也就那么回事儿，并不是很有效果。皇后娘娘，这个面膜真的很好用，臣妾用了之后，不光皮肤变白了，摸上去也更加细滑了呢，还有阵阵香味儿，不信您再仔细看看。哎呀，还真是，静妃姐姐不说，我们还没有注意，这是什么香味儿啊？像是花香。哼，一个两个的，都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那香味如此好闻，除非我没有嗅觉，否则怎么会闻不到？战王妃，这个面膜若是用在脸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效果呀？当然可以啦，坚持用在脸上敷上一段时间，我敢保证，那脸呐就跟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吹弹可破，至少年轻10岁。不知战王妃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呀？对呀，哪里能买得到啊？对呀，你快说呀。这是我家王爷特意为我寻的方子，也是他亲手做出来的，说是给我用的。各怀各的心思，不过有一点，他们倒是想到一起去了，那就是定要与面前这位战王妃打好关系。皇上已经10几年不曾进过后宫了，皇上心里装着那个人。他们谈情谈到一半，就会听到皇帝叹了一口气，说上一句不及诺儿万一，然后就起身，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你是说王爷做的就是王爷做的了？战王爷多么清冷孤傲的一个人，他能为你做这些事？说不准就是不想告诉你们而已。以己之心夺人之腹，我若是不想给各位娘娘，那我何必拿出来呢？我藏起来不就好了吗？皇后娘娘，臣妾第1天进宫，若是有什么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您尽管罚臣妾就好了。臣妾。没想到战王妃竟然如此娇气，竟是玩笑都开不得了。也不全是皇后娘娘的玩笑话，想来您是许久未怀身孕，恐怕已经忘了，这有孕之人情绪就是忽好忽坏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突然委屈上了。丫头别怕，以你如今的身份，还不敢有人欺负你。是谁敢欺负朕的儿媳妇啊？是谁敢欺负朕的儿媳妇啊？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动不动就要下跪，真是烦死了。你看那小样，跟彻儿小时候一模一样。皇上，战王娘娘身怀有孕，不能久跪呀。哦，对，快平身。腿疼了没有啊？是有些疼，今儿都跪了好几次了，
估计膝盖都青了吧？疼了，来，快到这儿坐着。德安，是，奴才这就去宣太医。去通知下人，将御书房的摆设换一换。去吧。奴才明白。想来这是怕九王爷冲过来砸御书房。哼，上不得台面，当这里是乡村山野吗？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自己的肌肤怎么能在外男面前袒露？那不露的话，大夫怎么瞧啊？规矩确实是这样，你没见皇上都躲出去了吗？真是没教养。我有没有教养关你何事啊？皇后娘娘，您瞧我不顺眼，想找我的麻烦，大家心知肚明的，那就没有必要装出一副胸有地宫的样子了，真是恶心。你很好，就不怕本宫找人杀了你？我无所谓啊，有本事你就来啊。还真是红了呢，幸好王妃娘娘没有在外面等那么久，不然在这么烈的太阳下站1-2个时辰的话，说不准双脚双腿都全肿了。为何要站那么久啊？我们来的时候，领路的太监说皇后娘娘午膳还没起，让我们王妃娘娘在大殿外面等候。可是我们已经来了很久了呀，皮糙肉厚的村姑而已，哪就那么娇气了？当自己是金枝玉叶不成？入了我皇家的门，自然是金枝玉叶了。怎么样？回皇上，民女没事，谢皇上关心。民女？这俩孩子就连一人的小毛病都是一模一样的。怎么会没事？皇上，您是没看见这王妃的膝盖都红肿了呢？皇上，我和王爷只是在乡下办的婚礼，算不得占王妃的。大婚之礼还不是早晚的事，彻儿早就准备上了。皇上，占王妃如今有了身孕，以后免不了时常进宫，跪的次数多了，膝盖必然会受伤的。就是啊，若是再有人诚心刁难，岂不是更容易受伤啊？有道理，那朕就下旨，免了占王妃的跪拜。德安，是，奴才记下了，这就去传旨。皇上，这样做于理不合。以后这玉佩啊，你就随身带着，若是谁敢让你跪下，你就拿出来给他看。这玉佩可是象征皇帝身份的龙纹佩呀！启禀皇上，臣妾身体不适，先行告退了。下去吧，你宫里那个引路太监刚刚被朕处决了，一个不长眼的东西，留着也没用，你说是吧，皇后？皇上，圣命。那就好，你下去吧。你呀，你就不怕他急眼了？对你不利呀。这不是有父皇在吗？看以后谁敢欺负我。感谢父皇送给儿媳的玉佩，这下子以后啊，我可以横着走了。将人留在宫中吃饭，将面膜每位妃子发了一罐，而这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彻儿来了，快来。陈丫头的建议真的很好，我们已经讨论了很久了，你也来听听。忙了一天，累不累啊？本来没觉得，不过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有点累了。媳妇儿饿了，难道没人给她预备小食吗？萧浩有些心虚，儿媳妇对天启国未来的发展，有不少他们想不到的利国利民的点子与方法。他是越听越入迷，没想到这一聊就聊到天都快黑了。还好，自己有先见之明，已叫德安把御书房内的古董摆件都给收走了，换了些便宜的摆在这里。哎，这是去哪儿啊？带我媳妇吃饭去。你这不管饭，我只能自己带她去。你，我哪儿有不管饭呢？你尽回说。父皇，儿媳先跟王爷回去了，改日再过来。臭小子可算是走了，不然当着媳妇儿的面，让这臭小子将我的御书房给砸了，我这一介帝王颜面何存呐？咱们这位帝王这是被自己儿子吃得死死的，恐怕今后就要多一位战王妃了。看着手中散发着奇异香味的药膏，德安的心内也是柔软的一片。他只是抠了一点揉了揉，竟真的就不疼了。哎，你怎么一会儿紧一会儿松的？紧了怕勒痛了你，松了
又不将你摔了。我哪这么娇气了？有，在我心中，你就是无价之宝。既然是无价之宝，娇气一些，又有何妨？战王究竟哪儿不一样了？他竟然笑了。自那天之后，凌晨的名声就传遍皇宫各个角落，大家都知道了战王有了王妃，并且这战王妃还颇得皇上喜爱。王妃，悠然郡主来了。今儿是第几天了？第4天了。吃葡萄？我说是男孩，我喜欢女孩，我就说是女孩。哎，现在不是讨论喜欢男孩与女孩的问题。我听厨房的张妈妈说，孙儿辣女，你没见陈儿天天酸食都不离手的吗？的确是这样的。是这样吗？哎，好像还真是这样啊。那可怎么办呢？我还是喜欢女孩子。哎，你们等等我呀！一个个不谈恋爱不找媳妇的，今天只关心我这肚子，这怎么回事啊？既然三哥这么喜欢女孩，那赶紧成亲呗，叫你媳妇给你生一个，那不就得了？大哥都还没成亲呢，我们怎么成亲呢？总不能将大哥越过去吧？你说是吧，二哥？没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呀，小妹这里有客人呢。客人？哼，帅吗？帅。哼哼，这个丫头感情是看上大哥了呀，好事啊！大哥救了人之后，有人来以身相许啦。啊？不会吧？你确定吗？你们在说什么呢？大哥，我想吃葡萄。二哥，有戏啊！我看不像。为什么？我估计是觉得自己抢了人家白小姐的果盘，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对对对，就是这样。你没见大哥的手里端着果盘多僵硬啊，那盘子都快被他给掰碎了。是这样吗？不管怎么样，让他们多接触接触，总归不是坏事吧。我说啊，今儿个天气甚好，咱们出城去玩吧。出什么事了？进城。白悠悠看上我大哥了，我想撮合一下的，所以才提议踏青的。可我忘了这是古代，没有柏油马路的。结果这一出来，到处都是泥，根本走不了啊。呵呵，那就改天好了。如今雨过天晴，晒上几日就好了。哎呀，只好这样了。哎，小车，你出城做什么？每年暴雨过后，朝廷都会安排人上山，看看有没有什么隐患。怎么了？晨儿怎么了？不知道，好好的说着话，就这样了。我没事的，就是刚才有点难受，现在已经好了。熏太医看看吧。哎，小车，千万别啊！依父皇那个过分紧张的性子，咱们若是请了太医，他不得把皇宫给闹翻天了？你千万别啊！看着同样一脸焦急的萧彻，看来这过分紧张的毛病也是遗传呢。姐姐，你将我放出去，我感觉到了一些不祥的气息。雪儿，你们这是？嘘，姐姐，大事不好了，又有大灾难了。怎么回事？那边山里出事儿了，我刚刚接收到蛇类发出的信号，说是家园被淹了，而且有一条不下100年道行的蛇说，它长这么大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水。什么？雪儿，你问问他们，那水是什么样的？是流动的还是？不是流动，听他们的描述，倒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湖泊。夜色湖吗？我去看看。你疯了吗？这个时候进山，遇到洪水或是泥石流，你跑得了吗？我轻功好，不会出事的。那也不行，你若出事的话，我跟孩子怎么办啊？这是什么情况啊？出什么事了？怎么感觉好像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啊？京城外是否有驻扎的营地，或是有大面积石头地面的空地？我带领的禁军校长就在这附近。看来他是要动用那个叫直升机的东西了。先去现场看看吧，这么多人，估计要3架直升机。要这么多人啊？完了，又暴露了。你跟二说去那个叫做现代世界的事情，林家众人也都知道，不会笑话你的，放心吧。我才不担心这个呢。我也不是外人。这是有情况啊，不用去这么多人吧？他们这次不用去了。这几个小子，每个人都有着不下300小时的飞行经验，操纵这个早就不在话下了。真的？
没错，瞎子首长还说教导我们开战斗机呢，比这玩意儿飞得快多了。鱼儿，绕湖水边缘飞一圈，一个近10几米宽的大型瀑布，不停地注入下方的夜色湖中。萧彻，这个湖快撑不住了，一旦溃败的话，京城就危险了。还有什么办法吗？在它水位升高之前，炸了它，将水放出来。如果我没估算错，最多2个时辰，这座湖必然会崩溃。萧彻，二叔，你有什么要我去做的？我要你现在立刻回京，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将京城的西门用大量的沙包堆满，并且将所有的民众从另外2座城门疏散出去，时间为1个半时辰。好，我一定做到。那京城就交给你了。等一会儿让陈二给你2架直升机，上面有扩音设备，可以在空中对民众进行喊话。如今情况紧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暴露就暴露吧。如今以你我2家之力，将要保他，还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喊话了，那些人就会听吗？他们会听的，因为没有人见过直升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们只要利用这一点，说是神的旨意，来拯救他们的，那些人会信的。跟我保证，你会平安无恙。嗨，这是什么呀？好大的鸟啊！你见过这种鸟吗？各位乡亲们，由于连日来突降暴雨，现已有引发山洪的危险，请大家为了生命安全，尽快出城避难。如果来不及撤走，可爬至高处等待救援。你妹妹在上面。那是小妹的声音没错，可不是她本人在上面，那叫录音。金银珠宝放入地窖，将返产地契银票带上集合，快，动作要快。父皇，也快些去山上吧。这是皇上，大难当前，岂有先逃之理？你说，晨儿能做到吗？父皇，晨儿一定会成功的。尔等知人间皇帝心怀天下，人孝人善，令吾等仙家感动异常。感其爱民之心，今日灾难降临之际，特意施展此仙术，希望能助尔等逃过灾劫。快些逃命去吧，钱财都乃身外之物，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你们的皇帝至纯仁孝，你们跟着这样的皇帝，日后必将五谷丰登，诸事百顺。怎么样，累不累啊？时间快到了，王妃，快看！没有时间了，快！他这边刚一喊完，林振明那边就已按下起爆的按钮。望着劫后余生的京城，众人纷纷长出了一口气。这一场浩劫总算是过去了，皇宫之中的人已经从景山上回到宫里去。父皇，这边情况怎么样了？皇上今儿个怎么了？怎么跟平日看着不太一样啊？想来这位女子便是那位战王妃了。慢点喝，慢点喝，再小心呛到了。哪来的面呢？启禀皇上，这是战王吩咐下来的。只要战王妃进了宫，就让御膳房准备着一碗骨汤面，绝对不能让王妃饿肚子。这面用什么做的？这也太劲道了吧！禀王妃，这面条是用鸭蛋和的面，中途那是绝对不能加一丁点的水的。难怪啊！哎，吃饱了。丫头啊，这次的事情，父皇可要亲口跟你说一声谢谢啊！若不是你，这京城定是会损失惨重啊！啊，真香！哎呀，再上一碗面。哎，父皇不用了，儿媳已经吃饱了，真的吃不下了。老奴正想给陛下也上一碗呢，陛下也半天没吃东西了。原来不是给我的，好尴尬啊！哎，空间里不是正好有东西吗？袖子里拿出来的。对啊，您不是看见了吗？你有本事，再给我塞回去试试。哼，
装回去是没什么问题的。可是父皇，这么美味的米线，您可就没得吃了。什么味道这么香？你受伤了吗？不用穿浴衣，我没受伤。身子那么重，还瞎跑什么？你吼他做什么？这么好的儿媳妇儿，疼都来不及呢！这个臭小子！抱着他回去睡吧。好。小车，快穿浴衣，我不对劲儿。叶一，快穿浴衣，风信号大，让云衣过来，要快！给朕查，朕就在这里等着，1个时辰内必须给朕结果。是。这是皇上身边最神出鬼没的皇家暗卫。怎么样？回禀王爷，王妃是身中剧毒了。何毒？这个……回皇上，王爷，王妃身上中的是魅毒。按说这个毒只需要男女混好一夜即可解除，可王妃这却也不知道怎的，反应竟然会如此强烈，这倒是老臣平生未见呢。什么？是谁这么狠毒，给一个孕妇下媚药？这要是这一夜过后，孩子还能保住吗？这么大的月份了，随时会一尸两命吧！混账东西，竟然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给朕的儿媳妇使这样上不得台面的手脚！王爷，免礼，快看看陈丫头，这毒有没有办法去解？中毒？怎么样啊？有什么话就直说。王爷，这毒想要解了，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可难就难在，王妃是有身子的人，若是解毒，那就必定会伤害到腹中的胎儿。难道就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吗？他的乖孙孙，难不成还未到这个世上看上一眼，就要离他们而去了吗？我叫成儿活着。王爷有何吩咐？尽量减少他的痛苦。即便他是个男子，也不难想象落胎的时候会有多么的痛苦。王爷，准备药吧。你看，大家都很担心你，晨儿，别怪我。与你相比，旁的都不重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你的。你是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了吗？不是爹爹与娘亲不要你，只是娘亲如今生命垂危，若是再拖下去，你与你娘亲都活不下去了。如果你恨，那就恨我，不关你娘亲的事。太医，太医！望着媳妇肚子上那个手掌大小、渐渐鼓起的血包，一身血煞之气瞬间外露。王爷，王妃的情况还没有稳定下来，您可一定要冷静啊！您若是走火入魔，导致心脉受损，那王妃这可怎么办呢？谁来主持大局啊？你去看看吧，本王恕你无罪。如何？回王爷，王妃的脉象比刚才平稳了许多，但腹部突然长出来类似水泡一样的东西，属下无能，并不能确定这是什么。姐姐不会有事了。你是谁？好端端的人，为什么长2条腿啊？一点都不好使。暂时先委屈你老了。你是雪儿。你说成人没事儿，是怎么回事？姐姐的身体特殊，腹中怀着的胎儿也异于常人，这个血泡就是她的杰作。真是匪夷所思啊！他是我与成儿的孩子，不是妖怪。我又没那样想。没有就好。雪儿，这个要怎么办？王妃的毒已经解了吗？毒还没有解，不过有毒的血液已经被这个小家伙净化之后凝聚到了一起，只需将血泡割破，然后将毒血放干净就好了。而诡异的是，这股血液不但没有血液该有的铁锈味，反而带着阵阵花香。这是谁干的龌龊事啊？不知道这个毒的药性，哪怕只有一点点，都会如烈焰焚身一般，
若是不能与人行尸解毒，最终就会爆体而亡啊！你不是让人去查了吗？怎么还不回来？萧浩也同样气愤，这里可是皇宫啊，简直是奇耻大辱啊！幸好晨儿有奇遇，还那么小，就有这么大的能耐，嘿嘿，真不愧是我萧浩的乖孙子，将来天启有福了呀！小媳妇刚刚才死里逃生，就连情况也是刚刚才问定下来。这个老家伙竟然躲在一旁，很好笑？不好笑，不好笑！都已经起了，知道你刚刚受罪了。若是累了，就再睡一会儿，但是不能睡太久，不然我会担心。哎，你让这丫头好好的睡一会儿，既然没事了，你就把心放下来吧。李春，皇上，陈丫头出了满身的汗，你去帮她用热水擦擦，换件清爽的衣服。是。热水我早就让人备下了，已经让他们去提过来了。王妃能够丰胸化吉，这真是太好了。这毒究竟是谁下的？会不会是皇后啊？管他是谁，竟然胆敢动咱们家王妃，那就要准备承受王爷以及整个战王府的报复。雪儿都走了好几个月了，怎么一点音信都没有？也不知道捎封信回来，不知道王妃在担心他吗？这个臭男人，连王爷一星半点都赶不上。你醒了？醒啊！你怎么了？这么晚还不睡？你难道不记得了？一点印象都没有吗？小彻，你出了好多汗啊，怎么不换衣服去呢？抬起手，在眼角的位置上，又接到一滴将落未落的泪水。你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只要孩子没事就好了，孩子没事就好了。小彻，我问你，若不是雪儿出现及时阻止了你们，你是不是要真的给我喝那个什么落胎药，牺牲我们的孩子救我？晨儿，你听我说，你们母子两个是一体的，他是我跟你的孩子，我又怎么舍得牺牲他？可是当时的情况那般凶险，如果你去了，你觉得他还能活下来吗？毕竟他才不到7个月。小彻，对不起，刚刚是我错了，我不该那样说话的。别动！哎，你也太敏感了吧？何事？下毒之人已经找到了，皇上让我来请王爷。这么快吗？我会通知王爷的。这人的轻功都怎么练的？跟鬼似的。我都听见了，走吧。臭小子，都踹坏了老子几扇门了啊！万一上可不少的钱呢。皇后，还真是老熟人呢。这个贱人，命真是大，这样都弄不死他。真是好笑。凭你恨得跟乌眼鸡一般，又能怎么样呢？老娘我就是爱看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有本事咬我啊你！丫头，你怎么也跟着过来了？他的身体还没好，你不让人好好歇着，来到这里来做什么？父皇，皇上，宇哥他还是个孩子呀。孩子？哼，笑话！你像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太子都已经会跑了吧？孩子。下跪的几个人中，有位身穿轻纱的姑娘，那布料透的哟，真是没眼看呢。哦，原来这样啊！不知廉耻！这就是典型的我嫁不了你就当你的后妈。你什么你啊？这脸皮可真是的，比城墙拐弯处都厚呢。我还真是羡慕你呢，怎么可以把这脸皮养得这么厚呢？林宇哥啊，林宇哥，你是拿屁股当头用了吗？我看你呀，哪怕从眉毛以下都给你截肢了，也挽救不了你那重症肌无力加小儿麻痹的身体。你是马里亚纳海沟吗？这全世界的海水啊都不够你脑子里装的。王妃，快喝口水润润喉咙，跟这起子没皮没脸的人置气，咱们不值当。你这个贱人，抢了我的男人，你得意个什么劲儿啊？是啊，我走了狗屎运，被萧彻看上了，所以我建议你啊，这每天平日里呢多踩踩狗屎，再拜拜你们林家祖宗，好好做人，积善积德，要不然的话，你们家祖坟可是要冒白烟的。还真是啊，什么林子出什么鸟。贱人！真是不知检点呢，
可不能叫这些个阿杂的东西污了皇上与战王爷的双眼。也不照照自己长得是一副什么样子，充其量也就是个中等姿色，还想勾引皇上，这是给皇上下媚药，这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呀！不行，我绝对不能被这件事牵连到，绝对不能毁了我与伊儿的前程。说，你这媚药是哪来的？又是如何下的？王爷，于哥是倾慕着你的，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们可是有肌肤之亲的呀！啊，什么情况啊？乔彻，解释一下吧。我没有，你要信我。丫头啊，这臭小子绝不会碰其他的女人的，父皇给你保证。我守身如玉了20几年，第一次也是给你了。你是学医的，难道不懂？媳妇，切，妖孽！怎么，你不为你的侄女求求情？宇哥险些酿成了大祸，戕害了张王妃与腹中的胎儿，实乃杀头的大罪。臣妾乃是一国之母，罪是应该以身作则，怎可罔顾家人犯法，不但不加以严惩，反而包庇其罪？那岂不是辜负了皇上对臣妾的信任？哎呀，真是厉害！我算知道了，这林宇哥3米厚的脸皮从哪儿来的了。你今天要不弄死他，我自己动手。他伤了你，即便你不追究，我也不会放过他们。一向冰冷无情的战王爷，凭什么会这样温柔地宠着这个贱丫头？为什么他宠爱的人不是我？那么一个冷冰冰的人，原来珍惜去爱一个人的时候，竟然是这般温柔。那年我落水昏迷，就是王爷亲自跳下湖水，将宇哥救上来的。王爷难道忘记了吗？王爷难道忘记了吗？救你的是个侍卫，我只是刚好路过，停下看了一眼而已。不可能，不可能，这不是真的！你骗我，你骗我！哎呀，我还真替我家王爷感到倒霉呢，遇到你这么个阿杂王爷，口口声声说爱我家王爷，那怎么着呢？爱都爱到主动的爬别人床上去了，你这份爱呀，还真是稀奇又变态呀！你这个贱人，狐狸精，就知道勾引男人！怎么了？我长得没我乐意啊！就你那张车祸现场一般，街坊四邻东拼西凑的脸，这皱纹深的能夹死苍蝇了。也难怪你呀，要下个媚药来勾引我父皇。哎呀，还算有自知之明，还明白你这个样子，在父皇清醒的状态之下，就算给你扒光了，父皇都瞧不上你。呸！他这样算不算是站着躺枪呢？将求助的眼神看向自己的不孝子，想让他管管自家媳妇儿，这怎么说自己也是一国之君呢？启禀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宇哥郡主买通了小钳子，在您的茶水之中下了媚药。这茶您还没来得及喝呢，王妃就来了，误打误撞的将那茶给喝了。父皇，儿媳这是替您挡了无妄之灾啊！若不是儿媳把水给喝了，那您岂不是着借人的道了吗？那您的清白可就没有了。这小妮子又想做什么？他一个拥有3妻4妾的糟老头子，还有什么清白可言？皇上，林家的人带来了。传。皇上恕罪啊，臣教女无方，让他起了这歹毒的心思，来勾引皇上，这个孽障。哦，我就奇怪了，你怎么知道你那个宝贝女儿勾引皇上了？自你进门开始，没人提过这茬吧？我们是听前来传信的侍卫说的。这个蠢妇！侍卫说的？侍卫是皇家的侍卫，还是你林家的侍卫呢？竟敢将宫内机密透露给外人，好大的胆子啊！哦，不对，应该说是林家主，你好大的面子。哼，你还真是朕的好臣子啊，手伸得够长啊！不说实话是吧？来人，将他拖去刑事，朕都要看看，是他的嘴硬，还是朕的刑具硬。是。皇上，真是冤枉的，真是冤枉的！皇上饶命！我说，启禀皇上，
是臣一时鬼迷心窍，动了不该有的心思，指使自己的女儿进宫来陪王伴驾。臣见皇上这多年不曾踏入过后宫了，生活难免太过清苦了。小彻，给皇上下媚药是个什么罪过呀？诛九族。哦，总听说诛九族，这九族都什么人呢？九族是指父族4、母族3、妻族2。哎呀，是这样啊，那这一下子岂不是林家直接绝户了？确实是这样。皇上，臣知罪了，皇上饶命啊！哎呀，皇上饶命啊！饶命？不想死，那就将事情原本的交代出来。是，臣妇统统交代，都交代。皇上，请您明鉴呐！皇上，微臣教女无方冲撞了陛下，微臣定要让他以死谢罪，还请皇上成全。父亲，这药可是您亲自交给女儿的，也是您让我来勾引皇上的，怎么如今事情败露，父亲就要推女儿出来受死的？你闭嘴！皇上，微臣都已经交代清楚了，皇上是不是可以将真凶缉拿之后，放臣回去？朕何时说过要让你回去了？是臣误会了，臣兀自揣测圣意，微臣该死。啊，吵死了！来人，堵上他的嘴。遵命。皇后娘娘，林家可是你的母家呀，老爷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兄长，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这么大的罪，让我怎么求？现在想起他来了，想将自己女儿送上龙床的时候干嘛去了？不是的，你不能撒手不管。收起你的演技吧，看着真够拙劣的。你算个什么东西？哎呦啊！我们听说太子那方面不行了，既然都做不成男人了，那我们猜想这太子人选恐怕就要成为泡影了。若是太子被废，皇后娘娘又不得圣宠，所以我家老爷才想着将自己最疼爱的女儿送进皇宫陪王伴驾。这太子行不行的，你又怎么知道的？依我看呢，是不是赵王爷这边路行不通了？你们已将自己的女儿送去过萧逸床上了？来人，去将太子带过来。是。你个贱人，亏你还嫁入林家多年，竟不知你就是个搅家精！你胡说八道什么？本宫的叶儿要多健康就有多健康，都是你！自打你出现之后，就半点好事都没有。哎，别啊！你们家的破烂事儿扯我身上干什么？说吧，药哪来的？毒谁下的？说。是一位游方术士那里买的，毒是皇后身边的奶嬷嬷帮着下的。不过我女儿与战王的事情也是真的，他们两情相悦也是真的，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想不想啊？你知道怕就好了。看见没有啊？老娘就是教教你怎么做人。老娘的男人是你随便能攀咬的吗？不行啊，他不能够坐以待毙呀，必须赶在一儿到来之前先做个了断。哥，对不起了，只能怪你们太蠢，妨碍了我儿子的成皇之路。既然如此，就别怪妹妹心狠手辣。皇上，臣妾有话要讲。皇上，臣妾管教无方，就让兄长做出这等糊涂事，险些酿成大错。
臣妾身为中宫皇后，最是该以身作则，请皇上不用顾念与臣妾的恩情，依法处置就好。臣妾定当毫无怨言。皇上，怎么了？太子失踪了。我们的人已经将太子府都给转遍了，确实也没有发现太子的身影。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叶儿身体不好，已经卧床休息好些日子了，怎么可能会突然不见呢？你们找清楚了没有啊？启禀皇上，此人正是太子府的执事。这伤，回皇上，我们在府中寻找太子的时候，这个人始终在暗中监视着属下们的一举一动，并且还在属下们不备之时拿着匕首袭击宫中的侍卫，属下以为是贼人，这才出的手，现有凶刀呈上。等等，这匕首是怎么会在这里呢？看来军营中的奸细还未全部拔出干净啊。什么意思？这是战家军的最新装备。战家军的最新装备？正是。那为何会在这里？我哪知道。这柄匕首哪来的？说。云烨，这货不说实话，你给治治。我说，求求饶命啊！这么点胆子，还敢觊觎他家男人？放心，今天就是林家覆灭之日，林家的人，本王一个都不会放过。啊？3番5次伤害于你，本王岂能让他们继续活着？可咱们手中有他们犯罪的证据吗？这些就不用你操心了，你只需看戏就行。以后的事情都有我，你都不许涉险。说吧，究竟怎么回事？小人是太子府的执事，受太子的命令混进了陈方带领增援飞扬的军队里。这匕首就是在飞扬军用的时候从战家军的库房中偷来的。这柄匕首锋利又轻便，是把不可多得的好武器，就想着拿回来，让太子殿下也找人试着打造出来一批，配备给咱们自己的军队。太子并未有军权，哪来的军队？其实太子养私兵的事情，又怎会逃脱他的耳目呢？是私兵。林婉在一旁眼巴巴看着那名男子将伊儿的事情全部抖了出来，可他竟不知道何时被人点了穴道。还真是朕的好儿子，天启的好太子啊！勾结外敌，戕害手足，好得很，真是好得很呐！说，那个畜生如今在何处？太子悄悄地去了关押张怀太子的别院。我杀了你！皇后，这就是你胡说八道的下场。皇后，在朕的面前杀人灭口，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呀！皇上，臣妾是无心的，臣妾只是想要将凤钗拔下来再戴好而已。谁成想，这脚底下一滑，又十分不巧，竟插在了那个人的胸口上，还请皇上明鉴，臣妾真的是无心的。林婉，你莫不是将我们全部都当成傻子了吧？皇上这是什么意思？是相信了那个人的话吗？你以为你跟那个孽障这些年来做的事情，朕真的一无所知吗？臣妾没有，一儿没有。皇上，你不能误听了贼人的谗言，冤枉了臣妾与太子啊！是战王，一定是战王安排的，这人是他安排的，他觊觎太子的位置，所以才想出这样的法子来陷害我们呀！皇上明鉴，皇上明鉴呐！事到如今，还敢攀咬战王？冤枉啊，皇上，臣妾说的都是实话。冤枉！战王始终嫉妒伊儿，他肖想太子之位，所以才搞出来这么多事儿。皇上定要明察呀！嫉妒太子的位置？没错，就是嫉妒伊儿的位置。伊儿是你亲封的太子，是你从小疼到大，并且寄予了厚望的孩子，你可不能让人冤枉了他呀！皇上，为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林家的那些心思。当初朕
原本就是想册封彻儿为太子，是月儿拼命阻止，我才作罢。况且那时彻儿年幼，羽翼不丰，真怕有歹人会起心思要害他，这才将叶儿立为太子。别以为所有人都将权力看得那般重要，不妨实话告诉你，我早就想废了太子，改立彻儿为储君。是彻儿，他根本就不想当这个皇帝，否则你以为你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的事，我还留着你们嚣张到今日呢？你好狠tâm心，叶儿，他也是你的儿子。哼，叶儿究竟是谁的孩子，你心里清楚，我心里也清楚。他竟然已经知道了吗？你胡说什么？当年那个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不是吗？嘴张那么大，虫子都飞进去了。小车，父皇什么意思啊？太子不是亲生的吗？皇后给他戴绿帽子啦？快说啊！我去，没话唠啊！哦，然后呢？然后就是皇后最终生了个男孩，并不是女孩。啊，男孩？那为什么说萧逸又不是父皇的孩子啊？或许是先天胎力不足，还是生产过程太久。总之那个孩子一出生就是个死胎。总而言之，林家预备的孩子刚好也派上了用场。林相，还不说实话吗？皇上，我们林家只是您豢养的一条忠犬而已，既然是忠犬，又怎么敢做出这样天大的错事呢？臣万万不敢，万万不敢啊！一条鲜活的手臂便被他削切下来。朕给了你们林家太多次的机会了，可惜你们都不珍惜，那就别怪朕不讲情面了。完了，这下真的要完了。启禀皇上，人已经带过来了。带进来吧。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岁！陛下有令，平身。萧逸，你怎么会在张怀太子的别院里？父后，你个狗奴才竟然敢阻拦我！是谁给你的狗胆？信不信老子找人弄死你，顺带着将你的主子的府邸也给他铲平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在你父皇面前竟然也敢亮出佩剑，你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萧逸，儿臣在。大半夜的，你去张怀太子的别院做什么？这下完了！胆敢胡言乱语者，杀无赦！父皇，晨儿，你那里有没有什么可以验证是否是亲生父子关系的方法？有啊，父皇，当然是有啊，滴血验亲就可以了。准备1碗清水，将2个人指尖血一同滴入碗中。如果是亲生，那么血就会相融在一起；若不是亲生，那他们的血液将无法融合。来人，沸水！不许去，不许去，谁都不许去！父皇，为什么要验那个什么滴血验亲？该你了。林婉刚想出声阻止，可只感觉到胸口一麻，就连眼珠子都不能转动分毫。朕之嫡长子，在降生之时便已夭折，此人只是罪父林氏从林家旁系之中抱养得来。如今事情既然已经真相大白，那朕自今日起拨乱反正，萧逸褫夺其太子封号，贬为庶人，上交宝册宝印，收回其萧氏姓氏，关入天牢。至于林氏一族，便交由执政司处置，查其罪行之后，据实上报。皇上，你不能这样对我呀！皇上，你我夫妻20几载，你就真的狠心至此吗？朕就是念着这多年的夫妻情分，才免你一死的，只将你幽禁罢了。如此，你还想怎么样？萧逸小的时候，他也是真心疼爱过的。直到后来知道萧逸并非自己亲生的孩子，萧浩都没想过要杀他，给他一方封地，
让他先去封地居住。千不该万不该的就是他3番2次的对自己的彻儿动手，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彻儿的命啊！皇上，启禀皇上，民妇有事要禀告。压下去！哼，这小子没眼力见儿的，连个妇人都治不住不成？还能叫人挣脱了冲上来，没瞧见皇上的眉头都皱在一起了吗？是贤贵妃，是跟贤贵妃的死有关。你说什么？月儿的死？苏月，他的小月儿，他此生唯一的挚爱，也是这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伤痛。你没事吧？自打母妃去世之后，贤贵妃成了宫中的禁忌，谁都不敢提。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朕可以饶你不死。贤贵妃的死，月儿不是病死的吗？难道她的死因另有蹊跷吗？小皇上，小皇上，说吧。当年贤贵妃正值青春年华，身体一直在太医精心的调养下，气色红润，身强体健。说重点。是，说重点。重点就是身体那么健康的贤贵妃，怎么会突然有一天就一病不起，药石无医了呢？再敢说废话，死！好家伙，这人生起气来比空调都冷啊，冻死人了。是皇后啊，不对，她现在已经不是皇后了，是林婉。是林婉在贤贵妃的沐浴的池水中下了毒，经年累月下来，身子早就被亏空了气血，死亡是迟早的事情。不可能啊！当时的太医没说月儿是中了毒，他只是淋了雨，染了风寒，转而发展成了心疾，这才去世的呀。皇上，父皇直接点了消耗周身的几处血脉。皇上是激怒攻心，再加上太过悲伤，以至于锁了心脉。彻儿，是父皇对不起你呀，对不起你的母妃呀！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让她被人给害了，被人给害死了。可笑的是，我到今天才知道。父皇，药丸不要吞下去啊，含在舌下。丹参滴丸有活血化瘀、理气止痛的功效。父皇，可舒服些了？让你们担心了。怕你死了。真是吓死人了。没想到，当着这么多年的皇上，也算是见过了大风大浪，没想到竟然还能激动成这样，像个愣头青似的。但众人听了，却不由自主的心头一酸。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地上这么硬，又这么凉，你也敢往上跪？也不知道仔细膝盖疼。行了，全天下都知道你媳妇宝贝，你还能不能有点出息啊？哎呦，可疼了没有啊？自己的媳妇也不知道精心着点儿，要是真的伤着了，我看你怎么办？还不都是因为你啊？这边的事情由我父皇处理就行了。折腾了半宿，你也累了，我扶你回去。那你累了一定要说，照顾好你主子。是。张怀太子，你是北夏国的人，在使者进京之前，我们不会为难你，但也请你记住，你只是个质子，小命始终掌握在我们天启的手里。好好待在你的别院里，莫生事端，否则……启禀皇上，皇后娘娘跑了。什么？真是够了！刚刚林婉被带走的时候，林氏还没有检举他毒害贤贵妃的事情呢。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林婉是不知情的。那么是谁通风报信的呢？岂有此理！找，掘地3尺，也要将人给我找出来。我想我知道他去哪儿了。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他应该去你母妃的宫殿了。你怎么会这样想？直觉啊。直觉，这能准吗？走吧。立春，咱们回吧，这边没咱们的事了。果然是关雎宫，那边有火光。王妃擦的也太准了吧，比算卦的都准。火光？什么火光啊？关雎殿吗？着火了？不是着火，是灯光与火把的光亮。你们几个人把这些灭火器给王爷他们送过去吧。我总感觉心里毛毛的，搞不好那个林婉会放了火，烧了关雎殿。咱们回去吧。王妃，您还没说，你那个印象中为什么太子殿下会倒邪呀？你们也想知道？
哼，这个嘛，很简单呢。那个萧逸啊，之所以会突然倒下，是我让云儿盯着他，然后趁机点了穴道而已啊。至于张怀说的话嘛，哎呀，那段张怀太子承认自己杀人的话呢，是我二叔在空间里帮忙剪辑的。于毅，属下在。谢谢你们愿意陪在我身边，真的，我感觉我太幸运了。应该说，能认识王妃，是我们这群人拯救了银河系才对。是这样吗？是。我有这么好吗？有。于毅，难得你开口夸人的，怎么又回老样子了？你不能再多夸两句吗？我嘴笨，王妃是知道的，不然我换鱼儿进来，他会夸人。哎呀，早饭来了，咱们在院中吃吧，还凉快一些。媳妇，你还真是料事如神，谢谢你送来的灭火器啊，否则母妃的关雎殿就被那毒妇付之一炬了。你都不知道，自从母妃去世后，她遗留下来的关雎殿就是父皇的精神寄托。如果关雎殿被烧毁了，那父皇的精神也会跟着垮掉的。行了，不是有枕头吗？你还让我折你手臂，你看压麻了吧？别碰，针扎痒了。还知道难受呢你？那你知不知道啊？这压久了手臂会坏死的，要切掉。临时决定住宫里，这不是没得枕头吗？宫里的枕头都太高了，怕你枕了不舒服。我帮你梳头吧。好啊。对于这样的热情服务，凌晨是断然不会拒绝的。毕竟男人的积极性是不能被打击的，否则日后即便你主动让他帮你梳头，他可能都不会做了。疼了你就说，平日里看你自己梳头发挺容易的，熟能生巧呗。那看来我以后要天天帮你梳头才行。天天帮我梳吗？这不行啊，这传出去不怕人笑话你吗？堂堂天启战神，见天在家给媳妇梳头。那是他们没有真心爱过一个姑娘。要不我自己梳吧。终于凌晨忍不住了，这都10几分钟了还没梳完呢，他想去上厕所了。等以后有了闺女啊，我就帮你们母女2个一起梳头。那要是儿子呢？这么梳疼吗？我手下没轻没重的，要是疼了你就吱一声，千万别忍着。啊，哼，不错不错，咱们萧师傅的手艺很不错。那给你的小费，好好干呐，把本姑娘伺候好了，以后啊，这都是你的。你在玩火啊？你这有多饥饿啊？摸脸都不行啊？我饿还是不饿？难道媳妇不知道？我哪知道啊？我说要帮你的，你又不肯，你自己愿意憋着，赖谁啊？你就不怕我去找别的女人？怎么听出一些福利的味道呢？好啊，那你找去啊，找好了我让你净身出户。就先净身呢，再出户。花落沉重回眸，好厉害啊！志阳哥哥好厉害！好厉害！你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呀？哎呀，干嘛？什么意思啊？明知故问。这天都黑了，你也不回家？你家大人不找你吗？呀，凌晨，你回来了，我可想你了。喂，我进宫才1天呢，昨天我们刚见过面好吗？想我？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你这话说的，这不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咦，肉麻死了！你这说话对象选错人了吧？晨儿回来了。你们这玩的什么啊？这么热闹？没什么，就是在院子里等你，等到无聊了，耍了一套借术而已。哎呀，行了行了，眼睛都粘上去了。你好歹是个女儿家，能不能矜持一下？矜持什么呀？能当饭吃吗？能追到你大哥吗？能当你的大嫂吗？这么豪放的言语，当真是一位古代大家闺秀能说的吗？不对，有猫腻啊！他定是错过什么了。去加个炭火，再寻2只羊腿。王妃饿了。走吧，先去坐一会儿，等会儿就能吃了。大哥，对了，我给二哥画的那个军队训练场的图纸，建怎么样了？估计差不多了，改日去看看。如果军中每一个人都是会内力的武功高手，那咱们的军队岂不是无敌了？
想得到美，一个内力高强的武功高手，哪个不是最新武学数10年的成果？相公，我问你啊，你的内力高到什么程度了？相公啊，你果然厉害。莹儿，你烤肉就烤肉，别一边烤一边吃啊！你看看那羊一会儿都被你给吃没了。有好吃的部位，当然先紧着我们家王妃了。王爷，府上出事了！啊，糟了，糟了，父皇！王爷，你快过去看看吧，皇上他……云姨，快进来！糟了，又是股杏儿的味道，还有大小便失禁的味道，以及排泄物的味道。看来真有人中毒了，并且已毒发昏迷，大小便都失禁了。氰化物有毒，你出去，只有我呢，放心吧。王妃。而此时此刻，他的口鼻已呈现出鲜红色，是苦杏仁的味道。亚硝酸钠打入葡萄糖液中，缓慢进行静脉注射。王妃，皇上的病情似乎比德公公要严重了许多呀。氰化物中毒，较重情况之下，可以用2甲氨基苯酚和对氨基苯丙酮作为高铁红蛋白生成剂。中毒，立即击入4-DMAP。严重的时候，1小时后重复先前使用一半的剂量，应用本品之后，严禁再用亚硝酸的药品，防止高铁红蛋白生成过度。然后是王妃这是做什么？谷雨氰基有很强的亲和力，可以形成稳定而低毒的氰谷化合物，从尿液排出。常用1到5%的异地酸2钴，或可葡萄糖液配置20毫升静脉注射，或是40%强谷氨素10毫升缓慢静脉注射。王爷，你快看看王妃！晨儿，你醒醒，你别吓唬我呀！王爷，王妃就是太虚弱了，缓一段时间就好了。我父皇那边有了袁太医了。是，老臣定当竭尽全力。李川，去打下热水来。王妃身上全是汗水，湿漉漉的，我怕她不舒服。你怎么了？王妃太可怜了，怎么不是生病就是受伤？那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要我说，就怪王爷，就是……你不想活了？会说什么呢？是啊，陛下这话说的没错啊。自打晨儿遇到我之后，他便接二连三的出事，总也不得安宁。是我的错，我没有保护好他。有时候我都在纠结，说是他离开了我，是不是就不会多灾多难了？你是不是不要命了？竟然敢指责王爷的不是？是不是王妃平日里太惯着你了，将你惯得无法无天了？以王爷对王妃的深情，若是真将你的话听进了心里，打从今天起便疏远王妃，甚至是再也不见王妃了，那可怎么办？不能吧？这若是真的，是真的，你就死定了。不会吧？你完了！喂，你们3个，等等我！要不要这么没有义气啊？还好他们家立秋不像立夏这般没脑子，否则时不时的来上这么几句，到时候他不得被吓死吗？你说王爷会因为立夏的几句话就离开王妃吗？不知道。算了，不想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这些事儿也不是咱们可以操心的。行了。行了。哎，小车，你怎么了？怎么一夜之间变成这个样子了？自从你与我在一起之后，灾难就从未断过，不是生病，就是中毒。前天是这样，昨天又是这样，你再敢说一遍，我怕会给你带来伤害。你说错了，重来，想好再说。我发誓，以后绝不会让你再过这样的日子。我会保护你，我一定能保护好你。我又说错什么了？难道说的不对吗？打顺手了，一时没收住。呵呵，好吧，他这一晚上还真是白纠结了。王妃好可怕！你完了。第二天，天启皇身中剧毒的事情，外人并不知情，可战王爷被战王妃一连打了3个耳光的事情，整个京城都知道了。战王妃彪悍如母夜叉的形象则流传开来。
王妃，这房子好阴森啊！哎，我听说这个王妃是王爷路过山野村舍的时候遇到的，谁成想这女子见到咱们王爷好看，纠缠上不放了。王爷无奈，这才将人给带回了京城。哎，我也听说那战王妃足有5尺7寸高，生的那是虎背熊腰，哎呀，更是练得一身铜皮铁骨，刀枪不入啊！不是吧，那也太吓人了，简直跟罗刹鬼一个模样的呀！邢展今日刚进京，就想着先到茶楼去喝杯茶，之后再回邢家。公子，再给我乱跑一个试试！还有你也睡觉去，再敢乱跑一个试试！这古代的病人一个赛一个的不听话，真是气死他了。皇上，您这么做真的好吗？王妃，原来食物中也有剧毒的呀？是啊，其实有很多食物是相克的。王妃，食物还有什么相生相克的东西，或者是不能一起吃的东西吗？给我们说说吧。对啊，王妃就告诉奴婢们吧。杏儿也想知道吗？哎，谢王妃。你们也想知道吗？想知道。想听就过来听，识字的拿笔记下来，以后要注意点啊，有些东西吃了会要命的。天啊，怎么这么多？对呀，今天王妃娘娘若不是告诉我们，咱们还真的不知道呢。但愿只是个巧合吧。树欲静而风不止，说的就是这个吧。近2日，凌晨的胃口都不太好。今天吃了些什么？进的多不多？根本什么都没吃，您看看。不合口味。萧彻，野杏的事查怎么样了？那些厨师均是一口咬定，那些杏仁都是买办处送进来的，而且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些做糕点用的是木薯粉，而不是他们以为的葛根粉。我看事情不简单的，萧彻，那些苦杏仁很明显的是经过工序提纯的，否则的话，即便是生的苦杏仁，也不可能达到只吃1口就会中毒身亡的地步啊。还有木薯粉，这2个食物之中都有氰化物的毒素，怎么会那么凑巧呢？怎么可能是巧合？一定是有人刻意这样做的，就是不知道那人。你是想说你们这个时代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生的苦杏仁和木薯粉里含有氰化物，对不对？你是不是傻呀你？你以为是谁啊？我、二叔、萧晨？当然不是，我怎么会怀疑你们3个人呢？我发誓不是我。我当然相信你。相信就相信吗？你打我干什么？算了，跟你说不明白。很疼吗？我又不是小孩子，放开我。萧彻，我还是那句话，苦杏仁是经过提纯的，即便不愿意相信，也不得不承认，在京城范围之内，恐怕还有一位穿越者存在啊。而这个人的知识储备和头脑都不低，否则也不可能会知道如何提炼氰化物了。什么时候穿越成批量生产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有没有带什么现代物品呢？王妃，您说这事儿是真的吗？这只是我的猜测罢了。那会不会是从书上看来的？书上看来的？李川，我记得100年之前呢，皇宫里是不是有一位穿越者啊？就在宫里面进别墅那个女人。女人？是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听说那地方闹鬼，然后就被封成了禁地，早就不让旁人靠近了。那李川，咱们过去看看吧，反正这会儿我也不困了，咱们去逛逛。走。哇塞，还真是一座别墅啊！除了窗户上镶嵌的不是玻璃之外，余下的几乎跟现代别墅一模一样。看来还真是有前辈来过了呀。这种砖头是用糯米浆加上生石灰别制成了。王妃，这房子好阴森啊，我感觉后背一下子寒津津的，很不舒服。王妃，这房子好阴森啊，谁说不是呢？这地方还真的有些邪门。雪儿，你来看看，这屋子里可有什么灵异的东西？有杀气。还蒙着个面具呢，我倒想看看你长什么样子。这个男人没有死。你什么人？今天落在你们手里，算我倒霉，要杀就杀，何必有那么多废话呢？ Who are you？ 什么有？你有什么有，我都不怕你。杀了吧！瞪什么瞪啊？再敢瞪的话，把你眼珠子挖出来，信不信？怎么就杀了？我还什么都没有说呢。王妃，为什么他会毫发无伤啊？
你想说是你的事情，可我并不想知道。你能不能正常一点？哪有你这么审讯犯人的？哎，你说你是犯人，明明就是个死人呐，还有什么好问的？我怎么就成死人了？你问我了吗？你问我了，我就告诉你啊。我是问了呀，是你先不说的，对吧？那你再问，我就说了呀。这个可怜的男人又被自家王妃给绕进去了。好，我问你，但你要再不说的话，可别怪我了。那我说了，你不能杀我。就这个智商，还来当杀手吗？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放过你啊？你杀了我，我家老头子是不会放过你的。怎么着啊？你家是开杀手组织的？今儿个我宰了你，那明天呢，把你老子引出来。不，你弄错了，我不是个杀手，我是魏月侯世子宁霄。你说你将我给杀死了，我家老头子会不会跟你算账啊？好家伙，差点就惹祸了。魏月侯与国公府正好相反，国公府是男丁兴旺，等着盼女孩，而魏月侯府正好相反，魏月侯老来得子，看得跟眼珠子似的，宝贝得不得了。你说你不是刺客，你躲树上干什么？还有啊，这是皇宫，不是你家后花园，你跑这干什么？鬼鬼祟祟的。我来这里做贼呗，不鬼鬼祟祟的怎么行呢？我前脚刚进来，你们后脚就来了，那我不得躲起来吗？你说话就说话，还藏头露尾的，见不得人吗？我倒是要看看你长什么样子啊！好俊的男人呐，要不是先有了萧彻，这男人的长相绝对会惊艳到他的。这男人很好看啊，竟然还看这么久。哎呀，虽然你这个人呢长得没有我家相公好看，但也挺帅的呀。那你没事戴什么面具啊？难道是为了遮掩你这个男神女相？帅吗？真的帅吗？你还真是个有趣的人呐！你是哪个宫的娘娘啊？不在院子里面采花扑蝶，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哎，奇怪了，刚在树上的时候你怎么没受伤啊？就靠他，这是邢大哥给我的，说着能保命。啊？不是吧？防弹背心？你也认识邢大哥吗？既然你是邢大哥的朋友，那也就是我的朋友了。哎，这个宝贝送给你吧，就全当是见面礼了。你哪来的？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名牌香水的瓶子啊。这个瓶子是我在这个院子里捡到的，看着漂亮又能散发出香味，我很喜欢，就留下喽。至于有没有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今天我是第2次来到这里而已啊。那你刚才在树上的时候，为何要杀我们呢？我什么时候要杀你了呀？我说了呀，我前脚刚进来，后脚就看见你们来了，慌忙就躲到树上去了，再之后就被你们发现了，再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呀。怎么样，没受伤吧？九哥，嘿嘿，九哥也来了呀，那还真是巧啊，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别告诉我父亲行不行啊？我凭什么帮你？有什么好处？我能给九哥介绍女子，这算不算好处啊？哎呦，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啊？王爷小心！乖乖，这东西有毒吧？九哥，你这是又得罪谁了呀？这是？看来有人是不想让我们进去啊。进去看看吧，你留在外面。好，我听你的，我不进去，我在外面等你，你要小心啊。乖。王妃小心，有剑，保护王妃。你把这个穿上，别一会儿真的死了。穿什么都没有用，今天你们将全部都死在这里。姐姐，房顶上一共有3个人，分别是11点方向、12点方向以及3点方向。杀了他们，我只有一句话：只许成功，不准失败。再有就是不要受伤了。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王妃，这人的身上什么都没有。我担心九哥他们，那里面会不会还有个异人啊？要不然，我们把黄伯伯身边的那些暗卫调过来呀。不行，如果敌人调虎离山，那就糟了。别想了，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走吧。王妃，这是他画出来的地图。我去，这简直是迷宫嘛！好家伙，这个规模，大半个皇宫的地下全都是交错的密道啊！这简直是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一样，更是有许多的出口，有的在宫殿下面，有的在枯井里面，或是假山中间。王妃，他们是龙翔的人。什么？回禀王妃，这个男人说，他们的军队一向驻扎在山上，可不知道为何，
前几天闹过一次大事之后就失去联系了，如今守在这里的不足50人。哦，瞬间想起半个月前那场山洪，他们的营地该不会就在我杀的那面山壁后面吧？有大汉画的地图以后，凌晨一行人前进速度果然快了很多。好大手笔啊！这是个什么啊？池室内正中央不止停着一辆斯泰尔重型半挂车，而是一辆改造过后的巨型房车呀。这车停在这里将近100年了吧，保存的这么好，几乎没什么灰尘。想必这么多年来有人坚持打扫吧？奇怪了。王妃，那边有个房间，里面都是书。都这么久了，电动踏步一定损坏了。你们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我就不进去了。走，我们去那个书架看看。这哪是个书架呀，简直是个小型图书馆吗？农业、科技、历史啊，前辈啊，既然你这么有学识了，为何不利用你的知识改变这个落后的世界呢？食物相生相克大全，这是什么玩意儿？我们先出去吧。凌晨想着这位前辈很有可能是开着房车，带着一堆书籍去自驾游的吧，然后莫名其妙到这里来了。前辈估计是在这个位置上去世的吧，或许他还存着希望，在自己死亡的时候能够开着自己心爱的房车再穿越回去呢。这不是皇后娘娘的寝宫吗？喂，什么？走吧。二哥，二哥。哎呀，肚子好疼啊！哎呀，这是战王临走时吩咐的，命元太医在这里等着，王妃一旦回来，可能会需要请平安脉的。这个男人要不要这么贴心啊？难道已经猜到他看到二哥的时候会用肚子疼这一招吗？连大夫都准备好了。这一夜的皇宫中，四处灯火通明，哭喊声、惊叫声热闹了一整夜。王妃醒了。几点了？奴婢刚看过表，刚刚早上7点钟。王妃洗漱吃饭吧，宁世子已经在殿外等你很久了。九嫂，你这东西也太好吃了吧，比御厨做的还好吃呢。哎呀，看你这个吃相吧，你们威远侯府就成这个样子了。说吧，一大早的什么事儿啊？你来蹭饭呢？九嫂，救命啊！然后呢？哥们儿，咱能说了吗？原来威远侯府里来了一位不知道有多远，总之将将卡在五福边缘的那么一位远房表小姐。有一日，我喝多了，然后你把她给睡了？什么？你一个女子说话怎么能这么粗鲁？不就那么回事吗？怎么那么多废话？你到底说不说啊？不说的话，哪凉快哪待着去。那你就娶人家呗，有什么可说的？哎，不对啊，我说你这个臭小子该不会是想始乱终弃吧？不是，九嫂，你听我说完啊。事后我正懊恼着认倒霉的时候，我身旁的阿成提醒我，他说收拾床褥的时候没见着那个的痕迹啊。没有痕迹是指落红吗？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哼，这个傻狍子让人给讹上了。晨儿，你回来啦？吃饭了吗？我吃过了。这不是有傻狍子陪我吃吗？傻狍子，这是在说我吗？你真像啊！天啊，九哥，怎么连你也跟着九嫂欺负我呀？自己送上门，怪谁啊？你那破事儿还没解决啊？原来你也知道了。他前几日来找过我，我没管。为什么不管啊？要是被人讹上怎么办啊？那个女孩子那么有心机，嫁你们皇室来了，那不是一锅的好粥混进一颗老鼠屎吗？没错，就是老鼠屎。这件事情我管了，我就看不惯这样的人，看我怎么治他。底下的事情我还没有处理完，没时间陪你。你去找点事情做也好，不过千万不能让自己受伤，知道吗？这地宫的事情远比想象中还要复杂呢。总之，北夏军进宫的时候，都没见萧彻如此焦急过。九嫂，九哥对你可真够好的，他赶回来其实就是想来陪你吃饭的吧？从小学业武功处处优秀的九哥，是他童年的偶像啊。喂，你确定你们什么都没发生过吗？又发誓，说话就说话呗，我信你就是了，别动不动就发誓。神仙那么忙，哪有时间管你啊？好吧，我真的没有碰过他，我又不心悦他，我想找一个能与我心意相通的女子，
就像九哥跟九嫂那样的。那女人在哪呢？准备一下，咱们走吧。这还是凌晨第一次在京城逛街，自打穿越以来，他几乎没有真正逛过街呀。那次跟萧彻办年货的时候，因为人多的关系，也没怎么尽兴，买完东西就回去了。哎呀，这京城的衣服啊，确实比远深圳好看多了。哼，土包子也敢逛这京城第一的霓裳阁。掌柜的，麻烦将那件鹅黄色的纱裙取下来，我看一看。好嘞。哦，不好意思啊。你干什么？哼，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对你怎么了？本小姐乐意，你管得着吗？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呢。出门在外的，别太过分为好。我就过分怎么着？你个土包子也敢跟我叫嚣？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哼，说出我的身份，我怕吓死你。愿闻其详。我父亲是布政司，怎么样？怕了吧？你们这群小贱蹄子，信不信我一声令下，能将这个衙门的人全部都叫来，好好的伺候伺候你们这些低贱的乡下人？好啊，你叫人去啊。一炷香时间够不够啊？你敢打我？我打你怎么了？难不成要打你还得挑个黄道吉日吗？我要让你死！哦，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呢，你再说一遍。说就说，你当我怕你啊？等会儿我爹派人来杀了你这个贱人！哼，好啊，我等着。小姐，还不快去找人！哪家的丫头啊，跑这么急赶上去投胎吗？九嫂，快来尝尝这家点心，刚出锅的，可香了。出什么事了？是谁？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欺负我们家小姐？哼，王彪，将这群贱人给我抓回去！本小姐要让他们生不如死！哎呀，你们这群蠢货，轻点儿，疼死我了！是。小姐，你死哪儿去了？跑这么慢！取出4粒威给他。九嫂，你要救他？哼，一个下等贱丫头而已，死了就死了。你说什么？喂，她是你的侍女，就是为了你才来回奔跑的。你不知道感念她的好也就罢了，还打她。若是活不成，你就是个杀人凶手。笑话，一个奴才而已，杀了就杀了。面前这个侍女，你真的不要了吗？你确定？一个半死不活的贱丫头而已，拉回去还要花汤药钱。不要了，谁爱要谁要。很好，是你自己说的哟。云一，把人带走。你们说带走就带走？问过我们哥几个了吗？哼，问你，你算哪根葱哪头蒜呢？可这贱人废什么话？叫人给我拖回去。你们还没有玩过孕妇吧？带回去给你们了。我没长脑子的话呢，老娘我帮帮你。今天老娘我教教你如何做人。宁霄，给我打！掌柜的，您过这边来吧，当心溅一身血。哎，这里面出什么事儿了？这霓裳阁自打开业那天起，大白天就没关过门啊，结果是怎么了呢？我好像听到有人在里面惨叫。散开！这么多人围在这里干什么呢？刘爷，这里面似乎出事儿了，你看关着门呢。去叫门看看，轻点敲。有人吗？哎，你敲的门吗？小娘子，是这样的，我跟头还有兄弟们巡街，远远的看见这家店铺的门前里3层外3层的围了许多人，我们怕出了什么乱子，所以这才过来看看。是小霸主，是你不要命了？喂，你做了什么啊？怎么京城的人这么怕你啊？我哪知道，谁知道他们这些人抽的什么风啊？哎呦，九嫂，你就别追究这些啊，快点办完了这边的事儿，咱们还有别的事儿呢。哦，也对，差点忘了。刘捕头，你去哪儿啊？完了，今天出门没看黄历，怎么就遇到了这个小霸王呢？这下死定了！还不滚起来！世子，有何吩咐啊？刘然，你是怎么管理京中的治安的？我九嫂出门买件衣服，竟然都被地痞流氓给欺负，你说我是不是该撤你的职？九嫂，这位夫人，
你废什么话呢？都说他是我九嫂了，听不见啊？我九嫂哎，我还有几个九哥啊？他就是当今圣上最疼爱的九皇子，也是天启最厉害的战神，战王殿下萧彻。怎么会？不信呢？你要不信，成啊？那你将我九哥喊来，你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吗？去叫去。哎呦，世子，你就别为难小的了。战王府的人又不认识我，要是我去，估计连门都进不去，更别提能见着王爷了。这件案子你给我好好审审啊！我九嫂还等着要结果呢，听着没？是，世子啊，战王妃息怒，属下一定查清楚。看这几个人没有啊？嚣张跋扈都没边了，可见平日里啊没少欺负百姓，你说是吧？刘卢快！我的个老天爷呀！什么东西啊这是？我不是东西，我爹我正是书杰。今天就是你爹来了，我照样揍你。这养不教父之过，既然你爹娘不管教子女，那我今天呢就免费帮帮他们。哪个不长眼的竟然敢欺负我素洁的女儿？给老子站出来！我打的，你当如何呀？给老子站出来！我打的，你当如何呀？嘿嘿，还站出来就好。走吧，跟我回布政司，老子今天就让你们尝尝挨欺负的滋味。哼，让我跟你走，好大的脸呢！就是，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啊！哼，我看你们往哪儿跑！今天我会将你们几个贱人都带过去，我要找这肮脏的、恶心的叫花子来，好好伺候你们这帮贱蹄子！云儿，照他的话做。是。你们这群胆大包天的暴徒，将我的钱雨弄到哪去了？你们都是死人不成？小姐都让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了，你们还不将这一群反贼给抓起来，带回去？依你言下之意，你们父女两个就是朝廷了呗？掌柜的这个时候已经十分淡定地站在一旁看着了。从刚刚对话里可以听得出来，面前这位夫人是他们家女主人呢。布政司大人，好大的威风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宰相大人呢。怎么想在我的店里逞威风？实不相瞒，你还差着不少的分量呢。呸！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掌柜，也敢在我面前吆五喝六，好大的狗胆！呵呵，我看你们都是一伙的，这几个是奸细，是反贼，而你这个破店就是京城内的据点，看我今天不将你们一锅端了！嘿嘿，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布政司大人这么大的官威呢，有趣，真是太有趣了。哼，那是你没见识，如今见到了，怎么样？怕了吗？我告诉你，你怕也晚了。即便你现在跪下磕头，本官也不会放过你们了。哦，我倒想听听了，你打算怎么不放过我们呢？带回去，立刻处决！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京城太可怕了。布政司啊，布政司，今日你这小命可是活生生的被你自己给作没喽！没见识的土包子，来人，带走！你们都是死人吗？你们只不过是我手下的一群狗，老子让你们生，你们就生；老子让你们死，你们就死。竟然还敢不听我的话，我腻歪了是不是？你算是个神马东西啊！哼，我还真是奇了怪了，这么个东西怎么当上布政司的？看在你即将一命呜呼的份上，老子就好心告诉你，我夫人是林大人的亲妹妹。林夫人？哪个林夫人？哼，乡下人就是没见识。这林夫人可是当今皇后娘娘的嫡亲嫂子，怎么样？怕了吧？林家不是已经下罪了吗？这林家所做的事情极不光彩，为了皇室的颜面，这些事情还是没有对外公布的。九哥的手下正在搜集一些能拿到明面上来的证据，到时候就能公布于众了。啊，这么麻烦？你以为呢？皇室的脸面不重要吗？切，死要面子活受罪呗。我猜这个家伙当官呢，定不是靠真才实学上去的，是林家那边使的歪招吧？哎，你说这算不算一项罪过呢？当然算。婶儿，
好久不见。嗨，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在你成为悍妇的那一日。悍妇？这王，他害怕了，真的是害怕了，他这找死了呀！小屁孩，这交给你了。为什么呀？你弄的烂摊子，凭什么交给我呀？禀王妃娘娘，宁世子，这个人交给小的处理就好，小的立刻就将人送进大理寺去。这冒犯皇亲国戚的罪名，他一准跑不了。成啊，给你带走吧，我今儿有事呢。日后这家伙罪名定下来了，烦请送一份到镇国公府给我就行了。镇国公府？去城外的乞丐堆里面将那个苏仙羽带回来吧。哦，当然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哎，九嫂，邢大哥，等等我呀！真是没想到啊，你这一路还挺热闹的。九嫂和邢大哥像多年好友一般，而且向来话少的邢大哥，在九嫂面前像个话痨一般。哎，对了，你腿怎么样了？都已经好了。经过了这段时间的休养，我已经半点痛感都没有了。这是得好好的感谢你才是。邢大哥该不会是对九嫂有什么想法吧？那可不行啊，九嫂是九哥的，可是九哥对他好，邢大哥对他也很好啊。哎呀，真的是好纠结啊！喂，你干嘛呢？干嘛揪头发，跟个傻子似的？长虱子了？他很正常啊。哎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他的晨儿还是这般可爱，心头压抑许久的感情，似乎又蠢蠢欲动了呢。不见思之如狂，但见了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心。邢战低下头时，眸中闪过一抹哀伤，可再抬头的时候，又再次恢复了平静。宁世子的表妹来了，这个小丫头估计又想阴人了吧？进来。王爷，营卫刚刚来报，王妃逛街去了霓裳阁的时候，被刚刚上任的布政司之女苏建宇当众羞辱。好好招呼招呼这位布政司大人，在京城他就是法律是吗？那就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才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利。还有什么事？王爷，属下说了，您可别着急啊。王妃在霓裳阁遇见了邢家的大公子，如今一起去明香阁喝茶。王爷，您去哪儿？叶一，敢戏弄本王，绕着京城跑10圈。围着京城跑，还跑10圈？王爷，你是想让属下去死吗？该。王爷，您听说外面的百姓对咱们家王妃的评价了吗？哦，说些什么？说王妃是个悍妇，经常的殴打王爷，还说您惧内。京城中的百姓这么贬损晨儿吗？这样下去，晨儿要受多少委屈？我是不是该出手了？王爷想多了，那些话哪里是诋毁啊？那是在夸王妃好呢，是不是？白痴啊！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背后有人推波助澜呢？如果有人在背后制造晨儿是个悍妇的言论，那么这个人会是谁？此人出手又快又狠又准，且不拖泥带水，还真是个厉害角色呢。今日要不是烟酒嘴碎，将此事告诉他，等闹大了以后他再知道的话，岂不是已错过了最佳时机吗？不过说来也奇怪，好像有人在背后镇压这件事儿。这几日街头巷尾的，除了宣扬王妃是个悍妇之外，还有一群人混迹在各大茶馆酒楼之间，说的全是王妃在大河村时建学堂治瘟疫，免费施医赠药，以及帮助王爷击退北家军队的事情。王爷，您说这又是怎么回事啊？是谁这么了解王妃曾经做过的事情呢？会是他吗？你随后跟来。哎，我说，这个秦月芝挺漂亮的呀，你真的不考虑考虑？不要，她就是天仙我也不要。怎么了？你认识她？怎么会是她呢？你也认识啊？金哥哥，你来了，真儿好想你。哼，原来还是个渣男。哎呀，绿茶配狗，天长地久哦。啊？他就是川王萧军，也就是我的三哥。哦，对，也是九嫂的三哥。川王？那他不应该是在封地吗？没有父皇的旨意，不能随意进京啊。怎么会在这儿呢？我也不知道，就是不晓得九哥知不知道他的行踪啊。秦月芝的老家是不是在川王的封地啊？是，秦月芝所在的裴峰郡
刚好就是三哥府地所在的郡县。哦，那就难怪了。看来这两个人呢，早勾搭在一起许久了。你看看，都这么熟练，肯定不止1、2次了。看来呀，他进威远侯府是有目的的呀。我能想到的是呢，这个女人讹上你了，其目的呢是为了嫁进威远侯府。可这个三皇子为何要这样做呢？喂，你做什么啊？君哥哥，人家好想你啊。我去，幸好你没有碰他，谁知道有没有病啊？哼，三皇子来者不善，将自己女儿送进威远侯府，指定看上了威远侯府的兵权。那他一个王爷要兵权做什么呢？用脚想也能猜到了吧？凡能威胁萧彻的任何杂草，抱歉，直接修理掉。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是啊，这又不是新店开张。再说，新店开张我也没见过挂白布的。哎，谁说不是呢？小媳妇这是又想要冒什么坏水了？看来有人又要倒霉了。王爷，您可算是来了。你确定是他？属下致电，真是川王殿下无疑啊。可惜川王殿下正忙着呢，没时间出来解释一番。我先上去看看，这边你盯着点吧。这是什么呀？看来晨儿操纵的实况转播已经开始了。幕布上，2具白花花的身子纠缠在一起，就在包厢内桌子上行着苟且之事。两人还在忘我的动着，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已被无数路人看进眼里去了。这是什么呀？光天化日，伤风败俗，世风日下，世风日下呀！哼，闲世风日下，你别看了，嘴上骂着低俗，眼睛却半点没离开过。这是什么呀？为什么这白布上会有人影呢？你们不懂了吧？这叫海市蜃楼，是一种神技。这就是海市蜃楼啊，我还真听说过。你来晚了。刚刚在外面看戏呢。怎么样，还精彩吗？战王爷，秦公子，九哥。萧彻眼光迸射出刺骨的冷意，犹如一柄寒剑一般扫过宁萧，险些被冻僵了。宁萧双腿一软，他做错什么了吗？嘿嘿，哎，出什么事了？你们跑什么呀？不该问的别问，给我滚回你的包间里，待着去，别想再出来东张西望的，小心老子扒了你的皮！哎呦喂，小爷我长这么大还不知道滚是个什么姿势，要不你先教教我，学会了以后就滚进去啊！爷，出事了爷！小厮啊，干坏本王的好事，我腻歪了你！而门外的侍卫牙齿一咬，当下顾不得其他了，径直把门撞开，冲了进去。海市蜃楼！闭嘴！滚出去！王爷，给老子把嘴闭上！来人，我们走。哎，奇怪啊，怎么这么多人啊？出什么事了吗？三哥，真的是你？秦月之，世子。三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你是不是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呢？他可是要纳进威远侯府的人呢，你们如今赤身裸体的在一起，发生了何事？明眼人一看便知吧，三哥。小萧，你误会了，哎，这不是春王吗？可不是吗？这不就是三王爷吗？哎，不是说三王爷去了自己的封地了吗？嘿，谁知道怎么回事？三哥，可是奉了父皇的旨意而来？九弟啊，没想到竟然会在此处遇见你。这三个还想着见过了父皇之后就去看看你呢啊！三哥客气了，我今儿个得空陪媳妇出来逛逛。弟妹，三哥，先找身衣服穿上吧。三皇兄是没有衣服吗？叶一，买身衣服回来，快去吧。九弟，你快帮三哥调查一下，今天这事情绝对是有蹊跷，你三哥定是被有心人给算计了。九哥，你别给三哥忽悠了啊！刚刚咱们看的可是清清楚楚，他与秦月之这个贱人衣衫不整的待在一起，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小萧，
三哥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什么都甭说了，三哥要是不承认，就让宫里的嬷嬷来一趟，验一下两个人的身子，是不是刚刚有过夫妻之实？若是没有，那就是我冤枉了三哥，到时候我三跪九叩着向你道歉。反之，呵呵。三哥，你怎么了？脸色好难看啊，是不是冻着了？这个叶一也真是的，买个衣服去这么久吗？宁霄，你也快过去，帮月之姑娘呢找件衣服穿上吧，这样光着可是会生病的。凌晨这一开口，又将众人的视线拉回到了两人没穿衣服这件事情上来。萧军顿时无语了，这个老九媳妇也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想到父皇震怒之后可能会有的惩罚，萧军心中更加不甘了。看什么看？还不赶紧给本王滚！信不信本王叫人杀了你们？三哥，今儿个你要是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我就去找舅舅评评理。哼，为什么三哥会跟我未来的姬妾衣衫不整的共处一室了？宁霄，我好歹也是你三哥，我是一方亲王，你三番两次逼迫于我，究竟是为何？你还有没有一点规矩了？来人，让宁霄给本王拿下！这，他怎么就忘记了？此次进京带的护卫全都消失了。夫君，我们回去吧，三哥好可怕啊！而且他到现在也没穿。你给我闭嘴！三哥好可怕呀！夫君，我说错什么了吗？三哥，你这是做什么？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你给我闭嘴！夫君，三哥好可怕呀！他的眼神像要杀了晨儿一样的。咱们回家吧，我倒是不怕死，可我这腹中怀着夫君的骨肉呢，晨儿害怕以后再也看不到夫君了。大皇子，哼，我敬你是一方亲，可如今你这也太令人失望了吧？就是，自己胆大包天无照入京不说，还做出与弟弟的姬妾暗通款曲的龌龊事情，被撞破了依旧不思悔改，反而是明目张胆的恐吓一个弱势女子，真是好大的威风哦！哼，你还有没有一点羞耻心了？天启国皇室有你这样的人，真是我们天启国的百姓的不幸啊！就是，战王妃那么娇娇弱弱的小女子，生的又是这般的娇小可爱，你一个大老爷们舔个脸去吓唬人家去，真是够不要脸的了啊！夫君，乖，不怕，有夫君在。三哥与那名女子的脖颈上，均还留着欢好之后的红痕，难道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吗？三哥，你扪心自问，真的不知道这名女子是旁人即将纳进后院的姬妾吗？况且这人还是小萧府内的，就算你不顾着自己的名誉，也不该这样作践小萧。我没有，你明知道她将是我的姬妾，还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啊！我与叶芝早在2年之前就在一起了，她是我的女人。2年前就在一起了，呵呵，也就是说你将你自己用过的女人送来威远侯府，又命她趁我喝醉跑到我的房间来讹上，是与不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啊，怎么还可以这样呢？要这姑娘怀了身孕，那这孩子岂不成了宁霄的孩子吗？天下还有这样的父亲吗？九弟，你也不管管。三哥还是管好自己吧，我的媳妇无需顾及旁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惯着，我宠着，天捅破了也有我顶着。邢展嘴角一抽，靠在一边，这么不要脸的话战王都能讲出来，看来自己确实不如他，输得不冤枉啊。呀，不好了，川王恼羞成怒，要杀人灭口了，大家快跑啊，川王杀人了。九弟，你真的要为了这么一个女人跟自己的兄长反目吗？全盛时期尚且不是九弟对手的他，更何况今日自己还腾出一只手抓着果身上的帘子呢。你就不怕我不护着他？你不会。王爷，你个贱人，你给我说实话，那晚我醉酒之后，你是如何溜进我房间佯装我欺负了你的？没想到这川王真是够激烈啊！呸，真是贱人，自己都不是清白的身子，还想去勾引别人，妄图嫁进威远侯府，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行。哎，邢展，你认识吗？除了凌晨，他记不住任何一名女子。带走。
你就别想了，那是我九嫂。你这个混蛋玩意儿，长本事了啊！你还敢欺负你媳妇了？袁太医呢？当前过脉，人肯定没走远，快点叫回来，给我宝贝儿媳妇再清清脉。要是陈丫头动了胎气，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路上，萧彻始终保持警醒，注意车外的动静。还好这一路上并未再出事。这是哪里啊？这是我们的新家，怎么样，喜不喜欢？新家？战王府吗？萧彻，这是你建的？喜欢吗？你什么时候弄的？如果我说是在知道你秘密的那天呢？骗人！那么早你就准备了？当你将我的眼睛治好之后，我在书架上翻到一本画着各种房屋建筑的书籍，一眼就相中了这一块，然后就命人在府中依着样子建了一座。这么一个长得好看、脾气好、专情又懂浪漫的好男人，怎么就被自己遇到了呢？原来两个人刚回京城的时候，萧彻没有坚持把凌晨带战王府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小楼还没有完成最后的布置。彻儿，嫁给我。萧彻，你在求婚？你要拒绝我？傻瓜才拒绝好吗？快给我带上。是吗？以前想过很多次这样的场面，也在自己的心中演练过很多次，今天终于能对你说出这样的话。媳妇，遇见你我很幸福。这么多的江湖高手，不会失败了吧？凌晨不就是一个女人吗？即便身边有萧彻护着，可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黑杀手有那么多人将萧彻纠缠住，趁机杀了那个女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你怎么了？走来走去的做什么？没什么。张亚自小就比较怕张怀这个哥哥。你以为我们困在这就不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了？我找人去暗杀那个女人了。我可是警告过你了，不要动她，至少我们还待在天庭一天，就一天不能动她。这个女人绝不是一个轻易可以招惹的人，真是不知死活啊！你自己想死，别拖累我。我有话要与凌晨说，你们让他来见我。就凭你也配见我家王妃？哼，将他的臭嘴给我堵住！以后这样的事情不必汇报，脏了王妃的耳朵。他说什么呢？他一个劲儿的嚷嚷着要见王妃呢，还说要将王爷让给王妃，只求他能够将他放出来就好。他还说想回北下，这辈子再也不来天启了。哼，这人是不是脑子长泡了？怎么傻不拉几的？王爷是他让的吗？王爷本来就是王妃的，跟他有什么关系？这兜兜转转的，他蹦跶那么半天，最终还不是落入我们手中了？想他以前在北下，多少算是个人物，如今呢，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将他丢回驿站，告诉张怀，去魅刘兄。终于将自己的小命做没了。看来这北下你无论如何是回不去了。看在我们一母同胞的份上，我会将你的尸体运回去下葬的。不，皇兄，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是您亲妹妹呀！别怪皇兄，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你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上路吧！不要杀我！你会有报应的，张怀，你不得好死。我会不会不得好死，不是你说了算的，可你不得好死是我说了算。来人啊，长公主暴毙身亡！王爷，事情办妥了。这么快啊？张怀第一时间就动手将张雅杀了。还真是个畜生啊！宫里出什么事了吗？是龙翔那边的使团要进京了。龙翔使团？两边不是要打仗了吗？这个时候派使团过来做什么？求和吗？哼，来者不善。我去，这谁的主意啊？他龙翔皇帝活腻歪了不成吗？老娘去灭了他！王爷，愚昧的人，出来集合。那什么，王爷王妃，那什么，皇上还在宫里等着二位呢。咱们是不是
别让皇上等久了呀。走吧。父皇。父皇说了，你不用行大礼。萧彻，你疯了？这是龙椅啊！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哎呦，是不是站的时间太久了？你这孩子，身体不舒服也不早说。谁让他将满屋子的椅子都摔碎了？你不坐这儿还能坐哪儿？站久了腿又该肿了。丫头，都是自己家人啊。哎呀，你就好好的坐着吧，可千万别累着了。啊，老天爷，你开什么玩笑啊？这波操作你确定不会让我丢命吗？那个我还是不做了吧，我怕被雷劈死。不怕，夏日就是雷电较多，有我在，不怕。这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有什么妖物啊？我要出去。巴克，主人，快放我出去，不然你会有危险的。我去！谁？王爷，是我。了尘大师，你们都下去，不许进来打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师平身。回王妃娘娘，小主人这是要渡劫了呀！渡劫？巴克，这不是你我能插手的事情，要相信巴克，他一定可以成功的。天哪，这是巴克吗？你是巴克吗？主人。哇塞，巴克，你这也太可爱了吧！在我面前亲别的男人，这丫头的皮痒了是吧？是不是先给龙爷找件衣服穿呢？哦，对，别着凉了。喂，你干嘛？放开！凭什么？他是我的，他是我的宠物。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对呀，别看这臭小子看起来像个男孩，实际上内里就是一条龙，一个宠物而已。我跟他较什么真，吃什么醋？哼，以一个动物的角度来看，这个小家伙长得还挺不错的。你这样的身体，多久会长大？估计要再过1000年，我就能再长大一点了。至于什么时候能长成男主人这么大，我也不知道。这样挺好，知道自己身子重，还跪这么久，死熄会膝盖疼。眼下小家伙渡劫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了。他刚才化身为人形，体内的气息还不稳定，需要好好调息一段时间。凌晨便只好把他收进空间之中。了尘见这边事情已告一段落了，小主人也平安渡了劫，他留在这里也无事可做，便起身与众人告辞了。了尘走了之后，众人望向如蜂窝一般被雷电击出无数个窟窿的大殿屋顶。不就是毁了点东西吗？你看把你这个老货给心疼的。皇上还真是好大的手笔呀，国库都穷成啥样了，还霍钱。国库很穷吗？因为海盐的事情几乎快被龙翔榨干了。这件事情始终是萧彻心中的痛啊，也是他的意难平。凌晨听到后陷入沉思，搭着个脑袋，看起来就像是沉思一般。好了，都切完了。这，你也不小心点，受伤了怎么办？喂，你都不惊讶吗？你无论拿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我都不会惊讶的。好吧。有牙印儿，是真的。这下国库有钱了，老奴再也不用发愁喽。还不赶紧去漱漱口，一嘴的血，吓人不吓人？啊！丫头，这些是给父皇的。这块金子在空间里面已放了很久了，原本是想给萧彻用来养镇家军的，可如今见父皇对自己这般好，压根不拿自己当外人，处处宠着他，疼爱他。凌晨可不是一个知恩不知报的人。给我的，都是给我的，这得有多少万两黄金呢？1两等于50克，1吨就等于2万两，这有12吨的黄金，那也就是24万两黄金了。至于是多少白银，那我就不知道了。1两黄金等于40两白银，24万乘以40的话，那就是960万两白银了，也不是很多嘛。啥？不多？
哎呦，我的王妃娘娘哎，你可知道整个天启1年的税收才多少钱呢？哎呦，我的王妃娘娘哎，这些钱都够天启近10年的税收了，还不多呀！喂，老霍，不许吓唬朕的儿媳妇！王妃恕罪呀，这老奴一时间脑瓜子也不清楚，冒犯了王妃，还请王妃恕罪呀。行了，以后注意点就是了，还不赶紧起来？是，老奴以后一定注意。这边乱糟糟的，这个时候晌午都过了，还没有用膳呢。走，先用膳去，有话咱们边吃边聊。这丫头可真是个福星啊！眼见着儿子痴痴地看着那丫头，萧浩心中一酸。曾几何时，他也会这样望着月儿，一看就是一整个下午。是啊，是我们所有人的福星，我绝不会把成儿让出去的。臭小子混说什么呢？谁也不能将朕的宝贝儿媳妇给让出去。龙翔若是想来硬的，那就打到他亡国好了。启禀圣上，3皇子在牢中闹了起来。进来吧。刚刚在地牢，3皇子闹腾着要上吊自杀，还一直呼喊着自己是冤枉的。侍卫们好不容易将人给拦了下来，他们怕出什么事儿，这才赶紧的过来禀告圣上。还有那名女子也是口口声声的喊着冤枉，非说王爷陷害的他们。哼，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要随意攀咬？也不是他随意攀咬，说的是我害着他，倒也不假。这个畜生竟然敢这样对付小兄，这要我怎么跟他儿交代呀？他的兄弟姐妹之中，只有林海棠自小与他最亲近，也是萧浩唯一的小妹妹，所以爱屋及乌，他对宁萧的宠爱绝不输给萧彻。走，去地牢，朕都要看看这个逆子，他还有什么话好说。3皇子太过分了，我从未想过要杀他。就是，我看呢，这3皇子就是不知足，皇上都不计较他的所作所为了，还不消停，净给皇上添麻烦，真是小人行径啊！你个老货，小心这说话，小心祸从口出。皇上，咱们还去地牢吗？去个屁呀！走，去御书房看看。睡醒了。父皇的意思呢，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知道。父皇这么宠你呢，你的性格呢，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呢？绝不会弄伤自己，只为了威胁你呀。他也知道你是不会杀3皇子的。就喝这么少？随着月份渐大，凌晨喝的水量也逐渐变少，上厕所的次数反而增加了许多，这令萧彻有些担心。龙翔使团到。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情啊？没看着皇上都不着急吗？你们这些老家伙倒是先坐不住了。丫头，祖父，怎么？别担心，有我们在呢。我才不担心呢，就是坐久了腰有些酸。丫头累了，快多拿几个软靠来。若是累了，我就陪你回去休息。一个小小使团而已，不见也罢。就是，累了就回去休息。原来传说之中，他们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宠小儿媳，宠到毫无原则的事情，竟都是真的。软靠来了，龙翔使团觐见。小彻，你知不知道啊？龙翔这次派的人是谁啊？是他们的2皇子朗修。2皇子？他突然想到，从大青山出发之前，他在悬崖顶上消灭的那伙龙翔的人，那个带头的人好像也是个皇子，不过是几皇子来的。有什么不妥吗？参见天启国的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谁曾想，还不等萧浩开口，龙翔那几个人竟抢先站了起来，这妥妥的是龙翔国给天启下马威呀！皇上，小王这一路走来，看到天启国在皇上领导治理下，物产富饶，国泰民安，还真是令本王羡慕不已啊！2皇子客气了，2皇子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谢皇上，其实我们这次前来是特意为天启皇帝备了一份大礼的。
龙翔使臣来我天启做客就好，何必如此破费啊？哼，也不是什么重礼，就是我们龙翔遍地都有的玩意儿。不过，虽然是我们龙翔遍地都有的玩意儿，但是对于你们天启来说，却是需要花重金从我们龙翔购买的极稀罕的东西。如今我免费送给你们天启一箱，也算是给了你们天大的脸面了。哼，我去，跑别人家地盘上还敢如此嚣张，我还是头一次见呢。凌晨对这个朗修真是越看越心烦呢。本来龙翔使团进京的事情跟他八竿子打不着关系，他也不想搭理。可恶心就恶心在这帮人竟敢求娶他，还真是好笑。叶一，赶紧找个人把这东西拿下去吧。这门外的工人干什么吃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也都敢往宫里抬吗？都不知事先检查一下？这万一人家抬来一箱子污秽物呢，也不怕侮辱了咱们天启皇帝的眼吗？你看我干什么？难不成龙翔现在就成这个样子了？一箱子闲言也好意思当国礼送出来？哎呀，不过也不奇怪，这龙翔嘛，乃偏远地区一方蛮夷呀，毫无礼数也可以理解，毕竟吃饭都成问题了，哪有钱读书识字呢？可我们天启就不一样了，我们天启地大物博，在礼数上更沿袭了不下100年。俗话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如今龙翔国倾尽国力送我们一箱子闲言，我们天启无功不受禄，更君子不夺人所好。这样吧，我代表天启转送10箱闲言给贵国，聊表我们的敬意，免得贵国因为要送我们一箱子闲言，倾尽举国之力，到时候这是龙翔的百姓全都吃不上盐怎么办呢？这叫我们于心何忍呢？你说是不是啊，二皇子殿下？你什么叫我们龙翔倾全国之力才凑出这一箱盐送来天启？这东西在我们龙翔根本就是遍地都是，根本就不值钱。哦，那贵国将这遍地都是毫不值钱的东西送来我天启，究竟是何意呢？还真是恶心到家了。想必二皇子您呐是打肿脸充胖子呢吧？穷就穷呗，咱们天启国又不会笑话你，您说是吧？哎呀，俗话都讲了，小树不修不直溜。姑奶奶，我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帮你修修枝杈。都说你们天启是礼仪之邦，可如今竟然任由一个女子在殿上大放厥词。我们使团不远万里来到天启是来献礼的，而不是来受气的。我尊贵的龙翔二皇子殿下，这俗话说得好啊，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跟讲理的人讲道理是正解，可如果是跟蛮夷之人讲道理的话，岂不是对牛弹琴吗？这个女人还真的是……二皇子还是快入座吧。多谢皇上，很好，本王记住你了。怎么这么眼熟呢？他认出来了，那是天启的战神萧彻呀。那么他身边的女人就是此行的目标凌晨了？是他发明了食盐的提炼方法吗？最初当他听说天启制造出了食盐，并还是由一个女人发明出来的时候，他内心对此事的真伪秉持着嗤之以鼻的态度。说实话，他们上书求娶凌晨，也无非是想着故意恶心一下天启皇室，尤其是恶心一下令他们倍感威慑的战王萧彻。这个女人稍后再收拾，可不能耽误正事啊。皇帝陛下，朗修此次前来，内心是抱着万分沉痛的心情。百年来，咱们两国之间的贸易一直非常愉快，不知为何天启国突然中断了两国的合作。我父皇听闻此事，一时十分痛心，特意派我前来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何事。呵呵，既然龙翔使团已到，那就开席吧。是，奏乐。天启国这帮贱人，竟然敢如此无视于我！有什么好看的？不敌你的万一。天启国的舞蹈虽然精彩，但是我们龙翔的也不遑多让。哦，如此的话，等有机会还真要见识见识啊！你们这么看着我做什么？这帮老油条啊！
小彻，秦月之和苏千羽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还是老样子。不过秦月之宣称自己怀了3哥的孩子。她真的怀孕了吗？是真的，父皇已经让太医院的人给看过了。彻儿、晨儿，你们意下如何呀？啊？什么如何啊？是这样的，刚刚这二皇子提出要与咱们天启斗一斗秦义，并且指明要你下场比试，我想询问一下你的意见。凌晨究竟会不会弹琴？小好心里一点数都没有，也不好拒绝。本王一直很是仰慕凌晨姑娘，今天总算是见到了啊！既然龙翔愿意向我们天启国讨教一下音律，我们作为泱泱大国，这无论如何嘛，也不能驳了人家求学的念头啊。这该教导的定会好好教导。父皇，您看儿媳说的可在理。没错没错，丫头说的对，确实是该教啊。大胆，一介女子竟然在这大殿上大放厥词，女子就该待在后院，老老实实的相夫教子，如此的不守妇道，还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呐！蛮夷果然就是蛮夷啊，他在你们的爪哇国久了，难免坐井观天，很难有什么见识。不过嘛，这也不能怪你，他都是个没见识的，怎好怪你这个下人呢？你，谁给你的胆子，竟敢用手指着本王的王妃？朗秀心里这个气呀，但又不得不将火给压下。这次来天启国，他是带目的来的。对于龙翔而言，天启几乎就是个钱袋子。至于下天启的面子，为难天启，想出求娶凌晨这个主意，是他个人的意思。好了好了，不是要比音律吗？什么时候开始啊？乐师，你要好好展现一下你的琴技，给天启的皇上好好品鉴品鉴。只许赢不许输，好好挫挫这个女人的锐气。既然要比赛，那二皇子可有规定什么乐器呢？无论什么乐器，你都已经输定了。哪边先开始呢？凌晨心中此刻自有算计，就想先看看龙翔的乐师的实力，再来想应对之法。自然是我们这边。太好了，正合我意。什么情况啊？那一连串简单的声音，怎么好像能够敲击在人的心灵深处一般呢？这儿，清心，这是妖书，这架古琴的名字叫做妖书。你看，它是不是很奇怪？这是一把妖琴，琴身上那些红色的光芒，估计是用人血养成的。坊间相传，这个琴能够蛊惑人心，令人神情萎靡、精神涣散，最终达到控制人心的目的。如果这把琴真是流传之中的妖书，那晨儿岂不是危险了？输了就输了，但是晨儿绝对不能出事。这场比赛我们……父皇，我可以的，我不会输的。晨儿，不要胡闹，你的安全最重要。是啊，晨儿，听话，这场咱不比了啊。战王妃是要认输吗？如果不是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乐器，只要能够演奏就即可。如果认输的话，我也不拦着啊。这把传说中的妖琴，正是朗修信心的来源以及手里的王牌。二皇子，不用您提醒本王妃，我压根没想过退出比赛。一场稳赢的比赛，我为何要退出呢？这场比赛还是算了吧，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让他自己决定吧。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情，祖父一定支持你。但是只有一点你得做到，那就是你绝对不能让你自己受到任何的伤害。祖父，确定可以吗？放心吧，姐是有王牌的人呢。哼。既然用人血来养，那会不会也是蛊虫的一种呢？那既然是蛊的话，眼见整个大殿的人全都是一副如痴如醉般的模样，沉浸在琴声之中。凌晨知道留给自己时间不多了，萧彻似乎也察觉到异样了，咬破自己舌尖，终于从痴幻中清醒过来。萧彻，你没事吧？这么嫌弃我，还将我唤出来做什么？喂，我叫你出来自然是有事啊。你看，场中央那把琴，看到了吗？小红，
是小红。你怎么那么破家？当然有啊，我可是万古之王，好不好？战云飞，哼，我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父皇，且慢。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怎么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看来这小家伙起作用了。我估计也是。这下这妖书等同于废了。果然是小红，这边，我在这边。不过一场比赛而已啊，二皇子，你又何必出手伤人呢？本王带来的人，本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棋还没比完呢。二皇子，你把自己琴师打成重伤了，难不成亲自下场与本王妃比试不成吗？如果有心认输的话呢，之前说好的赌注还作不作数啊？你笑什么？自然是作数的。本王说过的话，岂会出尔反尔？好，父皇，儿臣有个不情之请。想说什么你就直说便是，父皇都允你啊。父皇，臣儿想借用一下父皇宝库中那把稀世乐器一用，不知行不行？乐器？哦，不知道你想要哪一件乐器啊？儿媳随便挑一件就行啊。朕允了。谢父皇。父皇，如果今天儿媳赢的话，可是为咱们天启国争回3座城池呢，不知到时候父皇可有赏赐于我啊？你想要什么，父皇都应允。这样吧，将整个天启都赏给你，可好？皇上言下之意就是将太子之位传给战王吧？未来的皇后，既然已经结了死仇了，那就不死不休好。最好你们能快一点儿，本王可没耐心等那么久。不急，等晨儿的表演结束之后，如果贵国的骑士还能够下场演奏的话，我们自当再给龙翔一次机会的。啊，我们还有别的骑士。去医馆，将韩先生请过来。这是什么？宁阁老，您是音律大家，您可见过这样的东西啊？老夫也从未见过此物啊。这是什么旗呀？亮的都能照出人影来了。既然龙翔的乐师已经不省人事了，那就由咱们的陈丫头先来。我相信以二皇子的风度，定然是不会反对的才是吧？啊，这首曲子呢，保证你们没听过。小楚，这首歌呢也是特意唱给你听的。问世间穿过多少流年，才会有一次擦肩？铭记岁月，菩提树下有间，缘可卷指尖。聊岁月，热尘爱动情念，可会熬不过时间？百转千里月，美好是真雪。百转千遍，来世。自己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安静啊？小车，喂，怎么啦？难道不好听吗？啊？好听。带头鼓掌的便是宁霄，他最先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此时此刻正以一种极度崇拜的表情望着凌晨。二皇子，结果已经明显了吧？我的星期时还没到呢，你就想让我认输？做梦吧！启禀皇上，龙翔国韩先生到，宣龙翔韩先生进殿。我去，你认识他？你看他发型，短发，这个人不会也是？没错，而且这个发型在我们那个时代啊是很时髦的发型呢。你看，他右边还有一小撮被染过的颜色呢。完了，凌晨突然想起了身后摆的钢琴，他也真是够笨的，为什么弹完之后不命人收起来呢？不要担心，一切有我。哇塞，竟还是个高丽棒子！您就是韩先生吗？站那么久了，累了吧？这下子凌晨的猜想总算证实了，看来这个韩先生是个重度近视啊。食盐是我国的专利，你们不可以自己制造。还真是死性不改呀！这抢东西的习惯不论古今中外，什么月饼啊、粽子啊、泡菜是他们的，林林总总加起来，恨不得宇宙都是他们的。废什么话呢？演奏乐器是吧？赶紧麻溜快一点。比完了，我要回去睡觉呢。萧彻已经命令烟一用刚刚的红绸把钢琴盖上了。如今知道这位韩先生是个现代人，那么他就绝对不能走出天启的土地了。我会的，乐器你没有。哼，不会就不会呗，找那么多理由干什么呢？我家殿下还没说话，你个妇人，瞎张罗什么呀？找死！我要抗议，你们随意殴打他人是犯法的。怎么？难道韩先生说的不对吗？莫非在这天启战王妃，就代表律法吗？作为一个奴才，不知礼节，顶撞于本王妃，这是瞧不起我们天启的意思吗？对于这种目中无人的狗奴才，直接乱棍打死！这帮该死的无知愚民，该死的！我怎么会来到这么无理的地方？这人是在说话，我看不像，是不是在念什么咒语啊？想不到这天启的官员竟然会这般愚蠢。韩先生是神仙，自然说的那就是仙语。就你们这些个凡夫俗子，怎么可能听得懂呢？几乎已经注定要失败了。如果将韩先生的身份大肆鼓吹一下，是不是能够逃过一劫呢？哎呀，这骗人嘛，也得找个合适的理由编呢。还神仙，我呸！这个死丫头，西巴真是个混蛋！韩先生又是一通韩语飙了出来。如果还想活，你最好给我闭嘴！凌晨直接用韩语警告韩先生。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爱行刺王妃，死得好！既然已经死了，那属下就先将他带出去了，免得污了各位贵人的眼。你杀了他，他可是……怎么了？他想要刺杀我，我还不能还手吗？非要等他过来把我给杀了吗？凌晨都想给燕一竖个大拇指了。这家伙的脑子怎么反应这么快呢？龙翔的使团竟公然在大殿上行刺天启皇室成员，这罪名一旦坐实了，天启可是可以向龙翔发难的。这下回去该怎么跟父皇交代呢？恐怕今生他彻底无缘那个位置了。不知二皇子打算将龙翔哪3座城池给我们？本王觉得还是白纸黑字签字画押的好。若是二皇子行一些小人行径，出尔反尔，那本王的王妃岂不是白白忙活了这么久？当然，本王相信以二皇子的人品是不会这样做的，是吧？二皇子殿下，这位韩先生据说是您的心腹呢，那么他行刺我，是否是你的意思呢？还是你们龙翔国的意思？这是求取不成，标置我于死地吗？二皇子殿下，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交代呢？二皇子，二皇子殿下，二皇子殿下！一群废物！我没事儿。好，很好。凌晨是吧？你给我等着！回去，我们走。二皇子，这回的路上嘛，不妨好好想一想。就叫把哪3座城池给我们，一会儿我派人去签字画押，别到时候谢想啊。国爷，国妃，宫中传来了消息，昨晚上的宫宴之后，龙翔的二皇子上书给皇上，请求天启的庇佑。据说言辞间将自己的姿态放得极低，而且还随信奉上了不少的奇珍异宝以及银票等等。看样子，作为朗象天的第一爪牙，他也不是一个完全没脑子的人嘛。那父皇的意思是什么？皇上的意思是让龙翔的二皇子死，让我来问问王爷的意思是什么。哼，这个可以有啊。你去告诉父皇，他决定就好，不用跟我们商量。晨儿，你怎么看？哼，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还用问我吗？既已经决定要攻打龙翔了，总得需要一个开战理由，不是吗？原来你早就已经想好了，这倒是个好理由。只怕朗修这辈子也想不到啊，看来天启是动的坏心思，会成为我们攻打龙翔的借口。这样不是很好吗？在他最得意的时候，给他狠狠泼上一盆冷水。我知道，你为了天启百姓容忍龙翔很多年了，再等等吧，相信过不了多久，你就能挥军直上，扫平整个龙翔，以报多年来的欺压之恨。朗修以为我们天启会像以前一样忍气吞声的，想着法子要羞辱咱们。那我偏要把他这个美梦给击得粉碎，我看他能翻出什么水花来。我们再忍忍，最迟明年，定叫他龙翔国在这大陆之上灰飞烟灭。不急，反正如今你也快生产了，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离京的。我要守在你跟孩子的身边，看着你们平安。生完了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谁说生出来就没事了？那照顾孩子更麻烦，光是喂奶，2个小时就喂上一次，根本睡不好觉。父皇送了那么多的奶嬷嬷，你以为是摆着看的吗？说，你到底是什么人？送去天牢，让他尝尝刑具的滋味。如果72道刑具全上了一遍，他还不说的话，就赏他个痛快吧。有本事你们就杀了我，这么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给本皇子滚回你的上城去，别再出来丢人现眼了！出的什么馊主意？那个贱女人如今活得好好的不说，还将我们安插在天启最重要的一颗棋子都给毁了。凌晨，你很好，好得很呐，这样你都死不了啊！表妹这是怎么了？可是被谁给欺负？没事，就是走得急了些，有些气弱而已。表妹，表哥与你是一家人，你要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就说出来，要是真有人欺负你，你也说出来，表哥才好给你做主啊。表妹鲁莽了，若是想对付那个女人，就得看准时机，抓住机会之后，将其一击必杀。女儿啊，我的女儿啊，你怎么了？倒是说句话呀！老爷，你快看看哥儿怎么了？林家成这个样子，尤其是圣旨下达的那一刻起，林启元自己也懵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犯了何罪。直到听完圣旨以后，他才终于明白过来，知道是毒害贤贵妃的事情东窗事发了。本来林启元还以为皇帝无论如何也不会直接杀了他的，为此他还特意给住在皇家别院的姑姑去了一封信，让他赶紧回京城来解救整个林家，亦或是商量下对策。却不曾想宇哥没出去2日，便又被丢了回来。林启元觉得这一切可能都跟凌晨有关，不然为何皇上早不惩治林家，晚不惩治林家，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对林家下手呢？老爷，老爷，你快快去看看哥儿吧，他好像疯了。宇哥，你做什么？你该死！如果不是你，我还是林家的大小姐；如果不是你，我就不会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大牢。所以，我要杀了你！你竟然打我！我杀了你！
装疯卖傻，还嫌不够丢人吗？打你都是轻的。这就是他宠爱10多年的好女儿啊，竟口口声声的说要杀自己。老爷，你消消气，葛儿她不是有意顶撞你的，她还是个孩子呀。滚开！老爷，你就饶了葛儿这一次吧，她真的不是有意的，她刚刚就人急糊涂了。你可就这么一个嫡亲的闺女呀！这就是你生出来的好女儿，除了惹祸之外，简直就是一无是处。别帮我！葛儿，葛儿，娘亲代你父亲向你道歉，你别怪他好不好？来人！来人！快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喊什么喊？喊什么喊呢？叫魂呢？这位狱卒大哥，小女子有一事相求，只要大哥帮小女子一个忙，那玉镯就送给大哥了。说吧，你想让我帮什么忙啊？我想请大哥传讯给太子，告诉他宇哥在刑部大牢。你等着吧。他就想说见前太子是吗？没说别的。小六子是这么说的。这样啊，走去书房，我们找王爷去。这么晚了，怎么还跑过来了？也不怕天黑路不好走？你说呢？都这么晚了，你不回房间去？我倒是来看看咱们的战王爷是不是红袖添了香，乐不思蜀了呢？我们侄儿是吃醋了吗？说吧，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侄儿是为林家来的吧？说吧，你想让爷做什么？这关于林家的事呢，我们不是都已经证据确凿了吗？那个林宇哥想从大牢出来也是不可能了，所以我想去一趟，看看能不能从他口中再挖出点什么。这几天不知怎么回事，凌晨越发觉得林家似乎还有些什么秘密在隐瞒着。至于隐瞒了什么，他现在还说不好，但心中感觉还是很强烈的。所以他思前想后，决定还是打算趁林家人没有死光之前，再去牢里跟他们见上一面。好，我替你安排，但是我要陪你一起去。来人！车哥哥，车哥哥，你来救宇哥了是不是？不然呢？林大小姐，你以为会是谁呢？林小姐，你该不会以为来的人是太子殿下吧？哎呀，不对不对，你看我这记性，应该是前太子才对啊。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一哥哥就算不是太子了，那一定是个亲王。何时轮到你个乡下野丫头在这大放厥词？哼，亲王，你搞笑来的吧？一个你们林家的野种，你配当皇室亲王吗？不是这样的，你胡说八道！哎呀，这环境啊，还真是够差的。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你问问自己父母不就知道了？我不会的，你骗人，你们都在骗我。林老爷，我听说你要见本楼主。你到底是谁？你不是花了重金要见上我一面吗？如今我来了，林老爷怎么反倒成这副德行了？你竟然是鬼泣楼的楼主！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没有奖励。虽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鬼泣楼的名号在江湖上早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就连江湖上地位处于顶尖的天下第一庄，已被鬼泣楼给吞并了。不过这个鬼泣楼说来也奇怪，接到暗杀任务之前，他们就会出动自己的情报部门，先做出考察。如果目标人物是穷凶极恶之人，哪怕是不要佣金，任务也会接下来。但如果查访回来目标人物是心善之人，那么即便是座金山，他们也是不屑一顾的。原本还以为鬼泣楼会拒绝自己这单生意的，毕竟萧彻这位可以说是天启国最受人尊敬的大英雄了。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鬼泣楼竟接了这一单。虽然这佣金高的几乎是掏空了林家2/3家产了。你耍我！哼呀，被你看出来了。不过本楼主没想到的是呢，你们林家还真是有钱呢。这么一大笔钱，不买我夫君的命了，而改成将你一个人救出去。战王爷，小人冒昧的恳请战王爷
解惑。讲，请战王爷明示，此次我李氏家族被抄家，究竟是犯了何罪？没错，我们也想知道，就算是死，也得给我们死个明白吧。哎呀，林家主，你怎么都不告诉你的族人，是你纵容女儿给皇上下媚药，勾引不成，被发现了才引得祸事吗？还不止这些呢，你们的家主跟前皇后林婉合谋害死我婆婆，也就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贤贵妃。你今天来这里到底是要干什么？迷宫中那本书是不是你拿的？如果今日你能把实话说出来，不株连林家满族，怎么样啊？大二哥，咱们这些个老家伙死了也就死了，可孩子们都是无辜的。我说，老爷，不可呀！林家主，快说吧，你背后之人究竟是谁？林家主，快说吧，你背后之人究竟是谁？易哥哥，你来救宇哥了吗？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宇哥不管的。九弟，你怎么会在这里？林家主，我还在等你的答案。如果林家众人想要活命，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便是林家众人唯一可以活命的机会了。他相信求生是人的本能，今天他一定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的。九弟妹真是好手段。战王妃留步。不知林先生，您叫我留步，究竟何事呢？我们一定会帮您问出你最想要的那个答案的。如果诸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必定履行承诺。傻瓜，不必这样看着我，这些事情你做主就好，以后我全听媳妇儿的。想来王妃答应的事情，定可以说到做到的。我天启皇上一向宅心仁厚，爱民如子，是绝不会滥杀无辜的。我说，别动！九弟妹这是何意？你竟然要杀我！谁说我要杀你了？闭嘴！他真是后悔了，今日他就不该来天牢，弄成如今这副局面，等下可怎么收场呢？看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不对劲儿啊，这个萧逸怎么感觉怪怪的呢？我说，战王妃，你们或许不知道吧，天启国的太子也就是萧逸，根本就是个假的。你们想不到吧？他不震惊吗？我没事，早就有心理准备了。你早就知道？就在刚刚才确定的。那他又是谁啊？就是这个男人骗得他好苦啊！他林启元如今家破人亡，都是拜他所赐。他是龙翔的太子，郎肃。不是的，不是的，如果他是假的，那真的易哥哥在哪儿？那个深爱我的易哥哥，他在哪儿？林家主，这以后的日子嘛，你可千万要保重啊！林晨，你个贱人，给我站住！我跟你之间难道有什么好说的吗？事情还没有说清楚，难道你就这样走了吗？然后呢？林晨，你别忘了，你之前可是答应了，只要我父亲说出幕后之人，你就放了我们的。我说林大小姐，你这脑袋长得呀，真是透身高的吧？完全没用啊！没错，我是说过，只要林家主将幕后之人供出来，我就放了林家无辜之人。你记住了，是无辜之人。林大小姐，你无辜吗？好像你并不无辜吧？你个有儿无心的小人，我要杀了你！严一，砍断。是。这哥哥怎么可以这样子？他竟然真的让手下砍断我的手！林宇哥，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你是没长脑子吗？那用不用我帮帮你，再长一个出来呀？家里总有镜子吧，拿出来好好照照自己什么德行吧。顶着一张车祸现场的脸，惨不忍睹。谁给你的自信，敢肖想我凌晨的男人呢？你那肮脏的灵魂，配上你这个肮脏的眼珠子，从我男人身上移开，不然的话，老娘直接挖了他。走吧，我们回去睡觉，夜深了。凌晨，你不得好死！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的，一晃眼，凌晨预产期快到了。随着日子临近，她的身子越发的沉重了。前阵子因为胎位不正的关系，凌晨盼了好一段时间转胎位，幸好结果不错。经过产婆确认，孩子身子已经调转过来了，那就意味着她可以尝试顺产了。主子，这是鬼泣楼这个月的进账，邢公子特意让人送来给你看看呢。哦，他呢？邢公子说去仓库转转，等会儿带天香楼的酱肘子来给王妃吃。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本自家王爷对邢公子多少是有些敌意的，可如今却不同了。两人不仅不会一见面就争个面红耳赤的，有的时候竟还会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下上一盘棋。生了没有？将手中抱的千年人参、万年雪莲放了下来。幸好没来晚。晨儿呢？生了没有啊？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赶不及了呢。没生的就好，没生的就好。哎呀，怎么我生个孩子，这帮人比我还紧张呢？就是说呢。可不成想，凌晨生产之前，却突然传出了龙翔太子朗硕在别院中被人刺杀身亡的消息。一时间京城众人人人自危。这个朗硕自打被揪出来以后，就一直在与天启皇谈判投降的事情。毕竟他是龙翔皇后的嫡子啊，身份比朗修尊贵了许多。手中握这样的王牌，叫萧浩如何能不兴奋呢？父皇会处理的，并且我们早就已经做好了攻打龙翔的准备，不是吗？我要生了！要生了！王妃要生了，快扶王妃进产房，准备热水。周成，还愣着做什么？还不赶紧抱我过去啊！王妃要生了，王妃要生了，快准备热水！什么？要生了！一时间，整个国公府上上下下全都被惊动了，一个个慌乱地放下手中的事情，向凌晨院中凑了过来。王爷，女子生产是污秽之事，王爷还是先出去吧，免得沾了晦气。滚开！小车，你吓唬人家做什么？你快出去啊你！我不出去，让开！晨儿要生了，你们还愣着做什么？大公子，您不可以进去。为什么我不能进？我看谁敢拦我！大公子，宁世子，这是王爷吩咐的，请你二位别为难我一个下人。哼，你家王爷，你家王爷吩咐的就了不起不成啊？我告诉你，我才不怕他呢！邢大哥，我们走。燕三嘴角忍不住抽了抽，心道：还说不怕王爷？你们两个跑那么快做什么呀？就算是守在产房外，又能怎么样？孩子又不是你们的。神经病！经过这段日子以来，即便宁霄感觉再迟钝，也能清晰感受到邢大哥对九嫂那不一般的感情。会没事的。晨儿，说着痛了，你就喊出来。不行，我要攒些力气。王妃娘娘，老奴再检查一下吧。而就在刚刚，他给王妃内检的时候，王爷见了以后，差点将稳婆的脖子给捏碎。怎么又查？刚刚不是查过了吗？一想到那个检查，萧彻瞬间脸黑呀。检查的时候，媳妇儿那副痛苦的表情，看得萧彻怒火中烧的，差点失手就杀了人。别告王爷，不检查，怎么知道能不能生？萧彻，都是这个样子的。你们那个时代也要这样吗？原来生孩子这般痛苦吗？看来以后千万不能让晨儿再怀孩子了。萧彻已经悄悄做出了如此重大的决定。那就查吧，你手下轻点儿。很痛吗？到内检的时候，林震还是将萧彻赶了出去。他担心这货一会儿又对稳婆动手了，别真把人给掐死了，让他经历这般痛苦的罪魁祸首竟是自己。如果早知道生孩子这般痛苦，他宁可不要孩子。臭小子，你若是敢赖着不出来，让你娘亲受罪，小子，老子打你屁股！你敢？小彻，我没事，相信我。王妃娘娘，快用力啊！开拳了，能生了，能生了！这儿，你听见没有？能生了，用力啊！
他全身早已经湿透了，疼痛仿佛永无止境一般，一波接着一波，痛得凌晨恨不得下一秒直接晕过去。头出来了，孩子的头出来了，感觉有什么东西从腹中滑了出来，之后顿时身子一轻。王妃娘娘，这位小狮子呢，身长1尺6，有4斤半呢。看着双目通红的萧彻，别笑了。好，我不笑。怎么这么丑啊？怎么没声音了？会不会是伤了呀？一见一眼如情。怎么，行了？行了。晨儿，谢谢啊，谢谢你还留在我身边。你都不知道，刚刚都快把我吓死了。萧彻，宝宝呢？男孩女孩啊？手指脚趾没什么问题吧？是个男孩，一切都很正常。那宝宝呢？我想看看，他拼尽全力九死一生才生下的宝贝疙瘩，都还没好好的看上一眼呢。我让立春他们报去前厅了，大家等着看呢。哦，萧彻，宝宝的名字你想好了吗？就叫沐尘。沐尘？萧沐尘吗？沐尘，爱慕凌晨嘛。哼，好啊，那就叫萧沐尘了。就这一个，以后我们再也不要其他的孩子了。而这样的痛苦受过一次就够了啊？为什么？不想跟我生孩子了？还是说他想纳气了？你胡思乱想什么呢？只是生孩子太痛苦了，我不忍心你再承受一次。你是不是傻啊你？我愿意给你生孩子，以后我们多生几个，到时候呢，一家人在一起多热闹啊！媳妇，别哭，坐月子的时候千万不能哭，伤眼睛。哎呀，你不用这么紧张，没事的。他们太吵了。很快，战王妃生孩子的事情，全京城的人几乎都知道了。萧浩直接大笔一挥，一连下数道圣旨。第1道圣旨便是立萧彻为太子，第2道便是定了凌晨与萧彻大婚的日子，第3道则是定了小沐尘的百日宴，在宫中隆重举办。3件喜事一并宣布，萧浩笑得见牙不见眼的，直接减免3年的赋税。自打凌晨捐了金山以及办了景琰作坊之后，天启国的国库110年来第一次这般充盈，这兜里有钱，腰杆子就硬。用凌晨的话就是，萧浩这段时间以来，说话都有一股子暴发户的味道。萧彻，我想洗澡。不行。萧彻，那我身上都臭了，别把孩子给熏到了。你就不能让奶娘喂他吗？为什么？我又不是没奶，怎么样奶娘喂啊？乖，你身子还没干净，等干净了，我命人给你烧水可好？天哪，他不光闻到了馊味儿，这下子又加上浓重的血腥味儿了。我的天哪，我都这样了，他竟还亲得下去，晚上还能抱着我睡觉，怎么受得了啊？萧彻，你都不嫌弃我这一身的味儿吗？你的洁癖呢？你为我生儿育女，经历生死，如今这般炎热的时候，却连澡都不能洗。你为我承受了这么多的痛苦，如果我还嫌弃你，那我还算是个人吗？哎呀，怎么了呀？我的小心肝怎么哭了？如今小家伙可抢手的很呢，醒的时候就别提了，差点因为抱他的先后顺序，众人差点打起来。睡着的时候更加诡异了，孩子睡在中间，外面围了一圈的人，这么个宠法，将来还不得成小霸王了？自从有了小家伙之后，你都不稀罕我了。喂，你还行不行啊？你自己儿子醋也吃啊？他还那么小呢，不多注意怎么行啊？凌晨颇有种自己生2个儿子的即视感呢。龙翔那边果然因为朗硕的事情而发难了，原本应该是萧彻亲自领兵出征的，但众人体恤凌晨刚刚生产，正是需要萧彻陪伴的时候，于是乎林振明站了出来。他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都在帮着萧彻训练精锐的小部队，这批古代的特种部队究竟是不是一柄出鞘的利剑，还是需要拉去战场试炼试炼的。早在凌晨生产之前，山中基地的仓库就已被凌晨填满了，又有剑灵老头带着神将阁的匠人们，
竟能够造出半自动枪支以及红衣大炮这种东西来。大军出征以后，萧浩大手一挥，他要在1个月之内给凌晨和萧彻举办婚礼。真没见过你这样的新娘子。哦，那新娘子该是什么样子的呀？我堂姐出嫁前有半年的时间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待在房中绣嫁衣的。哼，嫁衣的话有宫中绣娘去绣呢，指望着我去绣的话，这辈子估计我都不用结婚了。要200人一起赶工，才能在1个月之内将这件礼服给做出来。凌晨差点没直接骂娘呢。这倒也是，绣花生眼睛，得不偿失。娘，大哥的婚礼什么时候办呢？你胡说什么呢？哼，依我看呢，不如约我1天办了，还热闹一些呢。我看晨儿这个主意就不错，你也跟着取笑我。哎呀，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嫁与我大哥吗？娘，依我看就这么定了吧。您快去跟爹商量商量，现在准备的话还来得及哦。好嘞，我这就去找你父亲下聘去。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回去绣嫁衣呀？成，那我回去了绣嫁衣去了。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婆媳2个一模一样的。什么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什么时候回的？就在你走神的时候。晨儿，我都迫不及待娶你过门了。喂，我们早就成亲了，娃都有了，还什么迫不及待呢？老夫老妻的，说什么话呢？谁说的？我就期待不行吗？哦，行。反正就是不一样，我还欠你一个隆重的婚礼呢。你说什么是什么吧，这还不行吗？王妃，你看谁来了？瞎嚷嚷什么呢？毛毛躁躁的。你做什么呀？没事总打我。谁让你没个正经样子，当新将来教坏小世子。谁来了？就这么高兴啊？差点把正事给忘了。王妃是王雪姑娘、惠娘姐，他们都来了。立夏，你说谁来了？就是大河村的惠娘姐，他们全都来了，好几辆马车呢。王妃，你的鞋子你还坐着月子呢，可不能出门呢。若是被夫人看见了，还不得念你几个时辰？别，千万别让我娘知道了。遇见如情再次相识的本是这是姐姐的歌声。前世中一如初见。此曲本身太寂寥，花落惹人断肠，你我天涯各一方，我追着你的眼光，你却失了眼眶，往事随风葬了花。张哥哥，你在哪儿？张哥哥，你醒醒！你醒醒啊！你别吓我好不好？其实刑斩根本就没有昏迷，他落水之后也不是想要自杀的，只是心痛到无法呼吸的时候，这冰冷的湖水刚好能够让他冷静一下。这儿呢，小花，支书。咦，陈丫头，你这还坐着月子呢，可不能哭啊，伤眼睛。就是哭不得，千万哭不得呀。萧彻，谢谢你。得知是萧彻不远千里派人去把他们接过来。早知道你会哭成这样，就不将人直接带过来了。我哪有啊？王雪、惠娘姐，你们这个肚子，我成婚后就有了。嘿嘿，大夫说雪儿怀的是3子。什么？3胞胎？王雪，你留在这儿，到生产结束再回去，我定保你们平安。如今她已生产完毕了，可以能够随意进入空间。对了，林家怎么样了？明白没死了，怀着身子就被她婆婆跟张生2个畜生给活活的打死了。真是惨呐。林建业断了腿之后也没长好，现在就是个跛子。私塾也不念了，见天的在村里偷鸡摸狗，
成了个货真价实的小霸王。刘氏也管不了他了。我们来之前啊，听说那小子将刘氏给卖了，具体卖去哪里了，就没人知道了。每一个熊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位熊家长在惯着吧？别说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丫头，你明堂哥如今当了县令了。那他人呢？怎么没来啊？太忙了，就没让他过来。堂屋里的热闹一直持续到了深夜，久别重逢的相聚总是让人心情愉悦。这一晚凌晨睡觉的时候都忍不住数次笑出声来。萧彻紧紧抱着他，也跟着扬起了唇角。大婚当日凌晨天还没亮，就被娘亲带着几个丫鬟从被窝里挖了起来，沐浴、开脸、上妆、盘发。一时间凌晨感觉自己像个提线木偶一般，被人扯来扯去的。嫁衣早在昨天晚上就已经送过来了，正红的颜色，金线绣的暗纹，宽大的水袖，一举一动之间忽明忽暗的金色光芒。走动间，嫁衣拖在地上，漾出层层叠叠的类似于水波纹一样的神采。好美。行长站在门口处，忍不住张口赞叹一句，只是眼神之中全是浓到化不开的酸楚。他曾经无数次幻想过，有朝一日他也能够鲜衣怒马，花轿喜服，十里红妆的娶晨儿进门。可是现在呢？你不进去吗？可是姐姐已经有了爱人了，他们之间感情那么好，是无论如何都容不下第三个人的。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四梳……虽然你们已经生了孩子，但是这个都是女子出嫁之前必读的东西，还是给你吧，自己藏好了就行。哎呀，这本书嘛，我就不用了。娘啊，留着你跟爹看吧，再接再厉，再给我生个小妹妹啊！你个死丫头，这话是你能说的吗？王爷来了。啊，萧彻来了吗？我们真的又要成亲了？明明他是这个时代的人，却莫名其妙的穿越到现代，生活了20几年，而随后又莫名其妙穿回来了，不光找到自己家人了，现在又嫁给了自己心爱的男人。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已在这里扎了根了？他有家了，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孩子都生了，老夫老妻了，还这么紧张做什么？瞧你说的，我可没有紧张。那你懂什么呀？其实紧张也没有什么的，都是正常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过日子，本就是需要一个了解的过程。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婚后记得要互相迁就，何况是女子，更加要遵守3从4德的约束。还有啊，哎娘，你别再说了，你再这么说的话，我可要逃婚了。你还敢逃婚？你信不信天涯海角萧彻也会将你抓回来，然后将你绑在他身上，寸步不离，每天同吃同住，还……哎呀，行了行了，我不跑，不跑总行了吧？这还差不多。来了来了！听那个动静，似乎是有不少人过来。哎呀，真的是王爷来了，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有本事的话，你把他轰出去啊！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呢。晨儿，为夫来接你了。怎么接啊？自然是8抬大轿，10里红妆。京城这边流行的是接亲的时候，新郎新娘之间要对口，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什么的都可以。哼，不稀罕。萧彻，我不要你吟诗作赋了，今日你呢，唱首歌吧。好，就唱歌。战王爷才高八斗，文武双全，唱歌而已，又怎会难得倒他呢？去琴来。怎么样啊？而这首歌正是数年来他的手机铃声啊，他怎么会唱这首歌呢？而这个惊喜来得如此意料之外。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一起写我们的
一直以来，他想给凌晨一个惊喜的，思索再三，还是去找了二叔。他练了很久，为的就是今天。再来一首，让王爷再来一首。王爷唱歌也太好听了吧！王爷是王妃的，你就别想了。哎呀，差不多就行了，别误了吉时。媳妇，刚刚进门的时候，西北哥哥已经从诗词歌赋到刀枪剑戟都试验过好几遍了，你都不心疼一下为父吗？啊，还有这事儿啊？还不是这几个臭小子念叨着妹妹好不容易才找回来，还没等疼够呢，就被人家给拐走了。许久之前就凑在一起盘算着要在迎亲之日为难一下彻儿的。明明下手这么狠，哪有需要别人心疼的样子？哼，就会装可怜。好不容易才将小妹找回来，这还没捂热乎呢，就又要嫁人了。我这心里可真不是滋味啊！我让他进来吧。媳妇，我来接你回家了。送入洞房。新妇入门，迎亲。新妇入门，迎宾。砸骨斗，避三煞。砸骨斗，避三煞。传习接代，代代相传。满眼牡丹，身前行仪。一洒华格兰堂，二洒家宅永昌，三应费。在卷进棋局。兴旺，五洒如发四锦。你说这新郎怎么笑？永远吉昌，八洒世代吉祥。望镜斩拜，夫妇一体，结岁永离。一拜天地礼，二拜高堂礼，三拜夫妻对拜，拜礼成。今晚你跑不掉了，你谋杀妻夫啊！送入洞房。今日的战王爷简直令人大跌眼镜啊，比他平日里的冷酷狠戾简直判若两人呢。喜欢吗？小彻，我很喜欢。自打凌晨怀孕之后，怕伤害小媳妇的身体，小彻已经许久没尝过小媳妇的滋味了。既然他们都在忙着，那我们呀也就先别去打扰他们了。咱们先开席吧。都怪你，你看呢，都几点了？渴了就传膳。你看呢，我的衣服和发髻都乱了，我怎么出去见人呢？你打扮成这样，还不就是为了给为夫看吗？为夫已经看到就可以了呀。再说了，我还是更喜欢你不穿衣服时候的样子。这个臭流氓，这是越发的不正经了。媳妇，咬得重些。算了吧，这家伙一身腱子肉呢，咬起来牙疼。切，懒得跟你说，我饿了。王爷王妃，可需要传膳吗？进来吧。战王爷，哪有你这样的一直待在这喜房里不肯出来？王爷，这天还没黑呢，你就这么着急洞房啊？啊！战王爷的玩笑你也敢开，活得不耐烦了你。将大公子送去客房吧。是，我心爱的妹妹还没腾够呢，就被你给娶走了。送凌将军去客房，都好好睡吧，明天酒就醒了。王爷太老奸巨猾了，为了不让众人闹洞房，竟命令自己偷偷在酒水里面下蒙汗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下午的一场战斗让他又体会到了久违的滋味。媳妇，你今天真漂亮，简直就是9天仙女下凡一般，尤其是你不穿衣服的时候更好看。
找揍啊你！臭！哎，小车，你说像你这么完美的男人，那得多抢手啊！完美？对啊，就是完美啊！你说说，你长得帅，家世又好，要钱有钱，要权有权的，还这么专情，简直不能太完美了！你是不是怕我被别的女人抢走啊？但凡能被抢走的男人呢，那都是渣男，我才不稀罕呢。至少有女人靠近我的时候，你可以将他们踹飞啊。No， 我不会踹人家，我只会踹你。就知道你舍不得我。小车，你看，好美啊！